你可知你在说什么？安老夫人满脸不可置信，看着面前跪得笔直的孙子。舒玉婉看着眼前的情景，一时回不过神来，待低头看着自己隆起的肚子，方才确信自己回到了过去。正是自己嫁到安定侯府第2年，正怀有6个月的身孕，他那好夫君回来闹着要和离的时候，孙儿遇到了真正心爱之人。从前不知，以为女子只要温柔贤惠，与我家世相当，无论是谁做我的妻子都可以。现在方才明白，真正动心了，无论他是何种家族，要面临怎样的障碍，只想与他共守一生。求祖母成全孙儿。你荒唐！安老夫人气得直发抖，眼角余光看到舒玉婉精神恍惚的样子，走过去拍了拍她的手。玉婉呐，你莫怕，我是不会让这个小兔崽子胡来的。宇哥儿，你喜欢的女子拿进府来就是了，何苦非要和离呀？你离府数月，玉婉怀着身孕，夫君不在身边，已是十分不易。你这一回来便闹着要和离，可曾想过这和离了以后，玉婉当如何自处？安定侯府又如何跟舒氏一族交代？是我对不住玉婉，我会亲自前去束府上门赔罪。无论岳父岳母怎么罚我，提出什么要求，我都接受。于哥儿，玉婉正怀着身孕，你上门要和离，你觉得该怎么罚你？怎么罚你都是不够的。你前头有2个哥哥，你父母亲和我，素来便是宠着你些，不曾叫你负担家族兴衰的担子，只叫你过得开心便好。可你随心所欲，也不能够过了头啊！和离，我是不会同意的，你父亲母亲也一样不会同意，你想都不要想。舒玉婉听着安老夫人的斥骂，思绪飘飞。上一世确实无人同意，也包括他自己。他自幼受父母兄长疼爱，安少瑜也是母亲为他千挑万选的夫婿，家世良好，品性出众，相貌堂堂，又是家中幼子，嫁过来不用承担宗父的责任。他们成婚之后，夫妻2人的感情也很是不错。她好不容易怀了身孕，那时她正等着夫君回来，好与他一道分享这份喜悦。祖母，却见夫君一回来，急急忙忙的就到了安老夫人这里，要和离，要与玉婉和离。夫君莫不是小猪又蒙了心？这等无美无婢和男子定私情，还唆使男子与嫡妻和离，情节没底线的女子，便是拿姐们做妾，我也不会允。是我对你不忠，还请你莫要侮辱她。在我心中，她值得最好的一切，是我自己不愿意她做妾，做妾实在辱没了她。夫君，好孩子，莫动气。青青姑娘身为商户女，按理来说纳进门做妾也不算十分委屈，但夫君觉得委屈，那便是委屈了。只是如今夫君已有我这个怀着6个月身孕的术士正经嫡女为妻，叫我给夫君的青青姑娘让位子，无论是安定侯府还是我们庶府，都不会轻易答应。青青姑娘也只能得到夫君一人的认可，聘为妻，奔为妾，青青姑娘仍然只能是个妾。不知夫君打算如何处理呢？无论如何，我都会和青青在一起，也一定会给她应有的一切。夫君所言应得的一切，是指妾身现在占着的正妻之位吗？夫君所说的无论如何，是不惜任何代价吗？舒玉婉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女儿如今就在肚子里，真好。夫君既然如此看重那位姑娘，想来那位姑娘自有出色之处。我如今身为夫君的妻子，出嫁从夫，自然也不愿夫君为难。夫君要和离，我莫有不从。只不过女子和离归家，且还是在孕期，只怕旁人还当我犯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错。虽然此刻我们都知道，但时间久了难免说不清，因此还得请夫君写上一则告示，言明夫君因觅得真爱，不想委屈心上人为妾，故而与我和离，并誊写数份贴在上京各处。如此，我回了术士一族，也不至于叫人指指点点的太过。另外，为免影响夫君与心上人的感情，肚子里的孩子还需放在我身边抚养。不知夫君意下如何？哎呀，万万不可呀！玉婉呐，你怀着身孕，先回去休息，待我好好的再劝劝于哥。是，老夫人，孙喜告退。三弟妹，三弟这着实不像话。从前看着挺好的一个哥，怎的竟做出这种事儿来？你还怀着身孕呢，他竟要和离，我长这么大也没听过这种荒唐事。安定侯府2夫人刘氏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就马上来了海棠园看舒玉婉。玉婉看着刘氏气冲冲的样子，二嫂莫气，快来坐下喝杯茶。夫君如此重视，想来那姑娘自有过人之处。我从前竟不知你竟如此好馅儿，哼，还过人之处？难不成是勾搭男人，叫与有孕的嫡妻合离的过人之处？无论那女子是什么样子，夫君认定了她，打定主意要与我合离娶她，我便是把那女子贬得一文不值，又有什么用呢？唉。
想不到经了此事，你倒一时间成熟不少。我还当你要在海棠院躲着哭上一阵子呢。不过三弟妹，你放心，这事儿三弟可做不了主。老夫人就是再疼三弟，也不会纵着他做这种离谱事情。听说侯爷和婆母俱都将三弟好生骂了一顿。我来之前，听说侯爷已经让三弟去祠堂跪着了，让他想明白了再出来。舒玉婉知道安定侯府此时不会同意，但10年以后，束缚倒台，安少瑜成为了整个安定侯府的救星。那赵青青生了2儿1女，在回来的时候，她要和离，整个安定侯府除了刘氏念叨了2句造孽，再也没有人说一个不字。三弟妹，你怀着身孕，此时保重自己的身体才是头等大事，其他的自有侯爷、夫人和老夫人为你做主，且放宽心。谢谢二嫂，二嫂放心，为这肚子里的孩儿，我也不会难为自己的。你能想得开就好，那你好生歇着，我得空便来与你聊天。多谢二嫂，清代替我送二嫂。刘氏走了以后，玉婉吩咐让清河准备笔墨，坐在桌前写了一封信，装进了信封里。清河，着人将这封信送回束府。是，夫人。另一边，安老夫人的福寿堂里，安定侯夫人魏氏正气急败坏地骂着：一个商户女，做妾都是抬举了她，竟还不满足，还想做正妻，哼，真是不要脸！好人家的女子，哪个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商户女竟然自己就勾搭了鱼儿，还把鱼儿勾得要和离，比那青楼楚馆的继子也不差多少了。好了，越说越没个正形了。这女子呀，也不值当什么，主要是于根儿这样闹，恐伤了与玉婉之间的夫妻情分。而且看于根儿今天这个架势，怕是一时半会儿都得倔着呢。母亲放心，我已吩咐府里，这段时间不许于戈儿出府。暂且如此吧。玉婉那边你也要多关心关心。母亲放心，儿媳知晓。你亲自去一趟，虽说于戈儿此番不大像话，不过玉婉在母亲那儿竟说出要于戈儿把河狸原油填满上京，还要把肚子里的孩子带去束府，就同意和离的话，你此去除了好生安抚，也敲打一二。妾身知晓了。不过玉婉这孩子毕竟是家中幼女，跟我们于哥儿一样从小宠大的，大约也是气着了，说些气话罢了。魏氏到海棠院的时候，玉婉正在院子里散步，魏氏便陪着一道散步。玉婉啊，你只管放宽心，好好养胎，我们是不可能叫于哥乱来的。舒玉婉听着这些话都已经听烦了，上一世她觉得庆幸安定侯府的众人都站在她这边。你生于哥的气也是应当的，于哥如今到底年纪轻，做事不知轻重，等年长些便好了。不过玉婉，你之前在福寿堂说的话也实在是不妥，写那样的告示贴满上京，我们安定侯府还有何脸面？何况你肚子里的孩子那是于哥的孩子，是安定侯府的嫡系子弟，如何能叫你带回束府抚养啊？岂不是叫上京人人嘲笑安定侯府？于哥儿胡闹，你可不能也跟着胡闹。母亲，我只是告诉夫君，和离一事，他需付出的代价。自古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君要和离，我自是无法拒绝的。我自孕期和离归家，必然引人猜测，但此事我实在无辜。术士一族想来也不会任由他人随意坏了术士女的名声，必要问个清楚明白，将前因后果告知上京之事，便是安定侯府不做，术士也会做的。由安定侯府主动来做，起码保全一些舒安两府情分。魏氏听得一惊，他还没有深想过那么多呢，因为他没有想过让于根儿和离。母亲，如今我只想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其他的便顺其自然吧。魏氏又安慰了玉婉几句，便急匆匆地走了。安少瑜这一世仍旧是玩起了绝食的戏码，在祠堂里跪了2天。安定侯夫人松口，表示愿意接赵青青入府为贵妾，但被安少瑜一口拒绝。安定侯夫人派人去赵府问赵青青的意思。少瑜对我情深意重，我也一样。真正的爱情是不能容忍第3个人插足其中的，我不会做妾。少瑜答应过我，与我成亲后也不会纳妾，他这辈子只有我一个人就够了，我们是要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安定侯夫人听了魏妈妈的回禀，哼，什么不要脸的东西！于哥儿有正妻，什么时候轮到他跟于哥儿一生一世一双人了？带上几个人去赵府门口给我骂上一天，那个孽障就叫他在祠堂里继续饿着吧，我就不信他还真能把自己饿死了。三公子还是孩子心性，你莫要跟他置气。至于那个贱人，您放心，老婆子我今天必然骂得他1个月都不敢出门。随即在院子里点了几个嘴皮子利索的粗使妈妈，浩浩荡荡的往赵府去了。夫人，夫人！清河兴冲冲的跑进来，你刚才瞧见魏妈妈带着一帮子人气势汹汹的出去了，您猜他们去了哪里？
啊，去了哪里？叫你这么高兴？我打听到他们去了赵府，听说是侯夫人吩咐好好教训那个不要脸的。舒玉婉无所谓的笑了笑，吩咐清河装上些糕点，随我去祠堂看看。夫人，三公子自己不想吃，您给他带糕点做什么？三公子半年不顾念您，您管他做甚？您还怀着身孕呢，何苦劳累？赵妈妈正好走进来，听着这话，便训斥道：“夫人让你去你就去，多什么嘴？”清河不情不愿的就去了。夫人，您别听那小蹄子胡气，后面还要过上一辈子的，也叫三公子啊念着您的好。妈妈放心，我有分寸的。赵妈妈欣慰的点了点头。清河提了糕点过来，一会儿回来了，让厨房送你最爱吃的桂花糕。奴婢要2盘。主仆二人带着几个小丫鬟一起到了安氏的祠堂。2位小哥，我们夫人给三公子送点糕点，还请2位行个方便。三少夫人，请。舒玉婉让清河守在外面。夫君，听说你2日未进食了，我给你带了些糕点，不如尝尝看。玉婉，你不必如此，我知道对不起你，但我的心意不会改变。夫君放心，我不是来求着你回心转意的。安少瑜看着舒玉婉，似是在分辨这话的真假。那你来做什么？夫君，你痴迷赵姑娘，执意与我和离，如此决绝，即便一时和离不成，只怕我的日子也跟和离了差不多。如此，不如和离了干净。安少瑜赞同的点点头。但就如前几日所言，夫君需要做到将和离的缘由在上京贴告示，广而告之，并让我肚子里的孩子随我回束缚。这2条都会败坏安定侯府的名声。如此，是我代表数十一族同意和离的条件。如若夫君不答应，夫君也知道，安定侯府并没有人支持你和离。母亲今天还派人去赵府大骂了赵姑娘一整天，想来夫君便是在绝食上10天半个月，这事儿也成不了。安少瑜大惊，母亲怎可如此？夫君在这儿绝食，为的便是赵姑娘。母亲心疼你，气无处出，便只能去骂赵姑娘了，总不舍得来找你撒气。这2个条件，父亲、母亲和祖母都不会同意的。我答应了又有什么用？侯爷夫人和老夫人不想让你和离，自然不会答应。夫君想和离，自然要夫君自己去做。夫君便与侯爷说，已经想通了，不想与我和离了，让侯爷放你出来。然后夫君将和离缘由的告示写好，盖上私印，附拓数份，贴在上京各处，再将和离书写好，言明和离缘由，以及将我腹中孩子交于我抚养，签好字后交于我。之后我会请我父母亲及族人上门要求和离，一切自然顺理成章。就是不知道夫君你敢不敢？安少瑜确实是有点慌，这样的话父亲、母亲和祖母都会非常生气。其实这2个条件看似十分严苛，事实上跟夫君现在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差别。和离不正是夫君现在跪在这里所求的，为的确实是心上人，只不过把原因公开，夫君也说对不住我。女子和离后也必将十分不易，如此也算对我的一些补偿。至于让我肚子里的孩子跟在我身边，一来我和离后恐难再嫁，身边有个孩子也不算孤苦；二来夫君和离还能再娶心上人，势必要和赵姑娘再生孩子。赵姑娘如此期待一生一世一双人，留这个孩子在身边，不是时时提醒你曾经有过一个妻子，让赵姑娘心里不痛快吗？安少瑜只觉得十分有道理，每一句话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如果不这般先斩后奏，只怕很难娶到青青。好，我做。如此也不算十分对不起你，我也能娶青青，也算一个难得的2全的办法。舒玉婉听着这话，只觉得想笑。如此便等夫君的消息了。只是我怎么觉得你也十分想和离？那天在佛寿堂，夫君不是说无论如何也要给你的赵姑娘应得的一切，如今更是情愿绝食，也不愿与我做夫妻。既然如此，我哪有不成全的？等出了祠堂，舒玉婉便带着清河回到了海棠院，安心养胎。夫人晚膳想吃些什么呀？妈妈看着安排就是。舒玉婉懒懒的去祠堂走了一路，折腾了半天，她累得很，靠在贵妃榻上准备休息一会儿。清河清代便守到外间去，拿出针线，给未出世的小主子做起了小衣。咱们小姐自小金尊玉贵的，老爷夫人便2位少爷和大小姐，哪一个不让着咱们小姐？天生到了这安定侯府，倒受这种委屈。你也知这里是安定侯府，说话小心一些，不要给小姐添麻烦。只是三公子这事儿做的实在是叫人生气，要是老爷夫人知道，不得心疼死。赵妈妈正进来，听到这2个丫头的话，叹了口气。今天夫人去送糕点，三公子是如何反应？夫人让我守在门外，我也不知道三公子作何反应。那夫人呢？夫人没说什么，但出来的时候瞧着挺高兴的。哎呀，那就好，希望三公子啊能够早点醒悟吧。夫人，老夫人请您去福寿堂用膳。知道了。
清河在心里头骂了句老夫人真是不知道心疼人，便去给舒玉婉更衣了。到了福寿堂，老夫人一见到玉婉，玉婉呐，于根儿那混小子总算是想通了，叫他爹呀训斥了几日，如今呐也知道对错了。真的吗，老夫人？夫君不要与我和离了吗？是啊，是啊，刚才呀，侯爷身边的人过来报的信，是侯爷亲自去问的于哥儿。于哥儿说，在祠堂里对着列祖列宗跪了2天，确实是想清楚了。这会儿啊，正在你母亲那儿呢。婉呐，如今这于哥儿也知错了。这男子年轻的时候，难免有昏头的时候，你可莫要放在心上。2个人以后啊，便要和和美美的，知道吗？老夫人放心，只要夫君回心转意，我不会与他置气的。听说今日你去给于根儿送了一趟糕点，想必于根儿也是觉出你的好来了。听说夫君2天都没有吃东西了，我实在担心夫君饿出个好歹来，便送了些糕点过去，希望夫君保重身体。我实盼夫君能回头，若夫君实在不愿，和离我也愿意，只是不要折腾自己了。安老夫人点了点头。想来于根儿是真的想通了。不过一会儿，安少瑜也进来了。祖母，于哥儿，快来陪祖母和玉婉一起用膳。是祖母。安少瑜和舒玉婉一左一右的坐在老夫人的身边。这过去的事情啊，就过去了啊，你们呐都不要再放在心上了，以后好好的过日子。舒玉婉看着安少瑜，对他温柔地笑了笑。安少瑜心中一动，只觉得如今的舒玉婉似乎有哪里不一样了。用完晚膳，2人走后，安老夫人对身边的江妈妈道：“你瞧着，于根儿是真知道错了吗？”三公子应当是明白过来，三夫人是庶府嫡女，长得也是1等1的漂亮，如今还怀着三公子的孩子。三公子年纪小，容易叫人哄骗。如今啊，在祠堂跪了2天，没见外面的贱。再看看三少夫人如此贤惠温柔，哪里还会一根筋，非要和离呢？玉婉此番确实是出乎了我的意料啊！我只当他是要哭闹一场，没想到竟然一直冷冷静静，还晓得在这个时候要去体贴着于哥儿。哎呀，不愧是世家嫡女啊！安少瑜与舒玉婉回到了海棠院，2人相对无言。夫君若有事便自去忙吧。你好好休息。哎呦，夫人，你做什么还要把三公子往外赶呢？这可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呀。少妈妈，我瞧着这人就来气，好不容易回了自己院子里，您老就让我顺心顺意一会儿，等我心里舒坦点再留，成不？赵妈妈想要再劝，但想想自家夫人这些天受的委屈，也就随她去了。另一边，安少瑜得了自由，第2天就出府找赵青青去了。2人在一间茶楼包厢里碰了头。赵青青一身男装，很是飒爽，不过此刻却扑在安少瑜的怀里，好一通的哭。听说你为了和离娶我，在家绝食了，于哥哥，我不会辜负你的深情的。安少瑜摸了摸赵青青的头，脸上充满了歉疚之意。青青，听说我母亲去赵家为难你了，让你受委屈了。赵青青牵了牵安少瑜的衣角。于哥哥，只要能和你在一起，这些都不算什么。你放心，已经有办法了。玉婉答应，只要我在和离书上写明是因我之故和离，再将告示贴满上京，到时他就愿意和离，并且让舒氏一族上门要求和离，这样我父亲母亲也不得不答应。赵青青眼睛一亮，若是舒玉婉愿意配合，这一招先斩后奏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哥哥，为了我要让你受委屈了，可是我真的好喜欢你啊，不愿意跟任何人分享你。只是舒玉婉为什么要帮我们呢？赵青青抱了抱安少瑜的腰，大概是对我失望了。他从前性子也是比较骄傲的。是我对不住他，将和离的原因公开，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以后我也会好好带他的孩子的。他还有一个要求，要把孩子带走。赵青青抬头，眸中是十足的惊讶。在这个年，竟然还有离婚带走孩子的？难不成这个舒玉婉也是个穿越的？看着赵青青惊讶的样子，安少瑜都被逗笑了，弹了弹赵青青的鼻子。他说和离后恐难再嫁，孩子留在身边做个伴。另外，你我以后必然还有孩子，他可能怕孩子受委屈吧。赵青青心中的怀疑打消了一些，打算以后找个机会试探一下。于哥哥，你打算什么时候写和离书贴告示？我怕夜长梦多，
趁早的好。今日回去便开始准备。那若是和离以后，侯府还是不许你娶我怎么办？那我便搬出侯府，和你一起离开。天大地大，总有地方能容得下我。赵青青听了，笑得满足，在安少瑜的脸上吧唧地亲了一口。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人。不过你出身安定侯府，我们还是得得到侯府的认可更方便。和离以后，若是安定侯府不同意我们俩的事儿，于哥哥，你可以试着提一提我与五皇子的关系。你不是说不能说？于哥哥没跟那舒玉婉和离之前，自是不能说。好，都听你的。两个人又卿卿我我了一会儿，便分头离开。安定侯府跟着安少瑜的人，也只看到自家三公子去茶楼喝了些茶，并无什么异常。晚间，安少瑜来到了海棠院，进来递给舒玉婉一张纸。如你所愿。还没等清代上茶，人就走了。舒玉婉见到这张纸，再看到上面的内容，整个人都轻松了起来。这天，舒玉婉正在家中给玉儿做衣服，便见清河一脸抑制不住的愤怒走了进来。夫人，三公子居然真把要和小姐和离的事儿写成告示，贴得到处都是，真的是太过分了！这让夫人以后怎么见人啊？到处都是，告示上怎么说？清河踌躇着，还是将手上的纸递给了舒玉婉。我让兰叶去撕了一张回来。舒玉婉铺展开，内容与前天晚上安少瑜送过来的和离书一样。赵妈妈与清代凑了过来，一左一右的扶着舒玉婉。哎呀，夫人，切莫动气呀，您这肚子里头还有小主子呢，动气伤了孩子可是不值得啊。我知道你们担心，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不会为这个事情伤心的，一点也不会有。我并不是那种和离了就得去死的女子，离开这安定侯府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赵妈妈听得心中一惊，清代清河却是觉得小姐说的十分对，他们听小姐。清代拿笔墨来。清河小心地扶着舒玉婉坐下，舒玉婉整理了一下思路，落笔写下了一封家书，交给了清代，速速送回庶府，奴婢这就去。哎呀，夫人，这事情也不一定就到了这一步呀。安定侯府的人想来是不会由这三公子胡来的，咱们庶府也不是什么小门小户呀。赵妈妈，我知道和离的女子一辈子要受人指指点点，可你看我现在只怕也是要一辈子受人指指点点的，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哎呀，赵妈妈也叹了口气，心中恨起了三公子。他们家小姐如珠似玉，哪儿都好，三公子却不知道珍惜。去把那个孽障给我叫来！夫人，三公子已经被老夫人叫去了，现在人在福寿堂。去福寿堂。福寿堂里，安少瑜跪在正中间，安老夫人脸色阴沉沉。于哥儿，你告诉我，是不是那位赵姑娘给你出的主意呀？不是。那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是玉婉。魏氏一噎，你这孽障，你是要气死我呀！玉婉是说了这话，但她哪是给你出主意呀？不过是说句气话，你还当了真了？真去贴告示，你这是要把侯府的脸丢光了才开心啊！于哥儿，当真是玉婉给你出的主意？是。她是为了什么呢？安少瑜低头，不知如何作答。说。他说我宁愿绝世也要与他和离，不和离的日子以后估计也与和离差不多，不如成全我。魏氏听了这回答，闭了闭眼睛，他就说怎么可能是玉婉出的主意？他这三媳妇儿大概就是伤心了，才会说了这么些话。老夫人，如今该如何是好呀？于哥儿，你说接下来怎么办？将和离。和离，那个商户女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我告诉你，就算是和离了，我也绝不同意让那商户女进门。把三公子给我关起来，派上几个小厮看着，谁敢放跑了三公子，就等着被发卖。祖母。安少瑜不愿，但是无人理会他。魏氏随即安排人去办了，安排马车，随我一道去庶府。老夫人，咱们去了说什么呀？难不成你想等着庶府上门来问吗？魏氏被凶了，都顾不上有情绪，满心都是无奈。安排好了之后，请了安老夫人、婆媳两个一道往庶府去了。庶府，舒夫人刚刚看完女儿的信，满心都是火气。这会儿听到门房禀报说安定侯府的老夫人并侯夫人来了，当即就去见了。老夫人啊，这是什么风把两位刮来了？哎呀，向雅呀，我们今天上门来，正是来赔礼道歉的。可不敢当老夫人的赔礼道歉。这你生气也是应该的，这件事情啊，确实是于哥儿做的不对，是我们呐没有管教好他，叫他被外面的商户女给骗了。亲家，
你放心，这事儿啊是于根胡闹，我们已经把他关起来了。回去后必定好好教育这个混小子。老夫人、侯夫人，如今这满大街都贴了于哥要与我们婉婉和离的告示，以后婉婉怎么再上京抬头做人，只怕是随便出个门就要被人指指点点。况且于哥如此决心，恐怕也不是管教便能与婉婉夫妻和谐的。婉婉以后的日子还不知道要怎么过呢。即使如此，还不如便和离了。我们束府也不是养不起女儿。亲家，不能和离呀！玉婉现如今还怀着于根的孩子呢，多一个孩子照样养得起，那是我们于根的骨肉。瞧着于根也未必想要这个骨肉。香雅呀，哎呀，莫要说气话。我们今日上门来，确实是诚心赔罪的。外头贴的那些告示，我们安定侯府会对外说明，其实是那个商女收买了于根身边的小厮，偷出了于根的私印，私自撰写印发的。至于于根与玉婉之间的感情，他们小夫妻两个人过去也是和和美美的。于根如今是一时叫那外面的女子迷了心智。这男人嘛，总有那么一时糊涂的时候，清醒过来就好了。于根与玉婉是有感情基础的，不怕过了这段时间不和好。我们这些做长辈的，总得把这事情忘清了呀，不能够跟着小辈儿一起闹。香雅，你说是不是啊？舒夫人也有了一丝犹豫。亲家，我以后必定好好看着于哥，绝不叫他再欺负了玉婉，待玉婉如亲生女儿一般。既是如此，那我便等侯府的消息了。安老夫人与侯夫人都松了口气，婆媳两个略坐了一会儿，便准备告辞。舒夫人提出想要随他们一道去安定侯府看望一下女儿，于是三人一道出发了。到了侯府，我与婉婉说几句话，侯夫人便不用陪着我了。如此也好。说着，卫士便派了身边的丫鬟领着舒夫人去了海棠院，并使仆妇提前一步去通知玉婉。听到母亲来了，舒玉婉怔愣了一会儿。自从回来了以后，她还没有见过母亲呢。上一世死之前，她缠绵病榻已久，也是好久未曾见过母亲了。婉婉，做什么站在这风口啊？小心着凉了。娘！舒玉婉喊了一声，眼泪就下来了。好孩子，你受委屈了，娘知道你还怀着身子呢。啊，不哭啊！舒玉婉知道母亲这是误会了，也不多说。如今能够再见到母亲，还是健健康康、生机勃勃的母亲，只觉得圆满了一半。女儿不哭，我就是见到娘太高兴了。傻丫头，事情我知道了，你的信我看了，你当真贴了心要与安少瑜和离吗？是。唉，今天我来之前，安老夫人和安侯夫人去了咱们府上，说这事儿都是安少瑜一个人的主意，告示是那个商女拿了安少瑜的私印做的。可是真的？娘，这话你信吗？什么小厮敢把自己主子的私印偷出去给别人？安少瑜要和离娶那个赵姑娘，是我亲耳听到他在安老夫人院子里讲的，为此他都绝食了。再说了，他的和离书都已经给我送来了。什么？您没听错。舒玉婉拿出安少瑜送来的和离书给舒夫人看，舒夫人打开，只见上面写明和离是因为安少瑜遇到了真心相爱之人。婉婉，这和离书去官府备案了吗？自然没有，我等着您和父亲来安定侯府，商量好和离的事项后，两家人一起去官府和离，如此以后也不会再有什么含含糊糊说不清的事情梗在里面。可安定侯府的人并不想你们和离，而且和离以后的生活，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舒玉婉握住了舒夫人的手。娘，我想好了。好，等你父亲回来，我与你父亲商议一下。舒玉婉这2天一直在等消息，她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态度，想着母亲的犹豫，舒玉婉决定再加上一重保障。清代，你过来。怎么了，夫人？你去外面替我找一些鸡血或者其他的动物血，请人处理一下，要不会凝固的。再买一些冰，尽快，但要记得悄悄的，不要被任何人注意到了。夫人，你要这个做什么？别多问了，快去吧。是。清代虽然心有疑虑，但很是忠心，不明白的事情就按照夫人的要求做，随即去办了。安少瑜被关起来了，也一直在耐心地等着束府的人上门。三公子，长明被侯爷抓起来了，说是长明偷了您的私印给赵小姐。
让赵小姐私自撰写了告示，贴在上京各处，现在外面都传遍了。什么？随即舒玉婉也收到了这个消息。这个安定侯府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呢。上一世束缚倒台，安少瑜立了从龙之功回来之后，这个侯府也是这样待他和月儿。老爷，要我说，就让婉婉和那安少瑜和离了吧。婉婉是我的心头肉呀，你叫我怎么忍心让她在那安定侯府受苦呀？也都怪我当初看走了眼，还以为这安三是个好的，如今害了女儿一辈子。不怪夫人，这个安三虽是幼子，从前看着也是稳重、品性、容貌皆可。我也以为与婉婉相配啊，只是和离不是咱们一家的事，婉婉和离必定会连累整个术士一族的待嫁女。你我二人自然心疼的，他两个嫂嫂能如此吗？术士一族其他家中有待嫁女的，能没有怨言吗？婉婉回来了，也未必会过得舒心。可咱们也不能毫无动静吧？自然，明日休沐，咱们带上玉阳、玉成去安定侯府，去让婉婉和离。发生了这种事，那安三连和离书都给婉婉了，咱们去和离也理所应当。若是安定侯府不肯，也应该给婉婉一些补偿。舒夫人听了眼睛一亮，直夸夫君想得周到，便找两个儿子去了。娘，既然那安三那么想娶那个商女，为什么不干脆让妹妹和离回来？咱们家又不是养不起妹妹，以后我也会好好带妹妹的。哥儿，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不过这是你爹的意思，说是安定侯府能答应，能不和离还是不和离的好。娘说的对，但真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妹妹和离回家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束缚永远都是妹妹的家。你们两个是哥哥，那安三靠不住，婉婉将来还是要指望你们给他撑腰的。娘尽管放心，我们会永远护着妹妹的。舒玉婉也是终于收到了母亲的回信，知道了父母亲的安排，捏着信纸，舒玉婉心中叹息。安定侯府所有的保证都是基于束缚仍旧立于朝堂之上，是太子心腹，前途光明。舒玉婉再次来到了祠堂。你不是说只要我写了和离书，贴了告示，叔父就会上门要求和离？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来，反而把贴告示的事情推到青青身上？你是不是故意想要害青青，想要父亲母亲怪上青青，永远不肯接受的？夫君，把这事情推到赵姑娘头上的可不是我，实在是你们安定侯府太不想要一个商户的姻亲，自己推过去的。府上把这事情推给赵姑娘，也是为了向束府说明，夫君你啊，并不是那么一心想要和离的，全是那赵姑娘挑唆的你。安少瑜噎了噎，他知道舒玉婉说的极有可能是真的。夫君放心，明天我们束府就会上门来和离了。不过为了防止侯府再做出别的事情，明天还需要夫君配合我。配合你做什么？只需要夫君承认推了我就可以。什么意思？你不想要这个孩子了？可是月份这么大了。不想要夫君你是真的，我肚子里的孩子我怎么可能不要？夫君只需要承认就可以，不需要动手。要是真动手，那就未必能让夫君心想事成了。听明白了舒玉婉的意思，安少瑜不悦。我还不至于如此下作，何况你肚子里的也是我的孩子。夫君能这样想就好。我今日来主要是因为夫君在这里关了2天了，我实在心疼，来看看夫君。如今夫君安好，我便先回去了。安少瑜明白他的意思，点了点头。老夫人，舒大人和舒夫人带着束缚2个哥儿来了。安哥儿那个告示的事情处理得如何了？现在外面都知道是那商女做的了，虽说还有些议论怀疑的，但也难以避免。那就好。安哥儿呢？三公子最近没什么异常，侯爷已经在陪着舒大人和舒夫人了。那就好，给我更衣，我去看看。老夫人赶紧的去了正厅，舒大人和舒夫人以及舒玉婉的2位哥哥赶紧的给安老夫人见了。该我们去拜见老夫人的。无妨无妨，是我知道你们来了高兴，过来瞧瞧。2个哥儿真是一表人才，比我们家的混小子呀强多了。老夫人谬赞了。既然老夫人也在，我们也就直说了，我们一家也是思虑良久。既然少瑜不想跟婉婉再做夫妻，便让他们和离了吧。舒大人，此事万万不可。高氏一事已经澄清是那商女的计谋，并非于哥儿的意思。是啊，舒大人，玉婉正怀着于哥儿的孩子，这个时候叫他们和离，实在是不妥呀。哎呀，别说玉婉正怀着身孕呐，就算是没有怀孕，我们安定侯府啊，也只认玉婉这一个媳妇儿。舒大人，无论这于哥儿如何的胡闹，我们安定侯府也绝对不会乱来的。在这府里啊，
还没有轮到于哥儿做主，恕大人尽可放心，玉婉的地位无人能够动摇。我自然是相信府上的，只是我听闻少羽和离书都已经给玉婉了，与那告示上的内容一般无二，可见告示的事必是他参与的，其决心如此坚定。如今虽然有府上压着，但来日少羽自己能当家做主的时候，婉婉只怕在家中无立锥之地呀。婉婉又叫我们夫妻宠得天真不谙世事，我们总得为他的以后打算。安定侯夫妻并着安老夫人皆大为惊讶。恕大人哪里来的消息？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自是看过这和离书了。安定侯的心中知道大约是真的了，这个逆子。侯爷要是不信，可以请于哥儿过来问问呐。安定侯也想问问，但不能够当着恕大人的面，否则也不好收场呀。那倒不必，就算这混小子写了，也是不算数的。侯爷既然已经写出来了，就不是说不算就能不算的。如果侯府不能保证婉婉的以后，我们也不放心让婉婉继续留在侯府。香雅，这和离回娘家对女子未必是好事啊。老夫人，我掐着如今婉婉在侯府也未必比和离强。安老夫人十分不悦，但仍然是耐着性子。那不知道香雅觉得如何才算是保证了玉婉的以后？于哥儿从今以后不得纳妾，不管是外面还是家中，只能有婉婉生的孩子，不能有任何庶子庶女的出生。此事还需要于哥儿和侯爷做出书面保证。此外，婉婉生出儿子以后，侯府需要越过于哥儿，直接培养婉婉的儿子，这一房的家产也要直接交给玉婉的孩子。若是府上能答应，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便结过了。安老夫人的眼光扫过安定侯和卫士，没有出声。亲家，若是玉婉没有生出男孩，于哥岂不是断了后？那也是命该如此。再说，侯夫人怎么就知道婉婉生不出男孩？只要于哥与玉婉都身体健康，感情和睦，生出男孩也不过是早晚的事。怎能说婉儿命该如此呢？我不是说玉婉生不出男孩，只是凡事都有个万一。那便和离了吧。卫士吸了声，虽还是觉得不妥，可眼下这种情况，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心里头憋着着急。安定侯与安老夫人对视了一眼，当即就明白了对方的意见。好，就按恕夫人的要求来。侯爷，去请三公子过来。随即又对小厮低声交代了一番。什么？听完小厮的话，安少瑜不敢相信父亲竟然连这样的条件都会答应，根本不在乎他的颜面。三公子，侯爷说要是您不答应，赵氏就没必要活在世上了。安少瑜听完脸色发白，一言不发。三公子，侯爷等着您呢。走吧。舒玉婉听到父母和哥哥都来了以后，还在等着回报说安定侯身边的小厮去请安少瑜了。他知道时候到了，把装了鸡血的小袋子扎紧了，挂到了裙摆间，理了理衣服。走，咱们也去看看。清代、清河二人小心地陪在舒玉婉左右。清代的心咚咚地直跳，他隐隐约约猜到了点什么，只是主子到底要怎么做？咱们就在这儿歇一会儿吧。夫人累了吧？是有点累了。玉婉坐了没一会儿，就看到小厮领着安少瑜朝这边走来。夫君，听说父亲母亲来了，这会儿在正厅，我来看看。父亲喊我过去。那我和夫君一道吧。舒玉婉说着，站到安少瑜的身边，二人边走边轻声聊着天，看起来很是和睦。安少瑜突然伸手将舒玉婉向前推去。夫人，您怎么样啊？三少爷，夫人已经6个多月了，您怎么能推夫人呢？清河，去正厅把我父亲母亲请过来，快！夫人，奴婢先去找府医吧。不，去正厅请我父亲母亲，我要和离，立刻去。好，您别急，我马上去。清河立即起身去了。不一会儿，舒侍郎、舒夫人和舒玉婉的2位哥哥慌慌张张的来了，看到舒玉婉还跌坐在地上，裙摆下头映出了血迹。我的儿呀！爹娘，我要和离，我要和离。好，咱们和离，跟娘回家不怕啊！
术士郎站在恕夫人的身后，看着女儿的样子，脸色冷得能滴出水来。舒玉阳看着安少瑜，脸色紧绷着，眼神极冷。舒玉成看着妹妹的样子，冲上去就照着安少瑜的脸身上打了好几拳。安定侯夫妇和安老夫人随后赶到。祝福这门姻亲是保不住了。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把三少夫人扶起来，送回海棠院！我不回海棠院，我要和离。是魏氏心中道，玉婉这是冷了心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湘雅，玉婉，这合理也好，不合理也好，先就近回到海棠院，让府医给玉婉看看才是最要紧的呀。这合不合理也不能够伤了身子呀。婉婉，咱们合理，但是先让府医给你看看好不好？婉婉，听话，合理的事你放心。安少瑜被舒玉成打的是鼻青脸肿，待在角落里默默地看着这边，等待事情的结果。父亲母亲放心，耽误不了多久。夫君其实早已经给过我和离书，夫君也已经签过字。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和离书递给了术士郎。父亲与侯爷派人带着和离书去官府备案就可以。哎呀，玉婉呐，别想这些了啊，先回海棠院看过府医再来考虑这些事情吧。不，我要先和离，这孩子如今留不留的也没有什么区别了。要是不愿意，一决也是可以考虑的。安定侯看了一眼儿子，见安少瑜的眼中是藏都藏不住的期待，而他这副表情早已被术士郎收入到眼中，便知道再拖着也没什么意义了。舒大人，对不住。侯爷，派个人走一趟吧。舒玉婉听得这一声，心中重重地松了一口气。婉婉，你爹已经派人去办了，快回海棠院让府医看看吧。是啊，玉婉，先回去让府医看看吧。于是，一群人浩浩荡荡的去了海棠院。安老夫人说自己的身体支撑不住，先回去了，让人留下来听消息。从脉象上看，三少夫人没什么大碍，孩子也没事。不过见了红，后面还是得好好静卧休养啊。老夫开一个安胎的方子，三少夫人先吃着看看。舒夫人松了一口气，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既然玉婉没什么事，不如快让小厮把去官府报备和离的人给追回来吧。你放心，侯夫人是一定要让于哥儿把我们婉婉推出个好歹来，您才满意是吧？刚才你们侯府信誓旦旦说于哥儿想通了，转头他连玉婉肚子里的孩子都不想要了，我还敢让我女儿留在你们安定侯府，怕不是要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于哥儿一定是不小心的。魏氏说的没什么底气，他不知道他这个混账儿子究竟是不是诚心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这是做的什么孽呀？这谁知道呢？清代，去把我的东西收拾收拾，另外把我的嫁妆单子拿来。娘，既然我没什么事，今天就回舒府吧，正好今天你和父亲哥哥都在，便把我的嫁妆收拾收拾，一并带走吧。玉婉呐，不必如此着急吧。魏氏急道，他一直想着这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于哥儿肯定不是诚心的，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嫡子呢，他怎么可能不想要呢？说着转身去拉安少瑜。于哥儿，你说句话呀！不论他母亲多着急，安少瑜也是不为所动，站在那儿一言不发。安少瑜摇了摇头，抛开了这些念头。如今最重要的是把和离的事情给定死，继续做出冥顽不灵的样子来。瞧瞧，为了个商女，连自己的嫡生子女都不要了，何况嫡妻呢？使人回府中取小姐的嫁妆单子，跟小姐的这里两下比对一番，今日就要把小姐的嫁妆整出来带走，说是整不完就连夜整，一刻也不许耽误。是，奴婢这就去。安定侯府的人俱都面色不好看。舒大人，犬子无状，此事实在是对不住了。只是玉婉那孩子，腹中的孩子毕竟是我侯府嫡出子弟，若为男丁，还是送回安定侯府为好啊，在束缚抚养，毕竟名不正言不顺。此事以后再议吧，如今还早。叔兄，我内心十分愧疚，那逆子已经张贴过告示，言明和离是他自己无状，我安定侯府也愿意在需要的时候为玉婉丫头澄清，希望尽量减小对她的影响，希望以后两府能常常来往，莫要断了两府交情。舒玉成在父亲下手，心中十分不忿。把妹妹害得如今这般，还谈什么两府交情？这安定侯真是好厚的脸皮。以运和离归家的女子不似闺中，
名声对他来说只怕也没那么重要了。不过还是多谢侯爷好意。无论如何，玉婉还怀着安定侯府的子嗣，有任何需要的地方，恕兄尽管开口，我安定侯府绝不推辞。自然，侯爷放心。老爷，夫人说了，小姐那边已经收拾好了，我们可以回府了。好，侯爷，我们就先行告辞了。舒玉婉跟着舒夫人坐上了舒府的马车，她只带上了清河以及一些日常用的东西。清代和赵妈妈留下来，等舒府派来的管家一起清点她的嫁妆。清点完以后再回舒府。舒夫人给舒玉婉垫上了柔软的垫子，马车缓缓行驶着，终于到了舒府。舒玉婉的大嫂二嫂都在正厅里等着他们回来呢。刚进正厅，唐氏和二嫂周氏便迎了上来。见过母亲，妹妹受苦了，如今回来就好。二位嫂嫂，对不住了。舒玉婉给两位嫂嫂赔了个礼。如今我和离归家，以后少不得要连累侄女们的婚事了。妹妹不必忧心，姐儿们都还小，她们一亲还要再过10来年呢，那时又有什么变化，哪里知道呢？妹妹安心住下，别多想。是啊，你如今怀着身孕呢，可不能多思多虑。平日若无事，便来找嫂嫂说说话。多谢二位嫂嫂体谅。舒玉婉心中感激，家里有个和离了的小姑子，不是每个嫂子都能接受的。虽然她是为了避免日后束缚的凄凉结局，但是两位嫂嫂并不知情。好了，你们姑嫂日后有的是时间坐下慢慢聊。这会儿婉婉先回院子里安置下来吧。是我们疏忽了，光顾着和妹妹寒暄。妹妹的院子一直有人打扫，刚才绿意回来取嫁妆单子，我就让人把急需的用品添上了。妹妹快去休息吧。舒夫人心中欲贴，大儿媳妇周到善良，做事情她放心。舒玉婉到了她的青竹院，这里还和她没有出嫁时一样，母亲一直给她留着院子。婉婉，你先眯一会儿养养神，一会儿刘大夫来了再让他给你把把脉。娘，我真的没事。没事就当把个平安脉。你如今怀着孕，后面让刘大夫每隔3日便过来看看啊。好，都依你。舒夫人摸了摸女儿的手，你好好歇着，娘先出去了。放心吧，娘。小姐，咱们真的回来了。是啊，不然你在哪儿？在哪儿都行，反正小姐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清大和赵妈妈估计要到明天才能回来。清河，今天你多担着点，注意着点外面。等和离叔一送回来，就赶紧告诉我。小姐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小姐的。那就指望我们清河了。我先睡会儿。虽然没有真的见红，但是折腾了大半天，她也真的是累了。另一边，夫君，不是说今天不是真的要让妹妹和离，只是趁此机会让妹妹在安定侯府地位稳固吗？为何突然就要和离了？管家那会儿啊，说妹妹要和离回来的时候，实在是吓了我一大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陆玉成把今天的事情经过给周氏说了一遍。这安三竟然连自己的嫡子女都不要了，这混蛋以后不要被我碰见。看着自家夫君气愤的样子，夫君，此番确实不怪妹妹，只是妹妹和离归府了，日后文媛的婚事只怕是要受影响。那难道不管我妹妹的死活了吗？留在安定侯府，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没有妹妹。若是因为这件事情嫌弃文媛的人家，想来也不是什么讲道理的好人家。这种亲事不要也罢。周氏看着自家夫君又生气又伤心的样子，到底是没有在说什么。虽然不知道夫君说的对不对，但是小姑子回来这件事情也已经成了定局了。若是以后文媛运气不好，碰到了婉婉这样的夫君，难道你不希望府中能够支持她，接纳她，像如今爹娘对婉婉这样吗？呸！你瞎说什么啊？哪有这样说自己女儿的？为着妹妹，你连自己女儿都诅咒上了。你看你说两句哪里成了诅咒了？我当然不希望文媛以后碰上这样的夫君了，完全不知好歹。我就是说万一文媛也碰上了这样的事儿，将来我也会和爹娘一样把文媛接回来，不会让自己女儿在别人家里受如此欺辱。周氏想到自己的女儿若是遇到小姑子这样的事情，只怕自己也是不忍心叫她这样受委屈的。这样想着，因为玉婉和离归府，心里存着的那点不痛快便也就放下了。舒玉成拉着周氏，好媳妇儿，你就当娘生了3个儿子了，为父以后会更加努力，一定争取挣更多的家业，做更大的官，绝不让你日子过得比妹妹没回来之前差，不叫文媛的亲事受影响，以后好给你和孩子们还有妹妹撑腰。那夫君可要说话算数。为父我什么时候跟你说的话没兑现过？那我去找大嫂，一起去看看妹妹。好，多谢娘子。到了大房院子里，见唐氏正在指挥着丫鬟仆妇在库房里取这个取那个的。大嫂，
大嫂，这是给三妹妹准备的吗？二弟妹，是啊，我把文清的小衣服拿几套给三妹妹，另外还有一些人参，三妹妹后面应该用得上，还有一些摆件什么的。三妹妹刚回来，给她暖暖房啊。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呢，本来准备邀大嫂一道去看看三妹妹，如今这空着手，倒不好跟大嫂一起上三妹妹的门了。二弟妹放心，我这不过是准备着，明日再送过去。今天三妹妹刚回来，恐也累了，我们晚点去看一眼就回来，不多叨扰她。还是大嫂想得周全。妯娌二人又坐了一会儿，便相携着去了青竹院。玉婉刚睡醒不久，便听到清河禀告说2个嫂嫂来了，快请进来。她这2位嫂嫂，上一世束府抄家流放，没有一个撇开身的。三妹妹，小姐，老爷派去的人把和离书送回来了。舒玉婉重生以来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是落了一些到地上，至少这一辈子不会死在安定侯府的偏院里了。见舒玉婉神色肉眼可见的松懈下来，唐氏心中略有不忍。三妹妹，如今你回了家，以后我们姑嫂便能常在一处了。等你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我们都能帮你照应着，什么都不用怕。是啊，三妹，我跟你大嫂都生过孩子了，有经验，以后常来陪你，你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跟我们说。谢谢大嫂二嫂。谢什么？这里是你的家，我们都是一家人呢。你今日刚回来，只怕还有好些要整理的地方，我们就不多打扰你了。周氏与唐氏便起身准备走。别送了，快回屋里去吧，我们明日再来看你啊。送走2位嫂子，玉婉回去把和离书拿过来。到了第2日，清代和赵妈妈清点完玉婉的嫁妆回来了。小姐，东西一点不少，都带回来了。好，辛苦了，昨晚没怎么休息吧？一会儿先去歇歇，明天再过来我这边。谢小姐。赵妈妈和清代干脆的应下。咱们连夜清点的，安定侯府的人十分不高兴，安定侯夫人过来阻止了一次，要把侯府清点嫁妆的人撤走。奴婢拿出夫人的命令，回咱们府中带了人手过去清点的。舒玉婉点了点头。另外，听说昨天您走了之后，安定侯对安三公子动用了家法。既然已经和离，以后就不关我的事了。奴婢听着解气呢。妈妈，清代，你们快回屋里休息休息吧，屋子还是原来的屋子。是。玉婉躺倒在美人榻上，脑子里回想着上一世的事情，要保住舒府，她不能够全然指望着跟安少瑜和离。杜夫人将女儿照顾得无微不至，每日各种补品流水似的送到了青竹院里，每日都要抽出时间来陪着玉婉在院子里面散散步。小姐，奴婢觉得如今好像又回到了你没出嫁之前。玉婉的这些日子呀，也是过得十分轻松快活，有家人陪在身边。玉儿也和上一世一样，很乖，一点也不闹腾。正说着，唐氏和周氏带着2个孩子过来看玉婉。姑姑好。哎呀，亲哥圆姐儿真乖。又忘了，姑姑肚子里有小娃娃了，要小心，不能撞到姑姑了。姑姑，你肚子里面的妹妹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呀？等妹妹出来了，我陪她玩，还把我的小老虎给她。妹妹呀，还有2个多月就出来了，到时候呀，咱们圆姐儿就是姐姐了。妹妹，我是姐姐。你们呀，怎么都认定姑姑肚子里的是妹妹呀？就是。三妹妹的肚子看着尖尖的，像个根儿呢，肯定是个姐儿。要是个姐儿，挺好，贴心；要是个根儿也好，咱们府里养得起。还有2个舅舅，以后可以教她，以后会有前途的。是呀，哥儿姐儿都好。玉婉听得窝心，2个嫂子这是跟她说不介意她生个根儿下来，分束缚的家产和资源。能有这样的2个嫂子，也是她的幸运。看肚子不一定准的，我就是知道我这怀的是个姐儿。好，你说是姐儿便是姐儿。如今有7个月了，再过一段时间，身子就真的重起来了，会有些不舒服，一定要坚持多走动。生产时能少受些苦。我那时啊，便是坚持每天走上1个时辰，生媛姐的时候3个时辰就出来了。我知晓了，二嫂，我记着呢。娘，那我是几个时辰生出来的？你呀，你娘生了1天1夜才把你生出来，亲哥儿长大了可得孝顺你娘。咱们亲哥这是慢性子呢。2个嫂子再坐了一会儿，便带着孩子们各自回去了。小姐，守在赵府的人说，赵青青的马车去了兴隆酒楼。安定侯府的人回报，安三公子也去了兴隆酒楼，不过2人进的不是一个房间。听好这2人，他们做了什么，去了哪里，能探听到的都让人回禀过来。
是，小姐，您要问什么就问。您是不是没放下呀？要是没放下，那您为什么要设计和离？清代你没看错，是我设计的和离，但我也只是顺势而为。至于盯着他们，我有别的重要打算。但你放心，我对安三没有任何想法。小姐，您有主意就好。妹妹。外面传进来束玉阳的声音，玉婉和清代停下了交谈，迎了出去。那给你带了和桂花酥，你从前最爱这个。谢谢大哥。大哥，你给我讲讲你在宫中的趣事吧。今日五皇子随太子去马场骑马，被小马驹踢了一脚。五皇子常常跟着太子吗？是啊，五皇子十分崇拜太子，喜欢跟在太子身后。那太子对五皇子如何？自年幼，如今才11岁，又总跟在太子身后，太子对五皇子比别的兄弟也要多几分兄弟情分，是不是听了无趣？不是，我还想听大哥多讲一些。以后大哥无事就来给我讲讲你在外面的事情啊。好。五皇子在宫中受宠吗？算不得受宠。听说当年皇上是在元后的忌日喝多了酒，宠幸了与元后长相有几分相似的宫女，生下了五皇子。虽然在五皇子生母死后将其交给了五子的贤妃抚养，但皇上心中一直有些芥蒂，连带着贤妃那里都不怎么去了。但太子对这个兄弟还是不错的，因而五皇子在宫中的日子不算难过。那哥哥，你觉得五皇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怎么对五皇子那么好奇啊？不是大哥你说五皇子被小马驹踢了吗？明日我给你送些画本子来，你闲来可以打发时间。我不要看这些，大哥你给我送些史书兵书过来吧。你什么时候对这些感兴趣了？这些看了有用啊。舒玉阳听了点点头，虽然心疼妹妹，但这是好事儿啊。好，明日大哥给你送来。第二日，舒玉阳就叫人送了几本书过来。玉婉一看，是一本《资治通鉴》和一本《孙子兵法》。哎呀，小姐，您这月份大了，这看书啊，仔细伤了眼睛。我少看一会儿，妈妈放心。如今他不仅要帮助父母兄弟，避免重蹈上一世的覆辙，还要支撑起来，为月儿撑起一片天。玉婉每天早晨起来会去花园散步，然后回来吃早膳，上午会看舒玉阳送过来的《孙子兵法》，下午会和清代清河一起给玉儿做会子的小衣服。小姐您歇歇吧，仔细伤了眼睛。自河离回来，舒玉婉都没有出过束缚，经过这些年，她早已不似当初那样跳脱了。玉婉躺在贵妃榻上歇息，外院的一个小丫鬟领着绿意拿着一个盒子进来，问小姐安，这是宁王世子送来的山参，夫人命奴婢给您送来的。宁王世子，听说是大公子在外寻年份久的好参，叫宁王世子碰到了。宁王世子说家中正好有一只皇上赐下的100年份山参，便给了大公子。原来是这样，只是我并不一定非要用这样的好参，怎么好叫大哥平白欠人家一个人情？公子也是担心你，之前大少夫人生孩子就凶险，大公子这是以防万一呢。绿意很是体贴，想来是大嫂生孩子的时候吓到大哥，这种被家人惦记在乎的感觉真好。多谢绿意跑一趟了，为小姐做事是奴婢的福分。第二日，舒玉阳来的时候，玉婉提起了这件事儿。大哥，谢谢你费心思为我找参。自家兄妹谢什么？听说这参是皇上赐给宁王府的，若是没用上，倒是还请大哥还回去。这样的好参毕竟少见。好，听妹妹的，这次的参得感谢宁王世子。之前我不过帮了他一个小忙，他这次却如此相帮，并不像传言那样混不吝。原来是大哥之前结下的善缘，我就说咱们府中跟宁王府素来也没听说有什么交情，怎么会拿出这样的好参给咱们？不过大哥，你到底帮了宁王世子什么忙？我答应宁王世子不说出去的。好吧，说的我愈发好奇了。好奇便忍着。舒玉阳说完扬长而去，舒玉婉的脸色便沉了下去。说起这位宁王世子，上一世他虽然是在后宅，也听说过他的悲惨结局。五皇子刚登基，宁王府就被查出要造反，满门皆诛，都没人知道五皇子为什么那么恨宁王府。玉婉放下疑惑，反正暂时是弄不明白，日后再慢慢探究。这日清晨，刚吃过早膳，清代清河一左一右的陪着玉婉在花园之中散步。小姐，早上的桂花糕好好吃呢，你这妮子就知道吃。清河，快回去喊人，我要生了！清代，你看我小姐啊！人就跑远了。舒夫人早已准备好了产婆奶娘，就住在青竹院附近。玉婉回到了青竹院，产婆已经开始在准备了。不一会儿，舒夫人和2位嫂嫂也是来到了青竹院。虎儿，
莫怕，娘陪着你呢。啊！玉婉点了点头，她的肚子已经开始疼了。夫人放心，姑奶奶的胎位啊正得很，姑奶奶现在可要忍着疼，莫要喊，留着点力气啊！快去端碗鸡汤来，给姑奶奶喝下。清代赶紧的去了厨房。夫人、少夫人，你们都先出去等着吧，产房里头人太多，反而不好啊。好，婉婉，娘就在房门口，不用怕啊。祝玉婉沉下心，她是生过一次孩子的人，不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的。姑奶奶，您听着我的声儿啊，我让您用力的时候，您再用力。舒玉婉疼的没有力气说话，点了点头。好，开始用力，用力，用力。您歇会儿啊，头出来了，快了，用力，再用力啊！屋外听着女儿撕心裂肺的叫喊，尽管是生过4个孩子了，恕夫人还是难掩焦灼。2个嫂子见了这幅场景，也是不由得同情起小姑子来。终于，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响起来。哎呦，恭喜姑奶奶，是位假儿！产婆把孩子抱给玉婉看，丫头扶着玉婉，抬头看了一眼孩子，长得很好。舒夫人和2位嫂子推门进来的时候，玉婉还醒着呢。我的儿受苦了，今儿养得好着呢。终于生完了，玉婉松了口气，也很是高兴。恭喜妹妹，以后咱们府上就有2位小小姐了。是啊，以后咱们袁姐儿也有小姐妹了。舒夫人高兴地打赏了产婆等人，把孩子给奶娘带下去喂奶。你们也累了，先回吧。是，母亲。好妹妹，你先歇着，我们晚点再来看你。周氏、唐氏先回去了，睡会儿吧，一切有娘呢。玉婉听完，眼眶发热，点了点头，安心的睡了。一觉睡到天黑才醒过来。玉婉习惯性的摸了摸肚子，这才反应过来，月儿已经出生了。清代小姐，你醒了？小姐饿吗？厨房煨着鸽子汤呢，我端来给您喝。孩子呢？夫人怕小小姐吵着您睡觉，让奶娘抱到隔壁屋去了。老爷和2位少爷下职回来以后，听说您生了小小姐，都过来看您和小小姐了。您和小小姐都睡着，便去看了小小姐之后就回去了，说是晚点再来看您。另外安定侯府也派了人来的是侯夫人身边的妈妈，给小小姐送了一套赤金的手镯和项圈，还带了话说您生的是安定侯府的小小姐，您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带话到安定侯府。安定侯府送东西来便收下，这是月儿应得的。是，您给小小姐取名叫月儿吗？是啊，把孩子抱来给我看看吧。奶娘抱着孩子过来的时候，小娃儿还睡得正香呢。这孩子养的比曾经好多了，白白胖胖的，小嘴儿还在咂巴咂巴的。无论是多么的厌恶安少云，月儿却是他绝对不愿意割舍的存在。抱了一会儿，玉婉把孩子交给乳母带下去了。数玉婉生得顺利，到了第3日，精神就恢复得很不错了。到了快出月子的时候，依然是恢复了7、8分。我瞧你一直喊月儿，你给孩子取名叫月儿了？是啊。你爹问你准备让孩子姓树还是姓安呀？姓树。如此，姐儿大名便叫树文月，你看如何呀？很好听，娘，谢谢你，还有爹。舒玉婉的眼眶微红。傻孩子，月子里可不能哭。舒夫人搂住女儿，像女儿小时候那样，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另一边，舒大人得了舒夫人的回话，便去往舒家祠堂，准备把小外孙女的名字加上去。第一啊，那安定侯府如此欺辱人，那个商女当街贴告示要和离，还残害嫡妻，要和离我们也不说什么。可是这孩子毕竟还是安定侯府的血脉，你还是送回安定侯府，再把玉婉那丫头送到寺庙，以保全术士女的名节为妥呀。宁老的意思是，安定侯府欺负了我女儿，那安家子继续娶妻生子，逍遥快活，我女儿反而要青灯古佛一辈子。您确定人家扇了我们一巴掌，我们再扇自己一巴掌？那也不能让安定侯府的姑娘上我们术士的族谱啊！族长，这正是我们扇回安定侯府的巴掌。您老想想，安定侯府的混小子当着满上京的面，要与我们术士女和离，娶一个商女，把我们术士一族的脸面狠狠地踩在脚底。若我们还把术士女儿生的孩子送给他们，上京众人要如何嘲笑我们没骨气？这孩子就要上我们术士的族谱，做我们术士一族的姑娘，
狠狠打安定侯府的脸面。可是族长，难道你要让上京士族都嘲笑我们术士一族打不还手吗？可是族长，这孩子在我们术士教养，将来不怕不成为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世人都会知道我们术士一族教养良好，通情达理，进退有度。好吧，族长，不可呀！锦衣说的有道理，虽则女子和离都难免有些苦处，但此番安定侯府满上京的贴告示，实在过分了些。可是这样会影响族中其他待嫁的姑娘呀，我们术士一族女子的名声又该如何？此言差矣。咱们术士一族发展至今，族中在朝为官的不在少数，怎会因这点小事就影响了姑娘们的婚嫁？若真是如此，我们族中男儿世世代代的努力岂不是很可笑？况且我女一事乃是因为对方行事太过分，我们不过小小还击。若是因此事不愿意术士女结亲，难道也是有意学安定侯府才如此担心？那这情不结也罢，论什么高门贵府，有这样的心思，我们术士一族也不稀罕结亲。此事就这么定了，上族谱吧。术士郎火速的使人取出了族谱，添上了术文月3个大字儿，众人蒙蒙圈圈的离开了此处。术士郎满意的回到了府中。如何？事情可顺利？为夫出马，自然马到功成。夫君果然厉害，什么难事到了夫君这里都成了小菜一碟。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安定侯府。什么？你确定？我还能拿这事来寻您开心不成？老夫人，这术士不是百年清流士族，最重名声，怎能做出如此不合规矩的事？他们不想要术士女的名声了不成？孩子小时候跟在娘身边，我们也不是不同意，但到底是我们安定侯府的姑娘，大些了还是要接回我们府中的，怎么可能上他们术士的族谱？我们安定侯府岂不是要被人笑死？这也太不顾及安定侯府的脸面，实在是太过分了。已经上过术士族谱了。正是，传回来的消息是已经上过了。去术府。小姐，为这小小姐上族谱的事儿，安定侯夫人和老夫人带着族人到咱们府中来闹了。妈妈正好进来，一听十分的生气。你这丫头，小姐还没出月子呢，做什么拿外面的事情来烦小姐呀？啊，妈妈，你别骂清河，是我交代他，有关安定侯府的要紧事要告诉我。小姐，有老爷夫人和2位少爷呢啊，您现在可不是操心的时候。妈妈，我不能什么事都叫他们为我顶在前面的。小姐想如何做呢？清代更衣，我们去看看。是，小姐。赵妈妈见了，本想上前来再劝上几句，没想到小姐自从那安三回来之后要和离，成熟稳重了很多，凡事都有自己的主意，便止住了话头。舒玉婉和清代一起出门去。小姐，我随您一起去。无论如何，小姐还没有出月子，赵妈妈怕她受了欺负。那便一起吧。清代，那你便留下看着鱼儿，让清河过来随我去前厅。是，小姐。主仆3人便赶去了前厅。湘雅，我知道鱼竿和玉婉的事情，是我安定侯府对不住你们，可是这孩子是鱼竿的孩子呀，是安定侯府的姐儿，你们怎么能上你们术士的族谱呢？满上京也没这么做的。怎么不能呢？您瞧，你们安定侯府不是还好意思上我们术府的门吗？舒玉婉充耳不闻地走进去。你这孩子，你还没出月子呢，不在屋里歇着，出来做什么？娘，听说安定侯老夫人和安定侯夫人前来拜访，怎么也是曾经的家中长辈，我过来见个礼也是应该的。安定侯夫人听了，满心的怒火下去了一大半。玉婉是个好孩子，我家婉姐儿自然是个好孩子。湘雅，我知道你心疼玉婉，气我们安定侯府，只是把孩子上到术士的族谱上，委实是不妥，这与你们术士一族的姑娘也未必是好事儿啊。与我们术士的姑娘如何，就不劳老夫人操心了。毕竟这孩子是要跟着我家婉姐儿的，不上我们术士族谱，做我们术士的姑娘。老夫人，您总不会是要让月儿上你们安家的族谱，让我们术士帮你们安定侯府养孩子吧？我们安定侯府还不至于养不起一个姑娘。老夫人，可是和离书上已经约定了，月儿交给我，我也不是安定侯府的媳妇了，也不可能再给安定侯府养孩子。那把孩子还回安定侯府就是。老夫人，和离书已经由安三公子签过字，官府盖过印了。安定侯府老夫人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而且安三公子也并不想要这个孩子。孩子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安三公子便写下和离书，把孩子交给我。
甚至不想孩子出生，只怕在他心中，正是这个孩子导致他不能娶心爱之人，日后也不会好好带这个孩子，何必叫孩子遭罪呢？魏氏心中已经有所动摇。确实，到了安定侯府，这孩子既无父亲的爱护，也失去了母亲的庇护。但安老夫人不为所动，她在乎的是这个孩子做术士女，会让安定侯府颜面扫地。听闻安三公子还在为赵姑娘神伤，放心，我安定侯府不会让那商女进门的。是啊是啊，玉婉，在我心中，只有你才是鱼哥良配。良配？魏氏闭了嘴。老夫人，我猜啊，这位赵姑娘最后一定会进门的。年老与其在这里与我们争月儿的姓氏，不如回去劝劝安三公子。安三公子为了商女与无过错的运中嫡妻和离，和离完了，安定侯府又违反和离书的约定，与术士为了孩子的姓氏闹得不可开交，也不好看不是？若是这时候安三公子再闹出点什么，或者娶了赵姑娘，那就更难看了不是？怎么，术士要为了这个孩子与我们安定侯府交恶？怎么会呢？只要安定侯府不要为难我们，看在孩子的份上，倒也不至于交恶。听出恕夫人的不以为然，安老夫人无奈。老夫人，您也不想事情越闹越大吧？无论如何，这是安定侯府的孩子，不能姓术，还上术士的族谱。安老夫人说完，也不再多言，怒气冲冲的和魏氏一道回去了。不送，婉婉不必管他们，说是他们想闹，我们奉陪就是。舒玉婉点了点头。你呀，赶紧的回去，好好歇着。这么点子小事情，也值得你跑出来一趟。是，娘亲英明威武，安定侯府这些人在娘亲手里3招都过不了。我这不是出来瞻仰一下您的风采吗？都是当娘的人了，还在这跟我皮，回去歇着。我这就走。舒玉婉撒开了袖子，赶紧见了个礼离开了。舒玉婉走后，舒夫人的脸色便淡了下来。这安定侯府好大的脸，这么害她的女儿，如今还敢找上门来。夫人，小姐如今瞧着可比从前沉稳聪慧的多了。我倒宁愿她一直像从前一样没心没肺。小姐如今已恢复些了从前的活泼样子，不像开始回来那样沉闷了。以后啊，有您和老爷，还有2位少爷护着，一定会既开心活泼又聪慧大方的。婉婉如今确实活泼了些。兴隆酒楼包房内，安少瑜正搂着赵青青，无奈道：青青，对不起，祖母和父母亲还是不同意。我什么招数都使尽了，可他们就是不为所动。赵青青瞬间美眸含泪地看着安少瑜，安少瑜见了十分心疼，搂紧了赵青青，安慰道：但你放心，我是不会放弃的。若是实在不行，我就和你一起离开京城，去江南小城做一对自在的闲云野鹤。于哥哥，你忘了还有一个办法你没试过。什么办法？我之前说过，你已经跟术士女和离，你们安定侯府与太子的联系就断了。术士一族与先皇后是近亲，太子也亲近术府，可你们安定侯府与太子可没什么直接的联系。如今我为五皇子出谋划策，若是我们成亲，安定侯府暗中支持五皇子，将来五皇子登基了，安定侯府将会是第一功臣，必能更进一步。可是皇上最疼爱太子，太子不仅名正言顺，还有众多重臣支持，五皇子毫无助力，想要越过太子实在太难了吧？正是因为五皇子身边没什么人，安定侯府最先投诚，才能得到重视啊。而且并没有人知道我与五皇子相交，安定侯府只是需要让于哥哥迎娶我进门，并没有什么更大的损失，不是吗？既给了安定侯府一个更进一步的选择，又能成全于哥哥你，想来安定侯爷不会拒绝的。安少瑜听完亦十分心动。其实他明白安定侯府武将起家，但如今天下太平，侯府已经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好，我听你的。青青，回去便找父亲商量。赵青青迷恋地摸了摸安少瑜的脸。于哥哥，你长得真好。小手轻轻地抚着安少瑜的背，一下一下的，安少瑜的心一下就被勾得痒痒的，朝着赵青青的红唇吻去。意乱情迷之间，赵青青温柔的呢喃：记得我说的，我只有你一个，你也只能有我一个。如果你背叛我，我就拿你的命来偿。你放心，有了你，我心里哪里还放得下别人？另一边，安定侯老夫人回到了府中，一身怒气仍旧是未消散。
去把三公子请过来。安老夫人等了半天，只等来丫鬟回禀说三公子出门去了，还未曾回府。安少瑜这边回到府中，心情正美妙着呢。公子，老夫人从束府回来，就派了人过来找您，让您一回府就去见她。安少瑜一听就知道，这是为着舒玉婉生的女儿上了术士族谱的事儿，美好的心情瞬间就不好了。我知道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父亲商量，等见过父亲，我再去找祖母。是。长风不敢多嘴，他是新调上来的，之前跟着三公子的长明已经被处置了。爹，我有事要跟您商量。进来说。安叔，我想跟父亲单独谈谈。安后照看了一眼安定侯，是三公子。人都退了出去。到底什么事？说吧。但如果又是娶那赵氏商女的事，就不用说了。五皇子有意皇位。哦。安定侯略微有些惊讶，小儿子会说出这番话。你怎么知道？赵家生意做得很大，父亲是知道的，他们正是为五皇子挣钱。你想说什么？父亲，五皇子身边如今没什么人，如果我们安定侯府第一个支持五皇子，将来若是五皇子真的成事了，我们安定侯府就是第一功臣。若是五皇子成不了事，我们只是暗中支持，也不会损失什么。青青是赵家的独女，只要我娶了青青，五皇子必将信任我们。父亲，这不会是你为了娶赵氏女想出来的新主意吧？当然不是。那你如何证明这是真的？我暂时没什么凭证可以给您，但我保证我没有骗您，我说的都是真的。等你能拿出凭证来再说吧。可以，父亲，我真的没有骗您，但您得给我个准话，您暗中愿意支持五皇子吗？您有这个想法，我才能让青青去找五皇子。安定侯的眉头皱得更紧，见安少瑜如此，心中已然是有一些相信了。儿子，太子地位稳固，皇上对太子怎么样，朝臣只要有眼睛就能看得清楚。况且太子并不是无能之辈，如无意外，太子必将是下一任帝王。可是太子并不重视我们安定侯府，再说没到最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张贵妃所出的二皇子，淑妃所出的三皇子，都有母族在身后支持，难保不会争上一争。五皇子一向跟在太子身后，又是最小的，最不引人关注，矛头不会对准他，加上我们安定侯府在背后暗中支持，说不得最后可以渔翁得利。你可知赵家是谁跟五皇子来往？是青青。青青真的与一般女子很不一样，赵家也是在青青经手之后才开始越来越富有的。如今除了我以外，也没人知道青青跟五皇子之间的关系。父亲，青青对我是真心的，否则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我。您就成全我们吧。你让我想一想。书房之中陷入了沉默。好，只要你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我就同意你娶赵氏女过门，但跟五皇子不要那么早联系，还得再看看。好，都听您的。您放心，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会给您证明的。见一切如赵青青所料，安少瑜十分的高兴，终于可以娶青青过门了。你还知道来呀？我还当你的眼里已经没有我这个祖母了。祖母，孙儿有些事情跟父亲商量，这才来晚了。这么说来，倒是我这个祖母找你的事儿不重要了。好，祖母，孙儿下次保证一听到您叫我，立刻就来。您在我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府中就您老人家最疼我。您别生气了，您要是气坏了身体，孙儿不得心疼死啊。你要是真的在乎祖母啊，就听祖母一句，不要再为了那个商女闹了。术士都把咱们安定侯府的嫡女上到他们的族谱上头去了，我们安定侯府都成了满上京城的笑话了。你呀，也是个做父亲的人了，不要再耍小孩子脾气。怎么又不在乎祖母的身体了？祖母，这件事情我已经跟父亲商量过了，父亲已经同意我娶青青了。不可能！至于玉婉生的孩子入了术士的族谱，也未必不是件好事。何况和离的时候，玉婉确实要求孩子归他所有，这是他与我和离的条件，我是同意了。入术士族谱也没什么要紧，不过一个姐儿，以后我会有很多孩子的。于哥，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祖母，您不相信我，总该相信父亲。叫妈妈去，叫侯爷得了空，赶紧来我的院子里头一趟。孙儿告退。安老夫人摆了摆手，便不再看他。安少瑜便退出了福寿堂。不过一会儿，安定侯便过来了。见过母亲。于根说你同意他娶赵氏女。于是安定侯把跟于根商讨的经过跟安老夫人详细的复述了一遍。母亲，一儿子之间，这对我们安定侯府来说是一个机会。于哥儿把事情闹成这样，如今想给他再娶个如术士一般的世家女，只怕是难了。倒不如顺应这个势头，娶了赵氏女，旁人也只当我们是心疼于哥儿，不会往别的地方想。
如此说来，倒是个不错的机会。只是舒玉婉的孩子上了术士族谱这事儿，实在是太丢安定侯府的脸面了。安老夫人把今日和卫士一起去术府的情况跟安定侯简单的说了一遍。即使是让于哥儿娶那个赵氏，舒玉婉所生的孩子入术士族谱，也实在是不妥。术士一脉与太子关系亲厚，我们也不好与他们撕破脸。安老夫人也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咽不下这口气。此事先放一放吧，等后面找到机会再找术士算算这个账。哎呀，术士如此欺人太甚，怎么也得让他们付出些代价。您想怎么做？全然不顾夫家，让自家的女儿生的孩子入了自家的族谱。自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儿，就算是皇家的公主所生的孩子也随驸马的姓氏，他术士凭什么？莫不是这术士的女儿比皇家公主还要尊贵？哼！母亲说的有理，儿子这就去办。不出几日，上京各处便流传出术士女儿傲慢自大、目中无人的流言。这术士的女儿啊，那是比公主还要尊贵的。术士女儿生的孩子，竟可入术士族谱的。兴隆酒楼1楼说书的地方，一群人围着，听说书先生说着这几天的热门话题。术士还是百年士族呢，竟然如此不顾伦常，不管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将孩子寄入女子族中的事儿啊。女子嫁了人，女子本身便已经是夫家的人了，何况生的孩子？是啊，就是啊，就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儿。说的是。旁边围着的一群人相互应和着，都认为这男子说的对极了。小姐，不好了！瞎说什么呀？小姐好好的，还会一直好下去？你这小蹄子，把气喘匀了再说话。妈妈，我错了，小姐会一直好好的。究竟什么事？小姐，外面现在都在说术士嚣张，把嫡女捧得比皇家公主还尊贵，竟让术士女生的孩子入术士族谱。舒玉婉皱了皱眉头，显然是安定侯府。还有别的情况吗？大姑奶奶回了府中，这会儿正在和夫人闹呢。大姐姐，清河点了点头。舒玉婉叹了口气，她没想到第一个跳出来的人是大姐。上一世术府落难的时候，大姐便和术府断了联系，几次想找大姐帮忙，却连永昌侯府的门都没能进得去。既然大姐回来了，那我们也去看看吧。小姐，大姑奶奶性子强势，您去了只怕是要受委屈啊。避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走吧。赵妈妈和清河急忙上前来。母亲，您知不知道，如今永昌侯府之中，我那些妯娌见了我都要对我冷嘲热讽一番，去外面参加个宴会也要听那些人嚼舌根。您让妹妹和离回来已经够生是非的了，为何还要把安定侯府的女儿寄到咱们术士的族谱之中？您这是糊涂了吗？见过母亲，见过大姐。婉婉来了，快坐。小妹，既然你来了，我便和你一道说说你拢不住夫君的心，闹得要和离，已经让我们术士女儿的名声大受损伤。婷婷，娘，您就只顾着妹妹，就不顾我的处境了吗？你已经嫁入永昌侯府多年，也有嫡子女傍身，儿子也已经请封世子，难道处境还比你妹妹差吗？难道我比妹妹的处境好，就该让妹妹无辜牵连吗？我什么也没做，平白的就要被妯娌嘲笑，被人说这都是我应受的吗？你说是吧，妹妹？如今你还做出让女儿上了咱们术士族谱的事儿，你知道姐姐在外面因为你受了多少非议吗？你趁早把姐儿的族谱从术士划掉，上到他们安定侯府去吧。舒夫人听了大女儿的话，心中有些冷。两个儿媳妇儿都能够体谅小女儿的难处，大女儿是血脉相连的亲姐妹，却是如此的态度。大姐，月儿上的是术士的族谱，而大姐你已经嫁入永昌侯府12年，应当管不了谁上术士族谱的事儿吧？舒玉婷猛地转过头来，盯着舒玉婉的眼神泛着冷。妹妹这是什么意思？我不配管家里的事？我知道这话听着有点刺耳，但这正是大姐你说的道理啊。你觉得我不该和离回来，我的月儿是安定侯府的孩子，就算有我这个和离的母亲抚养，也该寄到安定侯府去。那大姐你一个没和离的永昌侯府媳妇，难道不是永昌侯府的人？再说了，术士一族这么多女子，都还没有因为我和离闹上门的，别说已经嫁人的，就是未嫁的姑娘也没有。
单大姐一个说因为这事儿过不下去，难道姐姐是这所有术士女子里面在夫家过得最差的？一点风吹草动就能叫姐姐如入火坑？娘，你听听，婷婷，你是家中长女，应当爱护下面的弟弟妹妹，而不是在外人在他们身上划伤口的时候过来撒把盐。舒玉婷见舒夫人也不愿意站在自己这边，又被自家亲娘和妹妹说了一通，气冲冲的就走了。舒侍郎回府以后进了主院，也不见自家夫人来迎接，进了门，舒夫人也跟瞧不见似的。这是谁惹夫人不高兴了？哼，你怎知不是你？我如此知情识趣，怎么可能惹夫人不高兴啊？舒夫人捶了一下舒侍郎。今日婷婷回来了，怨过了婉婉一通，觉得婉婉的事让她受了旁人非议。我今天突然在想，婷婷是不是叫我们宠坏了？下次找个机会，我把婷姐儿叫回来，开导她。不过婷姐儿已经长大了，我们做父母的能做到对得起孩子们就行，最终长成什么样是左右不了的。以后的路啊，也得他们自己走。婉姐儿还好吧？婉婉这孩子经了这档子事以后，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是不知道，今日我心惊肉跳的，婷婷正抱怨着，婉婉突然进来，我没拦住婷婷，婷婷口无遮拦的，我真怕婉婉听了受不住。没想到这孩子听了一点没伤心自苦，反而强势的说了他姐姐一通呢。这才是我舒锦衣的女儿。既然婉姐儿能应对啊，你也不必太难受啊。好在玉阳、玉成和两个儿媳妇儿能够体谅婉婉，我倒也不是太担心。只是外面突然多了很多流言，说庶女嚣张，还拉扯上皇家公主说事儿，肯定是安定侯府在后面使唤。无妨，从我决定让月儿进舒家族谱，就已经做好安定侯府要来找麻烦的准备。老爷打算怎么做？这不仅坏术士女的名声，还拉扯上了皇家公主，只怕皇室的人听了心中也不一定舒坦。术士族中虽然如今没人来找麻烦，只怕也有不少人心中抱怨。既然有了流言，夫人找人去给安定侯府添把火，就说术士把女儿捧得比皇家公主还高，只怕术士一族是存了造反的心。什么？术士造反，皇上一听就是个笑话，但只有把事情闹大，我才好拿这事儿去皇上面前说道。此外，造反的流言一出，人们的注意力也不会放在术士女的名声上。好，听夫君的，我这就找人去办。舒玉阳和舒玉成两兄弟回府以后，就听各自的媳妇儿把这事儿说了一遍。大姐姐今日实在是有点伤人了，也是现在小妹比过去坚强了许多，否则只怕是要伤心烦闷好长一段时间了。遭遇连番的变故，还要被娘家亲人如此说，要是换作是我，只怕也未必能坦然面对。小妹约莫也是强撑着吧，未必如表面这般云淡风轻。舒玉阳听完，便捡起一本兵书带上，往青竹院去了。我去看看。舒玉阳到了青竹院的门口，正好碰上提着一只鹦鹉过来的舒玉成，兄弟俩相视一笑，又同时转头朝着院子里面喊道：“妹妹！”青黛迎了出来，见过二位公子。青黛啊，我妹妹呢？小姐正在陪着小小姐呢，清河进去禀报了。二位公子随我来。青黛把二人迎进了小厅之中，舒玉婉也已经出来了。二位哥哥怎么一起来了？你不是说想看看兵书史书？上次给你的那本有些时间了，我又给你寻了一本不错的，你看看。谢谢大哥。妹妹，我也有好东西给你。说着举起手中的鹦鹉，这鹦鹉的毛色鲜亮，十分的漂亮，在笼子里头盯着舒玉婉，十分应景的叫着：“妹妹，妹妹！”好聪明的鹦鹉。那当然，这鹦鹉像我。一屋子的人都被逗笑了。谢谢二哥，我二哥确实聪明。舒玉成听了，心里头一贴，看看，还是他妹妹可爱。有两个哥哥，我真的很开心。自我和离回来，不仅有爹娘和你们护着，两个嫂嫂也待我和月儿很好，所以一般些许小事我都不在意的，只要你们都平平安安的，大姐就是天天来说我也开心的很。舒玉阳抬手轻轻地摸了摸妹妹的脑袋，只要我在一日，定会护着你和月儿。是啊，妹妹，我和大哥会永远保护你和月儿的，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妹妹，不管是外面的流言还是长姐的话，你都不必放在心上。哥哥放心，我也会保护你们的。舒玉阳和舒玉成都笑了，显然没放在心上，但仍旧是配合的郑重点头。舒玉婉也跟着笑。
兄弟二人看完妹妹，没留多久就相携回去了。大哥，这安定侯府真的太欺负人，我好想去打那安三一顿。安定侯府是武将世家，咱们是文臣士族，你要去跟人比拳头？那大哥你说怎么办？让他们付出代价的方法有很多种。这几天多关注外面的情况。不出几日，术士一族要造反的流言就在上京传得轰轰烈烈。儿啊，说术士造反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呀？这很难让人相信呐。不是我，安定侯黑着一张脸，我只让人传术士过分娇惯女儿，没让人说造反。那是谁做的呀？难道是术士别的仇家？说不定是树井那一老东西自己放的流言啊！他们是想把事情闹大。安定侯烦躁地皱了皱眉。安定侯老夫人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有些后悔让儿子寻术士的晦气了。术士造反？太子听着身边的小墩子把外面的流言说的是绘声绘色，一时有些好笑。玉阳，听见没？你们家要造反呢？哦，是吗？既然如此，还请殿下看在我伴读的份上，借我点敬畏。这是安定侯府往外放的流言，谁知道呢？太子也没有再细究，说术士一族造反，只怕上到皇帝，下到满朝文武，也没有人会相信。术士乃是纯纯的文官世家，没有一点的兵权，拿什么来造反？术府之中，舒玉婉听到清代说外面在说术士要造反，也是满心疑惑。娘，婉婉，你怎么来了？听说外面都在说咱们术府要造反，你爹的意思，如此就没人揪着术士女的名声了。不必担心，你爹聪明着呢。舒夫人很是自豪。舒玉婉见自家娘与有容颜的样子，也是扑哧一笑，爹与娘的感情真好。第二日刚一上朝，皇上身边的洪公公站出来唱和道：有事启奏，无事退朝。皇上，您要为微臣做主啊，微臣冤枉啊。爱卿何事冤枉啊？这几日上京到处传得沸沸扬扬，说术士要造反，微臣实在惶恐啊。哦，求皇上明察，术士一族世代清流，对皇上忠心耿耿，不知何人要逼死微臣呐。爱卿放心，朕自然是相信你的。谢陛下。听说安定侯府与术士最近为了术大人和离归家的嫡女所出女儿的姓氏问题，很有些矛盾呀。安定侯一听直冒冷汗呐，迅速出列：不过是些私事，不值得一提。怎么会不值一提呢？安定侯府之前不是上门说我们术士一族欺人太甚吗？从那之后，上京便到处流传我术士捧女儿捧得比皇家公主还尊贵，紧跟着便流出术士要造反，微臣斗胆拿此事叨扰皇上，请皇上为微臣小女与安定侯家的事儿评个理。哦，详细说说。安定侯黑了脸，他知道束锦衣这个老东西今天是要发难，但没想到太子也会出声帮着术士。微臣小女与安定侯嫡幼子成亲2载，今年刚有了身孕之际，安家公子突然说找到了真爱，执意与小女和离，还把和离书贴满了上京。小女已有6个月身孕，我们还是想劝谏1、2，奈何安公子执意和离，和离不了便试图将小女推流产，无奈小女只能接受和离。我把女儿接回家中，几个月后小女诞下一女，因和离时和离书上写明小女腹中孩子归小女，因此我只得将孩子入了我术士族谱。不想安定侯府却上门好生指责了术士一族，要把孩子寄到安定侯府族谱中，我不同意。紧接着上京便满是术府的各种流言。安定侯，你可有话说？启禀皇上，由于和离书是犬子私下写的，孩子归术士女一事我并不知情，因此觉得计入术士族谱不妥当，但术士造反的流言实在与我无关呢。除了侯府以外，本官也未与人结怨。至于这和离书的内容，侯爷说不知道，那也只能说侯爷太失职了。难保不是术士郎自己放的流言？真是笑话！我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好了好了，两位爱卿不要吵了，
此事确实难办。礼部侍郎，你有何意见？皇上，这微臣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先例啊。确实，哪个世家公子会混得再正气，毫无过错，且怀孕的时候要和离呀？也没哪个清流世家会把女儿生的孩子记入自家族谱。终究是安定侯府有错在先，此事既然已经如此，便维持现状吧。至于术士造反的流言，纯属无稽之谈。谢皇上，微臣遵旨。如何？恕夫人看到自家夫君的神色，便知道应该是很好的结果。皇上说，月儿以后就上术士的族谱。太好了，皇上金口玉言，看谁以后还敢在背后嚼舌根，有夫君在，真是叫人安心呀。大老远的，我就听到爹娘又在你侬我侬。舒玉成的声音远远传来：“你个臭小子，胡说八道什么？不许惹你娘生气。我这是夸爹娘感情好呢。爹娘，我决定要去竹英书院读书。哦，你不是说打死你都不去吗？是儿子不对，以往是儿子不稳重，如今儿子决定以后好好读书，考取功名，将来保护妻儿和小妹母女。恕夫人听了，眼睛一红。好，你能想开就好。我会给竹英书院的蒋先生写信，到时候为你办理入学。谢谢父亲。不要给我丢脸。父亲放心，孩儿不会的。舒玉成说完，便离开了主院。成哥这孩子终于走出来了。我还以为这孩子一辈子就打算这样过了。成哥看着跳脱，实际心里什么都知道，他这是心疼他妹妹了，想要将来给他妹妹撑腰呢。如此最好，我也快老了，成哥儿肯进官场，将来他们兄弟俩也能相互帮衬。舒玉成回到自己的院子，周氏正在逗着圆姐儿玩呢。舒玉成凑过去，抱起圆姐儿转着圈圈，圆姐儿高兴的哈哈的笑着，周氏也不拦着，竟让他们父女两个人闹。舒玉成和女儿亲相够了，这才让奶娘把圆姐儿抱走了。夫君何日动身？还没定呢，等父亲的消息。舍不得我走了？是有些舍不得，不过夫君肯上进些，自然是好的。妹妹回来的时候，我就答应过你，不会让你和袁姐儿受委屈的。舒玉成拉过周氏的手，以后我不常在家，袁姐儿和妹妹母女俩就辛苦夫人多照应了。夫君放心，袁姐儿我会看好的。妹妹你也不必担心，有爹和娘在呢，我也会常去陪妹妹的。半月后，舒玉成收到了竹英书院的入院名帖，一家人高高兴兴的把舒玉成送了过去。母亲，二哥终于想开了。二哥只是想给你做依靠呢。果然把事情撕开了，早日和离，事情都跟曾经不一样了。如今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舒玉婉笑得开心。舒夫人把舒玉婉带回到主院。婉婉，你想不想再嫁？如今你还年轻，说是你想再嫁，母亲给你再上京外寻一个可靠的人家，便是家世差一些，只要人品贵重就好。月儿你也不用担心，已经记到术士族谱，将来可以记到你大哥名下。娘，我不想再嫁，再嫁又怎知会嫁个什么样的人家呢？如您和弟弟这般夫妻恩爱的实在是少，既然寻不到这般好的，还不如不嫁。我有您和弟弟给的嫁妆，能养活自己。可是你只有月儿一个，月儿也是姐儿，将来长大了也是要嫁人的，到时候你一个人。可是娘，我觉得这样的日子比嫁一个靠不住的男人好得多。我已经在术府旁边寻了个清静的院子，到时候在里面修一个佛堂，我搬过去住，便说我在那里清修。主夫人听了，心中越发的怨恨安少瑜，都是这厮害得她的女儿。既然你不想嫁，那便留在家中，去什么佛堂？我和你爹再试一日，这里便是你的家。将来我们都不在了，你大哥二哥说是待你不好，你再去不迟。舒玉婉摇摇头，娘，我准备和离的时候就打算好了，院子都买好布置好了，只是当时临近生产，在家中安心些。如今月儿也快半岁了，也是时候搬出去了。舒夫人还是不肯。您总得为袁姐儿想想吧，还有月儿将来长大了也是要嫁人的，我总得为他们的名声考虑。这该死的名声！舒夫人低低的骂了一句，不得不认同舒玉婉的法子才是最好的。舒玉婉不忍见母亲难过，像幼时一样靠在母亲的怀里。我只是搬到附近的院子里去，隔得特别近的，我想您的时候随时能回来看您。舒夫人搂着小女儿，久久也没说话。小姐，小姐找你呢。舒玉婉一抱过来，月儿真的就不哭了。哎呦，小姐可真是亲民呐！今儿个醒过来没有看到您，让奶娘抱着满院子转，都没找着你，就一直要出去呢。
玉儿啊，娘会一直陪着你的。小姐也高兴呢。逗了一会儿女儿，舒玉婉吩咐：清代，你去看看之前咱们买好的院子，还有没有什么缺的，咱们过几天就搬过去。小姐，舒玉婉点点头，肯定道：去吧。小姐放心，奴婢会安排的妥妥当当。清代即刻就去了。如此也好，舒氏一族好，小姐也会好。妈妈说的对。唐氏、周氏听到舒玉婉要搬出去，都过来劝了劝。你二哥去书院之前还交代我常来陪你呢，做什么要搬出去？是啊，妹妹，如今皇上都开了口，认同月儿上术士的族谱，旁人也不敢再说什么，便在家中住下，也好相互照应。你一个人出去住，叫人如何放心得下呀？嫂嫂们放心，娘亲给我寻到了一个会些武功的丫鬟，还请了一些护院。况且我那院子离家中也近，有什么事儿使个人来府中说一声，快得很。唐氏叹了口气，她是长房长媳，明白舒玉婉的顾虑。既然如此，嫂嫂一定常带着亲哥儿去叨扰你。好，收拾了几日，舒玉婉把常用的东西都搬了过去。舒夫人亲自过去看了几趟，确定该备的都备下了，舒玉婉便带着月儿搬了过去。舒夫人与舒玉阳一起亲自送着舒玉婉过去了。马车没走几步，便到了舒玉婉购置的院子。住不习惯的话就搬回来。大哥你放心。送走了母亲和大哥，舒玉婉便回了这个小院子。舒玉婉很喜欢这个小院子，虽然只是一个2进的小院，前院住的是护院，请了7、8个护院，都是从庶府调出来的。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我叫张毅，14岁。听说你会些功夫？是啊，我爹以前是开武馆的，我从小就跟着我爹练的，是我爹所有弟子里最厉害的。小姑娘说着，很是自豪的样子。那以后我和玉儿的安全就交给你了，小易。小姐放心。清代，你带小易去安置吧，不必太拘着他。是。张毅迷迷糊糊的跟着清代去了。小姐不给这丫头改名字吗？这丫头已经14了，不是府里从小教大的，改了名字除了让她不自在，并没有什么作用。而且你看她多鲜活，就让她这样吧。也是。玉儿还睡着吗？睡得正香呢，跟小姐你小时候一样乖。舒玉婉过去耳房看月儿，月儿睡得正香。小姐记在了术士的族谱之中，以后的前程也算是有了着落了。是啊，心中却是叹息。那也得束缚好好的，最要紧的还是在太子那里。只要太子正常登基，束缚必然能够避开前世的大难。舒玉婉便拿上大哥新送来的六韬，坐在月儿的身边榻上看了起来。小姐有消息。舒玉婉让乳母把月儿带出去玩。咱们留在安定侯府里的人传话过来说，安三公子似是要娶赵家女了。当真？可还有什么别的话？翠儿说，如今侯府内几乎传遍了，都知道安三公子快要娶赵氏了。老爷在朝堂给小小姐争取入术士族谱那天，安定侯和侯夫人还吵了一架。侯夫人似是不愿意让赵氏进门。这个好消息，赵氏和安少瑜最近有没有什么动静？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清代仔细的想了想，安三公子和赵氏经常一前一后去兴隆酒楼碰面，只不过最近去的频繁了一些，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继续盯着他们，尤其是赵氏和什么人接触过。是，小姐。舒玉婉闭上眼睛，仔细地梳理着各种细枝末节。安定侯到底是气愤月儿入了术士族谱，才叫安少瑜娶了赵青青，还是赵青青现在就已经跟五皇子有联系了？正想着呢，清河进来。小姐，大公子来了。舒玉婉睁开眼。小姐，大公子在前厅呢。大公子应该是一下旨就先过来看小姐了。走吧。大哥真是，早上不是刚给我送过来？我这不是下旨路过，就过来看看你如何。住的习惯吗？不习惯就搬回去。我住的习惯的很。好吧，那我便多跑跑吧。从这之后，舒玉阳每天下职先来舒玉婉的小院看一看妹妹和小外甥，再回到束府。而安定侯府终于是正式去赵府提亲了。大哥，听说安定侯府向赵府提亲了。心中叹息，希望妹妹不要太难过。你说安定侯府图什么？不会是图赵氏的钱财吧？安定侯府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哪个侯爵之家会为了钱跟商户联姻？大哥，从安少瑜要退婚，我就派人盯着赵氏，想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无意间发现这个赵家似乎和五皇子有所牵连。五皇子？舒玉婉点点头，虽然他是猜的，也没有确定赵青青现在是不是已经跟五皇子有勾连。大哥，安少瑜我早就不放在心上了，他娶谁我都无所谓，只是为这月儿的事，束缚与安定侯府也算是明面上撕破脸了，咱们还是小心防范的好。舒玉阳看着舒玉婉，
不由得侧目。原本那个活泼爱闹的妹妹是真的长大了。妹妹放心，我会多留意安定侯府的动静。舒雨阳回到束府的时候，府中诸人的脸色也不是很好。婉婉还好吧？娘放心，妹妹好得很，并没放在心上。那就好，这孩子如今通透了不少。晚上过后，舒雨阳便去书房找他爹。爹，今天我去看妹妹，妹妹说她一直派人关注着赵氏，发现赵家跟五皇子似乎有联系。五皇子？正是，按说五皇子才11岁，一直住在宫中，不该和赵家有所牵扯。术士郎不出声，过了一会儿才道：赵家有钱，安定侯府这些年虽然大不如前，但手里还是有一点兵权。您是说，可是五皇子才11岁，而且五皇子向来崇拜太子这个哥哥，皇上如此重视太子，退一万步说，就算没了太子，还有2皇子、3皇子。五皇子实在没什么胜算，安定侯府为何要把赌注压在五皇子身上？自古以来都是要到尘埃落定那一天，才知道究竟是谁登上那个位置。说是真的，那五皇子还真是心机深沉。太子雄韬伟略，仁爱有德，又是正统嫡出，太子若能顺利继位，是天下万民之福。你既然在太子身边出入的多，多关注提醒太子。是，父亲放心。安定侯府里，安少瑜也是一扫往日的颓废，显得精神勃勃。你呀，真是叫那个女人迷了心了。玉婉那么好的孩子，你不知道珍惜。玉婉给你生的女儿，我的孙女都半岁多了，你一眼都不去看。娘，那孩子生的术士族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以后青青会给您生孙子孙女的。你个逆子，有你后悔的时候。爹，谢谢你。没有爹松口，他娶不了青青。五皇子虽小，倒确实心有算计。皇上又正春秋鼎盛，这位置最后也未必就是太子的。五皇子倒是很重视那个赵氏，你把他娶进门，我们就是上了五皇子的船了。不过，就像你说的，咱们在暗处，只要咱们稳得住，说不好就是最后的赢家。你好好待赵氏。爹，您尽管放心。安少瑜满口应下，转眼便去找赵青青去了。兴隆酒楼里，二人刚一见面就搂上了，难舍难分了好一阵子。咱们终于名正言顺了。青青，真是我见过最了不得的女子。那是自然，我会的东西可多了。青青，你说那一位胜算有多大？于哥哥，有我在，五皇子一定会是最后的胜利者。赵青青十分自信，她可不仅是会经常赚钱，还熟读各种宫斗小说，各种套路是信手拈来。青青，有你真是我的幸运。于哥哥，能遇到你，做你的女人，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就是可惜没有更早遇见你，让树家那个女人抢了先，还生了你的女儿。那是母亲做主给我娶的，我要是知道会遇到你，说什么我也不会成亲的。至于孩子，术士既然记到了术士族谱，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从河里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见过术士。我等着你给我生孩子，你生的才是我的孩子。赵青青叫安少瑜哄得很开心，二人亲得嘴角拔丝，才恋恋不舍的各自回家了。转眼就到了年底，宫中又要举办1年1度的年底宫宴了。被安定侯府寄予厚望的五皇子正跟在太子身后。太子哥哥，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拜见父皇吗？自然，一起吧，五弟。然而到了承前殿外，五皇子还是被洪公公拦住。洪公公客气的道：五殿下，皇上说有些话要单独与太子殿下说，天气冷，您先回去，别在外面冻着了。劳烦公公替我向父皇问安。向太子行了一礼，皇帝告退。太子点了点头，跟着洪公公一起进入了承前殿。五皇子转身走远，到了无人的地方后，眼中的怨恨再也压抑不住。不急，慢慢来。父皇，五弟毕竟还小，这不是有你护着他吗？我实在不想见他。太子只得作罢，他多护着些吧。景儿，过了年你便20了，太子妃也该定下了吧？朕在你这个年纪都已经有了你了，你也该定下了。你是太子，是这江山的继承人，早日成亲生子才是正道。至于人选，你可以多看看，只要合你心意，端庄稳重，家世差一点都没关系。你不定太子妃，你下面的弟弟们也不好选妃。老二老三眼见着也都到成亲的年纪了。父皇，不是你说希望我能择一个心意相通的太子妃吗？儿臣确实没有找到这样的人。至于弟弟们，该选妃
便选妃，不必等我，就辛苦您和诸位娘娘说一声，让他们该选便选起来。你说的什么话呀？你是太子，你还没选妃，哪轮到他们先选？这次不能由着你了。你要是还没人选，年后朕便让贵妃张罗下，把合适的闺秀名单给你送过去。无论如何也要挑一个。转眼到了宫宴的日子，舒玉婉因是和离之人，并没有参加。舒侍郎夫妇和舒玉阳小两口都正装出席了，舒玉婉则是带着月儿回舒府和舒玉成一家3口一起过年。妹妹，月儿，快来！月儿已经是7、8个月了。月儿妹妹，月儿妹妹，叫哥哥，叫姐姐，叫哥哥，叫姐姐。啦，是娘。月儿满脸无辜地看着周氏，似乎是想听他在说些什么。嫂子别费劲了，天天在家纠正，还是喊郎。小孩子啊，就是这样的。月儿这么大就会说话，已经很聪明了，多纠正纠正就好了。元姐儿也是刚把话说利索了，一直对着月儿小嘴儿叭叭叭个不停。瞧元姐儿多喜欢妹妹，二哥跟二嫂，快再给元姐儿生个弟弟妹妹的。好你个小妹，开始打趣起嫂子来了。过了1个多时辰，舒侍郎夫妇和舒玉阳夫妇也回来了。今年怎么回来的早些？皇上与太子似乎闹了一些不愉快，太子早走了，皇上随后也走，宫宴就提前结束了。皇上不是最宠爱太子？哪一个寻常父子没有闹点小矛盾的时候？天子父子也是父子嘛，多正常。皇上对元后情深，太子又是皇上亲自带大，情分非比寻常，不用太担心。舒玉婉在脑子里搜索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记忆。宫中，皇上黑着脸坐在龙椅上。你究竟想找个什么样的？就算你不是太子，寻常人家的男子，这个年纪也该结婚生子了。何况你是太子，你得生下这大晋朝的继承人。父皇不必担心继承人的问题，儿臣有这么多弟弟，将来也可以禅位给能干的弟弟。你是嫌朕活得太久，想要气死朕是吧？父皇别生气，碰到合适的，儿臣会娶太子妃的。不行，你必须给我一个期限。太子低头认真地思索了一番。2年。太长了。那就没有期限了。2年实在太长，再短一点。那就1年半吧。太子决定迁就一下他的父皇。好，记住你说的话，1年半一定要把太子妃娶了。记住了，父皇。太子向皇上拜别，回到了东宫。你瞧瞧，朝臣都夸太子贤能，跟朕就这副样子。皇上指着太子已经出了门的背影，跟洪公公抱怨着：太子这是把您当父亲才敢这样跟您讲话，其他皇子把您当皇上，哪敢这样跟您讲话呀？景儿是朕亲手带大的，自然不一样。罢了，左右再等1、2年，也不影响生子。朕这身体还能撑些年，就随他吧。转眼年过了，又到了上朝的日子。舒玉阳今日也是来了东宫，五皇子也来了。五皇子依旧是跟在太子身后。太子哥哥，你前些天为什么跟父皇生气呀？父皇要我娶太子妃，但姑暂时不想娶。太子哥哥为什么不想娶太子妃啊？我看2哥、3哥聊天的时候，似乎很乐意娶妃了。贤妃娘娘也说过，太子哥哥到娶妻的年纪了。有了舒玉婉的话，舒玉阳一直是暗中观察五皇子的一言一行。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想娶。哦，五皇子乖巧的不再追问了。太子哥哥，我的武术师傅昨天批评我的射术了。太子哥哥，你的射术那么厉害，能不能够教教我呀？好，不过跟我学可得吃得了苦，要是不认真，我可是真揍你。好，太子哥哥教我，我一定认真学。殿下，您事情那么多，为何还要答应教五皇子射术？一来父皇年富力强，其实并不需要过忙碌；二来吾弟想学，姑便关照些。舒玉阳听了之后十分的惊讶，太子是担心自己威望过盛，引得皇上忌惮，但对五皇子也太过放心了一些。这东宫任由五皇子出入，殿下连都想到要对五皇子也不可太过推心置腹。五皇子虽然现在是皇子里最小的，也已经11岁了，想来也已经懂得不少了。你以前不也觉得弃儿可怜吗？从前是从前，如今五皇子大了，只要是皇子，难保没有这样的想法。这可不像你，发生了什么事让你突然生出这样的担忧？是舍妹提醒我的。那个和安定侯府嫡三子和离的妹妹。舒玉阳一从东宫离开，便去了舒玉婉的小院。玉婉，太子说想见见你。见我？舒玉阳点点头，把在东宫的事情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舒玉婉听完，知道太子大概是想要知道具体的细节了，瞬间就觉得头大无比。他都是靠着前世记忆加上现在的状况推测出来的。太子来见我不太合适吧？殿下说他悄悄的，不会惊动任何人。有没有说什么时候？今晚。舒玉婉惊讶地看着舒玉阳，舒玉阳无奈地点点头。我也没想到殿下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早知道我就不把你供出来了。既然如此，那大哥便安排吧。入夜，舒玉阳又来到了舒玉婉的小院，这次身后还跟了一个小厮。舒玉婉早早打发了丫鬟仆妇。见过殿下。舒玉婉俯身行了一礼。免礼，深夜来访，实在失礼，打扰舒姑娘了。舒玉婉听到这一声舒姑娘，心中雨天。那为何殿下还是来了？难道殿下也怀疑五皇子，所以很想来求证一下？孤并未怀疑过武帝，只不过玉阳是孤的伴读，与孤情分不同，且舒夫人是孤母后的族亲，孤相信舒父没有理由骗我。对付五皇子，对你们也没有任何好处。这些年，孤也一直认为武帝对孤是真情实感，所以孤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舒玉婉点点头，原来如此。殿下可以查查赵家的钱去哪里了。这些年，赵家逐渐成了上京名列前茅的富商。虽有赵氏各种新颖的点子，但背后一定是有人支持的。又是什么人在背后支持赵家？另外，赵青青即将嫁入安定侯府。安定侯府虽说大不如前，但到底是武将起家，手中还是有一些兵权。这些兵权虽然离上京不算近，看起来没什么用处，但若是有赵家商队的掩护，慢慢进入上京养起来，必要的时候也是一支利器。五皇子殿下又深得您的信任，若是想对您做点什么，只怕也比旁人容易。太子听着舒玉婉分析，脸色并无什么变化。所以舒姑娘究竟是见到了什么，对武帝产生了这样的怀疑？我派人盯着赵氏和安少瑜，发现他们经常在兴隆酒楼见面。有一次，我的人想办法偷偷溜了进去，听见赵青青对安少瑜说，等到五皇子成事，就给他封将军。舒玉婉极其淡定，这是前世发生过的事情，讲起来一点说谎的感觉也没有。而且这二人在兴隆酒楼私会说过什么话，也是无所查证，也不怕露馅。舒姑娘不会是为了叫安定侯府不好过吧？殿下，这种事情我若是骗你，便是拿上束缚豪赌。况且我目标要是安定侯府，何必拉上五皇子？五皇子与您的情分我并非不知。所以舒姑娘并不记恨安定侯府。殿下这话问的当然记恨了。舒姑娘倒是有趣。记恨安定侯府跟殿下的事情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大事，毕竟记恨他人与自家平安比起来，还是自家平安更重要。殿下登基，束府还能像如今一样安安稳稳；五皇子登基，我们束府就要倒霉了。太子点点头。舒姑娘与玉阳描述的很不一样。舒玉阳的表面波澜不惊，内心跟着二人的对话一直起伏着呢。送走了太子，舒玉婉也是深吸了一口气。太好了，今天晚上的对话必定能让太子对五皇子产生怀疑，哪怕一丝丝。第二日，五皇子照常来到了东宫。太子哥哥说好要教我射术的呀。孤说话自然算数，便认真的教起了五皇子射术来。然而五皇子并不能够待得住，学了不久便开始有一些心不在焉起来了。太子罚了五皇子拉满50射，便回去了。五皇子还真是孩子气呀！依父皇对我的情分，尚要学着后退一些，何况武帝呢？至于孩子气，玉阳说的没错，11岁确实不小，何况是在皇宫这种复杂环境长大的孩子。希望我对武帝的那份兄弟之情，不是这个弟弟拿来对付我的刀。1个多月后，天气尚冷，玉婉正在屋子里用红泥炉子煮茶。婉婉，发生什么好事了？瞧把您高兴的。你大嫂子和你二嫂子都诊出有了身孕了，那真是喜事啊！正是呢，你大嫂子生亲哥的时候受了些苦，身子要弱些。等天气稍微暖和点儿，我打算去趟庙里拜拜菩萨。婉婉，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你都多久没出门了？现在对外说你在这里礼佛，我带你去庙里走走，旁人也没什么可说的，出去透口气吧。那我便和娘一道去为嫂子们祈福。这1个多月，他也确实比较烦。自从上次跟太子夜谈之后，太子对五皇子仍旧是十分的好。东宫，太子看着手中的暗卫递过来的情报，久久没有说话。殿下，皇上传诏。太子将手中的纸丢入火炉内。阿青替太子换了一身衣服，便去往承前殿。父皇，景儿来了，过几日去一趟皇觉寺吧。是。过几日是母后的生辰了，他本来也想要最近去上一趟。父皇大约也是想母后了。当年朕就是在皇觉寺的后山碰到你母后的，那时候朕还不是太子，只是你皇祖父众多儿子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你母亲是魏国公府的嫡小姐，不仅美貌惊人，才华横溢，还温婉良善。朕第一眼见她就被惊艳到了。从那以后，朕便暗暗努力，争取势力，使了无数手段和心计，终于娶到了你母后，坐上了皇位。且没过多少年，她就走了，就给朕留了个你。洪公公也在一旁跟着抹眼泪。太子长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皇上说起此事。所以
我也得找个清心之人，将来才有动力保住皇位啊。不管找不找得到，都只有1年半的时间。几天后，天气晴朗，舒夫人和舒玉婉一起来到了皇觉寺。月儿太小，舒玉婉她累着的孩子便没有带。这皇觉寺不愧是皇家寺庙，真是香火鼎盛啊！是呀，尤其是近些年魏皇后过世后，在皇觉寺点了长明灯，太子常常过来，引得上京的闺秀们是常常往这儿跑。这太子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一直不娶太子妃，皇上竟然也由着他。舒玉婉笑着摇摇头，她也好奇，但是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母女二人说着说着，便到了皇觉寺门口呢。母女二人刚下马车，对面的马车上也是走下来一个女子，白衣飘飘，很是清丽，身边跟着好些丫鬟。阵仗不小，待看清人，舒玉婉直挑眉，还真是巧啊！自打和离，还是第一次出门就碰见了赵青青。赵青青似乎也还并不认识舒玉婉。哼，你今日若是不跟我们家小姐道歉，这件事情就没完。赵青青身边的丫鬟盛气凌人，我又没说错。说到底，你现在还只是一个商女罢了，也摆这么大谱。这鹅黄色衣服的姑娘似乎是大理寺城的嫡女，白色那个却没见过，你问问看。娘，给2个嫂子求平安要紧，与我们无关就别管了。也好。二人刚准备走，我什么我就说了怎么样？你这会儿还没嫁入安定侯府呢，就开始摆起安定侯府少夫人的气派来了。商女就是商女，趁着人家嫡妻怀孕，明着就是勾引人家夫君，还什么真爱？哼，真是笑死人了。这就是那个赵氏。舒玉婉点点头，只见到赵青青直接上前，狠狠地扇了大理寺城嫡女一巴掌，还真是嚣张。走，人家小姑娘替咱们说话，咱们也去看看。舒夫人和舒玉婉二人走上前来，只见舒夫人站到被扇懵了的大理寺城嫡女面前，一抬手，啪的一声脆响，也狠狠地打了赵青青一个耳光。魏夫人是何人啊？为何突然对我动手？我们家夫人是庶府侍郎夫人。赵青青听了，脸色一白。我与大理寺城夫人也是好友，我瞧这小姑娘也没说错话，句句属实的事。结果姑娘上来就是一个耳光子，我既然在场，也不能任由好友的女儿叫一个商女这么欺负了去。姑娘说是吧？娘真牛，我娘跟舒夫人是好友吗？莲枝见过舒夫人。好孩子，你受委屈了。夫人打我也没用，男女之事讲究你情我愿。于哥哥他就爱我，就算您的女儿怀了身孕，照样敌不过。商女就是商女，真是不知羞。舒玉婉也是被那小姑娘给逗笑了。母亲，莲枝姑娘，咱们走吧。舒夫人点点头，带着舒玉婉和莲枝一起入内。夫人这一巴掌我记住了，将来必定叫你们束缚的人还回来。不知道是谁给的赵姑娘这样的自信呢？是那文不成武不就的安三公子吗？还是别的人呢？赵青青的心中一紧，顿住了。莲枝姑娘怎么一个人来了寺里，还跟赵氏起了争执？舒姑娘，我祖母今日身体不适，我母亲走不开，我来寺里为祖母求个平安，然后背后说了几句那赵氏的是非，小太正好听到了。今日真是多谢夫人了。谢什么谢呀？该我谢你，谢你为婉婉说话，也谢你给了我机会打那赵氏一巴掌。莲枝也忍不住笑起来。几人各自拜完了菩萨，便留下来准备吃个素斋。寺庙阁楼之上，太子刚看完了一场好戏，请恕姑娘来这边。是。娘，距离开戏还早，我带着清河出去走走。娘跟你一起。不用，我想自己走走。舒夫人想了想，还是答应下来。多带几个人，注意安全。您放心，那人说的是太子。是啊，小姐，不会是假的吧？假传太子旨意，传话的是个公公。是小姐，听声音应该没错。舒玉婉左转右转，终于是见到了阿青，把其他人留在远处。玉婉和清河二人上前，公有礼，不知可有信物？我是太子身边的进士阿青，腰牌为证。太子身边的阿青，玉婉还是听大哥念叨过，见了腰牌也就相信了。有劳了，姑娘客气了。主仆二人跟着阿青来到了阁楼，参见殿下。舒姑娘不必客气。阿青上了茶，舒玉婉犹豫了一瞬，还是上前来坐下。不知殿下有何事？上次舒姑娘说过的事，姑已经查过了，确实。刚刚见寺门口，姑娘见到赵氏嘲讽，便问问姑娘有什么想要的，姑还你一个人情。叫殿下见笑了，不过是叫人收嘴两句，不是什么要紧事。这赵氏其实颇有些手段和新奇的主意，殿下难道不想加以利用吗？太子听了，看舒玉婉的目光越发的好奇了。你不怕姑重用了赵氏，对你们舒服不利？怕，刚才我娘还打了他一巴掌，
他扬言以后要束缚还回来呢。赵氏既然把宝压在五皇子身上，殿下招拢，赵氏也可能是个双面细作，也可能转手就把殿下卖给了五皇子，五皇子便知道在您这边露了馅了。所以不如您派人卧底到赵氏跟五皇子身边，岂不是更可靠？姑打算还你个人情，你倒给姑出起主意来了。我这不是怕您真要拉拢赵氏女吗？那我最大的靠山就没有了。哦，姑是你最大的靠山？您是我们束府最大的靠山。太子笑笑，殿下，我出来已久，怕是母亲要着急了。恕姑娘去吧。对了，姑欠你的这个人情依旧有效。恕姑娘若是有什么需要姑效劳的，让玉阳转达即可。多谢殿下。出了阁楼，清河的眼珠子瞪得老大。姑娘，舒玉婉自己也是觉得迷糊，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记住了吗？清河猛地点头。舒玉婉走了以后，太子还坐在原来的位置。玉阳的小妹，跟她说话还真是有什么说什么，都不带拐弯的。回到几个丫鬟仆妇守着的地方，把人带齐。舒玉婉回去找舒夫人，正好素斋快开席了。怎么去了这么久？山中风大，小心着凉。给你们小姐拿个暖炉来。是，夫人。清河赶紧去寻了个暖炉来给小姐。看山中景色好，就多逛了一会儿。舒姐姐真是好兴致，不像我，天一冷我就只想在家里待着。那更说明莲芝小姐真孝顺，即使不愿意出门，人就冒着冷气出门为长辈祈福。祖母待我好，除了祈福，我也为她老人家做不了什么了。几人吃完素斋，就结伴下山去了。听说太子今日来了黄觉寺，我在外面转了一圈又一圈，人都快要冻僵了，也没有见到太子的影子啊。太子哪里是那么好见的？小丫头年纪轻轻的，倒是通透的紧。一路下来，几人也就熟络了不少。就是嘛，舒姐姐，莲芝以后可以经常去找你玩吗？我是合离之人，你一个待嫁的姑娘经常去找我，对你的名声不好。我一个八品司城的女儿，名声再好还能嫁进公爵侯府不成？再说了，我只是找舒姐姐玩，也没做什么伤风败俗的事儿。我爹我娘都说了，我过得开心就成。秉尊和令堂真是一对好父母呀。你也是好母亲啊。舒玉婉与莲芝相视一笑，只要你不怕，欢迎你来做客。谢谢舒姐姐。莲芝欢喜地回家去了。舒玉婉跟舒夫人一起回了舒府，想看看两个嫂子。赵青青回府以后还是非常的生气。赵青青想了一圈，最终决定去找安少瑜为她出了这口气。安少瑜一进门，赵青青就哭得声嘶力竭地扑进安少瑜的怀中，将脸上描的更显眼些的巴掌印给安少瑜看。于哥哥，是不是我以后见到舒府的人都抬不起头，怕我被舒府的人打？我都没有招惹他们，一碰面就挨了一巴掌。紧接着把今天在黄觉寺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岂有此理！当初合离他自己也是愿意的，如今又来打你是什么道理？你如今已经是我安定侯府未过门的媳妇儿，他凭什么打你？我这就去为你讨个说法。于哥哥，你真是对我太好了。安少瑜心疼地摸了摸赵青青被打肿的脸。傻瓜，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二人一道乘上马车，来到了舒玉婉的小院子。月儿已经会在地上爬来爬去了。舒玉婉叫人在屋里头垫了厚厚的垫子，让月儿自己在上面爬来爬去。小姐，安三公子来了，说是拜见您，但我瞧着气势汹汹的，倒像是来兴师问罪的。兴师问罪？舒玉婉轻笑，想起今天母亲打赵青青的那一巴掌，这么一会儿的功夫都忍不了。既然这仇不可避免的非要结下，也不怕多结一点了。请安三公子进来吧。是。舒玉婉戴上面纱，戴上了张毅，去了前厅。舒玉婉坐在屏风后面，就见安少瑜和赵青青一起走了进来。舒玉婉，我们已经和离了，你已经不是我的妻子，青青才是。你们束府的人凭什么打她？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个说法，否则这事情没完。舒玉婉一招手，瞬间走出来5、6个大汉，围住安少瑜一顿的拳打脚踢。喂，舒玉婉，你干什么？你疯了！赵青青赶紧退到一旁，在附近试图拉扯，被丫鬟拽住。安三公子，你身为客人前来拜访，我们小姐也认真接待，你却毫无礼数，一上来就直呼我家小姐闺名，冒犯我家小姐，实在是欺人太甚。真当我们束府是泥捏的吗？舒玉婉，你住手！什么闺名啊，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这2个人都绑了，扔到安定侯府门口，再给安定侯爷带个话，请他管好自己的儿子和未过门的媳妇，别闲得没事跑到我家来玷污我的清誉。安少瑜和赵青青2人被绑的像是2个粽子，在安定侯府门口被束府护卫往下一扔，瞬间吸引了这条街上各色人的目光。附近的几家勋贵府中的小厮都跑过来看热闹了，好回家呀，说给自家的主子们听。不一会儿，管家便带着人来把2人给领了回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赵姑娘，
你跟我儿虽然是定了亲，到底没有成亲，这么成日的凑在一块儿，你不要脸面，我们安定侯府还是要点脸面的。祖母、母亲，是舒玉婉欺人太甚。好了好了，先让孩子们说说是怎么回事儿。于哥儿，你来说，你跟赵姑娘怎么会被束府的给捆回来的？祖母，是这样的，今天青青去黄觉寺上香，碰到了舒夫人，舒夫人二话没说就打了青青一耳光。怎么样，青青也是我未过门的妻子，我怎么能任由旁人欺负她？我们不过是去舒玉婉那里讨个说法，一进门话没说两句，这个女人就指使护卫把我打了一顿，还把我和青青绑了起来，扔在了府门口。那他为何让那护卫说你玷污他清誉？我不过喊了一句舒玉婉。按道理，你们已经和离，便不是夫妻，确实不能直呼人家闺名。她一个生过孩子的安定侯府弃妇，还有什么闺誉啊？又不是待嫁的闺秀。这话谁都能说，偏偏于根儿你说不得。在家说说也就算了，出了门你这样说，更是没有名声可言了。难道堂堂安定侯府的嫡公子被人打了一顿，就这样算了吗？也太窝囊了吧！赵姑娘，你还没过门呢，还用不着你操心安定侯府的事。娘，不要这么说青青。这件事情没办法明面上去讨公的，已经有很多人在门口等着看笑话了。这再闹下去，只会让更多的人看我们安定侯府的笑话。只能先委屈你们两个啦。于哥儿跟赵姑娘的婚事既然已经定下来了，不如早些定下日子成婚吧。等你们成了婚，定下来了，外面的那些流言蜚语也会慢慢的平息下来。赵姑娘正式成了我们安定侯府的媳妇儿，就不再是商户女，也没有随便什么人都能够打上一巴掌的道理了。老夫人，就这么定了，你是做人婆母的，就不要和小辈一般计较了，该准备起来的就赶紧准备起来吧。妾身近日身体不适，不宜操劳，先下去休息了。说完气呼呼的就走了。安老夫人见了也不生气，你母亲气不顺，过几天就好了。赵姑娘那边也是早早准备吧，我们安定侯府会尽快派人去商定具体的事宜。谢祖母。多谢祖母。安老夫人和身边的江妈妈都是一噎，仍旧是僵着笑脸点了点头。你们也去吧。是，祖母，孙儿告退。也不知道把这商户女娶进门来到底对不对。老夫人，既然您决定了叫三公子娶回来以后再好好教教就是了。商户女子缺少规矩也是正常的，愿能够教得出来吧。心中想着，不知道这女子究竟有什么地方叫五皇子如此之信任。赵青青一回家就立马跟他爹说了安定侯老夫人让他和安少瑜尽快成亲的事情。哎，女儿啊，你是我的独女，以后咱们家的家产都是你的，你其实不一定非要嫁到安定侯府的，爹可以给你找一个上门女婿。你真的想好了吗？爹，我和少瑜是真心相爱的，你为什么老想分开我们啊？女儿会做生意，这几年呐，赵家的生意在女儿手上比在她手上的时候好了不止1倍2倍，两方很快就敲定了日子，定在了下个月。三弟还真要把这商女娶进门。您瞧三哥高兴的。刘氏看着小姑子沉如水的脸色，也不好再说什么。舒玉婉也没想到，他把这2个人送上门的好打了一顿，最后的结果就是2个人尽快成亲。清代，怎么了，小姐？赶在赵氏进门之前，再往安定侯府送几个人，等赵青青进门之后，想办法混到赵青青院子里去。是，小姐。交代完了事情，舒玉婉就继续陪女儿玩了一会儿。玉儿睡觉去了，就开始看自己嫁妆铺子的账簿。玉儿醒了吗？醒了。老奴刚从小小姐那儿过来，这会儿呀，奶娘和几个小丫头在带着玩呢。炒晚膳吧，把玉儿带过来，我和玉儿一起用膳。母女2人正吃着晚膳。大哥，这是你把安少瑜打了，我怕安定侯府的人心里记恨，找你的麻烦，又给你找了几个身手好的护卫。不至于，安少瑜无礼在先，安定侯府没有脸面找过来。防人之心不可无，明面上不好做什么，私下里未必忍得下。那还有这个是娘给你找的，说是身手跟之前那个小姑娘差不多，但这个是切了卖身契的。那便多谢娘和大哥了。杜玉婉把人交给了清代去安排。玉儿看见人来，一直在呀，舒玉阳直乐呵，从怀里头掏出一只布老虎来。看舅舅给你带了什么。现如今不管娘还是大哥二哥来到这边，再也没有给他带过各色糕点首饰，都变成了女儿的各种玩具和吃食。大哥如今又给我这边添了人手，你尽可放心些，下旨以后
多回家陪陪大嫂。我每日去了去翰林院，来你这边一趟，回了家中便是陪着你嫂子。她生亲哥儿上了身子，我也怕她这一胎不安生。你放心，你嫂子不会吃你的肥醋的。我给2个未出世的小侄子侄女做了2套衣服，大哥你正好带回去。不过1个月左右，花轿从赵家抬出，赵青青终于是达成所愿，心中得意非凡。赵老爷却是忍不住老泪纵横，唯一的女儿就要嫁出去了。唢呐吹吹打打的绕城走着，经过迎氏茶楼的时候，包间里的宁王世子打开窗户，看着楼下的花轿，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这安定侯府真的是越发败落了，还真娶这种毫无规矩的商女。就算我俩这种在京城名声烂大街的纨绔，娶这种女人也会被打死吧？什么毫无规矩啊！没出阁就勾引有妇之夫，还搅和的人家和离，比青楼女子还淫荡。还是宁兄点评的犀利呀！还有啊，你自己名声烂大街，别把我带上啊！你的名声比我强。走走走，咱们也去安定侯府门口啊，瞧瞧热闹。这有什么好看的？陈世高嘴上很倔强，脚步却很是诚实的跟上了宁王世子的身影。嘿，我怎么不知道你还这么无聊，这么爱凑热闹？周围看热闹的百姓也是互相八卦着。这就是安定侯府3公子跟怀孕的婆娘和离，要娶的赵氏女啊！真是恬不知耻啊！还好意思这么吹吹打打的？之前在上京啊贴了好多告示，说跟着赵家姑娘是真爱呢。什么真爱啊？呸！淫妇！花轿到了安定侯府门口，安少瑜一身的大红色喜服踢轿把新娘给牵了出来。有人砸了一个臭鸡蛋过来，紧接着各种的烂菜叶、臭鸡蛋接踵而至，砸向了新郎和新娘。来人，快来人，把这些扰乱婚礼的刁民抓起来！管家赶紧带着人冲出。哎呀，侯爷，您何必生这么大气呢？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有意思的婚礼，让我再看一会儿啊！也许这是百姓们对安定侯府这场婚礼的特殊祝福呢。安定侯看着这2个纨绔子弟，气得那血呀是直往头顶冲。2位，今日是我安定侯府大喜的日子，不要逼得我动手。好，不让看就不让看啊！扔东西的人早就混在人群之中溜走了，安定侯府的人一个也没有找到，只得灰头土脸的回去禀告。最好这事情跟2位无关。侯爷这什么意思？我们可没那个闲工夫管你们家的破事儿。我们兄弟2人不过就是过来凑个热闹，少把脏水往我们身上泼。就是啊，说不定你儿子淫乱失德，百姓都看不惯了。宁世子说话要注意分寸。谁让你先污蔑我们的？给新人清理一下，婚礼继续。安少瑜跟赵青青更是气得发抖。赵青青捏着衣服的袖子，跟着安少瑜一起进了安定侯府。唢呐又吹响起，但节奏总感觉没有之前那么的齐正了。这老匹夫竟然把这黑锅往我们头上扣，也不看看爷是那么好说话的人吗？哎，你说是谁这么缺德呀？在人家成婚的时候叫人来扔臭鸡蛋啊？会不会是束府的人？你说谁缺德啊？要缺德也是那安定侯府的人缺德。人家束府好好一个大家闺秀，嫁了他安定侯府那没出息的窝囊废，那安少瑜不偷着乐就算了，还赶着人家怀孕的时候要和离，天天扔他臭鸡蛋也不过分。你说的也是，就算是咱们俩也干不出这事儿吧？你说你自己就说你自己，少攀扯我。也肯定不会是束府的人做的，束姑娘那么干脆就跟安定侯府那窝囊废和离了，肯定不会这个时候过来纠缠。那会是谁啊？肯定是看不惯安定侯府作为的百姓的自发行为。什么啊？太子宴会的时候马上到了，赶紧走了。殿下，您不是最不喜欢办宴会了吗？今天为什么办这个赛诗宴呢？这还不是太无聊了。安定侯府那头，府里确实是没什么客人，这婚事实在是不体面。应了喜帖来的都是府中的至亲，卫士坐在上首，一张脸黑，实在是不像是娶媳妇儿。等人都走完了，赵青青一把扯掉了盖头。于哥哥，这也太欺负人了。好了，青青，不管怎么样，咱们以后就名正言顺了。今天的事一定是舒玉婉那女人叫人做的，我不会放过她的。虽说除了舒家的人，没有其他人会非要在咱们婚礼上闹事，但这实在不太像舒夫人的风格，也不太像舒玉婉会做的事。怎么？你要护着那个女人？上次我们不过去讨个说法，她就不由分说打了你一顿，还不够野蛮不讲理？我看就是她。你说的也有道理，我怎么会护着她？我只喜欢你，又不是不知道，否则我怎么会跟她和离来娶你啊？舒玉婉这边，清代兴高采烈的把安定侯府门口发生的事情给舒玉婉和院子里的小丫头们绘声绘色的讲了一遍。
谁这么善良，帮我去给他们添堵？没查出来，我就派了2个人去安定侯府门口看着，他们也没反应过来。不过当时安定侯爷要去抓那些扔烂菜叶子的人时，宁王世子和陈尚书腹中的小公子跑出来拦了一下，说是还没看够热闹。这宁世子跟陈公子可真是2个大好人，嘿嘿，他们大概就是觉得好玩。对了，小姐，太子恰好今日难得办了场宴会，大家都去了太子那边的宴会。安定侯府上今日没什么宾客呢，简直是连老天都在帮小姐出气。分别备一份谢礼给宁王世子和陈家小公子送去。是，小姐。太子的宴会上人来的差不多了，宁世子和陈公子在这热闹之中格格不入，二人旁边的其他人也没忍住八卦的诱惑，把头伸过来听他俩聊。你们听我说啊，堂弟在聊什么有趣的事情啊？太子殿下想听，我给您讲讲呀。今天我们过来的时候呀，这安定侯府呀，于是好好的一个赛事会变成了安定侯府囧事的传播现场。确实有趣。太子看向五皇子，眼中的光芒一闪而过。五弟，你说是吧？是很有意思，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呢，可惜没能去现场看一下。听说这赵家很有钱，你说这安定侯府是不是图人家钱呢？不至于吧？不是那个商女不要脸，勾引的那安三欲罢不能吗？既然各位都无心继续作诗，今日的宴会就到此为止了吧？啊！不管众人的疑问，太子宣布宴会结束，便提前离开了。自有舒玉阳、阿青等人送宾客离开。殿下今日到底为什么办这场宴会啊？办到一半又结束了。是怪宁王世子和陈世高，太子难得办一场宴会，他们在宴会上讲什么安定侯府的新鲜事？但你别说，还真是新鲜啊！玉阳，不会是你们舒府的人做的吧？安三娶谁与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嘿嘿，过几天把安三请出来坐坐，问问他什么感受啊！五皇子跟着太子去了东宫。太子哥哥，你已经快半个月都没有教过我射箭了。哦，那这半个月五弟都在做什么？除了去上书房听夫子讲课，就是带着小夏子在宫中溜，都快要无聊死了。太子哥哥，你最近怎么这么忙啊？我不管，太子哥哥你是答应过要教我射箭的。五弟放心，姑答应的事情会办，你现在就去东宫的教练场拉弓500下。啊，太子哥哥，这一来就要拉弓500下吗？去吧。好吧，太子哥哥，那你不去教我了吗？先练好基础，姑再去教你。五皇子一步3回头的走了。殿下，您为什么还要让五皇子自由出入东宫呀？想看看五弟可以演得多好啊！这么多年都没看出来一点点，姑看看到底是我瞎，还是五弟演技精湛。阿青摸了摸鼻子，退到了一边。宁王世子到了家，边听小厮说收到了舒玉婉送来的谢礼。哦，东西放在哪儿了？回世子收在库房了。啊，给我拿过来。小厮把东西收拾出来，送到了宁世子的屋中。把摆在书房正中间的那对玉麒麟换下来，换成这个翡翠狮子。是，世子。世子，这个翡翠狮子很值钱吗？比您的那个玉麒麟还贵重？我就喜欢翡翠狮子。是。小厮忙不迭的去了。生儿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啊，没什么，母妃就是今天看了一出有意思的婚礼。你是说安定侯府婚事？正是。你还敢说今天你跑到安定侯府闹什么？那安定侯府别说娶个商女，就是娶个青楼女子，又关你什么事？我做什么了？我不过就是说了几句大实话而已。好了，先别生气。生儿到底说了什么话？听说束缚上的今日还给你送了谢礼过来给你，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事啊？哼，这舒锦衣还怪会揶揄人的。才不是舒锦衣，是舒锦衣的女儿。生儿，你到底在安定侯府的婚礼上说了什么？太子宴会上，宁世子和陈公子已经是讲了好几遍，这会儿说起来是格外的顺溜。宁王妃听完，安定侯府的三哥还真是。生儿，你也不小了，也该收收性子，娶个贤惠的世子妃了。正是。哦，那我也去勾搭个商女。你想气死我不成？宁王妃看了看宁王的神色，莫说混账话。你娶世子妃，家世低一些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人品好，贤惠大度。宁王听了，不知是想到了些什么。我还有事，先走了。你们好好商议一下吧。生儿也是该娶个世子妃了。母妃，您说大度不是打自己的脸吗？你父王与我成亲时，自己说有我一人就够了，后面这些莺莺燕燕自然不该有。那您怎么能要求我的世子妃贤惠大度呢？宁王妃的脸色发紫，不再言语。好啦，母妃，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像父王一样的，只要您让我娶了我想娶的人，
我这一辈子都对她好，只要她一个人。你有中意的姑娘了？哪家的闺秀啊？暂时不能告诉你，等我有眉目了就告诉您，帮我去提亲。您能答应我，不管是哪一家的，都要帮我去提亲吗？像安定侯府娶的赵家那样的可不行。那种女人我怎么可能看得上？平民百姓也不行，就算我们再不看门第，那也得有点门第呀。自然也不是。那就行。那可就说好了啊，我看上了谁，你就帮我去提亲。你放心，只要是正经人家正经好姑娘，你愿意娶，母亲就去帮你提亲。多谢母妃。宁王妃很是欣慰，这要娶了媳妇儿，果然就是不一样了。第二日，宁世子便约了舒玉阳吃饭，舒玉阳欣然赴约。嗨，舒兄，快来坐。舒玉阳郑重地行了一礼。玉阳先谢过世子，昨日帮我们束缚出了一口气。舒兄客气了，这不是什么大事啊。本来应该我请世子吃饭的，那这一顿我请，下一次让舒兄请。那便一言为定。舒玉阳坐下。今日世子单独请我来此，不知是否有什么要紧的事？是这样的啊，我想问问令妹有没有再嫁的打算啊？舍妹再嫁便只能远嫁，一方面呢，家中担心远嫁以后照应不到舍妹；另一方面，舍妹舍不得孩子，不打算再嫁了。那若是就嫁在上京，并且夫家也愿意接受令妹的孩子呢？世子这是替谁说和？舒兄啊，你且说这样的情况，令妹愿意再嫁吗？舒玉阳盯着宁世子，似是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他说的到底是谁。舒兄，这个我得回家问问父母亲和妹妹。那我等舒兄的消息。真有这样的人家？世子究竟是替谁问的？我回去也好跟父母亲商量。是我。舒玉阳的一双眼睛瞬间睁大。舒兄啊，你放心啊，我以后一定不会如现在这般。之前只是因为我们宁王府不适合出现过分优秀的子弟，所以我才随心所欲了些。可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娶我妹妹？她毕竟是和离，还生过孩子。因为如果非要娶妻，我只想娶她呀。其实我很早就认识令妹了，只是因为一些原因错过了。舒玉阳跟宁世子谈完，便急匆匆地告辞了。母亲，今天怎么一回府就来了我这儿，不回去看佳宁？有事情要跟母亲说。舒玉阳把今天宁世子请他吃饭说的事情详细的跟舒夫人讲了一遍。婉婉毕竟有月儿了，就算这宁世子对婉婉情根深重不介意，宁王和宁王妃怎么可能同意呢？宁世子说宁王和王妃那边他会说服。他如何说服？舒玉阳摇摇头，表示不知。婉婉若是嫁给了宁王世子，那也就不必终日闭在那个小院子里头过日子了。那便等等看吧，等宁世子真说服了宁王和宁王妃再说。这婚姻大事，宁世子自己说了也不算。那要不要告诉妹妹？别说，八字没有一撇呢。舒玉阳点点头。娘，其实妹妹不嫁也没什么，我会永远护着妹妹的。我知道，可是你和玉成都比婉婉大，说不得走在婉婉前面。再说了，将来你和玉成儿孙满堂的时候，你还能像现在一样每天跑一趟婉婉的小院吗？婉婉也只有玉儿一个孩子，将来玉儿嫁人了，也就陪不了婉婉了。她一个人难免孤单了些。舒玉阳沉默了下来。再看看吧，若是没有好的，孤单点儿总比在不靠谱的夫家受搓磨的好。我青青3日回门过了以后，就顶着侯府3少夫人的身份来舒玉婉的小院子做客。说是做客，连拜帖都没下，直接带着一帮人就过来了。不见清代便出去赶人了，但是赵青青并不肯善罢甘休。怎么，你们束府就是这样的家教？客人来了也拒之门外，这就是所谓的大家闺秀吗？赵青青已经是彻底放弃了在外的形象，她歪坐在马车之中，吃着糕点，静静地听着婆子在舒玉婉的门口叫骂。小院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几个护院呼啦啦地出来，分成2排站在了门口。我家小姐是合离之人，深居简出，比不得您从商女一跃做了安定侯府少夫人这么气派。不过再怎么气派，拜访人之前也是要下拜帖。我家小姐接了拜帖，您才是正经的客人，这是基本的规矩，还望安3少夫人回去了解一下。我家小姐与您素无交集，也没有什么可聊的。若是您是想来炫耀一下您得了我家小姐和离了的安3公子，我家小姐说了，恭喜您了，祝您呐与安3公子白头偕老。赵妈妈说完便招呼人回去。等等，虽然于哥哥真正爱的人是我，但怎么说也是我抢了舒小姐的夫君，害得舒小姐只能孤苦一生。如今我跟于哥哥成亲了，今天来是给舒小姐道个歉的。这位妈妈，你不要误会。我呸！赵妈妈停下脚步，就这种夫君，我们家小姐才不稀罕呢。你们小姐想稀罕也稀罕不了啊！不是成日里说我是商女的，如今
我不也是安定侯府名正言顺的少夫人？你们小姐是大家闺秀，总归这辈子呀是没个恩爱的夫君了，只能跟菩萨作伴了。你这个小娼妇，做了此等下作的事情，还敢到苦主的面前来耀武扬威？哼！辱骂安定侯府三少夫人！来人，给我把这个老不死的抓起来！舒玉婉的护卫一听，齐齐的挡在了赵妈妈面前。哟，我说是谁呢？这么热闹，还这么大阵仗，原来是闺中勾引有妇之夫的奇女子商女赵氏啊！如今威风凛凛的安定侯府三少夫人呐！宁王世子，我怎么也没得罪过你。安三少夫人，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当然没有得罪过我了，我也没有冒犯你啊！我这不是说的满上京都知道的事情吗？我这是敬佩你，十分的敬佩，如此有本事。看看这庶府的大家闺秀都被你逼到一个人带着女儿躲到这小破院子里礼佛了。赵青青眼中泛起了杀意。宁王世子，我知道先前是我对不住庶姐姐，可我也是迫不得已呀。我不愿为妾，于哥哥又对我情深不渝，只能如此。毕竟勉强于哥哥跟庶家姐姐在一起，他们也不会幸福。与其三个人都过得痛苦，不如成全我和于哥哥，我们再补偿庶家姐姐就是了。如今庶家姐姐的孩子跟庶家姐姐的姓氏，于哥哥也是赞同的。这么说来，我得感谢安三少夫人和安三公子了。庶姐姐终于出来了，我们在门外守了这么久，都不见庶姐姐有动静。庶姐姐不会是看到宁王世子来了，这才出来的吧？这个猜想还真是符合安三夫人的人品和行事作风。赵青青气郁，本来以为庶夫人凶悍，这舒玉婉是个好欺负的。庶小姐要是对我青睐有加，那是我的荣幸。庶小姐那是名门淑女，就算和离了，也一样是名门淑女。不像有些人行为不检，德行败坏，就算是待字闺中的，那也只有那种眼盲心瞎的才娶。宁王世子这热乎劲儿啊，真是叫人不多想都不行啊！安三少夫人不必多想，像安三少夫人这样的呢，打死我都不会娶的。庶小姐人品贵重，不管是我还是其他男子都能明白，和离呀不是庶小姐的错。舒玉婉听了宁王世子这一番维护，不由得对宁王世子彻底的改观了，对宁王世子遥遥的行了个礼，以示感激。宁世子见了，心中直呼这一趟来得不亏了。原来庶姐姐是得了宁王世子青眼，这才与夫君和离的呀！世人还把骂名安到我跟夫君身上，真是冤枉啊！安三夫人不去唱戏，真是可惜了。赵青青哼了一声，带着人就离开了。小姐，这赵氏会不会在外面乱说话，败坏您的名声啊？放心，就算赵氏乱说，宁王妃想找个名门闺秀的儿媳妇，自然会平息流言。看着还站在远处的宁王世子，舒玉婉摇摇一半。今日多谢宁世子解围，改日请兄长相谢世子。宁世子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庶小姐客气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庶小姐这样的人，就算和离，也谁都配得上。多谢宁世子宽慰，我一人居，就不请宁世子进来喝茶了。庶小姐请便，我这便告辞了。眼见着宁世子走了，舒玉婉也是带着赵妈妈和一院子的护卫回去了。小姐，这宁世子人还真不错呀。小姐，宁王世子乔治对您……后面的话也不好再说，这种话可万万不能再说了。奴婢知道了，奴婢就是高兴嘛。好了，咱们过咱们的日子，任安定侯府的谁上门，也不会叫他们欺负了咱们。宁王世子回到家中，便急匆匆的去找宁王妃。母妃，你是不是说只要是清白人家的姑娘，我就可以娶啊？是，你看上哪家姑娘了？母妃，我先跟你说好啊，除了这个姑娘，我谁也不娶，只能是她。那你告诉我呀，到底是哪一家的闺秀？你倒是先说呀。哟，这到底是哪一家的姑娘？还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倒是少见你有这么认真的时候。是庶侍郎府的嫡幼女。这绝不可能，上京那么多闺秀任你挑，你竟然要娶一个二家之女？何况那庶士连安定侯府的孩子都生了，你要我宁王府娶这种女人进门？什么这种女人啊？二家之女怎么了？和离又不是她的错，是那安少瑜不识好歹，把珍珠当榆木，榆木当珍珠。要不是当年你跟父王闹得凶，把我送到青州去不管不问，我也不会错失她。
让安少瑜那软脚虾娶了玉婉。宁王妃听了这话，心中顿时就觉得心虚。虽然她从来不觉得自己阻止宁王纳妾找女人有错，但当年确实是对不住儿子。生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曾经是错过了，但只要母妃帮我，现在可以不错过。要是那安少瑜一直好好待她，我也不会去破坏她的幸福。但现在他们和离了，那是老天给我的机会，难道母妃要让我抱憾终生吗？生儿，母妃，除了玉婉，我不会娶其他人。这么些年，她已经成亲，我都没娶妻。现在她和离了，我怎么可能还会娶别的女子啊？要么我娶玉婉，要么终身不娶，让宁王府绝后。您跟父王商量，选一个吧。宁世子说完，便大步的离开了。宁王妃瘫坐在椅子上，孽障啊！赵青青回了安定侯府，如今呢，她已经把海棠院改成了潇湘阁。赵青青一进门就砸了一堆的东西。少夫人，这都是您的陪嫁，都是好东西，砸了多可惜啊！不是缺钱的人吗？好，唐儿，你过来。少夫人，去联系兴隆酒楼和其他酒店的掌柜，让人在店里散布消息，就说束府和离的嫡幼女跟宁王世子有无正当关系。是，少夫人。安少瑜进门的时候，正碰上唐儿出去，唐儿行了礼，便匆匆离开了。这是怎么了？谁惹你生这么大的气了？我自问没惹娘子生气啊。要不是你先娶了一个，我何至于如此啊？那不是之前没遇上你吗？要早知道将来会遇见你，打死我也不会娶那个母老虎。如今我已经娶了你，以后咱们就不要再管他了。谁想管他？只是不管怎么说，是我后来。我今天本想去道个歉，谁知道竟然碰上宁王世子在你那前妻门口转悠。这宁王世子说是愿意娶舒玉婉呢。安少瑜一听，脸色便不大好了。哎，你说不会他们以前就有点什么吧？舒玉婉这孩子确定是夫君的吗？安少瑜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起来。当真？我还能骗你吗？不信你问问今天跟去的人，他们个个都见到了。想到舒家执意把舒玉婉所生的孩子上到舒氏的族谱，是不是舒府的人也知道？哎，干什么去啊？我要去问问那个女人，拿我们安定侯府当猴耍吗？你们已经和离了，孩子也没有挂到安家族，你有什么立场问呢？再说你问了他就会认吗？君，你心中有数就行了。如今你空口白话的上去问，舒府也只会喊冤，说不定倒打一耙，说你污蔑呢。到时候又闹到皇上那里去。可笑，他曾经还有一点点的惋惜，亲生的女儿都没有见过一面，内心还有点想这个孩子。现在看来真是可笑。宁王世子越想，安少瑜便越发相信赵青青的推断。赵青青见了安少瑜的神情，心中得意不已，总算今天这委屈啊没有白受。不过2、3日，上京又开始传起了新的流言。听说了吧？束府那个和离的女儿跟宁王府的纨绔有一腿。哎呀，这安定侯三公子前面的嫡妻，现娶的继室，没有一个简单的呀。你真跟舒家那个有一腿啊？少添乱，帮我个忙，你去找你那些三教九流的朋友们问问，这些流言从哪里传出来的。说完，大步离开。就知道使唤我。回了宁王府，宁世子便去找宁王妃了。母妃，我一直克己复礼，从无逾越。你知道是谁放的流言吗？大约便是那安定侯府新娶的商女。那日那商女去找玉婉麻烦，正好被我碰见，为玉婉说了几句话。我已经让陈世高去查了，母妃还要请你平息这流言。你放心，我不会让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坏你的名声的。你本来就不好娶妻，再叫人这么胡说八道，往你头上泼脏水，我真要找不到儿媳了。如今你知道这和离的女子为什么不能娶了吧？不仅叫人耻笑，还引人猜测。娶玉婉和绝后，您自己掂量哪个更难听吗？束府，束夫人黑着一张脸。查到是谁了吗？只知道是在几个酒楼开始传起来的，传话的人找到了3个，都是收银子办事的，找不到线索。这几个酒楼，其中兴隆酒楼是那赵氏女的产业，其他几个酒楼分别是不同的人的，有些是贤妃娘家的，有些明面上没什么背景。不过这赵氏跟贤妃的娘家倒是有些联系。先想办法平息这些流言吧。婉婉本来就遭人非议，好不容易消停些了，就来这一出。已经让人去办了，只是流言这东西很难完全不让人说。束夫人心中也很清楚，知道这话是为难大儿子了。杜夫人总归是不放心，这几日总往束玉婉的小院跑。娘，我真不在意，只要家人都平平安安，几句重伤算得了什么？只是连累族人了。不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不管是之前和离，还是这一次的流言，都是那些人伤害你，你又不曾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娘说的对，也不用太担心。除了咱们，宁王府只怕更不愿意听到这些流言。宁王妃背靠王家，又是个极有手段的人，想来这流言不会传太久的。束夫人听了这话，
想到大儿子说的宁王世子心仪婉婉的事情，心中犹豫了几个来回，还是没有把话说出口。送走了母亲，玉婉便准备陪着玉儿一起睡觉了。小姐，刚刚宁王世子身边的小厮过来传话，说是给小姐造成了困扰，向您道歉，还说外面的流言您不用担心，宁王府会一起想办法的。舒玉婉没想到宁王世子不仅不纨绔，而且还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一日，小院子又迎来了一个舒玉婉意料之外的客人。看着眼前一身黑衣的不速之客，舒玉婉惊讶之极。太子殿下，舒姑娘，过来看看有没有机会把你的那个人情还了。殿下原来这么轻不得人情啊。那倒也不是，只是看玉阳这几天颇有点烦扰的样子，还以为舒姑娘很是为此伤神呢。现在看来玉阳着急上火，舒姑娘本人倒是十分淡定，看来啊，姑注定这是要白跑一趟了。多谢殿下关心，不过此事确实不用殿下出手，相信宁王妃会解决好的。哦，看来舒姑娘与笙歌堂弟是两情相悦呀。舒玉婉惊讶地看着太子，殿下在说什么？难不成连殿下也拿这些流言蜚语当真？太子见舒玉婉的神情，稍加思索，便明白舒玉婉还不知道他那堂弟已经跟他大哥表露出想要娶她的意思。我相信宁王妃会解决此事，是因为宁世子已然到了婚配的年纪，宁王妃想为宁王世子说亲事，就不能让这种流言传下去。毕竟上京的大家闺秀也是要点脸面的，却不知殿下是想到了哪里。听闻笙歌堂弟想娶舒姑娘，正在家中跟宁王妃闹呢。舒玉婉的瞳孔都放大了。舒姑娘有意吗？如此一来，这事情更不用殿下操心了。宁王妃此刻必定着急上火，要加快速度，免得叫我与宁王世子沾上了关系。太子听了便不再问，点点头。姑娘心有成算便好，只是孤辛苦跑这一趟，舒姑娘有什么忠告要给的吗？殿下，您是一国储君，见识广博，小女哪有什么忠告能给您？您给小女忠告还差不多。舒姑娘想要哪方面的忠告？哪方面的都行。那就建议舒姑娘不要嫁给笙歌堂弟。笙歌堂弟虽然为人赤诚，又是皇叔独子，但他撑不起你的未来。多谢殿下忠告。太子心情很好的走了，虽然这一趟什么都没有收获，但是莫名的心情就很好。待太子走远，舒玉婉才得以好好的消化太子带回来的消息。没过几天，清代便高兴的禀报，外面现在已经是无人在编排小姐与宁王世子的胡话了。舒玉婉感慨，宁王妃果然是手段了得，实力强横。另一边，赵青青本来很得意的，还想着得空了再去寻寻舒玉婉的晦气。结果下面的掌柜来汇报，这几日安排在酒楼的人谈起宁王世子和舒家嫡女的话题，马上就有人出声质疑。嗨，你说的实在不可信啊！王侯之家的女眷出门都是要跟家中报备的，又有无数仆从，怎么可能私会男子？不可信，不可信！我知晓一件事，那才叫有意思啊！这舒家嫡女在深宅大院出门都少，宁王世子回京也没多久，怎么可能有什么呀？这编的也太离谱了！安定侯家三公子跟商女无谋苟合，是因为一个是男子，能自由出入府内外，赵氏是商女，自行当家做主。宁王世子才回京多久啊？是啊。舒府这边，舒夫人眼见着女儿的风言风语逐渐消弭于无形，不久便接到了宁王府办春日花宴的帖子。宁世子从那之后给你回话了吗？宁王爷和宁王妃究竟是个什么意思？未曾，这宁王妃这个时候办宴会，约摸是不同意的。大约是尽快定下儿媳妇的人选，请我去便是叫我看着，不要痴心妄想罢了。到了晚间，舒侍郎回了家，咱们又不是养不起女儿，何必这样伤怀啊？你自己不也知道不大可能？这不是宁世子说的信誓旦旦，我这心里总是怀着点希望的。哎呀，我们哪能陪着孩子一辈子呢？便是玉成玉阳以后能经常看望玉婉，终究是不一样的。我还是盼着他能有个贴心的人陪着。你呀，就是一边粗枝大叶，一边有多愁善感。这世上能有几对贴心夫妻？如你我这样的毕竟是少数。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命数，我们尽力护着就好。其他的事情便随缘吧。叫舒侍郎开解了一番，舒夫人的心情总算是平稳下来。一日，宁王府又送来了一张请帖，让舒夫人将舒玉婉带上。这下舒夫人更懵了，
婉婉，你若不想去，便推了。我正有此意，宁王妃想见我，估计也就是好奇，想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让宁世子迷了眼。实在我跟宁世子并没有多少交集，并不知道宁世子怎么突然会有这样的想法。婉婉，你知道了。哎呀，我不是叫玉阳不要跟你说吗？那个混小子，不是大哥告诉我的。那是谁？舒玉婉进了声，无意中知晓的。这个宁王世子当真是不知道分寸，他没与宁王、宁王妃商量好之前，哪能这样到处散播的？本来之前就有乱嚼舌根的人，再这样闹，还让不让你活了？眼见着这口锅从大哥头上取下，又盖到了宁世子的头上，舒玉婉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娘，宁世子并没有闹出来，我是无意中得知的，您放心。舒玉婉实在是不敢把太子半夜翻墙前来的事情告知，母女二人商定好，回绝了宁王妃的宴请。不想第二日，宁王妃竟然派了贴身的管嬷嬷到庶府。庶夫人，王妃好久不见夫人，实在想念的紧啊。还有庶家玉婉小姐，前些时日颇有些流言在上京，坏了庶小姐清明，我家王妃也都一一平了。素闻庶小姐钟凝玉秀，我家王妃想见得紧。若是庶小姐身体实在不适，我家王妃说便改日上门来探望一儿。既然如此，麻烦嬷嬷回禀王妃，到时我携小女一道赴宴。得了准话，管嬷嬷客气的告辞了。到了宁王妃宴请的这一日，庶夫人和舒玉婉二人一道，乘坐着马车出了门，到了宁王府。门口已经是停了不少的马车，看来今天宁王妃请了不少人。不必担心，咱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娘不会让人欺负了你去，就算是宁王妃也不行。母女二人下了马车，有仆妇迎过来，引着往里面去。哎呦，这不是淑夫人吗？外面的流言蜚语刚刚歇下来，淑夫人就把女儿往宁王府带，莫不是真想成事儿啊？舒玉婉转眼瞧去，正是兵部侍郎的乔夫人。我跟婉婉来宁王府，是接了宁王妃的帖子的。宁王妃身边的管嬷嬷亲自上门请的婉婉。怎么，乔夫人这遮耳障目，不会管不好家中人事了吧？哟，那舒夫人真是好大的脸面呐！莫不是还真以为一个和离了的女儿还想要攀上宁王府？那就不劳乔夫人操心了。乔夫人还准备再刺上几句，那边的宁王妃却是远远而来。乔夫人、舒夫人来了。见过王妃，见过王妃。这位便是舒家嫡幼女吧？真是个好姑娘。可不正是跟安定侯府三子和离的那一位了？难不成乔夫人的女儿遇见这样的事，不要女儿和离，要女儿死在夫家？没瞧出来乔夫人是这样心狠的母亲。乔夫人见舒夫人动了真气，若是她的女儿，她怕是也舍不得，只是未必有舒侍郎夫妇的勇气。舒夫人心疼女儿，自然是舍不得的，只怕乔夫人也是一样的慈母心肠，二位莫要伤了和气啊。王妃说的是，舒姑娘是个好姑娘，有些事也不是舒姑娘的错，所遇非人罢了。我就一个混账小子，不知道多稀罕姑娘呢。尤其是舒姑娘这样勇敢坚强的，十分合我的性子。要是舒夫人不介意，我都想把舒姑娘讨过来做义女了。承蒙宁王妃错爱，这实在是小女的荣幸，不知舒姑娘是否乐意呢？王妃尊贵大气，以王妃为义母，是小女的福气。好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终于也有了可人的闺女了。一会儿我就在宴会上宣布这个好消息，我还要办一个隆重的认亲礼，还要把你嫁到族谱中去。不过王爷认女上皇家族谱多有不便，便把你上到王家族谱上，仅做我的义女，你可愿意？全听王妃安排。好，真好。本妃今日这个宴会可真没有白办。乔夫人却是感觉十分震惊麻木。嗨，这魏湘雅是走什么狗屎运了？一个和离的女儿怎么就入了宁王妃的眼，还上王家族谱？王家那可是百年世家。宴会终于开始，除了各家夫人，还有好些适龄的未出阁的小姐。今日还有一件喜事要与诸位分享一下。说着便冲着玉婉招手，盯着众人的目光走上前去，站到宁王妃的身边。玉婉这孩子十分合我的眼缘，性格又与我十分相投。今日托舒夫人的福气，让我做这孩子的义母，并入王家族谱。到时候办宴还要请诸位夫人赏脸。宁王妃的一番话让宴会上诸位夫人小姐十分的吃惊。如今宁王妃将这舒家小女儿认作了义女，就更加没有什么可说到的了，纷纷对宁王妃和舒夫人送上了祝福。回去的路上，要不是我跟你们在门口说话，碰到了王妃，你女儿
能成王妃的义女吗？夫人说的是，多谢夫人了，来日定送上一份谢礼。乔夫人更气了，一甩袖子就走了。你理他做甚？他就是见不得我好。多了这样一个人跟您斗嘴，娘亲出门不也多些乐趣吗？另一边，宁王妃高兴地散了宴会，宁王世子便找了过来。母妃，不是说今天宴会结束，见过玉婉便给我答复吗？我现在可以给你答复了，我已经在今日的宴会上收了束玉婉做义女。宁王世子听完，脸色变得铁青，眼中是被欺骗的愤怒。好，这就是您说的答复，那也行，我终身不娶就是了。树家这姐儿是个不错的姑娘，但不适合做你的世子妃。你要是娶一个和离带着女儿的女人，这一辈子都要被人笑话。我不在意。我在意。你真以为你父王就你一个儿子吗？他还藏着一个私生子在扬州呢。你娶一个这样身份的女人，只怕连皇家宗亲都看不下去。将来你父王要托那私生子继承王位的时候，正好有把柄。宁王世子一边很是震惊，他竟然还有个外世子的弟弟。我也不在乎世子之位。宁王世子转身离去。你不在乎？你以为叫一个外世子继承了王位的话，你这个正室嫡出有活路吗？宁王世子出了宁王府，在外面晃晃荡荡了好久，最后来到了舒玉婉的小院子旁。舒玉婉听清代第3遍禀报，说宁王世子在门外徘徊。宁王世子见了舒玉婉，眼睛一亮，舒玉婉行了一礼。世子，可是宁王妃有何交代，托世子来传达。舒姑娘，我来是想问问你，既然是王妃有事传达，义兄快请进。宁王世子停住了话头，也知道门口不是说话的地方，便随着舒玉婉进入了小院子。世子可知我是和离的女子，如世子这般，我的名声只会越来越难听。对不起，我今日刚知道母妃收了你做义女，一时有些失态。做王妃的义女是我的荣幸，可是我就不能娶你了。世子，你为何要娶我？看来你一点也不记得我了。你还记得有一年上元节在护城河边遇见的那个叫小生的少年吗？听了宁王世子的话，一段模糊的记忆涌入舒玉婉的脑海。约莫是他12、13岁的时候，有一年跟着2位哥哥一起出门看花灯，在护城河边遇到了一个想轻生的少年，他劝下了这个少年。看着眼前宁王世子期待的眼神，世子便是那个少年。正是，当年父王爱上了一个叫春秀的丫头，偷偷养在外面，还有了身孕。母妃知道后找过去把这个丫鬟杖杀了。父王要杀了母妃和我，给他心爱的女人赔命。我身边的侍卫将我带出王府。当时我想不通为什么父王母妃要成日的这样闹，父王甚至连我都要杀了。要不是你，我当时可能就一头扎进护城河了。后来我便一直记着你，只是后来我被母妃送到青州，一别多年。虽然我时常关注你的消息，但路途遥远，消息传递并不及时。等你成亲了，我才知道，本以为此生无缘了，但你过得好，我也很开心。只是那安三却不知珍惜，珍珠当榆木。但这也给了我机会，我想娶你，往后能在你身边保护你。我不在意别人怎么想怎么看，月儿我会当做自己的女儿一般疼爱。对我来说，你的女儿便是我的女儿。你愿意吗？舒玉婉听完这前因后果，世子，就算你可以不在意世人的眼光，也过不了宁王爷和宁王妃那一关。今天宁王妃已经当众宣布收我为义女了，现在我该叫你义兄。只要你愿意，我愿意放弃宁王世子的身份。世子就算放弃世子之位，也仍旧是宁王爷和宁王妃的儿子呀，仍然是我的义兄。我带着女儿和离，已经遭世人非议，若是还让世子与双亲断绝关系娶我，让宁王爷夫妇气恨，我父亲兄弟往后该如何在上京立足？数世一族待嫁的女儿如何自处？以后我的女儿如何找夫婿呢？世子自己脱离了宁王府，又娶了我这样身份的女子，又要如何立足给我和玉儿保障呢？宁王世子的眼神逐渐暗淡下去。世子，世间感情远远不止男女之情，还有亲情友情。我如今做了宁王妃的义女，便是世子的义妹，这也是一种缘分。世子将来一样能护着我和月儿，不是吗？宁王妃这样的安排，不论是对世子还是对我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以后不会像今日这般没有分寸。世子想通就好。玉婉跟清代把宁王世子送出门，多谢世子亲自跑一趟，改日玉婉一定去王府向王妃道谢。义妹客气了，以后便是一家人。宁王世子回了礼，便离开了。回到宁王府，宁王世子便去书房找宁王。父王，我想入殿前司做御前侍卫。宁王今日难得回府早，难得见儿子来找他，此刻怀疑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你确定你要去？之前不是不愿意吗？确定，之前是儿子不懂事。看着突然之间沉稳的儿子，宁王还有点不习惯。既然如此，明日我跟你黄伯父说一声。谢父王。宁王世子走后，便去找了宁王妃。哟，
这个月不是一起吃过饭了吗？什么风把王爷吹来了？啊，生儿刚刚来找我，说要去殿前司。抛下这一句，宁王便是看着宁王妃，宁王妃也十分惊讶。没想到之前还在跟他闹要终生不娶的儿子，竟然要入朝做事了。你也不知道生儿是怎么了？怎么，儿子上京就是怎么了？非要他不思进取你就高兴，巴不得生儿不成器，给你藏起来的那个外世子让位是吧？我可你啊，真是说不了三句话。我怎么就巴不得生儿不成器了？我这不也是关心生儿吗？至于那孩子已经有了，也是我的骨肉，难不成我由着你打杀了吗？那为什么要有？除了这个，还有多少藏起来我不知道的？当年娶我的时候说好的，只会有我一个宁王妃。宁王眼神闪躲，我不过是做了天下男人都会做的事情，何况就算我对不住你，那些女子和孩子是无辜的，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呢。是你对不住我，可是你是生儿的父亲，皇上的胞弟，太后的爱子，我还能杀了你不成？只好对那些可怜的女子动手了。她们确实可怜，不过罪魁祸首是你啊！你不招惹他们，他们到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说不定能找一个恩爱的夫君，幸福美满，儿孙满堂呢。二人不欢而散。想到宁王开始说的话，挥手招来了管嬷嬷，去查查看世子昨日从我这儿离开后去了哪儿。是。得知是去找的舒玉婉，宁王妃泛起了嘀咕。宁王妃决定试探一下。宁王世子一回府，宁王妃便找了过去。生儿今日去殿前司了呀？是。如今你已经进了殿前司做事，也算有了正经事做，接下来最要紧的就是亲事了。我看宁侯府的嫡长女十分稳重贤惠，还有户部尚书家的嫡次女也很不错，你意下如何？母妃看着办吧，全凭母妃做主。宁王妃惊讶地抬起头来，见儿子一夜之间长大的样子，怎么突然想通了？母妃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就算我不顾自己，总不能置玉婉与万人唾弃的处境。事已至此，就盼母妃往后待玉婉好一些吧。宁王世子转身看着宁王妃，亏根鞋底是我没有用，往后我也会争气的，不会如从前一般浑浑噩噩度日，将来会是您和玉婉的依靠。儿子，情情爱爱不过是一时的，抓紧手里的权力地位才是真的，母妃不会害你的。母妃去忙吧，我去练武场了。回了自己的住处，宁王妃的心绪才平静下来。主子，看来世子是真的放下了。树家那丫头倒是有分寸的孩子，既然如此，我也不会亏待了她。去我的司库，把我那套红翡翠的头面拿出来，再取一些上好的布匹、瓷器和一些小孩子用的东西，你亲自送去束府去，算我这个义母的一点心意。再跟束府商量一下办认亲宴的时间。是，奴婢这就去。束夫人看着宁王妃送来的这些东西，样样都是上品。不得不说，宁王妃这次的事情做的是圆润周到。第二日，束夫人把玉婉叫到束府，把这些东西交给她。喏，你义母送来的。娘这是吃醋啦？娘这是为你高兴呢，不管是为了什么，宁王妃重视你这个义女，你也多一份保障。舒玉婉看了宁王妃送过来的东西，把一些明艳一些的料子给大嫂二嫂分别送了过去。婉婉，宁王妃昨日还让人过来问认亲宴的日子，我们看哪一日合适。我让人算了下，下个月16是个好日子，你看呢？不过是个形式，娘你看好了就行。好，那我便让人去宁王府回话了。舒玉婉点头。宁王妃要给舒玉婉办认亲宴的消息很快在上京传开了，赵青青更是被气得吃不下饭。安少瑜也已经听说宁王妃要认舒玉婉为义女的消息了。从前娇俏可人的青青，如今看着变得跟成亲之前大不相同了。这又是怎么了？书房的侍女已经按照你的意思全部送走了，甚至连春秀都被你嫁给了一个庄稼汉，如今我身边连个母蚊子都看不见，你还不满意吗？怎么，于哥哥是想念你的春秀了？那我给你接回来啊！虽然嫁过，但说不定更有滋味呢。你说的什么话呀？春秀是从小在我身边伺候的，照顾了我多年，就算你要打发了，你该跟我说一声，找个好去处。我怎么没给他找个好去处啊？我不是给他找了个知冷知热的夫君，虽是庄稼汉，他好歹是给人做正头娘子，比给你做个没名没分的通房不强多了。我看你啊，就是舍不得把人送走吧。宁王妃办的认亲宴还是如期到来了。一大早，舒夫人便带着身边最擅长梳头的丫头来到了舒玉婉的小院子。娘怎么来这么早？你这事儿要紧，当然是紧着要紧的事情来呀。我带着秋雨这丫头梳头的本事是咱们府里最好的，今天一定得稍稍打扮打扮的。月儿呢？月儿还睡着呢。今天把月儿带着嘛。宁王妃还请了安定侯府的人呢。那便不带了。那一会儿多留几个人，今天估计要1天呢。
一会儿留下乳娘赵妈妈和清代。舒玉婉戴上宁王妃送的那套红翡翠头面，秋雨依着这头头面做的头发，又配上了衣服和妆容。好了，小姐瞧瞧，可还有什么不妥的？秋雨的手艺自然是极好的。是咱们小姐生的好看。舒玉婉瞧着镜子里的人，叫秋雨一顿捯饬，倒是有几分明艳动人的意思。哎呀，我家婉婉真美呀！你以前跳脱不觉得，现在性子沉稳些，容貌看着都觉得越来越像我一样大气了。一屋子的丫头都忍不住低头笑。娘究竟是要夸我，还是要夸自己？自然是都夸。母女二人整理好一应的物品，出门之前先去看了一下还在呼呼大睡的月儿，交代了赵妈妈和清代，好生照应着，便出发去宁王府了。马车一路行驶，很快就到了宁王府。王府门口，宁王世子已经是站在门口等候了。恕夫人，义妹。宁王世子见到舒玉婉下了马车，便觉得眼前一亮，随即克制住眼中的惊艳之色。家中除母妃外无其他女眷，母妃事忙，交代我在门口接恕夫人和义妹。多谢世子了。宁王世子和管嬷嬷一道，将恕夫人和舒玉婉引入了王府。不多时，宁王妃便过来了。见过王妃，快起！一早我就叫你义兄在府门口等着你们了。托恕夫人的福，往后我也能有个可人的景儿了。承蒙王妃抬举，是婉婉的福气。宁王世子便一直站在宁王妃身后，瞧着舒玉婉，突然便觉得如今这样也挺好的。王妃，有客人来了。宁王妃拉着舒玉婉的手。婉婉同我一起去待客吧。我还没有来过宁王府，想在花园赏赏花，不知义母可否应允婉婉今日先偷个懒？既然如此，婉婉便和恕夫人一起在府中逛逛，以后来也熟悉一些。舒玉婉与恕夫人把宁王府的花园逛了2遍，又坐下来喝了一会儿茶，宴会终于开始了。舒玉婉和恕夫人坐下后，环顾了一圈，发现宁王妃几乎是请遍了与宁王府关系不错的世家贵族夫人，足见对舒玉婉的重视。今日请的见证人正是这2位，江夫人是王家家主夫人，也就是宁王妃的嫂子，长宁公主呢是当今皇上和宁王爷的同胞妹妹。大家都知道，今天办这样的宴会，主要是请诸位见证一下，往后我要多个女儿了。说着便冲着舒玉婉招手。婉婉。舒玉婉拜见了江夫人和长宁公主后，又给宁王妃磕了个头。义母，好，以后便跟生儿一般，叫我母妃便好。是母妃。宁王妃拿出2份拜义母文书，递给江夫人和长宁公主，二人分别在文书见证人处写上了姓名。宁王妃拿出1份递给舒玉婉，舒玉婉又给宁王妃磕了3个头，接过文书，认亲仪式便算是完成了。后面也用不上本宫了吧？本宫就先回去了。我送公主。不必了，今日是皇嫂认女的好日子，留下来陪着小姑娘吧。恭送长宁公主。湘雅，恭喜你了，玉婉过得好，我也开心。赵青青在卫士身后显得十分显眼，不敢当安定侯夫人的恭喜。只要安定侯府与安三少夫人让我们御完以后清清静静的，便是福气了。只怕恕夫人还得感谢这风言风语吧，否则宁王妃也不会为了让宁世子跟恕小姐撇清关系，咬牙认下这个义女。哟，这位就是那位能叫男子与知书达理的孕妻和离，也非娶不可的商女了吧？这么会揣测人心，莫不是靠这个手段上位的？瞧瞧，本妃自己都不知道，为了点子风言风语，本妃竟要认个女儿。安三少夫人都已经先知道了。卫士与赵青青的脸色同时变得僵硬。母后认了恕小姐做义女，那恕小姐以后便是我的义妹，往后我会如玉阳兄一般爱护妹妹。再有安三少夫人这种跳出来针对我义妹的，就是针对我。我什么名声，大家伙也是知道的，不要怪我上门泼粪哦。生儿不得对各位长辈无礼。既然安三少夫人说到此处，我势必要给婉婉澄清一下。婉婉的事大家也都知道，实在是遇人不淑，但婉婉却十分的心性坚韧，勇敢果断。想想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都不由得佩服。上次见到婉婉还是个十分明艳可人、温婉娴静的好姑娘，有没有女儿，这才生了认义女的心思。本是一桩好事，要是还有人借此给我这义女难堪，那就是本妃的不是了。原来宁王妃是有惺惺相惜之意，原本他们就嘀咕，这宁王妃为何为了一些莫须有的风言风语就要认个干女儿呢？哎呀，
大喜的日子说这些干什么？你看，这往后不用总羡慕我有女儿了。众人也是跟着向宁王妃道喜。至于魏氏和赵青青，彻底没人搭理了。俩人也不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要离席，只能够尴尬的坐着。不一会儿，外头的丫头进来通报：王妃，太子殿下派人给您和舒小姐送来了贺礼。好，请进来吧。宁王妃略微疑惑，今天她可是没请太子，请的都是女眷。问王妃安。起来吧。谢王妃。殿下听闻王妃与舒家小姐今日有喜事，给王妃和舒家小姐分别送上一份贺礼，请二位笑纳。宁王妃叫人把送玉婉的礼物送给玉婉，玉婉恭敬地接过。这不会就是太子还我的那一个人情吧？小太监又说了一串的吉利话，高高兴兴地退下去了。众人在无比和谐的氛围里圆满地结束了这场认亲宴。宁王妃把客人送出了宁王府的大门，最后和宁王世子一起送舒玉婉和舒夫人出门。往后这里便是你的第二个家，除了舒夫人，也要常常带着孩子来看看我这个娘哦。姨母放心，玉婉以后一定多多叨扰。宁王妃听了，高兴的点点头。舒夫人可不要吃醋，要是实在吃醋，我这混账的儿子也给你做个义子。王妃喜爱小女，我求之不得呢。世子是皇家子孙，可不敢当世子的义母。宁王世子也是无奈的撇了撇嘴，跟宁王妃与宁世子告别之后，舒夫人母女二人便启程回府去了。婉婉，我瞧着宁王妃倒是真对你有几分喜爱。宁王妃的意思是我跟她年轻时的经历相似，对我有惺惺相惜之意。娘亲知道宁王妃年轻时到底是出什么事情了？都说宁王妃心狠手辣，打死宁王爷怀孕的宠妾，是真的吗？哎，是真的。当年王家本来不想跟皇室联姻，王家这种百年世家本就有十分的底蕴，并不需要靠加入皇室来巩固地位，也不想掺和进王家的风风雨雨。加上宁王妃是王家上一任族长仅有的女儿，十分受宠，并不愿意女儿受委屈。但宁王妃貌美，宁王爷一见倾心，当年许诺一生一世一双人，绝不纳妾，这才娶了宁王妃。刚成婚时，宁王爷确实做到了，对宁王妃也是极尽宠爱。但几年以后，宁王爷便对一个花魁动了心思。宁王妃闹了一场要和离，但那时宁王世子都已经4、5岁了，何况身处皇家，哪能让他们和离？最后宁王爷答应不再犯，算平息了此事。但听说二人也不复从前，宁王爷自此以后常在外过夜，估计呀也就明面上没有，背地里女人也少不了。就这样过了几年，宁王又对一个叫春秀的良家女动了心，还让这个女子有了身孕。宁王把怀孕的春秀带到王府，说是什么远房表妹，要纳为侧妃。王妃自然不愿，二人为了春秀又是大闹一通。但这一次春秀怀有身孕，加上这么多年王妃只有世子一个孩子，太后也向宁王妃施压，要留下春秀。一次宁王不在府中的时候，宁王妃将春秀杖杀了。宁王回来以后，宁王妃说春秀想害宁王世子，但大家都认为这只是宁王妃找的借口，宁王妃也拿不出证据。听说宁王伤心愤怒至极，要杀了宁王妃和宁王世子，给春秀母子赔命。宁王妃将宁王世子送出上京，也就这几年，宁王爷跟宁王妃才缓和了关系。舒玉婉听完陷入了沉默。婉婉，娘，那宁王妃杀那个花魁了吗？那倒没有，只是不许宁王爷纳进府。那我更相信真的是那个春秀想要害宁王世子，宁王妃才痛下杀手。宁王爷要纳那个花魁的时候，是宁王爷第一次毁约，才是宁王妃最伤心失望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都没有下杀手，又为什么在已经跟宁王爷关系淡了以后，反而做得更绝呢？这谁说得清楚呢？不管是不是，你面对宁王妃需恭谨有礼，跟宁王世子也保持距离。女儿知晓了。太子今日不知为何也送了贺礼过来，按说这样的事应当不会惊动太子，难道是玉阳求的太子给你做脸面？舒玉婉摇了摇头，罢了，总归是好事。舒夫人把舒玉婉送回到她的住处，自回舒府。舒玉婉回来的第一件事儿便是去看月儿。娘，月儿今日想娘了没？呀，舒玉婉的脸上不自觉地露出笑容。娘亲也想我们月儿了。月儿在玩什么？找东西。做了几个不同颜色的香囊，在教小小姐区分颜色呢。哎呀，小姐，您都累了一天了，先去洗漱更衣吧啊。舒玉婉点点头。娘陪我玩。我陪月儿玩一会儿再去吧。娘亲来了，月儿玩得更加的开心了。母女二人玩了好一会儿，
直到月儿累得睡着了，舒玉婉把孩子交给了乳娘，这才准备去洗漱。自此之后，舒玉婉收到的宴会请帖变得多了起来，但舒玉婉一概推掉。宁王世子虽然不像舒玉阳一样每天下职都过来，但也常常过来送上一些吃食、首饰之类的。我这里什么都不缺，世子不必什么都送来。如今你是我的义妹，我又没有成亲，俸禄不给自家妹妹花，还能往哪里花呀？舒玉婉只好随他去，反正他也快要成亲了。前几日去看宁王妃，便已经听他说开始给宁王世子相看了。宁王妃拉着他的手，孩子，你别怪我，你与生儿并不合适，不管是对你还是对生儿来说，彼此都不是好选择。义母，我对世子并没有那方面的情感，如今这样其实挺好的。我还以为原来是那个混账小子一厢情愿，那就好。我知道你也担心将来世子会后悔，如今他在意，自然能不顾一切。将来这份感情褪去了，还能顶住世人的异样眼光和嘲笑吗？宁王妃看着舒玉婉，实在是没想到这小丫头连她的这点想法都已经猜到了。你这孩子倒是十分的通透。我倒也不是不相信世子，只是觉得如今王妃的安排很好。两人说开了，相处起来也是更加的自然，倒是真有几分一母一女的感觉了。舒玉婉也开始操心起五皇子现在是个什么状态了。舒玉阳每日来看他，舒玉婉都会旁敲侧击的问问，直到有一日，舒玉阳来看他的时候又带了一个小厮。看着这个小厮熟悉的面孔，舒玉婉有一些无语。太子殿下现在似乎是喜欢上了扮演小厮呢。太子殿下，我听玉阳说舒小姐最近对姑十分关心，便过来看看舒小姐。舒玉婉谴责的看着舒玉阳，舒玉阳无奈的看了太子一眼，顺便恭喜舒小姐做了皇婶的义女。还没谢过殿下送的贺礼。舒小姐不必同姑客气，这个不是抵殿下说的一个人情吧？自然不是。臣女开个玩笑。太子也跟着笑。舒玉阳在一边越看越是觉得太子跟自家妹妹相处时的样子实在是有点奇怪。臣女是比较关心殿下，主要是想知道五皇子何时能被殿下打发走。舒小姐为何对武帝？臣女最近经常做梦，梦见太子殿下为人所害，最后五皇子登基，将数氏一族流放，殿下的母族和近臣尽数被诛或贬。妹妹怎么会突然做这样的梦？太子也是疑惑地看着舒玉婉。我也奇怪，而且总是做相同的梦，一遍一遍的，这才没忍住想要提醒太子殿下。舒玉阳与舒玉婉都看向太子。父皇健在，武帝还小，还没到出宫的年纪，若是我终究不忍心呢，只能暗中拔除武帝的势力。武帝虽有心，到底还小，现在还没成什么气候，况且若我显得容不下其他兄弟，父皇毕竟还正值壮年，难免多想。舒玉阳瞧着太子，没想到太子会跟妹妹把话说得这么的透彻。殿下，您是皇上亲手养大的，我相信皇上对您父子之情胜过君臣之别。自古以来，像我这般自小立为太子的，其实没有多少活得好好登基。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来太子之位惹人垂涎，兄弟谋害；二来便是太子之位坐得太久，势力日渐牢固，招来在位皇帝猜忌。舒玉婉听了，也不由得被太子的情绪所感染，有几分悲凉。殿下说的对，现在殿下的太子之位受到皇上和大多数朝臣的一致认可，若是过于培植势力，难免惹皇上不痛快。但若殿下不巩固地位，宫中二皇子、三皇子甚至五皇子皆在暗中虎视眈眈，您若不巩固势力，时刻都有性命之忧。至于皇上猜忌，您只巩固身为太子的权力，并不碰皇上的，相信皇上不会怪您的。说不定有些事情您落给皇上，皇上就替您处理了。太子似有所感，舒玉阳则是瞧着妹妹，他竟然不知道妹妹竟然还懂得朝堂之事，甚至想事情竟然还如此之深。这一刻，他对自家妹妹的印象有了极大的变化。殿下也需小心身边的人，莫要被人暗算。姑知道了，多谢舒小姐。太子回宫之后没多久，阿青便过来禀道：殿下，皇上召见。太子即刻更衣去了承前殿。太子妃相看的如何了？拜见父皇。如何了？太子瞬间感觉到头大，盯着皇上期待的目光，脑海里冒出舒玉婉说的话：这日子一天天过去，你要还是没个头绪，我就下旨给你赐婚了。一国储君，没个继承人也不像话。太子的脑海之中突然冒出了舒玉婉的面容来，若是非要娶个太子妃的话，那娶她倒也不是不能够接受。父皇莫急啊，距离咱们约定的1年半之期还早呢，您让儿臣再好好看看，儿臣一有看中的人，马上就来请您下旨赐婚。
你也不必真的非要等到1年半，近日可以多去参加宴会，多看看。儿臣遵旨。回了东宫，太子便琢磨这件事情来，想到舒玉婉时而活泼，时而沉稳，在他面前从无顾忌的样子，若是迎舒玉婉入东宫做太子妃，倒是一个令人开心的事情。只是舒玉婉的身份，此事需要从长计议。把军六叫来。是。阿青小跑着去了。军六是主子身边的暗卫统领，与他2人是主子最为信任的人。几日后，听说黄觉寺的了空大师出关了，太子便去了一趟黄觉寺。黄觉寺的后院禅房之中，太子与了空大师相对而坐。殿下难道不知道出家人不打诳语？太子拿出一张生辰八字，那大师便帮我算一算，这位姑娘是我的命中注定之人吗？大师自己算出来的姑的命定之人，便也不是诳语了。了空大师接了过来。殿下言之有理，只要大师算得好，姑便保证这黄觉寺在姑的手上仍旧会这般香火旺盛。恭喜殿下，确实跟殿下是良配，是殿下的命中之人。那便拜托大师了。太子刚回东宫，军六便找了过来。殿下，查出来一个，典善局里有一个小太监叫陈经，是张贵妃的人。哦。阿青在一旁羞愧地跪下。奴才该死！典善局这么重要的地方，混进了张贵妃的人，他竟然都没有查出来。起来吧，今后加强戒备。是，谢殿下。太子想到了些什么，他确实该主动出击了。既然准备娶妻，总要能护得住人呐。这个小太监不要动，暗中监视，姑留着有用。是。另一边，舒玉婉自那日之后，仍旧是过着每天陪着玉儿玩闹、看书、种花、吃饭的自在日子。玉儿现在已经会走路了，母子俩经常笑作一团。怎么样？人已经安排过去了。好，这日安少瑜照常外出喝酒。最近赵青青总是找他吵架，还总是外出，似乎是赵家的生意不顺利。他刚出酒楼门口，一个女子便冲着他扑了过来，跪在他的脚边。公子，公子！安少瑜低头一看，竟然是春秀。春秀，你怎么会在这里？公子，求求你，救救奴婢！安少瑜将春秀带到一家客栈，叫小二打了水过来，给春秀梳洗了一番。春秀，你不是嫁到庄子上去了吗？公子，你好狠的心！春秀心里只你一人，如何能再委身给别人？叫我委身给别人，我情愿去死！安少瑜听了不禁动容，搂住春秀，好一通的安慰。春秀从小伺候他到大，又是他的第一个女人。当时新少夫人要送我去庄子上嫁人，我心中不愿，但一直见不着你，只好先去了。快到庄子上时，便寻机会逃了，就是想回来问问你，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好，春秀，我没不要你，奴婢就知道。但现在也不好带你回府啊，我先寻个地方给你住上。只要能跟着公子，在哪里都不重要，便是猪毛草屋，奴婢也甘之如饴。安少瑜心下动容，不禁动情，对着春秀的红唇便低下头凑了上去。待到2人都心满意足，安少瑜寻了一处僻静的院子，把春秀送了过去。公子，你可得常来看看春秀。安少瑜一见，又依依不舍地亲了一回。放心，我肯定常来看你。你放心，我不会叫你一直住在这里的。等我想到办法，便将你接回府中。只要公子人来，春秀在哪儿都高兴。 2个人又腻歪了一阵，安少瑜终于是回去了。你去哪里了？去跟朋友喝酒去了。赵青青闻着他这一身的酒气，也不再怀疑。你今日怎么回来这么早啊？最近不是总不见人影吗？生意上出了点问题，于哥哥你也不帮我。我一个侯府公子，怎么可能去做生意啊？做生意的事情我也不懂。那你懂什么？跟狐朋狗友喝酒？安少瑜不禁开始怀疑，他拼了命的要和离，娶赵青青到底对不对？但想到赵青青说的五皇子的将来，我也不是真的去喝酒，主要是多交些朋友，兴许将来有用。至于生意上的事，我是真的不懂，非要去帮忙，不是给你添乱吗？要是有什么我能做，你告诉我，我不会不管你的。我得想其他办法。那一位拉拢人得有钱，青青，太子的地位稳固如山，还有2皇子，这5皇子，所以得想办法让太子和张贵妃、淑妃几人快点斗起来。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就是5皇子的机会。这咱们插不进去手啊。等机会。小姐，安少瑜把人安排到外面去了，听说回了府中，和那赵氏也没有争吵，应该是瞒着了。不着急，放点人在春秀边上护着点儿。知道了，小姐。时间一晃而过，又过了半个月，舒玉婉正在陪着玉儿玩呢。见大哥舒玉阳过来的时候，神色匆匆，脸色难看。大哥，这是怎么了？玉婉，太子中毒了，昏迷不醒。
什么时候的事？就今日，这几日我就不来看你了，安排护卫，守好门户，我先回府了。月儿不明所以，见舅舅今日没来抱他，佳佳，月儿乖，舅舅今日有要事，过几日给你带好吃的。舒玉婉从舒玉阳的怀中把月儿抱过来，大哥，你快回去吧。舒玉阳点点头，便快速的离开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才过了1年，明明应该是6年以后才会出现的事情，怎么会提前这么多？难道我改变了一些事情，导致后来的变化如此大？还是说太子这一次中毒，并不是6年后的那场巨变？舒玉婉想不清楚，心中十分的担心。皇宫之中，沉闷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太医院院首领着一帮的太医跪在下面。太子究竟什么时候能醒？院首陈情站了出来。不出意外，明日应当能醒了。好，既如此，都去东宫守着吧，务必保证太子安全无虞。臣遵旨。皇上又转头冲着洪公公道：查出来了吗？是东宫典膳局一个叫陈静的小太监，趁人不备，把毒下到了太子的膳食里。谁指使的？这个小太监似是跟张贵妃有些联系，这一次是不是张贵妃指使的，还没有确认。张贵妃也是皇上身边的老人，在皇上的心中一直都是温婉贤良的。皇上的脸色在听见张贵妃之后，便有一些难以琢磨。继续查。是皇上。终究都是要真的。到了第2日，一众太医跪在东宫太子的床榻不远处。陈情，为何太子还没有醒？回皇上，太子的脉象趋于平稳，毒也清得差不多了，身体应当无大碍，大约是毒素伤了内里，还需恢复。那太子究竟何时能醒？今日晚些时候，或者最晚明日，应当会醒过来的。然而到了第3日，太子仍旧未清醒，只能够靠着强灌一些汤水来维持生机。你不是说最晚今日太子就会醒来？太子为何还没有醒？再找不出原因，你这个院首也不必做了。陈情只能够苦哈哈的低头请罪。去吧，不用跟我请罪。太子要是有个万一，太医院就跟着陪葬吧。陈情跟着一众太医颤颤巍巍的去探讨对策去了，而洪公公这边还在守着慎刑司。还没问出来吗？慎刑司的统领太监低着头，刚才上大刑，陈金没受住，死了。你想死啊？你知不知道这个人证有多么要紧？这么多年的经验了，你竟然能把人审死？洒家看你这颗脑袋是不想要了吧？洪大姐，我真没做什么呀，我也不知道这个小太监底子这么差。本公公只能如实跟皇上交代了，看皇上信不信你吧。洪大姐，不如叫太医来看看，这小太监是不是之前就身体不太好？洪公公蹙眉点头应了。不一会儿，太医便紧赶慢赶的来了。这个公公是中了慢性毒了，即便没有严刑拷打，恐怕也多活不了几日。慎刑司的统领太监听了，满眼放光，真是意外之喜。洪公公神色凝重，立刻安排人去查了。待到洪公公回到承前殿，已经是调整好了情绪。如何了？回皇上，给太子殿下下毒的小太监被人提前下了毒，刚刚死在慎刑司了。哼，还真是安排的周密得当啊。洪公公不敢接话，接下来怎么办？还是得等皇上发话。将赵海泉抓进慎刑司，务必问出个结果。你指收回张贵妃管理6宫之权，暂由淑妃打理。张贵妃禁足于崇华宫，二皇子明哥禁足于二皇子府，无诏不得出。洪公公心中一惊，看来即便是贵妃娘娘加上二皇子，也是远远不及太子殿下的分量。是。消息一出，朝臣都是忧心不已。上朝的时候呢，是战战兢兢，唯恐皇上迁怒。皇上把奏折搬到了东宫里，守在太子的身边，瞧着太子沉睡不起，心中焦急。晴儿，你可千万不要有事。然而到了第4日，太子依旧是未醒。满太医院的太医都聚集在东宫里，再次给太子把完脉，还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瞧着皇上紧紧盯着他的目光，皇上，殿下的毒素已经清了。这句话朕已经听了好几天了。朕要知道的是，太子现在到底怎么了？为何还不醒？到底何时能够醒过来？不如请一位大师来看看。太子毒素已清，但身体十分虚弱，很像是民间的惊魂之症。陈清实在没办法了，总要把这件事情推出去啊。去黄觉寺请了空大师来看看。是。不过2个时辰，御前侍卫便是护卫着了空大师来到了东宫。皇上起身相迎。了空大师，拜托了。阿弥陀佛，皇上不必客气，这是老衲的本分。了空大师到床前看
看了看太子，又问皇上要来了太子的生辰八字看了看，便闭着眼睛念动佛珠，不一会儿长念了一声佛号。大师，皇上不必着急，这是殿下命中一劫，这劫本应在多年之后，若到那时便是死劫，如今提前了，反而可解。如何解？说来也简单，要解此劫，只需找出殿下命定的姻缘，此劫可解。太子命定的姻缘，大师可知在何处？要来了笔墨纸砚，写出了一个生辰八字，递给了皇上。这是此女的生辰八字，皇上可以此寻找。此外，依这卦象，殿下命定的姻缘，应当就在上京。了空大师，上京的女子众多，要找出此生辰八字倒也不难，但需要时间。可还有其他特殊之处？此女生而富贵，应当出自钟鸣鼎食之家，实属簪缨之族。皇上松了口气，那便简单了。皇上仔细地看了看了空大师给他的生辰八字，不由得皱了眉头。了空大师，这个生辰八字18还没嫁人的女子本就不多，何况世家女，这里面还正好是这个生辰八字的，当真有吗？老衲不知。皇上无奈叹气，一边广寻名医，一边立即命人在上京城寻找太子命定的姻缘。洪公公领了皇上手谕，然后派人挨家挨户的去问这些女子的生辰八字。束府中，束夫人把束玉婉的生辰八字交给了来束府的公公之后，这究竟是要做什么？我也不知啊，只听说是跟太子殿下有关。玉阳，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自从殿下昏迷，东宫守得密不透风，现在皇上还搬了过去，我去了也不让进去。要婉婉的八字究竟是做什么？听说不只是咱们家婉婉，听说但凡是家中有丁卯年生的女儿家，宫中都去了人要八字了。便从了空大师来了之后，了空大师是真正的大师，想来不会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情的。终于把各家贵女的生辰八字给收集齐了。皇上坐在一边，拿出了了空大师给他的八字，递给了洪公公。又过了半个多时辰，终于是找完了。皇上，跟了空大师批的生辰八字相同的是术士郎家的嫡幼女。皇上听了皱起了眉头。舒锦衣那个和离回家的女儿？是。术士郎家这个嫡幼女，朕记得生了一个女儿。正是。皇上有点犹豫，太子乃是一国储君，娶一个育有一女的和离之人。皇上仔细地思索着，还是找不到太子昏迷不醒的原因吗？暂未找到原因。朕养你们到底有什么用？臣该死。太子如果一直这样昏睡，还能有几天的时间？最多3日。他不敢说久了，万一太子提前走了，责任全在他身上。皇上听了这个答案，去请了空大师来吧。奴才遵旨。不一会儿，洪公公便是将了空大师请了过来。了空大师，太子命定姻缘已经找到了。那殿下此劫便可解了。你指术士嫡幼女，温良敦厚，品貌出众，朕闻之甚悦，与皇太子天造地设，册太子妃，不日大婚。洪公公写好圣旨，盖上玉玺之后，拿过来给皇上过目。皇上看了一眼，去术士郎府宣旨吧。皇上尽量往好处想，得知束玉婉不住在束府，便安排了2个小太监，一个去束府通知束府众人接旨，另一个呢去束玉婉的小院通知束玉婉到束府去。束姑娘，快准备一番，去束府接旨吧，一会儿洪大监就要到了。多谢公公提醒。小太监坚持是不肯收银子。姑娘快去准备吧，奴才先告辞了。说完便一溜烟的走了。这位公公人还怪好的，看这位公公的态度，应当不是什么坏消息。小姐，我给你更衣吧。束玉婉点点头，便赶紧更衣去了，把玉儿交给赵妈妈和乳母。束玉婉便赶紧带着几个护卫，清和清代一起去了束府。束侍郎、束夫人以及大哥、大嫂、二嫂都已经在门口候着了。婉婉，你怎么来了？刚刚有位公公去我那里，说是让我来束府接旨。难道这旨意是下给婉婉的？束侍郎还未答话，便已经看到洪公公远远的来了。马上就知道了。圣旨到，术士玉婉接旨。哎呀，洪公公，恕大人，请令爱接旨吧。术士郎点点头，赶紧将洪公公等人领进了正厅。束玉婉归在前方，束家的众人归在后面。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术士嫡幼女，温良敦厚，品貌出众，朕闻之甚悦，于皇太子天造地设，册太子妃，不日大婚，钦此。束家众人此时均被震惊到了，没有一个人反应过来。束玉婉也是瞧着洪公公发呆呀。束姑娘，快接旨吧。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紧接着把圣旨摆到了香案上。大
嫂，我没有听错吧？唐氏也方从震惊之中回神，你没听错，皇上下旨为太子和玉婉指婚，赐为太子妃。洪大监，这究竟是？恭喜恕大人了，了空大师批的，贵妇小姐是太子殿下命定的姻缘，与太子成婚，可解太子此劫。舒玉婉听了，眼中疑惑更甚，他是太子命定的姻缘。圣旨宣下去的当天，便在上京掀起了轩然大波，众人都觉得惊讶不已。赵青青更是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了。他也曾经尝试勾引过太子，不想却被一通的斥责，缓了好久，赵青青才平静下来。没关系，太子都快要挂了，一个太子妃还不是要继续做寡妇吗？安定侯府老夫人安定侯以及安少瑜和2个兄长聚在安定侯老夫人的福寿堂里。倒也不用太担心，如今太子昏迷未醒，若是将来也威胁不到我们。可若是太子醒了，据宫中的消息，了空大师说那术士是太子命中姻缘，可解太子此劫。她一个和离女，还是太子命中姻缘。若是于哥儿没有与那术士和离，这会儿她还是安家的媳妇儿呢。这不是和离了吗？安定侯老夫人瞪着卫士，卫士不吭声了。满上京也到处都在议论这件事儿。哎，听说了吗？之前跟那个安定侯府和离的庶家嫡女被皇上指婚给太子了，就有这种事？听说是太子命定的姻缘。哎呀，这是什么好命啊！是啊，庶府之中却是没有众人想象的喜气洋洋。说是太子一直不醒，莫要胡说。庶夫人回了庶侍郎一个白眼，并不想要理会他。娘，您不是相信了空大师的吗？了空大师都说了，妹妹嫁给太子，太子便能度过此劫。话是这么说，可哪有次次都能算得准的？万一了空大师这一次算得不准？舒玉婉见了母亲的样子，娘，我如今不也和守寡没什么分别，真有个万一，不过是换个地方守。要是太子无事，往后我可就是太子妃了。圣旨一下，便没有转圜的余地了，给玉婉准备大婚的嫁妆吧。舒玉阳也无奈地瞧着舒玉婉，我愿意的。若是当真能救太子殿下，不要说嫁给太子殿下这般好事，便是要我立刻去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这丫头说什么胡话？皇上没说何时大婚，但嫁入皇家非比寻常。我现在就给你准备着。只是月儿，舒夫人看向舒玉婉，大哥大嫂，可否将月儿过入你们名下？月儿毕竟不是皇家血脉，跟着你去东宫多有不便。况且月儿已经入了术士族谱，我记到你大哥大嫂名下，放着我身边，我照料着便是。虽是可以，若是母亲不便，在我身边和亲哥作伴也是可以的。放我身边吧，你这肚子里还有一个呢，哪有精力？唐氏也不勉强，多谢大哥大嫂。老爷夫人，二少爷回来了。话音未落，舒玉成便快步地走了进来。爹娘，玉婉，外面说的可是真的？瞧见众人冲着他点头，我妹妹果然不一般，只是太子怎么还没有醒？东宫之中，到了晚间，皇上开始着急了，又叫了了空大师来。了空大师不紧不慢，皇帝莫急，明日老衲就该回寺里了。大师，您的意思是太子今日必会醒来？正是，老衲留在这里陪皇上一起等吧。皇上命人取来了一副棋盘，和了空大师一起下棋，但是很明显，皇上下的是心不在焉的。不过半个时辰，太子睁开了眼。阿青一直守在太子床边的不远处，激动地喊道：皇上，殿下醒了，殿下醒了！皇上听了，立即放下棋子，快步来到了床边。还愣着干什么？快来瞧瞧太子如何了。当值的太医给太子把完了脉。殿下已无大碍，只是昏睡时间久，身体虚弱，静养一段时间就好。静儿，你感觉如何？真渴。阿青赶紧取了水来为太子喝下。阿弥陀佛，皇上，老衲出来已久，该回寺里了。此行多谢大师了。阿青在一旁轻声将事情原委简单的讲给了太子听。多谢了空大师。殿下不必客气，是殿下福缘深厚，方才能化解此劫。望殿下将来回报天下苍生。谨记大师教诲。待皇上派人将了空大师送走，方回到太子的榻前。静儿，你这次真是吓死父皇了。是儿臣的错。不是你的错，是朕太仁慈了。东宫如今本就是万众瞩目，太子醒来的消息
息很快就传出去了，束府的众人也狠狠地松了口气。宁王府中，宁王世子的心情却是复杂难言的。太子堂兄的身份比他不知道高出多少，为何却可以娶玉婉呢？这一边，舒玉婉的心情也并不比宁王世子简单多少，只觉得心头迷雾重重的。太子醒来之后，皇上便是回到了承乾宫。赵海泉还没有招吗？启禀皇上，慎刑司的刑法都用遍了，赵海泉还是一直喊冤，一口咬定与那小太监陈金只是老乡，才有所联系。贵妃并不知晓他们的关系，更不曾指使陈金下毒。这赵海泉倒是忠心耿耿，去崇华宫看看。皇上到的时候，崇华宫依旧是井然有序，并不曾因为张贵妃被禁足便人心惶惶。恭迎皇上。皇上瞧着张贵妃礼仪周到，不曾有一丝一毫出错的地方，叫张贵妃起身。赵海泉已经招了，贵妃，朕自问多年来对你不薄，也早早与你说过，将来会给明哥一个富足的封地，叫他衣食无忧，你为何不满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臣妾不信，臣妾未曾做过。人证物证俱全，你也不肯认吗？皇上，臣妾陪着您多年，臣妾的为人您还不清楚吗？臣妾怎么可能给太子下毒？臣妾给太子下毒，难道就能让明儿做太子吗？淑妃妹妹背靠威武将军府，便是太子有个万一，明儿也争不过三皇子呀。何况这么多年，臣妾何时争过？皇上为何不肯相信臣妾？爱妃这些年管理后宫，为师辛苦，先在这崇华宫好好休息些日子吧。谢皇上体恤。皇上点点头，不再看张贵妃，带着洪公公便出了崇华宫。张贵妃在皇上走后，脸上的表情便冷了下来。便是我陪你再久，你也只记得你的发妻，凭什么明儿便不能争？皇上没有回到承乾殿，转角去了东宫。今日感觉如何了？父皇不必担心，儿臣好多了。听说父皇给我定了太子妃。这确实如此，景儿啊，树家这个女儿虽然和离过，育有一女，但了空大师说这是你命定的姻缘，朕给你们赐婚，你才好了起来。开国武德圣皇后也是嫁过人，这并非没有先例，何况涉及你的性命，宁可信其有啊。若是将来你遇到你觉得心意相通的女子，那进宫中为妃就是，并非父皇不遵守承诺，这次实在是情非得已。儿臣知晓，父皇放心，儿臣并不介意舒家女和离过。那就好。儿臣知道，父皇都是为了儿臣着想。父皇，这些日子让您担心了。你放心，这次的事情朕会给你一个交代。此事父皇做主就好。交代太子和东宫的人照顾好太子，皇上便起身离开了。又过了半个月，太子终于是完全康复了。当皇上知道表面看起来不争不抢的两个儿子和妃子全都在暗中拉拢大臣，聚集势力的时候，次日早朝，皇上便宣布册封二皇子为安王，封地蜀郡；册封三皇子为成王，封地陇。3日之后启程，去往封地，无诏不得入京。满朝的大臣都十分惊讶。皇上，三皇子年纪还小，并且尚未成亲，现在去封地是否太早了些？宫中淑妃娘娘与三皇子也不得不母子分离，只怕十分不舍呀。父皇，儿臣还想在父皇母妃身边尽孝几年。皇子前往封地，有利于朝堂安定。你去了陇郡之后，造福当地百姓，护卫大晋安危，便是对朕和你母妃最大的孝顺。至于婚事也无妨，我和你母妃有了合适的人选，送往陇郡与你完婚便可。可是什么？皇上瞧着三皇子，三皇子跪了下来。可是儿臣舍不得父皇和母妃。身为皇子，当以社稷安危为重。儿臣一直安分守己，敬重太子，不曾危害社稷啊。皇子成年去往封地，古已有之，怎么到你这里要不敬储君，危害社稷才能吗？儿臣不敢。见此情形，原本想要站出来进言的大臣们也都歇了火，纷纷保持沉默。既然如此，此事便这么定了，回去准备准备，3日后启程吧。张贵妃听到这个消息，神色虽冷，但并不抗拒，远离上京去了蜀郡。天高皇帝远的，对明儿来说也许是件好事儿，淑妃却没有那么的淡定。得了消息，便去承乾殿外找皇上了。让淑妃进来吧。淑妃进了门，草草的行了个礼。皇上，怡儿才16岁啊，您为何要她现在就去往封地啊？怡儿这一走，臣妾何年何月才能够见到怡儿？臣妾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您怎么能如此狠心呢？皇上，淑妃是想抗旨。皇上，老三好好的，你有什么好哭的？差点死了的人是太子。无论淑妃和三皇子如何不愿，3日后也不得不启程前往封地。到了那一日，皇上亲自来相送，太子的身体已经是恢复的差不多了，今天也来送2位弟弟。五皇子也跟着太子过来了。皇兄、五弟，往后便拜托皇兄和五皇弟在父皇身边替我和三弟尽孝了。二皇
帝放心，这是姑的本分。二皇兄放心，去吧，记住勤政爱民，造福封地内百姓。二人拱手称是。安王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张贵妃，便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开了。随着安王身影逐渐远去，张贵妃也收回了视线，瞧了瞧远处哭得凄惨的淑妃，转身回到了崇华宫。安王走了，但他仍然要禁足。景儿，朕找钦天监算了一下，8月18是个好日子，便在那日迎娶太子妃吧。儿臣遵旨。皇上心头高兴，庶府这边婚期定下，一家人高兴不已。从太子醒了以后，庶府门前就开始热闹了起来。二王离京之前，众人还收敛这些，等到二王一走，庶府门口的马车就没有停下来过。最先赶回来的便是舒玉婷。婉婉，你姐姐给月儿带了好些有趣的小玩意儿呢。多谢姐姐。哎呀，之前都是姐姐不对，当时啊一时生气，说话没过脑子。妹妹，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你是我一母同胞的长姐，几句不中听的话，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舒府是我的家，也是大姐的家，我们和大姐血脉相连，永远都是一家人。舒玉婷有些愧疚，她没想到上次她说了那样的话，妹妹倒是一点都没有记在心上。可是婆婆非要让她回来跟妹妹打好关系，她若是不来，只怕又要给她脸色看。婉婉说的对，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姐妹间也是一样。婷婷，你想想，说是你在永昌侯府受了大委屈，你是盼着你妹妹在旁边埋怨你带累了她，还是盼着你妹妹站在你这一边给你助力，为你讨个公道？哎呀娘，我都已经知道错了。娘知道婷婷是懂道理的，婷婷是长姐，就是娘亲自教出来的姑娘，当然是知道爱护弟妹的。这不是娘年纪大了，就喜欢跟你们啰嗦几句。婉婉的情况，嫁到东宫，虽说看着风光，内子里只怕也是如履薄冰的。你在上京的王公贵族圈子里，如今也是有名有姓的，也多帮衬着些婉婉哈。婉婉，你也是一样，你姐姐在永昌侯府到底有个婆婆压着，她那个婆婆又是个厉害，你往后呀也要多护着她些啊。姐妹二人齐齐应是。妹妹，你不怪我就好。大姐，我可不敢怪你，我还指望你护着我呢。母女三人又坐了一会儿。婷婷，你早些回吧，时间待长了，只怕你婆母要说道。那我便先回去了，改日再回来看娘和妹妹。舒夫人和舒玉婉一起送别了舒玉婷。舒夫人又将舒玉婷给唐氏、周氏带来的礼物给二人送了去。大姑姐竟然还能记得给我带礼物。如今玉婉妹妹不同往日了，你瞧这些日子上门的人还少吗？也是啊，玉婉妹妹这是一人得道，全家都跟着鸡犬升天了呀。也是，大姑姐跟玉婉妹妹是亲姐妹，便是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也不至于断了来往。只是大姑娘以前是不屑于跟我们搞好关系的，如今送礼物竟然也有我们的份儿，总归是好事。又过了几日，东宫也派人给玉婉和月儿送了不少的东西。舒夫人把东西送过来，眼角眉梢都是笑意。婉婉，太子自个儿也不反对这门婚事呢。舒玉婉瞧着太子送来的东西，样样都是精品。太子究竟是什么态度？到了晚间，舒玉阳回到府中，舒玉婉便是让人把他给请了过来。未来太子妃，叫我来做什么呀？大哥什么时候学得跟二哥一个样了？我这不是高兴吗？大哥，太子是什么态度？你不知道？我应该知道什么？太子醒后，舒玉阳便去了东宫。殿下，大舅兄唤我何事？殿下当真不介意？介意什么？我妹妹毕竟嫁过安定侯府，这世上但凡有点家底的男子都会介意，何况殿下？这得问令妹了。我欠她一个人情，她不肯让我还，我只好想办法以身相许喽。他当时惊讶极了，以为太子和妹妹已经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心意相通了。舒玉阳的心中犹豫，他不知道该不该说。放心，太子并非迂腐之人，对这桩婚事并无不满，甚至可以说是很满意的。具体情况呢，将来你嫁过去，你们夫妻自己说吧。得了准话，加上太子确实并没有表露出任何不满之意，舒玉婉暂时将心放了下来。礼部也是派了人过来教舒玉婉学习宫廷礼仪。舒夫人把事情都梳理了几遍。带进宫的人你怎么打算？清代不肯嫁人，便随我入宫。清河家中已经给她许好了人家，本来就是要成亲的，便放她出府。清代这丫头性子沉稳，适合带进宫中。不过这人不够，你还得再挑些人。我再斟酌斟酌。到了晚上，从皇上赐婚，舒玉婉便开始陪着月儿睡。她能陪月儿的时间只剩下5个月不到。她不明白，她怎么就成了太子的命定姻缘了？安定侯府之中，她好不容易踏实的待在府中了，却发现安少瑜总往外头跑。安少瑜已经是很少
少碰他了。这一日，安少瑜一出门，赵青青便在后面远远的跟上了。眼见着安少瑜当真是进了一家酒楼，和几个朋友喝酒，不再管安少瑜，赵青青调转马车头去了兴隆酒楼。在酒楼里最里面的包间，赵青青等了快半个时辰，一个打扮华贵的女人走了进来。夫人迟到了很长时间，安三少夫人勿怪，我也是为了确保更加稳妥。如今二三两位皇子都已经不再上京，上京就太子和五皇子两位，我们得比以前更加低调才行。那也不用迟到那么久，我也有一堆事情要做呢。好了，莫要纠结这个了。既然安三少夫人赶时间，就赶紧说说今日约我来这里究竟是有什么要紧事吧。二皇子和三皇子被发落到偏远封地，想来定是很不甘心。二位皇子又有母妃在宫中助力，若是挑动二王谋反，与太子斗个两败俱伤，五皇子便能坐收渔翁之利。安三少夫人说的是个好办法，可是做起来太难了。安三少夫人又要如何保证两败俱伤，而不是其中一方绝对胜出呢？太子这边，太子亲近五皇子，可以让五皇子多多暗示太子。二三两位皇子可能会谋反，至于二三两位皇子那边，就要尚书大人出力了。安三少夫人，你出了个谁都能想到的主意，结果都是要我们出力，这法子我也能想到。夫人别急啊，我自然也是保证计划成功的重要一环。安家虽然现在大不如前，可是我公公手中还是有些兵权的，虽然距离上京远了些，可是我有钱，可以将一些忠于侯爷的兵士化零为整，藏到上京的庄子里。最重要的是，我手中有真正的大杀器，可以所向披靡。将来不管太子和二王是两败俱伤，还是一方险胜，我们都可以一力绞杀。既然如此，安三少夫人，不如给我透个底，我好回去跟老爷交代，也叫我们放心呀。自从跟随五皇子，我便时时想着为五皇子增添助力。这是我赵家行商时在海外寻到的一种武器，杀伤力是弩箭的10倍不止。将来时机成熟，便请殿下和尚书大人去参观。尚书夫人闻言，知晓赵青青此时不打算拿出来。那安定侯可愿助殿下？若是不愿，安定侯府又怎么会让安少瑜娶我呢？既然如此，那便劳烦三少夫人费心了。夫人客气了，都是为五皇子效力。三夫人一会儿便先行离开，我左右无事，再在这酒楼中坐坐，免得叫人怀疑。那便辛苦夫人了。赵青青便先走了。尚书夫人从暗道去了另一个房间，等了半个时辰才从酒楼离开。另一边，安少瑜去了长街巷，春秀把人迎进去，安少瑜搂着春秀就要亲下去。春秀轻轻地推了安少瑜一把，公子，奴婢有了。春秀偷偷地瞧着安少瑜的反应，安少瑜有一瞬间的懵。公子，若是您不想留下，我便一碗堕胎药喝下去，也不打紧的。最要紧的是不能给公子添了麻烦。说什么傻话？我怎么会不想要我们的孩子？只是赵青青善妒，恐怕容不了孩子，我暂时不能接你进府。春秀靠近了安少瑜的怀里，春秀不介意，哪怕永远进不了侯府，只要能伺候少爷，春秀就觉得十分满足了。不会，我会给咱们的孩子一个名分的，你放心。等我取了那人的信任，将来在朝中有了一席之地，便不用看赵青青的脸色。我相信公子。日子一天天过去，很快端午节快到了，东宫派了人来邀请舒玉婉一起去看龙舟比赛。要不让玉阳陪你一起去？大嫂快生了，说不好哪天就发动，还是让大哥在家中陪着大嫂。那让玉成陪你去，你二嫂还没到日子。我可不敢叫二哥陪着，二嫂怀孕这么久，二哥大多数时间都在书院待着，好不容易在家待几日，我还把他叫走，二嫂不得怨我。娘，你放心吧，我带着张毅和彩玉不会有事的。那好吧，端午节人多，你把清代清河也都带上。到了端午节那一天街道上那是人山人海。舒玉婉也亲手做了一个香囊送给月儿，还准备了一个准备送给太子。太子早早的派了人来接舒玉婉，舒玉婉便带上月儿一起赶往护城河边的酒楼。马车行驶到护城河附近时，便拥挤起来，突然就感觉到马车停了下来。清代探出头，发生什么事了？姑娘，前面有个姑娘被疾驰而过的马车撞伤了腿，倒在路中间起不来了，挡住了去路。清代瞧了瞧，进马车内回禀了舒玉婉，叫2个人把这姑娘送去医馆吧。清代戴上面纱下车去安排。今日真是多谢这位小姐了，小女感激不尽，身无长物，可否容我近前给小姐磕个头？我家小姐向来心善，姑娘不必挂心，快去医馆看伤要紧。也好，那我便在此处磕个头吧。女子说着，当即跪下，朝着马车的方向行了个大礼。起身时，猛地推开清代，一个箭步冲到了马车前。眼见着女子拿出了一把匕首，朝着马车内刺去。小姐，连忙着向马车方向跑去。舒玉婉坐在马车之中，只见一把匕首猛地向她刺过来，下意识地将月儿护在怀里。彩玉捏住了女子手腕，一脚踹到女子的身上，那女子倒飞出去，好险撞到清代。快抓住他！
女子翻了个身就准备跑，却被马车后面赶过来的张毅给拦住了。后面的护卫也随之赶过来，众护卫和张毅一起动手，不过几下的功夫就将那女子给擒住了。舒玉婉一边拍着玉儿的背，一边哄着：“玉儿不怕，玉儿不怕，娘在这里。”小姐，那女子已经抓住了，您还好吗？我没事，就是玉儿吓到了。继续走，加快速度。彩玉还是回了小姐的马车里，然后交代所有人加快速度，赶去护城河边的清风阁。人群之中，一年轻女子见没有得手，人还被束缚的人给抓住了，便赶紧往人群后面躲。舒玉婉的马车疾驰而出的同时，年轻女子也是急急忙忙的往不远处的一条巷子里头跑去。一个身穿齐胸襦裙、容颜俏丽的女子正端坐在马车之中等着。如何了？小姐，不好了，刘二娘被抓住了。什么？那术士有没有死？应当无事。刘二娘将拿着匕首冲进马车，立刻就被踢了出来，而术士的马车还是朝着清风阁去了。若有事，当时去医馆了。小姐，刘二娘被抓住了，若是查到了您的头上，又该如何是好啊？清代一路催着车夫，总算是到了清风阁，哄了一路，玉儿总算是歇住了哭声，在清代的身上趴着睡着了。阿青早已经在清风阁的门口处等着了。舒小姐，请随我来。有劳。清风阁是观赏龙舟赛的最佳位置，每年端午节都是皇亲国戚、世家贵族包揽。与太子定亲之后，那嫌他碍眼的人就多了。舒玉婉心中猜测，极有可能是哪个太子的爱慕者。推门进去，太子正坐在桌前喝茶呢，朝着他温和一笑：“见过殿下。”坐，阁间有小榻，可以把月儿放过去睡。舒玉婉谢过，便让清代带着月儿去阁间躺下来睡会儿。你来的正是时候，龙舟比赛快要开始了。舒玉婉看了看外面的锣鼓喧天，估计月儿很快就会醒过来了。殿下，刚才来的路上碰上个要杀我的刺客，人可抓住了。我想着我可能问不出什么，想把人交给殿下，麻烦殿下审一审。没问题，姑也想看看是谁敢动姑的太子妃。除了安定侯府，我自来也未曾与人结仇，这一次怕是与您定下婚约，叫人看不顺眼。是姑连累了你，姑一定好好查清楚，给你个交代。殿下，您为何要娶我？因为我是命定的一员。殿下莫要跟我说笑了，跟你一起相处比较舒适自在，其他的贵女总觉得拧得慌。舒玉婉一懵，没想到是这么一个意想不到的理由。太子瞧着舒玉婉，其实他很久以前便见过舒玉婉。舒玉婉还想问些什么，清代进来禀道：“小姐，月儿小姐醒了，正到处找您呢，快把月儿抱过来。”说完，舒玉婉又瞧了瞧太子的脸色，见他并无不喜，不禁放心了很多。月儿一看见舒玉婉，就朝他伸手：“娘。”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瞧着坐在对面的太子，太子神情温柔，从一旁拿出一个布老虎来逗他。殿下怎么知道我要带着月儿的？姑不知道你会不会带着月儿，但是姑得准备着，不然你带了月儿来，我什么都没准备，不是显得姑这个未来父王不尽心吗？说着，又从阿青手里接过了一个金粽子挂件，送到了月儿的手里。来，这是姑送你的端午节礼物。舒玉婉心中对太子的好感又增加了好几分。殿下，月儿我准备过继到大哥名下，不会带入东宫的。为何？自然是由你做主，只不过姑的东宫并没有什么女子，你加入东宫以后，便只有你一个太子妃。至于以后，姑自然护得住。瞧着太子神色认真，舒玉婉微微动容，感谢殿下如此为月儿考虑。不过月儿终究不是皇室血脉，如今带入东宫，以后终究名不正言不顺。况且月儿本就已经入了术士族谱，过继到大哥名下，做束缚的姑娘是最好的选择。有殿下爱护，将来也没人敢欺负她的。太子见舒玉婉态度坚决，也不勉强，都依你。月儿听着两个人说话，不一会儿便被外面的热闹所吸引了，小眼睛好奇地瞅着河面上的船。太子也是转向外面。比赛开始了，舒玉婉的目光也是转向了河面。端午赛龙舟是宫中举办的活动，参赛的多是世家子弟。宁王世子作为殿前司的侍卫，这一次竟然也在参赛的人员当中。幸亏当时皇婶收你做义女的时候，把你记在王家名下，否则姑可就难办了。舒玉婉听了，才想到这一茬。殿下如此有办法，还能怕不成？太子眼神柔和，也不反驳，他喜欢这种感觉。二人静静的看着湖面的呐喊声震天，两个人不时逗逗小家伙，倒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船上的宁王世子似有所感，奋力划桨的同时，抽空转头，远远地望了一眼舒玉婉和太子所在的房间。
宁王世子所在的龙舟逐渐领先另外2只，周围呐喊欢呼声一片。如今的宁王世子不再纨绔，已经是做起了殿前司侍卫，又有尊贵的身份，俊美的面容，一时间在上京也是炙手可热了起来。很快，龙舟划到了终点，宁王世子所在的这只龙舟果然是取胜。姑要去给他们发获胜的奖励，在这等姑一会儿，结束了姑回来送你回去。舒玉婉点点头，抱着月儿起身相送。太子一出房间，殿下，奴才刚才去查过了，柳二娘那边也松了口，路上对舒小姐出手的是襄阳侯府家的姑娘，把那个刺客看好。太子露面，走了一遍流程，勉励了一番参赛的儿郎，便回去找舒玉婉了。这么快？毕竟是姑邀你出来的，总不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久。姑送你回去吧。舒玉婉抱着月儿起身，谢殿下。太子其实还想再与舒玉婉多坐上一会儿，但想不出什么好的理由，想着再有3个多月，舒玉婉就要嫁进东宫了，便也不再纠结。端午之后没过几日，唐氏便发动了。从唐氏发动，舒夫人和舒玉阳就在门口守着，生怕有个什么万一。好在这一次是万事顺利。不过4个时辰，便听见产房之中传来婴儿的啼哭声。舒玉阳高兴坏了，去里面看唐氏去了。瞧见妻子憔悴的面容，佳宁，辛苦你了，咱们儿女双全，以后便不生了。听夫君的，别在这杵着了，让佳宁睡会儿。你去看看亲哥，等佳宁睡醒了，再带亲哥一块过来。快去吧。舒玉阳点头去了。安心睡会儿吧，这儿有我呢。舒玉婉虽然早就已经知道结果，听到下人来报喜，太好了，我这就去看看小侄女。等舒玉婉到的时候，就见舒夫人笑容满面的吩咐人去唐府报喜。快让我看看甲，奶娘正在喂奶呢。不一会儿，周氏也赶来了。你身子重，小心着些。娘，我着急来看大嫂，大嫂还好吧？好着呢，放心吧，这会儿睡了。周氏听了，便也不去打扰，和舒夫人舒玉婉一起看起了孩子来。大嫂一直念叨着，还想要个姐儿，可算叫她如愿了。瞧这姐儿长得多好啊！舒夫人跟着点头。舒玉婉看了看刚出生不久还没有长开的侄女儿一眼，无奈的摇头。唐氏给女儿取名叫文一，亲哥儿稀罕的不得了，叫哥哥，叫哥哥。妹妹，我是你的哥哥，哥哥，哥哥。月儿妹妹，一儿妹妹要叫你姐姐。几个大人在一边看着几个小孩子间的对话，笑得满足。舒夫人开始准备起了衣角的满月宴。舒夫人只打算请些亲朋好友，热闹一下就好。舒玉婉正在一边给月儿做衣服，一边跟清代聊着天。春秀怀孕了，现在安三公子反而去得越发频繁了。赵氏现在还不知道，那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痴情。是呢，当初要死要活的跟小姐和离，说那赵氏是真爱，现在这么快就丢下手，真爱换成春秀了，可不是吗？舒玉婉手中的线不停，心中却是在想着，等赵青青和安少瑜离了心，还能如上一世一般齐心协力助力五皇子吗？小姐，赵氏最近经常去城外的一个庄子，还采买了很多制作烟花的材料。烟花生意也不是特别赚钱的生意啊，赵氏却亲自跑了好些趟，奴婢觉得有些奇怪。他似是模糊的记得，当年安少瑜以胜利之姿多亏了青青有那等厉害的兵器，突然一下子炸开。盯紧一点，找个机灵的，想办法混进那个庄子里，打听仔细点，再去问问春秀，让他在安少瑜那里旁敲侧击一下。清代只是觉得有些奇怪，见舒玉婉这么重视，点了点头。奴婢知晓了，这就去办吧。是。清代退出去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很快便到了衣角的满月宴。从早上府里就热闹起来，舒玉婷也是早早的回到了舒府，帮着舒夫人忙活呢。娘，今天府里来了好多人呢。婉婉出嫁在即，本来不想办这个满月宴了，就怕招惹是非，但是又怕委屈了一姐儿，后面还有你二弟妹呢，总不能一直这样缩着，干脆随缘了。嗨，这有什么？妹妹嫁入东宫是了空大师批的命定姻缘，又不是什么坏事，怎么就见不得人了呢？你这丫头，婉婉嫁入东宫，咱们就是再低调，人家也不会轻视咱们的。舒玉婷听了，便是觉得母亲说的有道理。郑夫人虽然严厉了一些，但心思不坏。昌平也是个知进退的人，你呀，只要踏踏实实放平心态过日子，没什么难过的。凡事也不必非得跟人争个高低，只要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安顺遂便足够了。哎呀娘好了好了，我不说你了，总归只要娘还活着，这里就永远是你的家，你想回来就回来。呸，一角大喜的日子说什么胡话呢？舒玉婉带着月儿才过来，舒夫人瞧见小女儿也来了，更加的高兴。这儿准备的差不多了，你们一起去看看衣角吧。舒玉婷便和舒玉婉以及月儿一道去了唐氏的院子里。唐氏靠在床上，可以瞧见她养得极好。周氏也在这边。
二嫂，你现在身子重，就别多礼了，都是一家人。大姐和妹妹来了。唐氏招呼着两人，身边的大丫鬟给两人端来了茶水。哎，弟妹别忙，我们呐就是来看看衣架。舒玉婷说着，拿出了一只纯金的长命锁，放在衣架的襁褓边上。多谢大姐，让大姐破费了。唐氏看在眼中，对舒玉婷并没有过分的热络。周氏心中更是不痛快。当时她生元角，这个大姑姐就送了一副串，元角还是长女呢。这长命锁可真好看，咱们一姐啊也是个有福气的。二弟妹，你肚子里这个呀，也必然是个有福气的。要说最有福气，还得是妹妹。舒玉婷素来是不怎么与两个弟妹打交道，这会儿猛然亲近起来，说着说着便有一些不知说什么好。哎，听说襄阳侯府家的大姑娘订婚了，奇怪的是订给了襄阳侯祖吉陇西去了。襄阳侯府的嫡出姑娘怎么会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去？不是听说襄阳侯府夫人很宠这个女儿吗？那具体就不知道了，怕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几人说着话，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宴席开始的时间，宴席进行到一半，外面的小厮急急忙忙的进来。夫人，太子殿下派人送来了贺礼。众人听了，快请进来。来人是阿青。恭喜恕大人、恕夫人、恕大公子、大少夫人。太子殿下听说恕大公子家千金满月，特备薄礼，祝贺小千金平安顺遂。多谢公公，辛苦公公跑一趟了。坐下来喝杯薄酒吧。谢夫人好意，太子殿下还等着奴才回去回话，便不多叨扰了。说完又朝着舒玉婉的方向行了一礼，这才转身离开了。这位阿青公公可是殿下身边的红人呢，他的态度便说明了太子的态度。瞧刚才这还得拜了未来的女主子才敢走呢。众人见状都开始一人一句的打趣起来。人群之中一个身影瞧见舒玉婉走了，也悄悄的离开。走出去不久，舒玉婉便见前面路上站着一个女子。不知姑娘是因会在前院，可是迷了路，我专门在这里等你。姑娘对我家中倒是熟悉啊。舒夫人本就是卫士女，我找了个熟悉你家中的姐妹带路而已。舒小姐不要误会。舒玉婉听了，心中了然，看来这位便是传说之中那位等着太子，等到了18岁还未嫁人的魏国公府长房嫡孙女了。之前没有见过，不知魏小姐费功夫等我，所谓何事？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想来瞧瞧太子表哥的命定之人是什么样的。好，方才在宴会上，魏小姐不是应该瞧见了吗？方才宴会上，舒小姐周围太多的夫人小姐，实在是没有看清楚。毕竟舒小姐现在可谓是炙手可热呀。先带月儿回去吧，照顾好小姐。便先回去了，想着一会儿叫上赵妈妈等人到附近来等小姐，免得小姐吃亏。是魏小姐吧？现在也瞧见了，魏小姐还有什么指教吗？就算有了空大师的批语，你也配不上太子哥哥。你一个和离过还生养过一个女儿的女人，也配做一国之母，简直太丢太子的脸面了。我这次来呢，是给你一个忠告，其实你可以做太子哥哥的侧妃，这样也不算违背了了空大师的批示，太子哥哥也不至于叫人嘲笑。况且太子哥哥需要的是一个家世足以与之相配的太子妃。魏小姐，赐婚太子是皇上下的圣旨，你是教我怎么抗旨不遵吗？至于配不配得上太子，左右我也不是配魏小姐，就不劳魏小姐操心了。毕竟你也不过是表妹，太子殿下本人、太子殿下的父皇、亲兄弟姐妹都排在你前头呢，轮也轮不到魏小姐你来说配不配。魏小姐还是操心自己的婚事吧，不如得空去皇觉寺一趟，瞧瞧魏小姐的姻缘在哪里。哼，今日我来还是好言相劝，舒小姐执意不听劝告，怕是祸事将近啊。我们魏家100年功夫，又是太子哥哥的旧家，不管是皇上还是太子哥哥，都待魏家不同，可不同于襄阳侯府。舒玉婉听了，心中一寒，看来魏家不打算放弃太子妃的位置。魏国公府要做什么？只要你乖乖的让位子，魏家自然是不会做什么的。那好，你随我进宫，我向皇上陈情，把太子妃的位子让出来。魏无双一听，怀疑的看着舒玉婉。哦，舒小姐这么快就想通了？我这就禀明父亲母亲，随魏小姐一起进宫。魏无双一边感到欢喜，一边又不敢相信。本来魏国公府也是准备对这个舒氏女动手的，但父亲听说襄阳侯府的柳如映被远嫁了之后，便说要再等等。既然你能想明白，那就是最好的。能做太子表哥的侧妃，也已经是你命好了。魏小姐说的对，魏小姐是国公府小姐，更多的人却是平民百姓，甚至家中贫穷到卖身为奴，这不就是命好不好的差别吗？咱们快进宫吧，跟皇上他老人家说一声，我要不把太子妃的位置挪出来，魏国公府权势滔天，会要我好看的。还是让魏小姐做太子妃吧。
你魏无双这会儿是反应过来了，这个术士就是在耍他。既然舒小姐执意觉得自己配得上太子妃之位，今日就当我没来过好了。她本就是想办法偷偷过来的，现在只好暂时先回去。魏小姐慢走。送走了这位魏大小姐，舒玉婉暗暗地提高了对魏国公府之人的警惕。舒玉婉陪着月儿玩了一会儿，清代出去了一会儿。小姐，派出去的人已经混进赵氏常去的那个庄子，春秀那边也回了话，安少瑜似乎不知道，只是埋怨赵氏现在越来越忙，两人感情现在也越来越差。赵青青不在家，安少瑜基本都在春秀那边待着，小心着些，不要叫赵氏察觉了。是，我已经嘱咐过了。春秀的月份越来越大了，安少瑜这样整日待在春秀那里，只怕过不了多久，赵氏就会有所察觉。再多放几个人在春秀那里，保住他们母子。是。赵青青这些日子基本上就泡在郊外的庄子上，她只知道火药制作的简单配方：1硝2硫3木炭。如何了？小姐，就快成了，今天已经可以炸出一个小坑了，就是引燃的过程还是不太稳定，有时能点着，有时点不着。在引线上沾点硝粉试试。是。去办吧。角落，一个面相憨厚的年轻小伙子一边搬着硝石，一边侧耳听着这边的动静。赵青青安排完便回到了安定侯府，正好碰到了她的婆婆魏氏和二嫂刘氏。就算侯爷特准了，但是你既然已经嫁入安定侯府，也该守着些做人媳妇的本分，这么成天的往外跑，外面的生意就不能交给管事的吗？这一天天的成何体统？娘，我是赵家的独女，赵家的生意都是由我来继承，我自然是要打理的。弟妹这话说的好像谁还没有嫁妆似的，我与婆婆的庄子铺子不都是交给管事打理，怎的弟妹这生意就非要亲自跑？难不成赵家没人，就非得当家的亲自去跑生意？就是，怎么就你需要亲自跑？总之我出门是侯爷批准的，少宇也是知道的，婆母要是有意见便去找侯爷和老夫人吧。说着草草的扶了一礼，便转身走了。你什么态度？娘，你别气了，这赵氏反正名声烂大街了，估计也不在乎了，你和他计较，气坏了身子不值当。都怪于根那个混账，好好的晚景儿，孩子都给他生了，非要和离，娶这么个东西回来，娶回来又不管，天天的就知道气我。这话刘氏没有反驳，她也是这么觉得的。赵青青今天特意回来的早，想着这段时间冷落了安少瑜，准备要好好的陪陪他。三公子每天都回来的这么晚吗？小丫头犹犹豫豫，半天也不敢回话。说，小丫头赶紧跪下。是三公子最近回来的比较晚。赵青青的心中有一些不好的预感。有交代去哪里吗？小丫头摇摇头。赵青青挥手让这小丫头先退下来，吩咐身边从赵府带过来的丫鬟，明日你叫个不显眼的小厮跟着安少瑜，看他到底做什么去了。是，小姐。赵青青又等了好久，安少瑜终于是回府。青青，你今日怎么回来的这么早？不是说最近有事比较忙吗？于哥哥，你忘了今天是我们在护城河那个杨柳堤下第一次碰见的日子吗？我今天特意早点回来的。于哥哥你呢？做什么去了？是吗？瞧我这记性，竟然忘了这么重要的日子，该罚。青青，你看要怎么罚我？于哥哥，你还没说你做什么去了呢？青青，你不也没告诉我你做什么去了吗？只告诉我最近有事，便好些天不怎么见到人。怎么，我跟朋友吃个酒就要每日跟你报备？那你倒说说，你做什么去了？赵青青不答，火药的事情她不打算透露给任何人。不是跟你说了，我去想办法帮五皇子。那我也跟你说了，我去跟朋友喝酒结交势力。二人不欢而散。又过了些日子，已经快到舒玉婉出嫁的日子了。舒玉婉都待在府中。小姐，到时候带月儿小姐去祠堂了。今天要把月儿过继到大哥大嫂的名下。舒玉婉带着月儿来到祠堂，族中族长和几位长老都来了，爹爹和娘亲以及大哥大嫂也已经到了。舒玉婉抱起月儿放到大哥大嫂的面前，月儿跪下给大舅舅和大舅母磕个头。月儿只在族谱之中过继到舒玉阳夫妻名下，在府中仍旧是叫大舅舅大舅母，叫舒玉婉为娘。舒玉阳把月儿抱起来，给了月儿一个大红包，再由族长将族谱上的名字一改，过继便结束了。回到府中，舒玉婉一整天都是蔫蔫的。赵妈妈知道舒玉婉的心里头舍不得孩子，小姐，将来您在宫中站稳了脚跟，再把月儿小姐接过去就是了。妈妈放心，我知晓的。太子的地位尚且不那么牢固，宫中还有张贵妃、淑妃、贤妃，她自是不会带着月儿去的。赵妈妈又安慰了几句，便去忙活了。舒玉婉出嫁在即，青竹院的人这几日也忙。小姐，赵氏把安少瑜杀了。
什么？清代稳了稳惊讶至极的心情。刚刚刘三过来，说是赵氏今日跟着安少瑜去了春秀的小院，瞧见了安少瑜和春秀，看到春秀怀孕了，赵氏气急了，指挥身边的丫头要当场把春秀打死。二喜他们拦住了赵氏身边的人，赵氏掏了一把刀出来，便要亲自动手。安少瑜挡在春秀前面，赵氏问安少瑜为何要负他，便几刀把安少瑜给捅死了。当真？二喜他们护着春秀，刘三回来给咱们送消息，说是赵青青把安少瑜杀了，见奈何不了春秀，便急忙带着丫头走了。春秀使人去请大夫，但刘三回来的时候叹了下，人已经没气儿了。快叫刘三去安定侯府报信儿，别叫赵青青把事情颠倒了。我这就去。清代走了老远，舒玉婉还有点没有反应过来，这可真是出乎他的意料，意外之喜呀！刘三接到了指示，跑得飞快，一路大喊：杀人了，杀人了！赵氏把我们家三公子杀了，快来人呐！赵氏把三公子杀了，赵氏把三公子杀了！卫士急忙带着人赶往了春秀的院子。是到的时候，春秀请的大夫也已经到了。大夫摇摇头，准备后事吧。卫士进门正好是听到这一句，顿时就放声大哭，扑到安少瑜的身上。只见儿子的身上有好几个血口子。我的儿啊，我的儿！春秀挺着个肚子，叫几个小丫头围着，在一旁瑟瑟发抖，不时的捂着肚子喊痛。天杀的赵氏，赵氏人呢？好了，小丫头追上去，远远瞧见马车朝青石巷的方向去了，派人去找，把那个贱人给我找回来，多找几个大夫来，我看我儿说不定还有救。身边的丫鬟不忍辩驳，去找大夫去了。卫士终于是接受了安少瑜已死的事实，命人把安少瑜抬回了安定侯府。安定侯老夫人年纪大了，听说此事一下子就昏了过去，到这会儿才醒了过来。听说安少瑜被人抬了回，便急匆匆的过来。刘氏在一旁瞧着，也拿帕子掩着脸，哭出声来，心中想的却是这可真是报应啊！安定侯和两个哥哥还未下职，便急急忙忙的赶了回来。此刻真瞧见儿子的尸体，瞬间就红了眼。都是你，都是你，让于哥儿娶了那个女人进门呐，就是害了于哥儿的性命啊！于哥儿啊！赵氏呢？赵氏害了三公子便跑了，已经在派人找了。此刻赵青青是躲在贤妃的母家彭尚书的府上，正是上次那个在兴隆酒楼与赵青青见面的贵夫人。你做什么要把人杀了？这下安定后的兵力还如何用得上？男人那个妾多正常的事情，你就是不喜把那女子打发了就是。你把自己夫君捅死了，可真是够新奇的。你比这宁王妃还虎呀，你也没有宁王妃那家世呀。赵青青的眼神之中透着狠绝，我早就跟他说过，负了我会要他的命。彭夫人看着赵青青的眼神就像是看着一个疯子。你来这里没暴露踪迹，万一叫安定侯府找上门，不可保不住你。就算没有了安定侯府，夫人不要忘了，我手上还有厉害的武器。这么说你漏了踪迹了，应当查不到我在这里。彭尚书府中，五皇子扮成小太监的样子，正在跟赵青青相对而坐。老师，你冲动了。五皇子不同于平时胆小怯弱的模样，瞧着沉静稳重。没有安少宇，没有安定侯府，我一样能帮殿下成事。这朝中又不是只有安定侯府有不起眼的兵权在手中，我手中的杀气才是关键。赵青青瞧着五皇子，他知道彭尚书一家不是太想保他，他必须要说服五皇子。老师，你说的杀气到底是什么？时候到了，我自然会呈给殿下。此物如此重要，老师现在不便出门，防止底下的人生出异心，不如告知我在何处，我去看管这些。殿下，当初你一无所有，连贤妃和彭尚书都不肯帮你，是我带着你一步步走到今天，为你出谋划策，挣钱收买人心。如今我不过是杀了个安少瑜，连你也想抛弃我了吗？老师，你说的什么话？老师是我最为信任的人，我怎么可能会抛弃你呢？若是老师已经安排好，我不问就是了。赵青青不置可否。五皇子见赵青青心情不佳，老师安心的待在彭府吧，我会想法子了结了这件事情的。今日我是偷偷出宫的，得赶紧回去了，改日再来看老师啊。赵青青点点头。彭尚书和大儿子贤妃的父亲和哥哥等在外面的亭子里，五皇子过去拜了一拜。外祖父、舅舅。殿下是皇室子孙，不可对老臣行礼。外祖父乃是母妃的父亲，是启儿的长辈，给外祖父行礼乃是人之常情啊。彭尚书父子二人都很是满意。殿下，那赵氏说出厉害的武器在哪里了吗？五皇子摇了摇头。也不知究竟赵氏从何处得来，又放在哪里，究竟有多大作用？既然如此，先保住赵氏吧。辛苦外祖父和舅舅了。殿下客气了。父子二人悄悄地把五皇子送回了皇宫。
第二日，安定侯便是递了个拜帖，求见彭尚书。彭尚书将安定侯请到会客厅，一见面便是一脸的哀痛。侯爷，您节哀顺变，莫要太过伤心，伤了身体呀。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呢。赵氏那商女实在可恨，却不知跑到了何处，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确实可恨，简直善妒到了极致。安定侯瞧了瞧会客厅周围的小厮丫头，彭尚书的眼皮一动，吩咐下人都退到门外去。彭大人，明人不说暗话，把赵氏交出来吧。侯爷这话，老夫可听不明白。你们家的儿媳怎么会跑到我们家来？当日家中的丫鬟亲眼看到赵氏的马车朝着这个方向来了。侯爷，赵氏手中还有殿下需要的东西，待拿到这件东西，这个女人，老夫立马送给你处置。此话当真？老夫自是不会骗你。侯爷，此女不过一个商女，若不是有点用处，我又岂会为了她坏了与侯爷的情分？这个商女曾经提过，侯爷也是看好殿下的，还望侯爷将来能继续支持殿下，不要因为这个商女坏了侯爷与殿下之间互相欣赏的君臣之路才好。只要彭大人信守承诺，我自然愿意助殿下成就大业。他今日来本就是有2个目的，一是要赵青青偿命，二来便是借着此事跟五皇子一派搭上线。好，侯爷放心，待东西到手，我自然会将赵氏交给侯爷。二人之间一番交谈，宾主尽欢。免大公公安定侯来了，不过已经被公爹打发走了。多谢夫人告知。小姐，小五子把东西带出来了，把人带到前厅去，我要亲自见见。是，小姐。舒玉婉到了前厅，刚一进门，面前就是一个15、16岁的小伙子，跪了下来，结结实实的磕了个响头。拜见小姐。快起来，辛苦你了。小伙子露出憨憨的笑容来。不辛苦，能为小姐做事是我的福气。没有小姐，妹妹就该病死了。小五子从怀里头掏出了2个圆圆的纸筒。小姐，这便是那赵氏在庄子上研究的东西，小的亲眼见过。这个东西碰了火会爆炸，把地炸出一个坑来。管事儿的管这个叫火药，但是还没有完成做好，有时候会点不着，有的炸得太厉害，有的炸不起来。之前有个人点的时候离得太近，这个火药突然就炸了，把人炸死了。那赵氏把做这东西的人都圈在一个庄子上，还派了人看守，不许任何人离开。但前几日不知怎么回事，管事的急匆匆的把人和东西都挪到了山上，安定侯府的人还来找管事的麻烦，我趁这机会才偷偷的溜了出来。舒玉婉和清代一听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知道了，东西交给我，你立了大功了，赏100两银子。谢小姐。等过几日就让你回家瞧你妹妹，先在府中待几天，等把这事儿了了。是，小姐。舒玉婉把玩这小五子送过来的火药桶。小姐，大公子来了。舒玉阳随后走了进来。妹妹喊我做什么？大哥，烦请你把这东西送给太子，还有这封信，尽快。再过几日就要成婚了，有什么话不能等到成婚之后说？这么几天都等不及，还要让我做这个传话筒？这东西千万不能碰火，碰火会炸开，是会要人命的。接着又把怎么得来的，有什么样的用途给舒玉阳讲了一遍。带回这火药的人留着呢吧？舒玉婉点头，我这就去。舒玉阳说着，当即便赶往了东宫。到了东宫，太子听了舒玉阳的讲述，也是惊讶不已。哭还说武帝为何对一个商女如此看重，想不到这商女当真会些不得了的东西。殿下，当务之急是派人秘密前往那座山中，把研究制作火药的人都控制在手中，免得真叫武殿下得了去。君六，你带着人去，务必将人和东西全部拿到手。君六领命，带着太子的书信，先去束府找到了舒玉婉，领上了小五子，迅速赶往赵青青制作火药的地方。殿下，那赵氏怎么办？他杀了安少瑜之后就不见踪影了，安定侯找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会不会是五皇子把人藏了起来？只要这个人留在五皇子那里，五皇子还是会有火药的制作方法的。阿青，奴才在。派人盯着赵府、安定侯府、彭尚书府和金府，你回去问问玉婉，说不定他知道。妹妹，你瞧，咱们都不知道，这赵氏背地里研究这个东西，他已经拿到手了。舒玉阳想想也是觉得十分有道理，我这就回去。一边走一边寻思，自己现在成了太子和妹妹的传话筒了，不过也传不了几天了。武帝最近在做什么？五皇子前几日偷偷出宫，去了一趟彭尚书府。听了阿青的话，太子便估摸着赵氏十有八九是躲去了彭尚书府。过了几个时辰，接到舒玉阳的回话，知晓赵氏杀了安少瑜之后去了青石巷，便更加的确定了。晚间，君六也回来了，只见君六眼中是掩饰不住的激动。如何？殿下，此物当真厉害，属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武器，跟刀剑弩完全不同，威力极强。有了这个，打仗的话胜算会大大增加。那个庄子上的人和东西，属下都送去了梅花山庄，一个也没有漏。好，找个合适的机会，姑亲自去看看。
了。太子也是有一些期待，只不过再有5天就是他跟舒玉婉大婚的日子了，他也不想叫舒玉婉受委屈了。你派几个人看住彭尚书府。赵青青这边被困在彭府，他还不知道火药研究基地已经被太子连人带东西一锅端了。夫人，叨扰多日，我打算回去看看，这些日子麻烦您了。安三少夫人要走，别叫我安三少夫人了。是我思虑不周，不过赵姑娘，现在安定侯说不好还盯着咱们府上呢，你要出去，说不定一下子就被安定侯发现了。我扮成丫鬟，跟着采买的人一起出去，或者麻烦夫人出门的时候，我躲进夫人的马车里。彭大夫人的脸色不好，火药还没有到手，他们是没有打算让赵青青离开的。既然如此，我跟宫爹说一声，麻烦夫人了。赵青青瞧着彭大夫人的神态，心中愈发的坚定要走。早知道当初不该慌不择路跑到彭府来的。既然他要走，就让他走，派个功夫不错的跟着赵氏，说不定能找到火药。是。彭大夫人接了指示，便回头跟赵青青道：赵姑娘，明日我便出门上香，到时你扮成小丫头跟着我出去。谢谢夫人了。赵姑娘客气了。第2日，赵青青在脸上画了一个大痣，又在脸上画了很多的斑纹，眼睛、嘴巴、眉毛都是一顿的大改。彭大夫人见了，都好险没认出来。赵姑娘这一手易容术真是出神入化呀！赵青青心底嗤笑，什么易容术啊，这叫化妆。夫人见笑了。赵姑娘果然是有大才的人，我实在佩服。这模样，便是熟悉赵姑娘的人也未必能认出来了。随我来吧。赵青青扮成了最为低等的小丫鬟，跟在彭大夫人出行的队伍里。暗卫尹16跟着彭大夫人的轿子来到了黄觉寺，躲在远处盯着轿子。彭大夫人进了黄觉寺，象征性的拜了拜。难得来一次寺中，让外面的小丫头们也都去拜拜菩萨吧，1刻钟后回来。是，夫人真是心慈。夫人开恩，允你们1刻钟的时间，想拜拜菩萨的可自行前去。小丫鬟们欢天喜地的去了。赵青青混在小丫头之中，趁机离开。最后一个练家悄悄地跟了上去。尹16躲在草丛里，正百无聊赖，准备离开了，不想瞧见一个女子朝他这个方向走了过来。这个女子实在是太有特点了，脸上有好大的一颗黑痣。尹16瞬间就提高了警惕，准备悄悄跟上去，带着丫鬟走过。身后那个身影走到尹16附近时，尹16一刀砍晕了他，随即跟上了这个丫鬟。赵青青不时地往后张望，确定身后没人，终于放下心来。刚刚考虑好准备出发呢，突然颈后一阵的剧痛，眼前一黑，人就晕了过去。太子这边正在东宫听着礼部的人再次交代明日大婚的流程。殿下，好了，姑已经都熟悉了，再去看看其他事情有没有需要完善的吧。待礼部官员退下，殿下，赵氏找到了，已经派人关起来了。太子很高兴，把人看好了。庶府府中灯火通明，庶夫人身边的魏妈妈和舒玉婉身边的赵妈妈还在指挥着人搬着舒玉婉的嫁妆。宁王妃说也是她家姑娘，硬是派人送了一份不低于舒玉婉嫁入安定侯府时的嫁妆过来。爹爹，进了东宫，切记万事小心，保全自己为重。你大哥常常出入东宫，若是有什么事儿啊，便让你大哥带信回来。但凡爹能做的呀，都会替你办。女儿知晓了，爹爹放心。带舒玉婉回了院子，舒夫人来找舒玉婉。明日就要大婚了，娘亲，我这又不是第1次成婚，您怎么还要来哭一通？第几次嫁人，娘也舍不得呀。娘，您别担心，我呀可是了空大师算出来的太子命定姻缘。既然是命定姻缘，以后自然会夫妻和谐的。我在太子的府中得太子敬重，你也可以常常带着月儿去看我。你放心，我会常常带着月儿去看你。月儿，你也不用挂心，等你大嫂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我就把府中的事情托付一些给你大嫂，好好的照顾月儿。谢谢娘。哎，跟娘还客气什么呀？哎呀，娘，这就不用讲了吧。虽然你都懂了，但是还可以再学习一下。尴尬过后，母女2人相视一笑。好了，娘去看看嫁妆整理的怎么样了，你再陪陪月儿吧。这会儿，舒玉婉便来到舒夫人房中瞧女儿。月儿已经睡下了，乳母在身边。母要吵醒了月儿，妈妈辛苦了，去卧间歇一会儿吧，我看一会儿。是，小姐。瞧着女儿睡着的可爱样子，舒玉婉的脸上不自觉地露出笑容来，笑着笑着，眼泪差点掉下来，不由得联想起舒夫人刚刚来看她，眼眶通红。月儿，别怪娘。舒玉婉有点哽咽，就这么坐了好一会儿。小姐，嫁妆已经搬好了，您去睡会儿吧，明日寅时您就得起来了，来日里还要累1天呢。舒玉婉点点头，路上清代劝道：小姐，您别担心，夫人一定会好好待月儿小姐的。您做了太子妃，也没人敢欺负月儿小姐的。我知道，只是月儿到底还小，又一直在我身边，猛然离了，我担心她不习惯。放心，我知道轻重，明日必不会苦
苦着个脸的。舒玉婉睡下以后，思绪纷飞了一会儿，逐渐的睡着了。但感觉才刚睡着，便听见清代喊起了，外面已经是有宫里来的嬷嬷准备给她上妆了，还有大嫂唐氏、二嫂周氏、大姐舒玉婷以及舒氏本家的一些姑娘过来陪她说话，已经到了。舒玉婉给众人见礼，别多礼了，嬷嬷等着给你上妆呢。众人点头称是。清代端来了一碗鸡汤面，小姐吃点面条吧，等上了妆，今天一整天都不能吃东西了。舒玉婉虽然没有胃口，也知道必须要吃点。等到上妆结束，舒玉婉看着镜中的自己，鲜亮明艳了好几个度。妹妹真是风姿卓越，气质高雅而华贵呢。是啊，这般月貌花容，等太子殿下见了，必要挪不开眼。大嫂大姐就别打趣我了。小姐，太子殿下来迎亲了。前厅热闹非凡，太子身着一身大红喜袍，带着内务府总管、东宫属官以及礼部官员，身后跟着栾仪卫抬着的8台大轿，来到了束府门口。可是太子乃是一国储君呐，没人敢上前来为难。舒玉阳恭恭敬敬，妹妹还有一会儿才出来，殿下以后可要好好待妹妹。二姐兄放心，姑必定敬重爱护玉婉。屋内，喜婆给舒玉婉盖上盖头，众人簇拥着舒玉婉往前厅而去。舒夫人和舒侍郎在前厅端坐着，喜婆引着舒玉婉给舒夫人和舒侍郎磕头拜别。舒夫人擦着眼泪，赶紧的叫人把女儿给扶起来。喜婆扶着舒玉婉穿过连廊，便来到了门口。新娘子来了。太子和舒玉婉一道，再次拜别舒侍郎和舒夫人。在舒夫人的哭声之中，舒玉阳背着舒玉婉坐上了花轿。婉婉，好了，别哭了，免得婉婉也哭起来。唐氏、周氏和舒雨婷也上前来劝说安慰舒夫人。太子朝着舒侍郎和舒夫人拱手行了一礼。还好吗？不是。起轿。从舒府到东宫的道路已经有内务府总管带着人清理了一遍，魏无双只戴着面纱混在道路两旁的人群之中，瞧着太子满面笑容欢喜之极的模样。太子表哥不是说暂时不想娶太子妃的吗？为何将那个了空？算了一桩这么差劲的姻缘，这会儿倒是笑得合不拢嘴了。魏无双的哥哥魏无羡在一旁，或许真的是殿下的命定姻缘，殿下本人都不反感。哥哥什么时候如此相信这些僧侣道人？了空大师可不是一般的僧侣道人。再说了，爹爹说了，不要在这风口浪尖行事。那襄阳侯府的柳如英便是殿下亲手出手解决的，你难道想站在殿下的对立面？我们魏家是殿下的母家，殿下和皇上向来对我们恩宠有加，你又等着殿下到现在，等殿下大婚以后，必要将你纳入东宫。这个女人无论家世、自身条件，还是与殿下的情分，都跟你无法比拟。只要你沉住气，将来后位说不得还是你的。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妹妹，最后的赢家才是真正的赢家。知晓了。那咱们快去东宫吧，别开席了，我们还没有赶到。又过了好长时间，终于，小姐快到了。落轿。随着喜婆的一声高喊，轿子停了下来。太子将舒玉婉扶出了轿子，二人一起走入了东宫。太子将舒玉婉送进新房，便出去了。晨迎婚行，行大婚礼还要等到黄昏时刻，就意味着舒玉婉要在这里坐上一整天。小姐，刚刚阿青公公过来了，带了好些糕点过来，说是太子交代让您中午饿了吃点东西垫垫，太子殿下记挂着您呢。舒玉婉的心中也十分熨帖。你们也累坏了，趁着这会儿没什么人，赶紧歇歇吧，留一个人在我边上。坐了一天，终于等到了傍晚，喜婆进来牵着舒玉婉去正厅拜堂。皇上已经是坐在那儿了，另一边的椅子上则是放上了孝贤皇后的牌位。拜天地，二拜高堂。皇上眉目舒展，好，夫妻对拜，走入洞房。太子握着舒玉婉的手，小心地牵着她往新房里头去。这双手一步一步地踏入他们的新房。屋内已经有许多等着闹洞房的人在等着了。皇上的几位还未出嫁的公主，以及一些皇室宗亲家的孩子，以及太子母家的女眷，包括魏无双。虽然想闹，可是太子就在边上，皇上就在外面，众人也不敢造次，说笑了几句。太子殿下，挑盖头吧。是啊是啊，快让本公主看看大皇嫂长什么样子。太子哥哥，快揭盖头啊！眼前太子身穿一身大红色的喜服，英气逼人，脸上是温润的笑容。舒玉婉脸色微红，新娘子好美啊！这是平宜公主，排行第4。舒玉婉之前是做过功课的，知道这位平宜公主乃是新嫔所出，很受皇上的宠爱。喜婆端来了一碗汤圆给舒玉婉吃了，生的。新娘子说生的，哼，可不是能生吗？新娘子都已经生过一个。舒玉婉脸色未变，心想这个魏无双传的如何，竟然还不如赵青青能够沉得住气呢。若不是真心来祝福姑大婚之喜的，便不要在这里碍眼了。阿青立刻上前将魏无双给请了出去。我这又是新娘的义母，
又是新郎的皇婶，今天可是要在这儿待到最后一个走。舒玉婉感激地看了宁王妃一眼，来，新郎新娘喝合卺酒啦！喝了合卺酒，从此夫妻一体，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在众人的起哄声中，二人喝完了合卺酒，太子便要去前厅陪客了。太子捏了捏舒玉婉的手，可不许欺负你皇嫂。放心吧，太子哥哥，本公主会护着皇嫂的。殿下就放心吧，殿下是一国储君，新娘子那就是出后，便是皇婶我这个做长辈的，那也不敢为难呐。太子笑笑，这才转身出去了。瞧瞧，太子殿下可真是护新娘子护得紧呢。义母，皇嫂，我是平姨，你好漂亮啊！平姨，小孩子们也是凑过来围着舒玉婉，皇嫂的叫个不停。都去外面吃席吧，找太子殿下喝酒去，让新娘子休息会儿。多谢义母。都说是你义母了，还客气什么？一天没吃东西了吧？叫人把膳食送过来，吃点东西，洗漱一下，休息吧。我也去前面了。义母慢走。清代把宁王妃送出了新房。等清代回来，以梅已经是帮着舒玉婉把花冠给拆了，繁复的外套脱了下来。舒玉婉感觉终于是轻松了。小姐，要不要先见面？还叫什么小姐？现在要叫太子妃了。是我的错，一时还没改过来口。听清代这样说，还感觉不太习惯。太子妃，过去的那么多年，她都距离这个位置的人太遥远，就感觉像是寺里供奉的菩萨一样。清代姑娘，殿下让我送了席面过来。太子妃，太子殿下让阿青公公送席面过来了，奴婢倒是白跑了一趟。让阿青公公进来吧。太子妃安，辛苦了。殿下在前面还好吧？为太子妃，皇上还没有走，各位殿下和大臣们也不敢灌太子殿下酒。殿下就是按照礼节每桌陪一陪，现在还清醒得很，嘱咐奴才在这边听您使唤。舒玉婉觉得暖心，太子这是让阿青来看着，怕他受欺负了。太子妃有事您喊奴才。舒玉婉点头，阿青便知趣地退出去。刚刚梳洗完，太子便已经回来了。殿下怎么回来的这么早？每一桌都陪到了，父皇也已经回去了，姑便先回来了。我替殿下更衣。不用，让阿青来就好。阿青急忙有眼色地上前了，待太子更衣梳洗结束，都退下吧。阿青和清代、以梅等人急忙退出去。玉婉别紧张，殿下。一事已拟。第二日一早，舒玉婉便是醒了过来，身上酸痛。太子已经起身，叫阿青伺候着梳洗好了。舒玉婉歉疚的道：“殿下，妾身起晚了。”不怪你，怪姑。若是没睡好，就再睡一会儿，不碍事，父皇也不会见怪的。舒玉婉摇摇头，早膳已经准备好了，那便等你梳洗完，咱们一起吃完早膳，再去给父皇磕个头。清代以梅进来帮他梳洗，太子手中拿着一本书，在一旁一边看书一边看着舒玉婉梳洗。殿下怎么不去书房看？姑就在这里看。以梅努力的憋着笑，太子看着看着便一直盯着舒玉婉看去了。对了，那个赵氏姑已经抓到了。殿下在哪里找到赵氏的？得了你的消息，姑便派人看着彭府，这赵氏扮成丫鬟跟着彭夫人出门，被姑派去的人抓了回来。等三招回门之后，殿下带我去觐见赵氏吧，我有些疑问，想当面问赵氏。太子以为是为了安少瑜的事，心中有一些吃味。好，待舒玉婉梳洗完毕，二人便一道前去用早膳。殿下如何知道我的口味？自然是跟大舅哥讨教的。太子满脸快来夸我的得意，舒玉婉不知道太子竟然还有这一面。殿下正好，多谢殿下费心。太子听了十分受用，等二人吃完，便一起去了承乾宫。太子殿下，太子妃，皇上请你们进去。二人手牵着手，相携而入，二人一起跪下来，给父皇请安。皇上点点头，洪公公端来一个托盘，舒玉婉从上面取了一杯茶，请父皇喝茶。皇上接过来喝过，朕终于喝上这杯儿媳茶了。瞧着舒玉婉明艳大方、端庄得体的模样，皇上心中残留的一点太子妃是二嫁女的疙瘩，终于是彻底的散去了。玉婉，今后跟太子夫妻恩爱，相互扶持，知道了吗？儿媳谨记。锦儿，不论何时，太子妃都是正宫嫡出，要始终敬重爱护，明白吗？儿臣谨记。皇上满意的点点头。洪公公拿出一个红封来，递给了舒玉婉。这是孝贤皇后留下之物，今日便交给你了。谢父皇。二人从承乾宫出来，回了东宫稍作休息，便又继续赶往了惠太妃、宁太妃的宫中拜会。太妃拜见完，又去见了皇上的淑妃、贤妃等人。张贵妃由于还在禁足当中，便未曾去了。贤妃表现得十分热络，太子妃真是明艳动人，叫人喜欢呢。五皇子也在一旁，我终于有皇嫂了。太子夫妻二人不动声色，陪着贤妃母子俩演了一出
出其乐融融，兄友弟恭。出了贤妃的宫门，这一天总算是结束了。夫妻二人相视一笑。妃位以下的便不用特意去见了，以后宫宴等活动上自然会见到的。那明日做什么？明日啊，明日好好休息，在宫中陪姑就好。舒玉婉不知想到什么，脸色一红，回了东宫。太子便去了书房，舒玉婉自回院子之中休息。晚上夫妻二人一起吃了晚膳，他有点奇怪，当初安少瑜还有几个通房呢？殿下，您宫中没有收用的人吗？没有。那你是想问私请的宫女？舒玉婉不好意思的点点头。姑没有要私请的宫女，之前呢也没有过任何女人，你是姑的第一个女人。舒玉婉惊讶的嘴巴微张。殿下，可姑的母后其实不是身体生病死的，而是心情不佳郁郁而终的。虽然世人都说父皇独爱母后，但父皇有很多女人，母后还不能阻止他临走之前要姑答应他，将来只娶一妻，不可纳妾。姑答应了，虽然姑那时还小，但既然答应了母后，就要信守此诺。舒玉婉这才明白为何太子一直不肯娶妻。到了晚上，太子又开始磨着舒玉婉。舒玉婉突然想起了昨晚，太子确实是不大熟练的样子。妈妈，你别怕，今晚我收敛一点，不会像昨晚那样的。舒玉婉的脸色通红。清代在外面守夜，既高兴小姐和太子殿下十分恩爱，又担心太子如此不会把他们家小姐累坏了吧。第二日，舒玉婉是睡到辰时才起。怎么不叫我？这可不能怪奴婢，是太子殿下不让奴婢叫您起床的，说您累着了。改明儿也给你找一个这么疼你的夫君。奴婢可不要，奴婢就要一辈子陪着小姐。你瞧清河，如今不也和和美美的？那是因为刚成婚，清河又有太子妃您给他撑腰，给他大笔的银子陪嫁，他夫家也不敢对他不好。我难不成不给你撑腰啊？这嫁人就像去赌坊赌钱一样，赌赢了日子还勉强能过得下去，赌输了那就是没一日能消停。奴婢跟着太子妃这样的主子，便是上天赐的福气，有这福气不想去，奴婢就一辈子陪着太子妃，便已经很知足了。随你，你不想嫁就不嫁，太子妃生奴婢生，太子妃要是去了，奴婢便跟着一起去了便是。瞎说，我要是先走了，你还要帮我看着月儿呢。想到月儿，清代神色也是柔软了一些，都听太子妃的。待舒玉婉快洗漱完，太子也过来了。听说你醒了，姑便过来了，这是怎么了？哭过了？殿下真是心细如发，妾身都梳洗过了，还能叫您看得出来。到底何事？不过刚刚手不小心抽到了眼睛。见以梅在帮着舒玉婉画眉，姑帮你画吧。这殿下会吗？应当和画画差不多吧。那您试试吧。妈妈，叫姑阿锦吧。阿锦。太子瞬间不觉得不自在，满意的提笔画眉。舒玉婉对镜一看，这眉毛又粗又长的。阿锦，还是让以梅来吧。等姑再练练。好，待舒玉婉梳妆完毕，夫妻二人便一起去用早膳了。叫阿青把东宫的内务交接给了舒玉婉。阿青打理得好好的，也不差这几天。不若等回门以后，妾身再慢慢接受。姑正好没事，陪着你跟你立立威。今日只是先跟你交代交代，后面有什么没理清楚的，随时找阿青。好吧。于是二人理了一整天的东宫账本。舒玉婉就发觉东宫居然很是富有。东宫的财产一部分是母后当年的陪嫁，这些年经营的还可以，财产一直在增加，另一部分是父皇常常赏赐。想到明日便能够再见到月儿，舒玉婉的心情不由得兴奋起来。第二天一大早，舒玉婉便起身了。阿青与清代把东西收拾齐整，太子便陪着舒玉婉一起出发了。往后姑经常陪你回来。谢殿下。哎，妈妈，你叫姑什么？谢谢阿青。太子这才满意。太子揽着舒玉婉，舒玉婉靠近太子的怀中，闭上了眼睛。很快，束府到了。舒夫人一大清早的便在这儿等着了。舒侍郎、舒玉阳、舒玉成也都没有出门，在家中等着舒玉婉回来。小姐回来了，小姐回来了。太子先下了马车，又亲自将舒玉婉扶出来。舒夫人见了，嘴巴都快要咧到耳朵根了。拜见岳父，拜见岳母。见父亲，拜见母亲。太子也是跟着舒玉婉见礼。殿下折煞我了。舒玉婉又跟舒玉阳、唐氏夫妻俩、舒玉成、周氏夫妻俩相互的问过好。娘，我想回之前的住处看看。好，你随我来。唐氏、周氏都随着舒夫人一起去了后院。到了舒夫人房中，月儿打扮得十分喜庆。月儿回头，娘。舒玉婉急忙将女儿抱进了怀里。舒玉婉
搂着月儿。娘，月儿妹妹为什么哭啊？月儿这是想娘亲了。舒玉婉给女儿擦了擦眼泪，娘亲不哭了，月儿也不哭，好不好？月儿乖巧的点点头。这几日有没有听外祖母的话，好好吃东西，好好睡觉？月儿回答不了这么长的话。放心吧，月儿很乖的。很快就来到了下午，到了该回去的时间了。见舒玉婉要走，瞬间就哭起来，拉着舒玉婉无论如何也不肯放手。太子进来，不如将月儿带去东宫待几天。舒玉婉犹豫了一瞬，再看看女儿撕心裂肺的模样，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舒夫人本来想要阻拦，婉婉连同月儿的乳娘一起都带去了。等太子的马车走远，月儿去了，会不会影响婉婉和太子培养夫妻感情啊？太子仁德宽厚，既然能接受玉婉，想来不会介意月儿去住几天的。况且这也是太子自己提出来的，玉婉之前的安排也的确非妥帖。月儿已经过继到了玉阳名下，不过去住几天不妨事的。从今天太子来咱们家的态度，还看不出太子殿下对玉婉的看重吗？月儿来了东宫以后，太子明显感觉到玉婉开心了不少。婉婉，月儿便养在东宫吧。舒玉婉正纠结着，若是殿下不介意，姑不介意。月儿是你的孩子，便也是姑的孩子。舒玉婉感激地看向太子，月儿已经过继到大哥名下，便是养在我身边，这一点也不会变。都随你，你开心就好。舒玉婉露出开心的笑容来。殿下，那个火药您研究明白了吗？差不多了，现在基本能用了。我想去见见赵青青。问他什么？为什么抢走安少瑜啊？瞧着太子掩饰醋意的样子，想知道他哪里来的这些超乎寻常的东西，还有什么能挖掘出来给殿下用的。好，姑陪你一起。第二日，二人便秘密前往太子的私人山庄。太子领着舒玉婉来到地牢，赵青青不适应地眯了眯眼。舒玉婉见赵青青坐在椅子上，头发凌乱，衣衫不整，身上似是还有伤痕。既是敌人，便没有必要细养。想知道这个女人有什么古怪，严刑逼供也一样好使。舒玉婉点头。那殿下，您问出什么了吗？没有，这女人骨头倒是挺硬。那我去试试。舒玉婉让太子站在远处，自己走上前去。怎么来看我落难？凭你也配？不过一个后宅女子，只知道负我一天，怀着孕叫人踹了，也只知道卷包裹，滚蛋的怯懦之人，见识短如井底之蛙。要不是运气好，这会儿还不知道在哪儿哭呢。凭你也配来看我的笑话？你说的对，不得不说，我很佩服你，为自己争取意中人，在知道夫君背弃盟约之后，一刀杀了自家夫君的勇气。得知你杀了安少瑜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反复把这件事拿出来想，若是一个女子背弃自己夫君，与其他男子苟合，被夫君发现，只怕这夫君杀了自己妻子，世人只会说女子淫荡，甚至会同情这个男子，就连女子娘家都没有脸面上门讨要公道。但是男子养外时就稀疏平常，即使成婚前有过约定，女子杀了自家背弃诺言的夫君，如你这般，就要被世上所有人唾骂蛇蝎毒妇，再无生路。赵青青不曾想到舒玉婉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没想到你倒有点见识。既然你能体会到这个世界女子不易，不如放了我。赵姑娘，你怕是忘了，你是五皇子的人，而我现在是太子妃，我们立场不同。赵姑娘颇有才华，我可不敢放你去助五皇子。我也可以转投太子这边。好，我自然是很欣赏赵姑娘，只是赵姑娘还需要拿出投名状才行。赵青青沉思片刻，五皇子的钱基本都是我给他赚的，今后我也可以为太子赚钱。太子殿下不缺钱，会经商的人也不止赵姑娘。我知道五皇子的大多数势力，若是太子殿下需要，我可以全数告知。五皇子翻不出什么水花了，也不急，赵姑娘可以慢慢想。对了，听说春秀现在已经被接进安定侯府，她肚子里怀着安少瑜的遗腹子，安侯夫人看她金贵无比呢。那个贱人！赵姑娘为什么对一生一世一双人那么执着啊？其实多个妾室也不是什么大事，总归安少瑜对赵姑娘也是情深意重的。你自然不，男人怎么可能跟他人共用？那多恶心！舒玉婉实在是没有这种想法，虽说确实是没有女人会真心的愿意跟他人共享夫君。舒玉婉不由得想到因为皇上众多嫔妃郁郁而终的孝贤皇后，也是因为觉得恶心吗？又跟赵青青聊了一会儿，最后吩咐人给赵青青换了一个好点的环境。赵姑娘歇着吧，等赵姑娘想出有什么对太子殿下来说有用的东西，咱们再来说赵姑娘转投太子门下的事儿。太子在外间等着舒玉婉。怎么样？我有些荒诞的想法，不过还需要再验证。对了，赵氏说愿意转投殿下门下，姑可不要这种被主之人，谁知道将来会不会又反咬姑一口？若能问出点有用的东西，便算收获；实在问不出，直接杀了。要不是你想见见，姑早就命人上重刑了。赵氏这种贪生怕死之辈，还有什么问不出的？殿下先让妾身试试吧。都依你。对了，
正好出来了，不如再带你去看看那火药。舒玉婉欣然应允，夫妻二人一道又去了研制火药的地方。太子把地点放到了深山之中，太子重新派了心腹在这里头研究火药，周围还有护卫守着。殿下，太子妃带我们去看看成果。是。军六领着二人前往前方正在试验最新研究出来的火药威力的地方。不一会儿，就听到了轰的一声巨响，火花飞溅，地上被炸出了一个大坑，随后便见许多白色烟雾飘在上空。但亲眼见到这所谓火药的威力，舒玉婉还是很震惊。殿下，我们改进了引线，固定了火药材料的量，现在基本90%以上的火药都能正常引。就是这引线现在还烧得太快，引线长一些，原地点燃然后跑走是没问题。若是想要埋伏，火药在手中点燃再扔出去，引线太短，极容易伤到引燃之人；太长又容易半途灭掉，还需要改进。很好，交代军六继续留在这里，把火药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太子和舒玉婉又在研究的基地里转了一圈，二人这才启程回东宫。马车上，你说赵青青哪里来的这火药配方啊？前段时间妾身在家中无事可做，托哥哥找了好些史书给我看。此外，妾身自小爱看一些杂谈、民间异闻之类的杂书，也从未见过哪本书中提到。不妨，赵青青现在在我们手中，总能问到答案。对了，殿下，母后有没有留下什么手迹或者其他东西？妾身想看看。母后大多数东西都封在坤德殿，从母后去后，父皇便封了坤德殿。这些年，只有姑和父皇能进去。大部分被父皇带走，放在父皇的承前殿了。听太子这样说，舒玉婉顿时就泄了气，只怕他也进不去。你想去看的话，姑带你进去便是。可以吗？自是可以。怎么突然想看母后留下的东西啊？难道和那火药有关？只是想印证一些事情，而且也想去瞻仰一下母后生活的痕迹，想知道母后是怎样的人，才会生下如此出色的太子殿下。太子听了，脸色一红，这是舒玉婉第一次如此明目张胆的夸他。你何时学的油腔滑调？舒玉婉见了太子这样，也有了几分不好意思。试问天下间，自己受了与众多女子分享夫君的苦，并严格要求儿子不让儿媳将来再受同样苦的，能有几人？大多数都是自己这样苦过来，便巴不得儿媳也受一遍这样的苦，否则便要觉得世道不公了。跟殿下说这些做什么？总之啊，妾身觉得母后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母后确实与一般女子不同。二人一路聊着，很快就回了东宫，约定好明日太子带着舒玉婉去坤德殿，舒玉婉便去看月儿，太子自去忙。第二日，太子一早便是领着舒玉婉来到了坤德殿，看守宫殿的是孝贤皇后生前的贴身侍女。周嬷嬷，姑带太子妃来看看母后故居。嬷嬷好。好好好，殿下带太子妃来，娘娘在天有灵，一定十分高兴。快请进。殿中十分的干净，仿佛有人住的样子。父皇经常会过来看看，每年还会过来住上一天。父皇还会过来住？这他来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了呀？无妨，父皇一年也就母后忌日那天会来住一天，这是怀念母后，并没有父皇的东西留在这里。那下次妾身不来了，今日既然已经过来了，便先看看。太子点头，带着舒玉婉去了孝贤皇后生前的寝殿。舒玉婉打量着寝殿，目光转向寝殿一侧的博古架。舒玉婉暗暗一笑，她这素未谋面的婆母竟然跟她的爱好一样。舒玉婉翻开这些书本，一篇才子佳人的文章里面，孝贤皇后在一旁写着恋爱脑。舒玉婉看不懂，恋爱她勉强能够理解，大约就是爱念倾慕的意思，脑呢必是指脑袋的意思，恋爱脑却是什么意思？殿下，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姑也不知。母后的手札，姑小时候想念母后，常常过来看，里面确实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描述。除了恋爱脑，还有什么凡尔赛、妈宝男、工具人，姑也不明白。母后薨逝的时候，姑才5岁，记忆里母后没有跟姑说过这些。后来姑也问过父皇，父皇说母后也没告诉他，叫他少问。舒玉婉的脑海之中想象出这个画面，不由得想笑，想不到皇上瞧着是威严无比，背地里也被母后这样嫌弃呢。舒玉婉又在寝殿其他的地方转了转，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便和太子一起离开了坤德殿。你瞧，嬷嬷还盼着你常去呢。舒玉婉心道，知道皇上每年还要过来住上一次，他才不敢来呢。从坤德殿出来，舒玉婉便很想再去见见赵青青，直到军六送来消息说火药研制又有了进步。太子问舒玉婉是否要一起再去看看，舒玉婉欣然应允，顺道又去找了一遍赵青青。再次看到舒玉婉过来，
赵青青显得很是激动。舒玉婉，我想到了，我还会制造一种坚固的城墙制作材料，比一般的砖石牢固几倍不止。用这个制作城墙，工程将会很难攻破。赵姑娘，太子毕竟还没有登基，这东西对太子顺利继位并无太大帮助啊。赵青青听了，脸色一白。对了，赵姑娘，你说你和安少瑜算不算个恋爱脑啊？赵青青瞳孔巨震，心中是惊骇无比。原来你也是穿越，你也是来自21世纪。舒玉婉的内心惊骇不已。穿越21世纪，那是什么意思？赵姑娘胡说什么呢？本太子妃可不是21世纪的人，21世纪有什么好？在这里，我可是高贵的太子妃。赵青青越发的坚信，舒玉婉和她一样都是穿越的。既然大家都是来自21世纪，在这里遇见也算是缘分，不如我们相互帮助，一起在这异世大展拳脚。还是那句话，我已经是太子妃，你对我来说还有什么用呢？咱们那个时代信息那么发达，每个人会的东西都不一样，肯定有我会但是你不会的事情，你说是不是？而且在这里都是些古落后的很，你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不是？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你不寂寞吗？留着我，咱们还可以聊到一起去。舒玉婉认真的听着，努力的记住赵青青说的每一个字。看来她猜的没错，这个赵青青是来自于未来的。本来准备杀了你的。舒玉婉拖长了语调，听了这话，赵青青的内心一抖，她不想死呀。不过你说的有道理，留着你还是有些用处的。你说说看，在21世纪你是做什么的？我没来这里之前是一个知识类博主，所以我看过很多冷僻的东西，比如我做的各种果酱，还有玻璃的烧制，都是做知识博主的时候看到的配方，还有水泥的制作。我也记得这东西在我们21世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但在这个时代还没有人见过，绝对能卖上高价。我怎么觉得你上一世也是个生意人？把水泥的配方给我，除非你放我出去，放我自由。舒玉婉瞟了赵青青一眼，掉头就走。喂，玉舒婉！赵青青慌了，在后面大喊。然而舒玉婉并不理会，她需要稍微冷静一下，理一理思路。殿下，回去说。见了舒玉婉郑重的模样，太子疑惑的点了点头。到了东宫，把下人都打发走，又让清代和阿青亲自守在门外。舒玉婉才郑重的把这事情跟太子说了一遍。太子一时间接受也不太良好。你的意思是说，姑的母后其实也是来自未来，一个更高的文明世界的人，跟那赵氏来自同一个地方？目前来看，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话，那赵氏会一些从未在这世界上出现过的东西，那也就不奇怪了。可是为什么母后没有告诉父皇火药、琉璃的制作方法，还有赵氏商铺的那些新鲜东西呢？赵青青说他们那个时代信息发达，每个人会的东西都不一样，会不会是母后会的东西与赵氏不一样？除了母后手札、游记里那些看不懂的标注，母后从未表现出什么不同。不过也有可能姑那时候太小，不太清楚，有可能父皇知道些什么。夫妻二人商量了半天，还是决定不去找皇上验证。至于赵青青，太子当即就派人严刑拷打，看能不能够探出更多的东西。另一边，彭大夫人把赵青青带出门就弄丢了，被彭大公子和彭尚书好一顿的责备。会不会是被安定侯把人给劫了去啊？极有可能，这个老匹夫表面答应的好好的，说不定一直盯着我们府中，就等人出门。可是爹，赵氏那个火药我们还没有到手，人要是到了安定侯手里，估计东西也要落到他手里了。老夫找个机会探探安定侯的口风，若人真是在安定侯手里还好，若是不在，那才是真麻烦了。还会有谁啊？太子、安王和张贵妃的势力，成王和威武大将军府，你说要是落到这些人手里，应当不会吧？咱们一直隐在暗处，明面上并不曾支持过五皇子，贤妃娘娘也仍旧表现得讨厌五皇子。除了安定侯，谁能想到赵氏为五皇子做事，人在我们府中？便是安定侯，恐怕也未必知道火药的事。那赵氏也是杀了安少瑜，为了寻求咱们彭府的庇护，才说出此事。无论如何，要尽快把人找回来。是，儿子知晓。赵青青陪嫁的产业全部都落到了安定侯府。侯爷，小女必是失手，必是意外呀！赵家的财产都给侯府，但求侯爷放小女一条生路啊！安定侯收了赵老爷的家产，心中感叹：赵家确实是很有钱。这是赵家应当赔给安定侯府的。赵氏一个商女，我儿为她和离，娶她为正妻，她竟然为了一个外室，要了我嫡子的性命。有时候安定侯都觉得这个儿子死得很有价值。五皇子这边得知赵青青不见了，比彭尚书父子二人更加烦躁。五皇子感受得到太子对他一日比一日冷淡，他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不过几日，
碧泉山庄就有人悄悄地入东宫来汇报，已经是问出了赵青青说的水泥配方还有火药的事情。五皇子的势力分布全部都吐了出来。当晚夫妻二人夜话，如今这赵青青有价值的东西基本都吐了出来，严刑拷打之下也已经奄奄一息，不如就了结了，留着终究是个隐患。殿下，不如暂时先留着，等以后说不定还能从这赵氏身上问到其他有用的东西。见太子不语，您难道不好奇吗？那便留他一条性命吧。舒玉婉放下心。对了，殿下，五皇子您是怎么打算的？相比赵青青，舒玉婉对五皇子更加的在意。殿下不忍心对五皇子动手？没有，姑不会心慈手软，只是五弟年纪还小，甚至没有到出宫的年纪，不太好处理。若是死在姑的手上，姑怕父皇知道了心中不悦，即使父皇表现的不在意，五弟终究是父皇的儿子。也罢，咱们虚虚吐之，总归现在殿下已经知道了五皇子的真实面目，那还要多亏了婉婉你。所以你看，了空大师说你是我命定的姻缘，可以帮助姑度过劫难，一点也不假。说着又把人搂进了怀里。自从大婚以来，太子每日都和舒玉婉歇在一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舒玉婉嫁入东宫已经是2个多月。之前让你娶太子妃，你就是不肯，如今知道有太子妃的好处了吧？等过上1年半载，再挑些侧妃庶妃在身边，早点开枝散叶。儿臣只要太子妃一人足矣，不需要侧妃庶妃。你是太子，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太子妃？为何不能？你需要为皇室开枝散叶。太子妃能生育，你刚大婚，不娶侧妃便不娶，此事也不着急，朕也不过提这么一嘴，以后也不会娶。等你坐了这个位置就知道了，做皇上也无法随心所欲。好了，咱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南边的干旱，你觉得该如何处理？太子顺着皇上的话，开始聊起他对南边干旱的想法。这一日，舒玉婉正和太子一起用着早膳，突然一阵反胃。你怎么了？是不是昨晚受寒了？舒玉婉是生过一个孩子的人了，心中当即就有了怀疑，应当是受了风寒，不碍事。阿庆，请张太医过来给太子妃看一下。舒玉婉并未阻止，夫妻2人用完早膳，张太医刚好是赶过来。恭喜太子殿下，恭喜太子妃。太子妃并非受了风寒，而是有喜了，已经有1个月了。当真？老夫喜脉还是不会真错的。来人，赏。谢殿下。还要劳烦张太医，暂时莫要外传，等月份大一些再说。张太医一听便知道舒玉婉的意思。太子妃放心，婉婉，殿下才1个多月，感受不到的。姑知道，但是孩子已经在你肚子里了，不是吗？这段时间东宫的事情还是交给阿青吧，重要的事情阿青跟你汇报就行，你专心养身体。殿下，此事还是莫要声张，等3个月胎稳了再说不迟。你还得再跟张太医交代交代。放心，这段时间姑也会让阿青盯紧宫中各处。张太医得了太子和舒玉婉的叮嘱，自然也是不会往外说的。太子这边刚知道玉婉有孕，便十分高兴。张太医说，最少也要等3个月胎稳了以后，小心点放才可以。殿下若是憋不住，要去找别人，妾身就独守空房好了。姑何时说要去找别人了？不过几个月，姑还能忍不住了，何况其他人，姑也没兴趣了。说着，注意避开了舒玉婉的肚子，把人紧紧地搂在怀里。这2个月，除了舒夫人等人以及宁王妃前来探望，其余人的拜帖，舒玉婉是一概不接。这日，舒玉婉在陪着玉儿玩，赵妈妈见四周无人，太子妃，如今您的肚子里头怀了太子殿下的骨肉，这是您立身东宫的根本呐，您快回去歇歇吧啊！妈妈，我知道我肚子里这个孩子贵重，可是玉儿也是我的骨肉，若是连你们都将玉儿放在第2位，玉儿在这东宫生活总会受人重视。清代在一旁一边和玉儿玩球，一边侧耳听着，心中为玉儿舒了一口气。太子妃呀，老奴也是为了您好，这一胎若是个男孩，您往后可就不用愁了呀。玉儿小姐将来也有个依靠。我知道妈妈是为了我好，这不是有妈妈和乳娘在，我不过陪着一会儿，没有什么大碍，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但我不希望因为这个孩子就让玉儿受到冷落。妈妈，您明白吗？在我心中，玉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妈妈现在陪着玉儿，希望能以玉儿为重。老奴明白了，太子妃放心吧。娘，玉儿小姐忘了，奴婢跟您说的，太子妃最近不大舒服，不能抱您，奴婢抱着您跟太子妃说话，好不好？玉儿知道了，玉儿给娘拍拍。玉儿真乖，娘亲感觉好多了。清代，后面玉儿那边你也多看着点，别我没瞧见的时候叫玉儿受了委屈。奴婢知道。对了，你瞧着有没有合适的机灵点的小丫头，现在便可以挑一些出来陪着玉儿一起玩。清代一听便知道这是要给玉儿小姐培养得用的人了。是，奴婢会仔细挑的。本来舒玉婉还想再去看上一趟赵青青，总觉得
赵青青那里值得再探索一番。但是现在怀孕了，确实不好再出去，有过几次想吐的症状，后面呢便一直安安稳稳，几乎没有什么反应，肚子又没有显怀，简直瞧不出来怀孕了。总算是熬到了快满3个月，东宫之中已经是挂上了红灯笼，到处都贴满了福字。太子与舒玉婉商量定下，便在年宴上跟皇上禀告舒玉婉有孕的事情。奴婢把月儿小姐送回庶府，小姐跟亲哥元姐见了面，高兴得不得了，都想不起来您。您这倒好，跟丢了魂似的，也不知道是月儿小姐离不开您，还是您离不开月儿小姐。你现在打趣我是越来越顺口了，奴婢可不敢。上一世最后他还是丢下了月儿，剩下了月儿一个人，所以他总想陪着月儿，生怕又丢下了他一个人。如今庶府还在，月儿不仅有他，还有很多的亲人。等过了年，你便回去问问月儿，若是想在庶府多玩几天，便多留几日；若是想回来，便早日把月儿接回来。奴婢记下了。第2日便是年宴，太子带着舒玉婉去承前殿给皇上请了安，便去太和殿入席了。今年的年宴呐，明显要比往年清冷不少。大臣们也已经是携带家眷，早早的便就来了，和贤妃等人打过招呼。舒玉婉便是朝着大臣席位上看过去，很快便找到了庶府的位置。很明显，今年的年宴，庶府的位置安排的比往年要靠前的多了。舒玉婉心道，贤妃还可真是会做人呢。等到众人都坐定了，皇上才姗姗而来，众人均起身给皇上行礼。万岁！都起来吧，今日除夕夜不必居礼。安定侯府也来了人，安老夫人、安侯夫人、卫士以及安定侯3个人。皇上坐定没多久，太子便站出来。父皇，儿臣有件喜事向父皇禀告。哦，什么喜事啊？太子妃有了身孕了。好好好，景儿，你终于要有子嗣了。了空大师说的还可真是没错，术士当真是景儿的命定姻缘呢。赏有赏，把朕的私库开了，能用得上的东西都给太子妃送过去。太子扬了扬眉毛，他父皇私库里面的好东西都没有给他挑过呢。舒玉婉起身扶了一礼，多谢父皇。贤妃面色在听到太子说太子妃有喜的时候，短暂的变了一下。真是要恭喜太子和太子妃了。太子疏离的冲着贤妃拱了拱手，五皇子也站起身来，恭喜太子哥哥，恭喜皇嫂。多谢五弟。年宴上，因太子宣布了舒玉婉有孕的消息，一时间变得气氛活跃了许多。年宴很快就结束了，皇上先带着后宫嫔妃走了以后，舒夫人瞧着舒玉婉，强忍凑上去问问女儿感觉如何的冲动，随着命妇们一起往宫外走去。唐夫人、周夫人不约而同的凑到了舒夫人身边。舒夫人，恭喜啊！是呀，婉婉真是好福气呀，这么快就有了喜讯。舒夫人跟两人热络的聊了一会儿，便各自回家了。皇上往年不是和张贵妃一起守岁，就是贤妃或者淑妃，今年却是独自一人回到了承乾宫，从书桌暗格里拿出了一张女子的画像。舒言，咱们要有孙儿了。贤妃宫中，贤妃端坐在主位，五皇子在一旁的位子上小心的陪着。母妃，这也没有什么，太子哥哥到这个年纪了，也不可能永远没有子嗣啊。你说的有道理，只是上次太子中毒不是九死一生吗？怎么对身体没有一点影响？与那术士成婚这么短的时间，便让那术士有了身孕。听说太子当时毒很快就解了，只是不知道为何醒不过来，所以对身体没有太大的影响吧。枉费张逸如在皇上那里陪了这么多年小戏，长了后宫多年，给太子下个毒都得手了，还没把人弄死，当真是没用，就不能用个毒系列的？母妃说的有道理，儿臣总觉得这件事情透着古怪，当真有命定的姻缘可以解开结束吗？本宫也不知道，也许有吧，这种事情谁说得清楚？母妃宽心吧，太子有没有孩子也没有什么大影响，不过将来多死一个吧。等着张逸如和淑妃他们动手好了。淑妃没有去参加年宴，但也很快就收到了舒玉婉有孕的消息。本来是装病跟皇上怄气，现在是真的气得有点胸闷气短了。如今太子都要生孩子了，他的意儿连个正妃都还没有娶上，就被赶去了偏远的封地。淑妃是越想越气，既然皇上偏爱那个贱人至此，1个多月后，身在陇郡的成王便是收到了威武大将军送来的舒玉婉有孕的消息。舅舅书信之中没有明说，但他知道舅舅的意思。出发之前，舅舅便是找过他密谈。一儿，皇上偏心太子不是一朝一夕，如果你不为自己争取，将来未必能留下性命。舅舅又手握兵权，将来太子登基，绝不会容忍一个皇子的外家手握重兵。等舅舅没有了兵权，你和你母妃便只能任人宰割了。
成王当即就派出了身边的心腹娄隐，你带人去一趟名山，听说那里出了一些擅长毒术的游医，你去找找看，不要用王府的名义，要悄悄的。是，属下这就去。淑妃这边也不再与皇上为成王的事情怄气，淑妃也一改从前总爱耍脾气、拈酸吃醋的性子，学着张贵妃做足了温柔贤惠的样子。你最近是怎么了？皇上，您不就喜欢这个样子的吗？要不然为什么让那个小门小户的张亦如管理后宫这么多年啊？既然皇上喜欢，臣妾也可以做这样的女子。其实你不必这样，你从前的性子也很好。是吗？那皇上为什么不喜欢？朕也不是不喜欢，只是……淑妃听到这句只是，内心便是一吃，这是什么？这是不讨皇上的喜欢。你看你，这才是你，只是管理后宫须得能容人，各方周全。从前觉得亦如的品性能力很适合，至于你性子张扬些，便只管过自己的日子，也没什么不好，不也乐得自在吗？至于义儿，陇郡虽苦，却也苦不到他，离上京远远的，是为他好。一听说把义儿送到陇郡，还是为了义儿好，淑妃瞬间又不淡定了。臣妾不懂，臣妾也知道自己有时候想事情不周到，但是既然皇上说是为了义儿好，臣妾便相信，臣妾相信皇上。皇上狐疑地看了看淑妃，义儿也是朕的儿子，朕自不会害他。皇上，臣妾亲手给您炖了鸽子汤，您尝尝吧。你放下吧，朕一会儿喝。那皇上您记得喝呀，臣妾先告退了。东宫这边，舒玉婉的胎算是彻底的坐稳了。月儿扎着2个小揪揪，穿着一身大红袄，跟几个孩子一起追球，跑快了就要摔跤。舒玉婉也不叫丫鬟扶，月儿自己起来好不好？月儿眨巴眨巴大眼睛，便一轱辘爬起来。月儿真棒。太子进门，走到舒玉婉的身边。今日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孩子一点不闹人。太子想过去跟月儿玩上一会儿，让他自己跟玩伴一起玩吧。你过去了，反而几个孩子放不开。好吧，那姑陪你去散步。好。和太子一起出门去花园散步。爸爸，玉成今年是不是要参加科考了？二哥之前出了一些事情，受了打击，无志科举。是从我和离以后，二哥才重新开始拾起书本，也不知这次能不能中。不过二哥以前读书也是很好的。听玉阳说过，玉成从前读书不下于他。听说最近淑妃娘娘常常去看望父皇。我自小生活在父皇身边，叔母妃见的人也不少。他这个人性子十分的骄傲，没想到这次会向父皇低头。姑还以为要等上一段时间，等父皇去后，叔母妃才能放下这事儿呢。舒玉婉听了，眸光一闪，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啊！殿下在淑妃宫中安排人了吗？太子摇头。殿下有没有合适的人？你是说，不论是陈王还是安王，虽然去了封地，可是张贵妃和淑妃娘娘还在宫中。淑妃娘娘既然反常，总是要防着。姑在宫中也是有些人手，便都交给你。殿下，你还没跟姑成婚，就百般为姑打算。如今都成婚了，腹中更是有姑的嫡子女，姑难道还信不过你啊？还有，为什么又开始叫殿下了啊？舒玉婉主动地牵起了太子的手。阿吉，太子终于是满意了。娄隐带着人在名山转了2个多月，找到了几个擅长毒术的游医。殿下，人带回来了。成王看着下面站着的那几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本王要的毒无毒无味，银针查不出，医者也查不出，你们有吗？只要有，本王有重金赏赐，还可从此留在本王府中做事，保你等一辈子衣食无忧。有是有，不过我们不要重金，我们要名山从此化作我们几个的地盘，要将现在盘踞在名山的那些人全部赶出去。可淑妃的变化，宫中众人都是看在眼中。贤妃听了，淑妃不会蠢的以为她对皇上温柔小意，皇上就会让她儿子回上京吧？五皇子没应声。既然不可能，那淑妃这么多年都由着自己的性子过来了，总不至于皇上把她儿子打发走了，她反而对皇上情深意重起来了吧？五皇子眸光一亮，母妃的意思是，本来还以为他们会忍不住对那个和离女的肚子动手，没想到这李金鱼倒是干脆直接一步到位。他们李家手里掌握着京郊大营的兵力，倒是有这个资本。可是威武将军当年也是助父皇登基的心腹，李家当年也是冲着皇后位去的，结果皇上登基了，转头就娶了魏国公的女儿，人死了也没扶李金鱼做皇后。李金鱼是蠢蠢的，可李家真当没有怨言。五皇子点头，这些前尘往事他就不清楚了。贤妃没有儿子，他没有母妃，正好各取所需。张贵妃虽然被禁足了，听闻淑妃的变化，东施效颦，就淑妃那个性子还学本宫，她能装几天？张贵妃身边的嬷嬷道：娘娘，您说淑妃怎么突然换了性子？不管她是为什么，
这段时间盯紧淑妃。是。过了1个多月，淑妃收到成王秘密送进宫里来的信和东西，把东西收好，又去了承前殿给皇上送补品。放下吧，朕一会儿喝。您每次都说一会儿喝，不会臣妾熬了这么久，您就从来没喝过吧？说不定一会儿啊，都进了洪公公的肚子了。奴才不敢，娘娘亲手熬的汤，给奴才100个胆子，奴才也不敢喝呀。朕这会儿真的不饿，才用完晚膳没多久，哪里喝得下？朕保证一会儿一定喝。那臣妾就先退下了，您可得说话算数。去吧去吧。待淑妃走后，洪公公把参汤端去了试了毒，所有进皇上口的东西都是要再试上一遍的。端来吧。喝了一口，皇上便放下了，喝一口也算是完成对淑妃的承诺。淑妃这边也不知道皇上究竟有没有喝下他送的参汤，这个毒确实是难以查出来，无色无味，银针也试不出来，唯一的缺点就是需要连续用上1-2个月才会逐渐起反应，一耳瞒过各方耳目，偷偷回到上京也是需要时间。哥哥那边呢，更是需要时间准备。宁王府这边，宁王妃挑挑拣拣，最终是相中了户部尚书的嫡次女陈世高的妹妹陈世仪。我妹妹跟我可不一样啊，那丫头打小就又聪慧又勤奋的，温柔娴熟，聪慧能干，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你能娶到我妹妹，那可是你3生有幸，你可得好好对她，可不能跟你父王一样，要不然咱们兄弟没得做。我自然不会像我父王一样，这点我可以保证。只是我从前喜欢过一个姑娘，因为一些原因不得已放弃了。但你可以放心，若是我娶了令妹，往后会好好待她。我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喜欢的姑娘？那个姑娘现在呢？已经嫁人了。陈世高松了口气。那你现在还对这个姑娘有想法吗？还在心里惦记着吗？自然没有那方面的想法了，但仍旧觉得她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那我得回去跟我妹妹说一声，看看她是什么想法。陈世高说完，便把宁世子丢下，赶紧回家去了。见了陈世仪，便把今天宁世子说的话给他说了一遍。妹妹，你怎么想啊？也不算什么大事儿，不过是从前喜欢过别的女子，又不是有庶出子女了。何况世子也说往后不会有什么。宁世子提前一说，大约也是跟哥哥关系好的缘故。可是他心里惦记着别人，会不会对你不好啊？做什么要你受这种委屈？我妹妹这么好，世子如今能坦诚相待，也算是君子坦荡荡了。人品好，家世好，长相好，我不觉得委屈，便把宁王府这门亲事退掉，再寻一个。人家不说，怎知人家心里有没有人呢？说不定还有个等着我进去就纳进来的青梅竹马呢。宁世子这个心里的人，好歹已经嫁出去了。得了准话，宁世子便回去应了宁王妃，两家通了气，宁世子的亲事便正式被定了下来。舒玉婉现在已经是怀孕6月有余了，此时正在花园里头走动。太子妃，宁王妃来了，快请进来。二人互相见礼后，你义兄的婚事总算定下来了，定的是户部尚书的嫡次女，恭喜义母。宁王妃也没想到，当初不过就是为了断绝生儿娶玉婉的念头，如今竟然是真的多了个义女。婉婉，你怀着身孕，一定要当心身子，尤其是入口的东西更要当心。若是有什么需要的地方，随时派人到宁王府找我。多谢义母。舒玉婉也是很喜欢宁王妃这个义母，想来这一世只要太子登基，宁王府的结局也必会随之改变。二人又说了一会儿话，宁王妃怕累着舒玉婉，你先歇着吧，我便先回去了。我送义母。清代给宁王府备上一份贺礼。清代应声去办了。舒玉婉琢磨着，再寻个人帮帮清代。用过午膳，舒玉婉准备把今天没有散完的布给补上。以梅和彩玉陪着舒玉婉一起，几人慢慢的走到花园，听见前面2个年纪不大的小宫女躲在花丛后面窃窃私语。哎，真没想到魏小姐竟然没有当上太子妃。是呀，现在太子妃都怀孕了，更没有希望了。哎，没办法，都是命啊。魏小姐那么好的人，真是可惜了。以梅正准备站出来呵斥一番，舒玉婉轻轻地摇了摇头，彩玉也是满脸的不忿。2个小宫女跟舒玉婉所在的方向相反，在宫中议论主子是大不敬。主子，您干嘛不让我教训他们？若是面对面碰上了，怎么也要罚一罚的。不过他们2个也没瞧见我们，我们也当不知道吧。不过是2个小丫头，说2句闲话，何必在意？您就是个好心。舒玉婉不以为意，不好听的话早就已经不在意了。又过了几天，清河带着夫君来东宫求见，舒玉婉眼前一亮，好久都没有见到过清河了。快让清河进来。清河也已经是怀有身孕，瞧着她满脸幸福的样子，想来是过得极好的。清河让夫君赵成才扶着她，给舒玉婉下跪。哎，屋里都是自己人，你这大着肚子的，别折腾了。几个月了？7个多月了。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前几日清代去看奴婢，奴婢听说小姐身边缺人手，想等生了孩子后回到小姐身边伺候。
你让清代带个话就行，哪里用得着挺着肚子跑一趟？奴婢也想来看看小姐了吗？现在要叫太子妃？对，太子妃。站在舒玉婉身边的以梅脸色暗了暗，你的生气早已经放了，你现在是良家子了，现在又有了孩子，还是不要回我身边，不如帮我处理外面的事情。可是奴婢想回小姐，回太子妃身边，生气奴婢重新迁就是。你有了孩子了，得为孩子着想，你是良民，将来孩子可以读书科考，你若签了卖身契，那就不一样了。何况在外面一样可以为我做事，让清代教教你，你去帮清代，还可以和孩子夫君一家团聚，想我了也可以常常进宫来看我。赵成才也是瞧着清河，我听太子妃的。几人又聊了一会儿，舒玉婉赏了好些的布匹、瓜果等，让清河带回去。清代和以梅高高兴兴地送走了清河夫妇。崇华宫中，张贵妃问身边的金嬷嬷：“那术士一点反应都没有？”是。张贵妃叹了口气，好不容易才塞进去一个陈金到要紧的位置上，她还没用上呢，莫名其妙的就没了。淑妃还是一如既往的往承乾宫送汤汤水水的。是，娘娘。查查淑妃宫里有没有什么异常。娘娘，虽然好些忠心耿耿的，但还是有些人见风使舵，不听使唤了。我们现在探听消息也不那么方便了。淑妃宫里咱们早先放在淑妃身边的人呐，现在也不怎么给咱们递消息了。闻言，张贵妃神色难看。娘娘，再这么下去的话，咱们这宫里越来越……金嬷嬷的声音里透着担心。提也没有用。淑妃又送了一段时间的补品，但皇上有时不喝，有时喝呢也不过是几口。1个月下，皇上仍旧是精神奕奕。淑妃见了开始着急起来了。淑妃一咬牙，便是加大了剂量。又过了些日子，成王这边千等万盼，终于是收到了淑妃的回信。看着信上的内容，成王脸上的笑容扩大，想到很快他就要君临天下，万人之上，成王的表情不受控制的兴奋起来。那4个人直接杀了。殿下，哼，这些人不过一些贱民，而且制毒这般厉害，若是将来被他人利用，杀本王怎么办？何况这几人对本王没有忠心可言，还要留着这几个人做证据不成？娄隐知道成王说的对，只是娄隐想到他自己，等到事成，等待他的究竟是泼天的富贵，还是命丧黄泉？是，属下这就去办。成王点头，开始谋划偷偷的溜出陇郡，秘密前往上京。父皇身死攻破之日，便是他惊呆众人出现之时。早先已经是寻了一个与他又有几分相像之人，待在陇郡王府之中替代他。这日，太子正在承乾宫和皇上商讨着国事。父皇，您最近怎么了？没什么事，可能最近累了，容易犯困。太医每日都来请平安诊，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太子听了便没有再问，只叮嘱皇上要注意休息，但夜间还是难免提及此事。父皇一直以来身体都是很不错的，最近却经常犯困，顾瞧着不太对劲。听说淑妃娘娘最近总往父皇那里送补品。你是说？妾身不知，只是觉得未免太巧合了些。听说淑妃娘娘性子一直比较骄傲张扬的，从前很少给父皇送吃食，现在突然这样体贴。阿锦你又说父皇近日身体不佳，而且咱们安排到淑妃宫里的人说淑妃最近跟外面联系的频繁。太子听了陷入沉思，这是淑妃对父皇下手，他当真是该死。想到被发配陇郡的三弟，还有手握京郊大营的李家，太子的神色更是不好看。第二日，太子便派人快马加鞭，派人送信去陇郡查看成王的动向。再入承乾宫，太子见皇上又犯困。父皇，您身体一向不错，但最近儿臣经常见您疲惫犯困，虽然太医查不出原因，但儿臣觉得还是仔细查查的好。皇上一听便提起了精神。洪全福，奴才在，去查。奴才这就去。洪公公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等等，不要惊动太多人，尽量悄悄的，尤其是各宫娘娘送来的补品。洪公公看向皇上，皇上点了点头。谢太子殿下提醒，奴才知晓了。等洪公公走了，晴儿，你怀疑淑妃？淑母妃确实很反常，儿臣只是合理推测。皇上点点头，但是心中却不太愿意相信淑妃会给他下毒。不过1日的功夫，洪公公就已经把皇上身边吃的、用的、穿的查了个底儿朝天。如何？淑妃娘娘送来的补品，皇上有时没有用，有时没有用完，便赏给了下面的。其中小鹿子、小李子、小夏子用的最多，这几个小的都说近日有些犯困。这话基本上就是给淑妃定了罪了。好好好啊，朕倒要看看李家还打算做什么。淑妃又一次来送补品的时候，皇上没有表现出半点不同。爱妃辛苦了。
从前是臣妾不懂事啊，不知道体谅皇上，现在才知道皇上的辛苦。往后啊，臣妾每日亲手为皇上洗手做羹汤。哎呀，朕今日总觉得犯困，看来是累了，正好需要好好补养身体，就辛苦爱妃了。皇上喜欢臣妾的手艺，是臣妾的福分。放下吧，朕看完这些奏折就过来喝。皇上记得喝啊。淑妃叮嘱完，便行礼告退了。待走出承前殿，淑妃脸上的笑容越发的大了。等一儿到了上京，她便把剩下的药一起用了。传陈情来请平安枕吧。是皇上。陈情急匆匆地赶过来。皇上，洪公公把淑妃送过来的参汤端到了陈情的面前。陈太医，您看看这碗汤有没有什么问题？从药箱里拿出银针试了试，银针并未变色。陈情又凑到鼻子边上仔细地闻了闻，从中取出了一点尝了尝。启禀皇上，这碗参汤并无什么问题。朕真是养了一帮废物！你们这太医院到底有什么用？当初太子昏迷你们查不出原因，如今一碗有毒的参汤摆到你面前，你还跟朕说没什么问题？臣惶恐。哼，能否给臣一些时间，让臣仔细研究一下？不要叫其他人发现，这汤药喝多了会叫人精神不振、昏昏欲睡，就如朕现在这般。陈情听了，睁大了眼睛，竟然有人给皇上下毒。他每日给皇上把平安脉，竟然没有发现。臣该死，臣可否再仔细给皇上把个脉？陈情跟洪公公一样，是皇上的心腹，伸出手来让陈情把脉。陈情看了半天，确实看不出中毒的迹象，但皇上身体很明显的是弱了很多。皇上，此毒导致您脾虚肝火旺，所以犯困，近日需要好好休息，待臣查出究竟是何种毒药，再考虑如何调理。皇上把淑妃的参汤交给了陈情，希望他能够早日研究出解药。去刑部领个跟朕年纪差不多的死刑犯回来，以后淑妃送来的补品便给他喝，全喝下去。是。洪公公当即就去办了。洪公公领出来的死刑犯每次足量的喝下淑妃送过来的参汤，不过半个多月便开始一日有大半都在昏睡。皇上便也学着在朝堂上朝都常常打瞌睡。威武将军见了，心中暗喜，众位大臣议论纷纷，纷纷打听消息。这日术士郎也是忍不住凑到了太子的边上。殿下，皇上的身体姑也不清楚，太医那边是说没什么问题的，只是最近比较累，不必担心，父皇心中有数的。听了这话，术士郎的心踏实了一点。那就好，微臣告退。殿下。洪公公见了太子，通禀之后，恭敬地引了太子进去。父皇如何了？皇上一切安好。父皇，景儿来了，放心，父皇没事。父皇没事就好，儿臣便先回去了。好，景儿，你的东宫也要注意排查，尤其太子妃现在怀有身孕，身边用的人一定要谨慎。儿臣知晓了。朕会依着中毒的样子来，后面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用担心。皇上也不去后宫了，淑妃和后宫其他的嫔妃来见皇上，几次来，洪公公都说皇上在睡着呢。淑妃一边开心，一边又有一点难过，谁叫皇上要把一儿送走，她做不了皇后就算了，一儿绝对不能受了委屈。想着，淑妃也便不难过了。贤妃稳坐宫中，见了这宫中的变化，忍不住嘴角上扬。启儿，说不得这一次可以多死几个。母妃想如何做？启儿觉得呢？淑妃必定是给父皇下毒了，母妃可以等父皇中毒已深的时候去提醒父皇，到时候父皇临死反扑，杀了三哥和淑妃，灭了李家，咱们请舅舅派人趁着李家反的时候，假扮成京郊大营的人，趁乱杀了张贵妃和太子。安王远在蜀郡，一时半会儿的也赶不回来，母妃却是有救驾之功，到时候便是儿臣的机会到了。贤妃满意的点头，我儿聪慧啊，全靠母妃时时提点。母子二人又细细的聊了一会儿后续的事情安排，走出贤妃殿中许久，五皇子才渐渐褪去了面上的乖顺臣服，变得有几分焦急。五皇子不由得想起了赵青青来，要是赵青青没有杀了安少瑜多好，可以和安定侯府以及花钱收拢的那部分人形成只属于我的一股势力，我现在也不至于如此之被动。也不知道这个赵青青究竟去了哪里，是死了还是落到了谁的手中啊？五皇子的一张小脸上尽是焦虑。皇上瞧着日渐昏沉，虽然皇上说一切尽在掌握，太子还是将所有的暗卫都聚集到东宫，便让军六带着一批成型的火药回来了。树玉碗已经是7个多月了，绝对不能够受到一点波及，后面随时可能会生产。想来父皇是想趁此机会将能炸出来的隐患全部清除，所以才一直配合着淑妃演戏，恐怕到时候有人浑水摸鱼到东宫来伤了你。阿锦，稳婆和乳娘我已经准备好了，但到时
时候若正好碰上生产，万一有什么情况，太医来不及过来怎么办？姑准备一个信得过的女医，以侍女的身份悄悄送进东宫，放在你身边。舒玉婉闻言倒是踏实了一些。此外，姑的书房里有一间暗室，只有君六知道，若是情况紧急，可带着月儿避入其中。舒玉婉点头，有阿锦在，我自然是放心的。夫妻二人便安歇了。舒玉婉闭上眼，看来会有一场大乱了，不由担心起束缚来。第二天，舒玉婉便是派清代传信到束府，束夫人收到舒玉婉来信，便到东宫求见。婉婉，你叫我务必来一趟，是有什么要紧事？娘，都是自己人，不用讲究。我是想着好些日子没见了，后面说不定就要生了，想母亲了。说着挥退了宫人。母亲，皇上身体不适，上京不久恐有变故，府中这段时间务必低调，谨守门户。婉婉，舒玉婉深深地瞧了母亲一眼，点点头。你且放心，娘知道了，回去便告诉你父亲。看向女儿的肚子，又担心你自己在东宫也务必小心。娘，你放心，太子殿下已经安排好，我这边不会有事的。舒夫人回到府中，看来皇上的病必是另有隐情，便是要乱一下，必是冲着宫中去，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来寻咱们。咱们只要守紧门户就好。真正要当心的是玉婉这件事，千万不要在外提起，就算是亲近的人家，也万万不可多说一句。放心，我知晓分寸。今日婉婉说，东宫太子殿下已经安排妥当，那便好。成王扮成入京的商户，带着一队护卫以及潜藏在暗中的护卫，终于是走到了上京城外。公子，咱们终于到上京了。站住！几人的脸上都做了伪装，倒是看不出来原来的相貌。拿出提前准备的路易，守城士兵接过，又盘查了一下货物，见没有问题，便放几个人入城。威武将军府中，成王与威武将军终于是见了面。叶儿，你终于到上京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你回来了。辛苦舅舅，父皇心中没有本王和母妃，唯有舅舅真心待我们母子。你这孩子，你母妃是我最疼爱的妹妹，你们母子俩是舅舅最亲最重要的人，舅舅不帮你还会帮谁啊？舅舅放心，伊尔将来必定不负舅舅。威武将军满意的点点头。京郊大营的2个副将，舅舅已经收入麾下，整个京郊大营尽在舅舅的掌握之中。如今后宫之中也是你母妃在掌管。皇上近日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已经有2日都没有露面了。过几日等娘娘传信出来，我们便以皇上身边有奸人害皇上性命，我等担心皇上进宫护卫皇上安全为由，杀进宫去。内9外7皇城司，外城门内城门都得靠儿郎们杀进去。到了皇城门，娘娘说已经想到办法，会派人在里面接应我。等入了内宫，便让皇上改圣旨，立义儿你为太子，再派人去东宫杀了太子和太子妃。成王听了连连的点头，都听舅舅。城前宫中，洪公公皱巴着一张脸，淑妃娘娘，皇上还在睡着。淑妃不理会，还在往里面走。每次你都说皇上睡，就算皇上睡，本宫今天也一定要见到皇上。谁知道皇上是不是被你给害了？本宫乃是皇上的妃子，现在执掌后宫，难道本宫还没有资格知道皇上到底怎么了吗？淑妃娘娘，淑妃娘娘，不是奴才不让您见，实在是皇上睡着了，没法给您通传呀，奴才做不得主啊。要说奴才害了皇上，那奴才真是惶恐。皇上前几天还上朝了呢，刚刚还醒了一会儿，见了太子殿下，只是最近不知怎么了，总瞌睡的厉害，正好您来的时候又睡着了。淑妃被洪公公挡住，开始生气了。他已经好些日子没有见到皇上了，本宫实在是担心皇上的安危，今日一定要亲眼见到皇上安好，才能够放心。淑妃娘娘，淑妃娘娘。淑妃刚走进承乾宫，就听帷幔后面传出了咳嗽声。淑妃擅闯承乾宫，你想干什么？皇上您醒了。哎呦，奴才该死，没有拦住淑妃娘娘。皇上，臣妾好些日子没有见着您了，实在是担心您的安危，这才冒着天下之大不敬，一定要来看您一眼。帷幔后面的皇上面上满含讥讽，没想到曾经他以为性格单纯的淑妃也会一边要他的命，一边说实在担心他。朕没事，只是这段日子犯困的厉害，太医也说了，只是劳累过度，好好休息就好了，你不必担心。皇上撩开帘子，露出一张憔悴的面色泛黑的脸。淑妃，不可再有下次，朕还想再睡会儿，你去吧。是，那臣妾先告退了。淑妃走后，贤妃便来了。听了洪公公的禀告，皇上眸光复杂。贤妃来干什么？传贤妃娘娘，皇上没什么精神，刚准备睡下，听说您来了，正等着呢。贤妃客气的点点头，随洪公公一起进来。你是说淑妃给朕下毒？贤妃跪得板直，满脸的担心。皇上，臣妾万万不敢拿此事开玩笑。自从淑妃妹妹转变了性子，便开始常常给皇上送补品点心。皇上身体一向安康，却从这之后一日
日比一日是水。臣妾瞧在眼中，心中实在担心皇上的身体，但苦于没有证据，也不敢来您面前乱说。万一是我误会了淑妃妹妹，可怎么好啊？直到前几日，臣妾终于找到机会，在淑妃妹妹给您送参汤的路上拦住了淑妃妹妹，偷偷拿到了一些淑妃妹妹给您做的补品。臣妾找太医瞧了，没瞧出问题，但臣妾把这些参汤全部喝了下去，当天就十分犯困，所以臣妾怀疑淑妃妹妹送给皇上的补品有问题，这才来此，望皇上小心。你怀疑淑妃下毒，还亲自尝的参汤？皇上，您是臣妾的天，也是天下万民的天，臣妾亲自尝，才能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有心了，这件事不要声张，朕自会处理。你先去吧。是，皇上万万保重身体，臣妾告退。待洪公公把人送走，皇上才从帷幔后面走出来。没想到趁着后宫还真卧虎藏龙啊！贤妃平时不声不响，关键时候出手快很准啊！皇上摆摆手，朕若是真的不知情，此时必然惊讶于贤妃送来的这个消息，会觉得贤妃救了朕。但朕早就知晓，就不由得要想，朕这些年对贤妃都淡淡的，同样贤妃对朕也不大在意，当真会冒死救朕？还是说他早就知道了，这会儿才来等着收渔翁之利呢？洪公公恍然大悟的点点头。哎呀，谁说这皇上好当呢？淑妃确认了皇上确实是中毒已深，便立刻传信到威武将军府。别怪我，要怪就怪你对我们母子两个无情无义。威武将军和成王收到淑妃的信，俱是激动不已。舅舅，走吧，叶儿，成败在此一举了。成王用力的点头，就剩两个一起悄悄地赶往了京郊大营。京郊大营之中，将士们早已穿戴好了铠甲，副将顾江早已经在等着了。见了二人到来，将军，成王殿下，将士们已经准备好了。很好，将士们，皇上遭奸人迫害，特下密旨，要我等进宫护卫，铲除奸人，救出皇上。今晚各位将士便随我一道，杀入宫中，杀入宫中，救出皇上。威武将军与成王带着士兵朝着上京城内攻去。外城门选择了外城7门之中的西便门，西便门的防守是最为薄弱。威武将军还提前安排了10几个死士在城内接应，在城内死士的帮助之下，西便门很快就被攻破。随着京郊大营的士兵攻入城内，原本寂静的夜晚突然之间就沸腾了起来。庶府之中怎么样了？庶夫人还有庶玉阳夫妇、庶玉成夫妇都聚在前厅，等着小厮回报。是京郊大营的士兵闯进城内了。夫君，这是怎么了？成王反了，夫人，你带着玉阳媳妇儿和玉成媳妇儿还有孩子们一起悄悄逼近地窖，以防万一。庶夫人看向夫君和2个儿子，你们和我们一起吧。太子和玉婉之前都提过醒，应当没事，以防万一罢了。我还是得留下看看情况。去吧。庶夫人也不再纠结，带着孩子们悄悄地入了地窖内。宁王府中，宁王一家子也都是披衣起身了。宁王世子穿好铠甲就要出门去。你做什么去？我现在是殿前司侍卫，进宫保护皇上。现在外面乱了，你还往外跑，说不定还没进宫就把命给送了。宫中能少了你一个人？是啊，皇兄身边自有人保护。京郊大营的人刚进西边门，我这会儿进宫不会跟他们撞上。你往这浑水里趟做什么？便是成王成功了，也不会杀了你。母妃就你一个儿子，你要出了事，母妃我可怎么活？您放心，我就去看看，成王也不会成功的。说着便大步离开了。快去跟着世子，务必保护好世子。暗卫身影一闪便不见了。希望皇兄无事啊。宁王妃不关心皇上怎样，她只希望生儿不要有事，不理会宁王。宁王妃回了自己的院子。皇宫之中，到哪里了？禁军首领邵思义站在了城前殿之中。回皇上，成王和京郊大营的人从西便门进入外城后，便直奔宣武门，现在已经快到了。进了宣武门，便要直扣宫门了吧？洪公公和邵思义听了这话，都不出声。让他们进宣武门，不要做无谓牺牲。是。邵思义领命，便立即去了。成王跟着威武将军一路高歌猛进，很快就杀到了宣武门前。舅舅，内门的侍卫与外门相比要森严得多，不知舅舅可有对策？一儿放心，皇上近日昏睡的时候多，估计自己也起了疑心。禁军大多调派到了皇城内，内门的兵力啊，舅舅提前探查过，并不多。最重要的是，宣武门的城门郎、监门将军、中郎将都已经投靠了咱们。成王听了，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舅舅果然思虑周全，只是3个守将都投靠了我们。确实有个不听话的，我想办法把人换了，这正是我选择宣武门的原因。成王满意的点头，将来他做了皇帝，该给舅舅的自然是不会少，只是还需小心这些的为好。将军，
好，诸位放心，待本将军杀了奸人，救出皇上，必不会亏待了各位。很快，成王等人便是冲到了皇城门口。父王治下不过如此嘛。一儿到了这里便要小心了。禁军此时大多聚集在皇城内，进了城，你务必要注意保护好自己。舅舅放心，一儿知晓。威武将军点头，就准备要冲进去，却见城门之上邵思义站了出来。李金胜，身为京郊大营的将领，你不保护皇城，竟然出兵谋反，你对得起皇上对你的信任吗？哼，谋反？我是进宫保护皇上，皇上今日昏昏沉沉，说不得是被奸人害了。少废话，将士们！冲啊，还没说出口呢，李金胜忽然感觉到身体一凉，瞬间就睁大了眼睛，转头朝着身后看过去，只见副将顾江的手里正握着刀柄，刀身沿着铠甲的缝隙精准地插进了他的身体里。话没说完呢，顾江便干脆利落地拔出了刀。逆贼李金胜意图谋反，奉皇命诛之！顾江周围的士兵紧紧地围在顾江的周围，护卫着顾江。成王看着威武将军身上鲜血喷涌而出，似是说不出话，急忙奔向威武将军，却被身边的士兵给拦住了。此时数列禁军整齐地自城门内冲出，围住了成王和威武将军李金胜。皇上有旨，受李金胜蒙蔽的将士放下武器，赦免其罪。普通士兵本来就是听令行事，见了上面的情况，纷纷放下武器。成王的身体发抖，他知道他完了，父皇什么都知道。成王殿下，请吧。邵思义和顾江打过招呼，便带着成王和威武将军一起向皇城之内走去。宫内灯火通明，到了城前殿，洪公公见了成王，叹息一声，便进去通禀了。进了殿内，皇上丝毫也不见病态，与淑妃传信所说的昏昏沉沉、脸色发黑形成鲜明对比。淑妃也在，只不过脸色和成王一样差，还有太子、首辅、宁王世子等人。哥哥，你怎么样了？一儿，成王看了看皇上，见皇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舅舅的副将背叛了舅舅，在承天门前捅了舅舅一刀。淑妃听了，泪水涌出眼眶，她错了，她不该都输了。一儿、哥哥、他自己以及李家满门都要为此丧命。皇上，之前知道错了，求您看在我们李家当初助您登基的情分上，让太医来给哥哥治伤吧。太医若是再不来，哥哥就要死了。皇上，您忘了当初是哥哥，他不顾自身安危，举全家之力支持您吗？皇上，求您了，这一切都是臣妾的错，是臣妾不满地将一儿发配到了龙郡。一个5岁的小孩子，又能看出什么本事和心胸？你不照样立为太子吗？现在拿什么本事心胸做理由？一儿他连发挥的余地都没有，就被你发配到了龙郡，你何曾给过机会？宁王世子不禁看向太子，就见太子脸色平淡，毫无波动。景儿是嫡长子，立太子理所应当。什么嫡长子？要不是你立那个女人做皇后，她算什么嫡长子？当初你不过是一个不受宠的皇子，我对你是全心全意，我哥哥父亲那般的助你，没有我父兄，你能顺利登基吗？为国公做过什么呀？结果呢，你却是色迷心窍，被魏淑妍那个狐媚的样子迷了眼。当初你若是立我为后，一儿不就是嫡子吗？照你这么说，当初拥护朕的那些大臣，家里有女儿声称爱慕朕的，朕都该立他们为后，否则他们就该举家谋反。后宫有女儿或姐妹在后宫为妃的，闻言立马就跪下来。臣的不敢。你们李家当初拥护朕，这些年朕也没有亏待你们李家。你在后宫，朕又何尝没有护着你？皇上说，当朕对臣妾有一丝情意，便杀了臣妾，放过一儿和哥哥。舒母妃，你给父皇下毒的时候，也没打算放过父皇。三弟带着京郊大营的人杀进来，恐怕也没打算放过姑和其他皇子吧？淑妃恨恨地看向了太子。威武将军李金胜意图谋反，满门抄斩，诛3族。淑妃意图谋反，毒害皇帝，赐朕酒。成王意图谋反，毒害皇帝，赐朕酒。淑妃闻言面如死灰，成王的眼中迸射出恨意，恨皇帝无情，恨舅舅唆使自己谋反，否则自己至少还是陇郡的王。禁卫把成王和威武将军拖了下去，淑妃也被洪公公吩咐工人拖走。皇上，您放了一儿吧，他也是你的儿子。皇上，你们也去吧。
太子、宁王世子以及首辅等朝臣闻言都退出去了。太子本以为今晚至少还要有一场腥风血雨，没想到成王连承天门都没进得来，转头看向了身后的宁世子。申哥堂弟，没想到这个时候宗亲们都躲得远远的，只有你冒着危险进宫保护父皇。我身为殿前司侍卫，保护皇上是我应尽的责任。二人告别，各自回府。舒玉婉一直提着的心，直到外面传来消息说成王威武将军已经被擒，才松了口气。这会儿见太子安然无恙的回来，阿吉没事吧？太子上前牵起舒玉婉的手。外面凉，放心，没事了。父皇早都安排好了，李家被诛了3族，四弟和淑妃都被赐死。那父皇身上的毒，姑之前派去冷郡的人潜入了四弟府中，正好救下了那几个给四弟毒药的游医，把他们带回了上京。姑把他们给了父皇，父皇已经拿到了解药，只是吃了这么长时间的毒药，身体有些受损，需要慢慢调理。那就好。本以为今晚会有很多来东宫趁乱打劫的，没想到没乱起来。阿姐，你说那些本想来打劫的会不会很失望？他们安排的人现在又在哪里？宫门封了，这些人也出不去。姑这就去跟父皇说，让禁军排查一番，交代暗卫保护好太子妃，便又返回到了承乾宫。贤妃一直在宫中等消息，等听到成王等人连承天门都没进时，气愤地骂了一句废物。枉费李家长了这么多年的京郊大义，竟然这么没用。母后，父皇没事，那咱们安排进宫中的死士，本来以为可以趁乱杀了太子，结果宫中根本就没有乱起来。最重要的是，父皇根本就没事，那咱们安排进宫中的死士，一旦被发现，很有可能会把咱们给暴露出来呀。不必担心，本就只安排了10几个人进宫，况且这些都是死士，被抓住了也只会承认是淑妃指使配合宫变的。还是母妃考虑周全。皇儿不必自谦，你如今年纪尚小，已经很不错了。五皇子又谦虚了几句，这对各怀心思的假母子便分头行动了。太子进了承乾宫。景儿，你怎么来了？太子对皇上行了个礼。父皇，您将这次事变解决在承乾门外，儿臣怀疑宫中会不会混入了一些准备心怀不轨之人，没来得及发作。景儿放心，我知道淑妃安排了人在宫内接应李金胜，朕已经让少司义带着人在宫内排查可疑之人。父皇明察。景儿，你说你不想纳妃，只守着数十亿人。是，父皇怎么突然问起此事？朕在想，或许这样也没什么不好。自古以来，异母兄弟相残，常常动摇王朝根基。若是朕当初没有纳妃，今日也不会面对父子相残。你也不用担心兄弟相争，你母后可能也不会死。老祖宗说的开枝散叶，究竟对不对？太子没想到来找皇上会听到这样一番话。父皇，一国之君关系到整个大晋朝的未来，自然是需要能够胜任国君的人担当，所以老祖宗才提倡开枝散叶，选择最优秀的继承人。您的做法也没有错。威武将军在宫变当天便咽了气，李家3族尽数被诛。看着洪公公送过来的鸩酒，淑妃毫不犹豫的一口饮下。淑妃口吐鲜血，怀着对李家3族的愧疚离开了人世。成王就没有淑妃干脆了。我要见父皇，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父皇饶了我吧。洪公公，你带我去见父皇，求你了。洪公公命几个小太监抓住了成王。殿下，您便安心上路吧。命几个小太监按住成王，给灌了下去。禁军与内务府相互配合，便在宫中找出了几10号趁乱摸进宫里的人。事情到此总算是告一段落。舒玉婉听说后，贤妃和五皇子竟然没有准备浑水摸鱼，还是做得太周全，没有查出来。若是再加上五弟和贤妃，只怕父皇心中更加难受，让他缓一缓吧。是臣妾思虑不周。姑知道你是为了姑好，少司义掌管禁军，能力足够，父皇又放权让他去做，说是他都没有查出来，只怕是没什么漏洞可抓。舒玉婉听到太子说到少司义，突然想起上一世嫁给太子的少氏，也不知道那位少氏和这个少司义有没有关系。我知道了，阿吉，既然宫中已经太平，你不用太担心我，你去忙吧。太子点点头。父皇那边还有好些事情，我便先去了，不许折腾你娘哦，不然父王要生气的。舒玉婉好笑，推了推太子，太子这才转身出门。清代，你去打听下这个少司义，看看他家中情况。清代现在已经是习惯了自家小姐每天突然的各种突如其来的任务，立刻就转身去办了。皇上重新开始上朝，但精神肉眼可见的变差了，瞧着气色不佳。皇上，您身体还没好透，要不再歇息几日？不了，为了装作中毒，朕已经歇了好些日子，再歇下去，朝中这些事情便要一拖再拖了。皇上自己知道，毒其实已经解得差不多了，他更多的是伤心。淑妃，他也是用了心思待他的。张贵妃禁足之中，直到淑妃死后，竟然产生了兔死狐悲之感。淑妃这一生在家时父兄宠着，嫁入宫中，皇上也因为他父兄的帮助，对他多有恩宠，从来都是任性自在的。没想到最后把自己和一
家子都作死了。娘娘，淑妃死了，往后这宫中便是贤妃的天下了。贤妃那个阴险的可不如淑妃好对付。淑妃掌管后宫，咱们还能调动人手做事。贤妃如今只能以静制动，让咱们剩下的人手都安分些。既然贤妃到了台面上，就让她发挥好了，看是贤妃棋高一着，还是皇上更明察秋毫。是。贤妃那边查出什么没有？邵思义跪下来，回皇上，臣未查出异常。奴才这边也没查出贤妃娘娘有什么不妥之处，只不过当时查到的淑妃安排进宫中的人，有一些是跟着贤妃娘娘宫中要求采买的物品一同混进宫中的，但当时宫中是由淑妃娘娘负责掌管，这些也是淑妃娘娘的安排。皇上听了若有所思。这些人还在吗？您当时下旨和李家的人一起处斩了。皇上听了作罢，有可能是他疑心了吧？贤妃最后关头来提醒他参汤有毒，始终让他觉得可疑。皇上叹息一声，叫来太子。景儿，从现在开始，你便跟着父皇熟悉政务吧。这些事情以后总要交给你的。是，父皇。若是从前，太子一定会推掉，他怕招了父皇的疑心。但现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他知道父皇是真心想要让他接手。于是太子每日更加的忙碌了，但仍旧是坚持陪着舒玉婉在小花园里头散步。臣妾自己能走。好，好，好。对了，玉阳已经在翰林院编修的位子上坐了好些年了，正好这次朝中空出了好些职位，姑打算让玉阳入刑部，你看如何？这些事情跟臣妾商量不着，殿下自己跟哥哥商量就好了。太子点头，陪着舒玉婉走完2圈，太子才出门去了承前殿。舒玉婉回了殿中，正准备歇歇。太子妃，五皇子求见。五皇子？是，五皇子已经在前面小厅了。请五皇子等一会儿吧，我稍后便去。是。清代一边帮舒玉婉更衣。听贤妃宫里的人说，皇上没有将后宫交给贤妃娘娘打理，贤妃娘娘不大高兴，连带着五皇子也不受待见。宫中不是一直传五皇子不受贤妃待见吗？那倒是。待舒玉婉一进去，便赶紧站起身，拜见皇嫂。他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仔细打量五皇子。皇嫂，我马上就要有侄子，要做皇叔了吗？真的是太好了。五弟说笑了，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哥还是姐儿的，一定是侄子。五弟来的不巧，太子殿下这会儿不在，五弟来是有什么事吗？我知道太子哥哥不在，若是太子哥哥在，说不定都不让我进东宫了。自从太子哥哥大婚，便一心陪着皇嫂，都不怎么理我了。等以后有了小侄子，太子哥哥的心里更加没有我的立锥之地了。舒玉婉觉得好笑，感情五皇子这是以为他好拿捏。那殿下此番前来，五皇子有点顿住了，这个皇嫂怎么这么知心肠啊？此时难道不该安慰他，拉拢他，增加人脉吗？皇嫂，你也觉得我没事的时候就不能来东宫了吗？当然可以，只是殿下不在，叔嫂有别，我不方便招待殿下。没关系啊，我自己在东宫转转，等太子哥哥回来。皇嫂不知道，太子哥哥成婚以前的这些年都是这样的。太子殿下不在，叔嫂有别。我还小，五弟今年已经12岁了，不小了。舒玉婉不知道五皇子为什么非要来东宫转悠，但他知道五皇子心怀不轨，月儿在东宫，军六运回来的火药也还在东宫放着，他是不会让五皇子随意进去东宫的。五皇子起身，那好吧，对着舒玉婉恭敬地行了一礼。皇嫂留步，乞儿告退。送五殿下。宫内小太监将五皇子送出东宫，才回来复命。清代陪着舒玉婉回到内殿休息。舒玉婉躺在榻上，还是不太明白五皇子跑这一趟究竟有什么意图。最近五皇子和贤妃那边盯紧些，看能不能安排些人到内殿去。贤妃多疑谨慎，只怕不容易。尽力而为吧，确保眼下安全为要。可能是太子殿下现在协理朝事，五皇子又想和太子殿下拉近关系。贤妃敏锐地感觉到，小心的扫尾之后便蛰伏不动。后宫皇上不叫他管，他虽然心中不忿，面上仍旧是心平气和。宁王世子在宫变当天冒着危险入宫救驾，顺理成章地赢得了皇上的好感，升任了殿前司典使。宁王妃很是高兴，没想到儿子莽莽撞撞，竟然还得到了皇上的重视。陈世高也来宁王府道贺，恭喜你啊！陈世高说着又难过起来，没想到几个月前你还和我一起到处闲逛，现在就已经成了殿前司典使，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每天都被家里长辈念叨不争气了。尤其是你跟我妹妹订了婚，现在总被拿来比较。现在我娘说也要给我找个媳妇儿，说不定我就好了，这可怎么办呀？那你也娶个媳妇儿入朝做事啊？我可不想娶，到
小时候除了我娘我祖母，还要再加个媳妇儿，天天跟在我后面念叨，烦都能烦死。不过现在没有你陪我一起，我一个人逛得怪没意思的。今日你是不是不用当值，陪我一起去喝酒啊？走。二人来到以前常去的酒楼，正走到酒楼门口，走得太快，撞到了一个小姑娘。怎么走路的？不长眼睛吗？本少爷就这么走路，谁叫你不慢一点？莲枝气得说不出话。你可真有志气啊，跟小姑娘耍什么横啊？本来就是你撞了人家，赶紧的道个歉，我们进去喝酒了。我又不是故意的，你没见他骂我不长眼睛吗？莲枝这会儿终于反应过来了，抬脚一脚踩到了陈世高的脚上，然后赶紧跑远。不好意思啊，我着急回家，抱歉了。说着就带着小丫鬟跑远了。陈世高疼得嗷嗷直叫。等到二人进了酒楼，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小丫头，好好的教训一顿。你已经念叨到现在了，有完没完呀？你不知道那小丫头下脚多歹毒，我的脚到现在还疼。谁叫你撞了人不道歉还倒打一耙呀？哼！喝完酒便匆匆的跟宁世子告别了。宁世子摇摇头，自己去了珍宝阁，给陈世仪挑了一只簪子，然后又挑了一些孩子的东西。等玉婉的孩子出生，便和母妃的礼一起送去东宫。回到了宁王府，便交代管家将簪子送去了陈尚书府。陈世高回了府中，便派了府中小厮去酒楼打听。公子找到了，是大理寺陈家的嫡女。哼，这么猖狂，原来不过是个八品四成家，看我不好好收拾他。说着便招呼小厮要去找莲枝的麻烦。舒玉婉8个多月，整个东宫都十分紧张。真是有了太子妃，忘了他父皇。太子妃就快生了，殿下担心也是常理。皇上闻言笑得满足，他马上也是要做皇爷爷的人了。几日之后，舒玉婉正在院子里一边喝茶一边看着玉儿玩。太子妃，大理寺承之女姬家莲枝姑娘送了拜帖求见。接了拜帖，倒是派人去接一下。是。一梅听了记下此事。太子妃如今临近生产，一般拜帖都是不接的。以梅心中对莲枝高看一分，自是好好准备。过了几日，莲枝便入东宫来拜见舒玉婉。舒玉婉挺着肚子靠在软榻上，莲枝进门行礼后，对不起，舒姐姐，你怀着身孕，身体不方便，我还来打扰你。无妨，我平日也没什么事，你来了我高兴得很。舒姐姐，今日前来实是有事相求。什么事？说来我听听能不能帮到你。是我莽撞，前些日子在酒楼门口碰见一位公子不小心撞了我，不道歉反而态度蛮横，就踩了他一脚。舒玉婉扑哧一笑，这可真是莲枝的性子。后来才知道那位公子是户部尚书家的儿子，他派人打听到了我的身份以后，就日日来我家附近堵我，找我的麻烦。一开始我都反击回去了，后来知晓他是户部尚书的儿子，便咬咬牙忍了，就盼他大人有大量，出了气可不要来纠缠我。没想到他最近竟然说要将我纳进府中做他的小妾，然后日日折磨我。我怕他来硬的，思来想去，只能赶紧求见舒姐姐，盼舒姐姐能保我一二。你放心，有我在，只要你不愿意，没人能强迫你。想来是当初和宁世子一起在赵青青和安少瑜的婚礼上捣乱的那位，他当时感觉解气，还给这俩人送了份礼。这位陈公子虽然平时爱闹，但人并不坏，说不定只是逗你玩，不用太担心。我会派人去陈府交代一声，你是我的好朋友，请陈公子莫要吓你了。多谢舒姐姐。莲枝拿出了一枚玉佩递给舒玉婉。舒姐姐，我知道你什么都不缺，但这是我的一份心意，送给小皇孙，希望舒姐姐不要嫌弃。舒玉婉示意以梅接过了玉佩。你送什么我都喜欢，怎么会嫌弃？莲枝也笑，这是他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祖母说这是他小时候外出时碰到一个贵人，人家见他可爱便送给他的，他不记得了。两人又聊了一会儿，舒玉婉便有一些坐不住了。莲枝瞧出舒玉婉不适，便急忙告辞。舒玉婉让人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缎子、常用的簪子等首饰给莲枝戴上，让以梅好生的送莲枝回去，便躺回去休息了。不一会儿，太子回来用午膳，舒玉婉还在软榻上躺着休息。瞧见舒玉婉睡得踏实，没忍心叫醒她，在一旁坐了下来。太子便静静地瞧着，不自觉地露出笑容。殿下，醒了，姑回来陪你用午膳，看你睡着，便等了一会儿。舒玉婉心中甜蜜。舒玉婉起身，以梅过来给舒玉婉梳洗。这玉佩收起来吧。是。太子在一旁看着这枚玉佩。妈妈，这枚玉佩哪里来的？舒玉婉把玉佩的来历给太子说了一遍，便疑惑地看着太子。阿锦，这枚玉佩有什么问题吗？太子拿起玉佩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这是母后当年送给魏国公府中小表妹的玉佩。可是这是莲枝送来的，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太子回忆了一下，除了无双，舅母其实还有一个女儿，当年刚生下来的时候，母后已经病重，赐了这枚玉佩给小表妹。这玉佩还是姑挑的呢。太子指着玉佩上的一道墨色暗纹，这里
有个云朵样的花纹，当时姑跟着周嬷嬷一起去的国公府，亲手把这枚玉佩放到小表妹的襁褓里。后来小表妹1周岁的时候，舅母带着出门上香时走丢了。舒玉婉听完大为震惊，难道莲芝是那个走丢的孩子？可是莲芝不是大理寺丞的女儿吗？太子摇摇头，表示不知，也不算什么大事，姑派人去查一查。舒玉婉点头，但也对这个事情上了心了。夫妻2人用了午膳，太子吩咐阿青仔细查查莲芝的身世。舒玉婉依着承诺，让清代送了礼去陈尚书府给陈世高。陈公子，姬家莲芝姑娘与我们太子妃有旧，听说跟您闹了一点小矛盾。太子妃说带莲芝姑娘给您赔个不是，望陈公子莫要跟姬姑娘计较。清代作为舒玉婉身边的主事大宫女，自是没有人敢怠慢。陈世高脸色不好看，太子妃放心，小子顽劣，我会好好管束他的。清代得了准话，与陈夫人客气一番，便离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老实交代。陈世高被陈夫人好生的训斥了一顿，但他也无所谓，反正他也已经习惯了。陈世高气闷不已。清代回东宫之后，便去寻了舒玉婉。太子妃，陈府奴婢去过了，那就好。对了，您让仔细查查少府的情况，奴婢让人去了，已经有消息传回来。邵氏是江南大族，底蕴深厚，但其家族一直在江南发展，直到邵思义父亲这一代，才将重心转到了上京。邵家历代文人，邵思义却是意外，能文能武，很得皇上信重。舒玉婉点点头，这个不用说也能看得出来，不得皇上信重，不会任职进军手里，这是皇上心腹之中的心腹。邵思义父亲早年病故，邵思义一人撑起这一房，下面还有个妹妹，年纪小邵首领不少，正是待嫁的年纪。好，仔细说说邵首领的这位妹妹。邵小姐今年16，小邵首领不少，在上京的名声不错，但不知为何至今尚未定亲，平时也很少出席京中宴会。舒玉婉心道，难道是我抢了她姻缘的缘故？上一世听到的太子暴毙与邵氏有关，到底是真是假？无论如何，邵氏这一世没有嫁给太子，她留心些就是了。太子妃，您现在不宜多思多虑，有什么事等生下小皇孙再说也不迟的。你说的对。另一边，邵府邵思敏闺房之中，丫鬟们都被打发走，邵思敏手中拿着信件，笑得一脸甜蜜。突然听见敲门声，小姐，夫人来寻你。邵思敏赶紧收起了信件。娘，您怎么来了？来看看你在做什么呀？这会儿无事，再看看书。过几日魏国公家有一场宴会，你跟我一起去看看。邵思敏皱起了眉头，你究竟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家？这个你也说不行，那个也不同意，你要急死我呀！邵思敏的心中纠结，或许告诉母亲，母亲会有办法。敏敏，邵思敏鼓起勇气，挥退了身边的丫鬟。钱妈妈也去外面守着吧。去吧。等人都走完了，娘，我心属安王殿下。邵夫人听完猛了一声，安王？安王知道吗？邵思敏点点头。那安王是什么意思？安王殿下也有意，只是因为哥哥的缘故，担心皇上疑心，故而一直未上门提亲。你与安王何时可曾有越举？邵思敏的心中略显慌乱，但面上勉力维持着镇定。之前宫中中秋宴的时候，我不小心迷了路，得安王殿下相助，不曾越举的。邵夫人松了口气，不曾便好，不曾便好。沉思片刻后，敏敏，此事非同小可，等你哥哥回来，我与你哥哥商量一下。邵思敏也知道母亲是不可能马上答应。好，邵夫人愁容满面的出去了，回了住处，左思右想，也想不出来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好不容易等到邵思义下车回来，便赶紧把他给叫了过来。娘，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邵夫人同样把下人打发走，然后把今天的事情详细的跟儿子说了一遍。你说这可怎么好？难保安王不是特意接近敏敏。你是说太子中毒之前，皇上还曾有意将敏敏许给太子，只是太子殿下一直不愿娶妻，我怕耽误敏敏，故而没有在家中提及。邵夫人顺着邵思义的话往下想，不由得冷汗直冒。东宫中，舒玉婉在屋内转圈，现在天气炎热，不便到花园内散步。以梅和另一个宫女以兰小心翼翼地跟在身后。等舒玉婉终于停下来休息，按照您的吩咐，小姐昨儿开始背三字经了，虽然背得不大清楚，但是小姐的记性好着呢，教上几遍呢，便能够绕过来。舒玉婉笑着点头。巧匠做了一匹小木马，小姐可喜欢了。赵妈妈交代完，又关心了舒玉婉几句，舒玉婉便让赵妈妈回去陪月儿了。赵妈妈走后，清代进来伺候着舒玉婉，又吃了点东西。莲芝姑娘那边暂时还没有消息传回来，太子殿下那边也还没有，知道您关心。阿青说一有消息就过来通知奴婢。邵家那边，清代，太子妃，我要生了，叫稳婆。以梅，快去叫稳婆。野兰，快去承乾宫通知太子殿下。清代在舒玉婉身边，一时间整个东宫都动了起来。太子听了传信，立即丢下手中折子，朝着东宫赶了过来。舒玉婉这一胎本就是万众瞩目，就连皇上都派了人来东宫守着。
太子站在门外，见产房内安安静静的。哎呀，怎么没有声音啊？殿下，太子妃刚进产房，现在可不能喊呐，得留着力气生的时候用。太子听了，心中安定了一些，想推门进去看看。哎，殿下，您不能进去，里面有医女和稳婆，您别担心。正说着话，宁王妃得了消息，也已经赶到。宁王妃是早早请好在舒玉婉生产时来陪伴舒玉婉，并为太子传递产房内情况的宗室。太子，我进去盯着，然后再出来告诉太子。辛苦皇上。宁王妃点点头，进去产房内。产房内，稳婆为舒玉婉选择的是术式体位生产。舒玉婉正趴在红色悬木上，两手紧紧地抓着悬木，眉头紧皱。见宁王妃进来，也只是抬头朝着宁王妃笑笑。好孩子，你受苦了，只管安心生产，叶母在这儿守着呢。舒玉婉紧紧地咬着毛巾，朝着宁王妃点点头。一老嬷嬷在舒玉婉身后扶着舒玉婉的腰，帮助她站立。稳婆手法娴熟的在舒玉婉的腹部轻推着。太尉正着呢，这一胎呀，保准顺利，娘娘放心吧。太子守在外面等了快1个时辰。殿下，妇人生产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好的，要不您先回去歇息，等娘娘生了再派人去回禀你。太子摆了摆手，便不再理会。虽然皇婶刚出来说一切顺利，但这会儿婉婉喊得惨烈，他的一颗心实在是没有办法安定下来。产房内又过了半个时辰，头出来了，头出来了，娘娘别再用力了。稳婆慢慢的将胎儿往外拉。太子见产房内突然又没了声音，不禁又站起来。殿下，您就坐会儿吧。突然听见哇的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太子高兴，婉婉生了。不一会儿便见产房门打开了，宁王妃满面喜色，恭喜太子，母子均安，喜得灵儿。恭喜太子殿下，喜得灵儿，喜得灵儿。皇上派来的人连恭喜太子都来不及，便一溜烟儿的往承前殿跑去了。辛苦皇婶了。话音刚落，太子便提步往产房内跑去。舒玉婉也已经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躺在床上，这一胎异常的顺利。他感觉他现在的精神还好得很呢。孩子正在他的身侧，安稳的闭着眼。太子疾步走到舒玉婉的身边，握住舒玉婉的手。婉婉，辛苦你了。舒玉婉温柔一笑，再辛苦也值得。阿锦，快看看我们的孩子。太子转头看向一旁襁褓里的孩子，小脸儿略微有些红。姑的嫡长子出生了。瞧着太子脸上郑重的样子，舒玉婉心里高兴，笑得甜蜜。这刚刚出生的孩子瞧着实在是很小。太子殿下一手托着孩子屁股，一手托着孩子的头。太子按照奶娘的指点，小心翼翼地抱起孩子。洪公公派去的小太监飞奔至承乾宫，回禀了太子妃诞下皇长孙的消息。皇上听了小太监的禀告，笑得合不拢嘴。好，实在是太好了，恭喜皇上，贺喜皇上。皇上转身来到了书案前，提笔写下宋明成，吩咐洪公公送去东宫吧。洪公公得了吩咐，立即便出发了。阿锦，给孩子取个名字吧。皇上口谕。父皇可真快。洪公公进来，舒玉婉正纠结着他这该怎么是好。皇上说了，太子妃躺着听旨便好。多谢父皇体恤。洪公公先是恭喜了太子和太子妃。皇上口谕，皇长孙赐名宋明成。多谢父皇。洪公公又恭喜了太子一通，便回去了。阿青把洪公公送出东宫。婉婉，你看，可轮不到姑来取名。舒玉婉好笑，心中默念着宋明成。明呢，是因为这一辈的皇室子弟是名字辈儿，成是传承继承之意。看来皇上对这个孩子也是期待颇深。孩子交给乳娘，又有太子在东宫之中，他便安安心心的踏实的睡了一觉。等到一觉睡醒，天都快黑了。太子妃，什么时辰了？太子妃诞下皇长孙的消息很快在宫内宫外都传开了，自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但对贤妃和张贵妃来说，却是件听了叫人心里头堵得慌，还得表现出一副欢喜样子来的糟心事儿。宫外，淑府一早就接到了宫里的传信，淑夫人笑得脸上都多出了几道褶子。淑府所有下人都得了赏赐。无论如何，有了皇孙，婉婉便真正在东宫站稳了脚跟。以后哪怕太子殿下对婉婉不负如今，婉婉还有孩子傍身。玉婉诞下的是皇上的嫡长孙，加上如今太子殿下辅政，东宫可以说是风头无两。越是这个时候啊，咱们越是要低调谨慎，不能给人抓了把柄，拖累玉婉和太子。我知道了，府中的人我会好好约束的。明日也跟玉阳媳妇儿和玉成媳妇儿说一声。还有玉婷。舒夫人点头，第二日便敲打了府中下人，并把舒玉婷叫回了舒府。舒玉婷本来听说妹妹生了皇孙，十分的得意，
结果一回束缚，却听了一耳朵往后反而要比从前还要低调之类的话。娘，咱们术士好不容易，眼瞅着要出头了。你这孩子，娘不是跟你说过，你有地位，不张扬，别人也会敬着你。婉婉是生了皇长孙没错，但皇室之中向来波谲云诡，想对付太子和婉婉的人大有人在，咱们不能叫人抓着了小辫子对付婉婉。如今呀，是婉婉好，咱们也能好；婉婉和太子不好，咱们也不可能好。知道了，娘。说通了舒雨婷，舒夫人很高兴。另一边，安定侯府之中，则是气氛十分的压抑。想到早死的小儿子，安定侯的眉头不由得皱起来。真没想到，这术士竟然还有这种气运。一个和离的女人能有什么好？太子也真是。母亲慎言。哎呀，咱们安定侯府如今是人见人避呀，严姐儿的婚事已经是往低了说，竟然还被拒了。吾若将严姐儿许给彭尚书的小儿子，彭尚书的小儿子这年纪是不是大了些呀？再说了，现在便和五皇子联系的那么紧密，是不是太冒险了些呀？安定侯的眼中出现造诣，他也不想，严姐儿不也是他的女儿吗？现在唯有拿出十足的诚意，真正的成为贤妃一派，他们才会帮助他稳住兵权。有术士在，东宫绝不会容下我们，不如祸福沉舟。至于年纪，安定侯没有提。没过几日，安定侯便与彭尚书通了气，彭尚书自无不可，彭二公子更是十分乐意。最后才通知了卫士，卫士听了差点没有憋过气去，竟然要把她嫁给一个快40岁的老官夫，一张脸气得泛红。老夫人，杨儿是您的嫡亲孙女啊，您怎么能想得出来？那个彭二公子，谁不知道他都死了2任妻室了，传言说还死得有点不对劲，嫡出庶出的孩子一大堆，长子跟妍儿差不多大，妍儿才15，怎么能给他做填房呢？我绝不会同意。这是崇山的意思，由不得你不同意。侯爷，崇山他自是为了整个侯府考虑，你也莫要闹。侯府好了，严姐儿才能好；侯府不好，严姐儿又怎么能够嫁得好？现在咱们侯府的光景，你又不是不知道，府中金尊玉贵的把严姐儿养到这么大，现在该是他为侯府出力的时候了。卫士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见卫士不说话，便把他打发走了。卫士失魂落魄的走出了福寿堂，他想先瞒着女儿，再想想办法。可安少言还是很快就得了消息，来主院找卫士，好生的闹了一通。春秀也生了一个女儿，但生了女儿之后便不大受重视了。春秀也不埋怨，要说还是三少夫人，不，现在是太子妃靠得住，自己和女儿日后还是得靠她。东宫中，殿下，姬姑娘竟然真是姬嗣成捡回来的，奴才先派人去了姬嗣成的老家，打听到当年姬夫人一直没有怀孕，外出时恰好碰到了草丛里有个孩子，便捡了回来。那枚玉佩，奴才去问了姬嗣成，是捡到姬小姐时放在姬小姐棉衣夹层里面的。捡到姬小姐不久后，姬大人便考上了进士，来了京中，因为无人知晓了，便一直声称姬小姐是姬夫人亲生的孩子，因此姬小姐并不知情。姬嗣成老家在哪里？就在京郊的杨柳村。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是。根据阿青查到的情况，这位莲枝小姐极有可能便是她那走失的表妹了。太子没想到，当年走丢的表妹还有找回来的一天。阿青退出去，便去找清代了，把情况又仔仔细细的跟清代说了一遍。清代纠结一番，还是去回禀了舒玉婉。这可真是缘分，不过仅凭着玉佩和这些消息，只怕很难让魏国公府认下莲枝。奴婢瞧莲枝姑娘与家中父母兄弟感情极好，若是魏国公府不想认，莲枝姑娘想来也不在意。说的也是。莲枝这些天又开始被陈世高烦了。季姑娘如此厉害，我娘就想给我找个厉害的媳妇管我，等你过了孝期，我便让我娘上门提亲，把你娶回家。你总不能去找太子妃告状，说我想求娶你吧？哼！莲枝气得说不出话，陈世高便觉得高兴了，像是一只斗胜了的公鸡，兴高采烈的回了家中。陈夫人见了都啧啧称奇呀。莲枝很想再去东宫找舒姐姐给她撑腰，但是想到舒玉婉正在坐月子，也不好意思老是去麻烦她。没过几日，东宫便派了人来，说是太子有事儿，请她进宫。见父亲母亲欲说还休的样子，莲枝大惊，难道要她进东宫做妾吗？不，她不能够跟舒姐姐抢夫君啊，她也不想做妾呀。爹娘，求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莲芝，其实你是你娘捡回来的。听完这句，莲芝睁大了眼睛。什么？但在娘亲心里，你就是娘的亲生女儿。你从小身上那枚玉佩，其实也不是咱们家祖传的，是捡到你的时候就放在你身上的。前几日，太子曾经派人来咱们家了解你那枚玉佩的来历，这次传你去东宫，极有可能与你的身世有关。听完继父的话，莲芝愣了好半天。莲芝，娘，你不用怕，太子传你入东宫，想来是过问你的身世。咱们也不知道你亲生父亲究竟是何人，你只管说自己知道的就行啊。莲芝僵硬的点头。第二日，太子派了人来将莲芝接入东宫。舒玉婉已经出了月子，便也来了。他还是很喜欢莲芝的，来给莲芝撑撑场面。太子和舒玉婉坐在上首，下面第一位坐着魏国公夫人罗夫人。舅母莫急，应该就快到了。正说着，便见阿青进来禀告：殿下，莲芝姑娘到了，请进来吧。罗夫人按捺住站起身去门口迎接的冲动，直直的看着门口。小女见过太子，见过太子妃。看到罗夫人，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位是魏国公夫人，见过魏国公夫人。好孩子，快免礼。这孩子跟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可真像。莲芝，之前你送我的那枚玉佩跟魏国公府走丢的二小姐的一模一样，但也有可能玉佩是别人放在我身上的呀。姑娘左腿处是否有一块蝴蝶形的胎记？莲芝诧异地看着魏国公夫人。是，那就是了。你是我的无忧，是我的无忧啊！罗夫人上前来拉住莲芝的手，而且你看咱们母女长得多像，你这眼睛和鼻子像我，脸型和嘴巴十足的像国公爷。莲芝看向舒玉婉，舒玉婉点头，是挺像的，确实也有些像舅舅。虽然罗夫人极力要求让莲芝跟她回魏国公府，但莲芝还是坚持要回家。罗夫人最后只得点头。也好，等我回去跟国公爷和你哥哥姐姐说一声，他们知道了也一定十分高兴，到时候我再去接你回家。夫人，我就想在自己家，不想去魏国公府。是我的错，是我把你弄丢了，害得你在外面吃了那么多年的苦啊！夫人，你别哭啊，我没吃苦，我爹娘和祖母待我很好的。不知是不是母女连心，莲芝也是有一些对罗夫人也有些不同，但最后莲芝还是回了姬。舒玉婉和太子一起送走了又高兴又难过的罗夫人。莲芝回了家中，把今天的事情给姬父姬母说了一遍。姬嗣成和姬夫人听完都是沉默良久。魏国公家的嫡小姐，他们也不能够挡着莲芝的路。既然找到了亲生父母，莲芝，那你就回魏国公府吧。娘，你不要我了，我就在家中，不想去国公府，高门大户的，我有点害怕。听了莲芝的话，姬夫人压抑不住脸上的笑意。你个傻孩子，你现在到了说亲的年纪了，做了魏国公府的小姐，也能说一门好亲事。第二日，陈世高又来莲芝家转悠，想找莲芝的麻烦，便看见魏国公府的马车往莲芝家去了。罗夫人和魏无双一起下了马车，进了莲芝家中。陈世高瞧着奇怪极了，魏国公府是什么门第？这魏无双更是自视甚高，怎么会往莲芝的家中跑呢？陈世高一直在外面守着，等了快1个时辰。公子，看来今日莲芝小姐是不会出来了，要不咱们明日再来。再等等，这个莲芝虎得很，不会是得罪魏无双那个女人了吧？魏家可不好惹。那不是正好有人帮您出气了？你懂什么啊？终于等到魏国公夫人和魏无双从莲芝家中出来，只是莲芝也出来了。魏国公夫人还拉着莲芝的手，十分亲密的样子，一起上了国公府马车走了。陈世高傻眼了，跟在马车后面转了半天，到家然后吩咐小厮去打听打听怎么回事。得嘞，奴才这就去。罗夫人认下莲芝以后，舒玉婉心中便暂时把这件事情放下了。舒夫人这会儿正好来了东宫看望舒玉婉。之前陈儿的喜丧礼没有大办，这一次的满月宴要好好办一下了吧？喜丧礼也不是不想好好办，只是如今宫中没有主事的人，我又没有出月子。你说皇上怎么不让贤妃娘娘领后宫事，就这么让后宫无主？我也不知，如今陈儿的满月礼还是内务府的人来协理的。你看陈儿说的多像呀，这孩子长得可真好，眼睛和眉毛都像你，鼻子和嘴巴都像太子殿下。舒玉婉看着孩子，确实是鼻子嘴巴跟太子是真像，还有这一头乌黑的头发，我都没见过头发这么好的孩子。二人又说了一会儿话，舒玉婉说起莲芝的事。这么说，莲芝竟然是魏国公的小女儿？舒玉婉点头，舒夫人自己便是魏氏旁支。
国公夫人当年丢了孩子，很是病了一场，如今竟是找了回来，可得尽一个人情。如今欠着玉婉这样一个人情，倒是不好再为难玉婉了吧？若是魏国公府真想做什么，只怕很难因为莲枝便打消了主意。舒夫人觉得女儿说的有道理，也没有再纠结此事。母女两人又聊了一会儿，清代过来回禀太子殿下回来了。舒夫人便起身跟太子打了招呼，过去看月儿去了。月儿正在跟小玩伴一起玩抛球，玩的正高兴呢。外祖母，舒夫人一把搂住月儿，高兴不已。月儿长高了。赵妈妈在一旁给舒夫人行礼，辛苦你了。奴婢不辛苦啊，照顾好月儿，万不可叫她受了委屈。夫人放心，奴婢知晓的。舒夫人点点头。月儿在舒夫人的身上赖了一会儿，便又跟小玩伴一起玩去了。舒夫人仔仔细细地问了月儿的衣食住行，都没再去见舒玉婉，便跟月儿告别，回家去了。今日父皇说，等晨儿满月宴之后，便要让姑独立处理政事了。有什么拿不定的事情，再去找他。是父皇的身体不大好吗？姑瞧着，父皇的身体好的差不多了。那为何？许是这次三弟的事让父皇有了阴影吧。父皇还说了，后宫没人管，他快点退位，让姑登基，便可以交你去管了，省得整日说后宫无主。这也是理由。到了满月宴那一日，舒玉婉早早起身，以梅以兰伺候着舒玉婉起身洗漱，收拾妥当，玉婉便去看月儿和成儿了。娘，月儿乖，这么早起身，困不困啊？月儿摇着小脑袋，不困。舒玉婉又领着月儿一起去看成儿。弟弟，看姐姐，我是姐姐。成儿只管呼呼大睡，管你说什么都不带动一下的。舒玉婉看得好笑。皇长孙的满月宴是在福宁殿办的，这会儿殿中已经是热闹非凡了，皇室贵族、世家以及朝中重臣基本上都请了。瞧着这架势，便能够看出这个孩子在皇上心目之中的地位。席间，魏国公夫人带着魏无双和莲枝和众人打招呼。莲枝大家都没见过，自然是要问一句的。罗夫人便将莲枝的身世解释一遍。这便是我那苦命的小女儿，托太子妃的福，这么多年终于找回来了。就连长宁公主都忍不住多看了莲枝几眼。长宁公主心下叹息，可惜她没有自己的孩子。既是第一次见面，总要送你份见面礼吧。莲枝有一些不敢接，长辈辞不敢辞，快接着吧。多谢长公主。魏无双在一旁心中有些不是滋味。虽说走丢的妹妹找了回来，她也很是高兴，但妹妹一回来，母亲的注意力完全放到了妹妹的身上。待陈世高听到这个消息，一张脸就涨成了猪肝色。宁世子奇怪，你怎么了？怎么一副雷劈了的样子？你没听到吗？大理寺丞家的女儿是魏国公的嫡女。听到了呀，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本来他是想纳莲枝做妾，结果那个丫头抵死不从，后来就想着娶回家做正妻也行。现在这丫头怎么就突然的变成了魏国公府的嫡女了？舒夫人和唐氏、周氏一早也都带着孩子们过来了。元姐儿和青哥儿好久没见我们月姐儿了，想念的紧。我带着月姐儿去舒服的喜薇那边跟哥哥姐姐们玩会儿吧。跟外祖母去找哥哥姐姐玩，还是和娘一起？娘，那就跟娘一起吧。娘，随月儿吧。舒夫人无奈的点点头。无论如何，婉婉已经是生下了皇长孙，地位是稳了。既然孩子不愿意，尴尬一点就尴尬一点。舒玉婉带着月儿和成儿一起出现的时候，众人的目光有一丝转瞬即逝的微妙。长宁公主的目光中是抑制不住的慈爱。这孩子长得真好。宁王妃也是看了一会儿皇长孙，便转身抱起了月儿。我也是你外祖母。月儿看向舒玉婉，舒玉婉笑着点点头。外祖母好。宁王妃听了，笑得眼角的皱纹都快要出来了。月儿真乖。太子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玉佩给皇长孙戴上，又给众人解释了皇长孙姓名的含义和来历。抱着孩子指认皇室宗亲，天地四方。舒玉婉便把成儿带回去了。回来以后安置好成哥儿，你去看看少府的少小姐今日是不是没有来？是。舒玉婉坐定，少司迷她好像确实没有看见，只有少夫人和她的儿媳妇。不一会儿，以梅便回来了。小姐，少小姐确实没有来。少夫人对外说的是少小姐偶感风寒，身体不适。舒玉婉没有细究，等成儿满月宴结束再去打听打听。太子妃、安定侯夫人及安侯二少夫人求见。舒玉婉一脸意外，让他们在前厅等着吧。等舒玉婉到了前厅，便见魏氏和刘氏拘谨地坐在那儿。参见太子妃。侯夫人和二少夫人这时候来是有什么事？太子妃今日前来是有事情想求你。舒玉婉耐心地听着，
是这样的，妍儿被退婚以后，侯爷要将妍儿嫁给彭尚书的二儿子做填房。彭尚书的二儿子已经40岁了呀，有儿有女的，妍儿才15岁，如何能嫁这样的人？如今京中的人都不愿意占安定侯府，我娘家的人也不愿意帮，都怕惹了太子。我想求求你，看在咱们婆媳往日的情分上，帮帮妍儿吧。刘氏在一旁一句话都没说。舒玉婉听完有些不可思议，安少言在家中那是绝对受宠的，安定侯为了权势还真是。玉婉，求你了，只要你这次帮我，往后叫我做什么都行。刘氏在一旁实在有些尴尬，又不好说婆婆什么。侯夫人，你求错人了，安小姐的婚事我可没有立场插手。玉婉，你得太子信重，又生了皇长孙，只要你发话，给严姐置门婚事。侯夫人，我2嫁之身还带着女儿在宫中，本就招人眼，再去为前夫的妹妹指婚，不知道又要惹来多少流言蜚语。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魏氏哽住，讷不知如何开口。侯夫人若真是这般爱护女儿，大可以豁出自己的颜面去，像当初去赵府骂赵青青一样，上彭府骂一顿彭二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保准彭家拉不开颜面，娶贵妇小姐。这彭府不是赵家，哪是他们安定侯府得罪得起的？侯夫人，你看你自己的女儿你都抹不开脸面，如何叫我一个不相干的人踩着自己的脸来救你女儿？魏氏叫舒玉婉讲的说不出话来。若是无事便请吧，今日累了一天，我要歇息了。安侯夫人，二少夫人，请吧。魏氏犹犹豫豫，自己也是觉得尴尬，没奈何，臣妇告退。刘氏从头到尾都没说一句话。等到晚间宴席散去，怎么还没休息啊？等你呢。说着提起安定侯夫人来的事儿。阿锦，安定侯这是做什么？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嫡女送给彭府，图什么？孤今日有意把安定侯手里那点兵权收回来。安定侯嗅觉敏锐，大概是察觉到了吧？他凭什么觉得彭尚书能帮他？彭尚书虽然年事已高，但他是2朝元老，门生众多，在朝中还是有些分量的。最主要的是，除了武帝，安定侯没有其他选择。二弟不在京中，张贵妃娘家不给力，虽然笼络了一些势力，但并没有彭尚书这种有话语权的人物，唯有靠上彭尚书搏一搏。夫妻2人不再讨论此事，又聊了几句，太子便拉着舒玉婉安置了。外面也时而有骂舒玉婉煽妒的。魏氏回了侯府，便一直忧心忡忡，到底要不要上彭府的门口去骂呢？母亲，您不能为了严姐儿便置我们这一大家子于水火之中啊！那你要我怎么办？看着严姐儿嫁给那个官夫吗？我怎么忍心啊？你不知道那个彭宜宾，听说他的2任妻室都是他逼死的呢。严姐儿年纪轻轻嫁过去了，如何受得住啊？那你也不能真的上门去骂呀。太子妃不过是说句气话，您别当真，再想想其他办法。你先出去吧，让我好好想想还有什么办法。儿媳告退。又过了几日，舒玉婉见魏氏没有什么动静，觉得有些没意思。太子妃，邵小姐被禁足了。哦，舒玉婉若有所思。邵小姐有1个多月没有出过门了，不仅是这次小殿下的满月宴没有出席，京中其他要紧的宴会都没有露面。奴婢费了好大劲儿，才让人跟邵小姐院里的人搭上话，确定了邵小姐被软禁了。你说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亲生的母亲兄弟软禁自家小姐？难道是世家小姐爱上穷书生的戏码？舒玉婉不置可否。少府之中，邵思敏已经是1天没有吃东西了。自从他提出有意安王，母亲跟哥哥商量一番之后，便直接否定了他与安王的可能。这日邵思义下肢回来，便听母亲抹着眼泪说妹妹绝食了，便起身过来看他。妹妹，你把自己饿死了，安王是会陪你殉情，还是此生不娶了？只怕要不了多久，就会重新寻某个家中有权势的女子成婚。哥哥不必多言，既然不让我嫁给安王，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父亲早早故去，母亲辛苦抚养你长大，你便如此回报他？母亲的养育之恩，思敏来生再报了。哼，今生的养育之恩，今生不报，还来生？来生你没有父母了吗？来生还知道自己上辈子对不起了谁？那你要我怎么样？我只是想嫁给安王，我与安王彼此有情，门当户对，怎么就不行了？我死不也是你们逼的？为了你的前程，必要断送我的幸福吗？总之，要么让我嫁给安王，我可以不要少府大小姐的身份，自然也不会妨碍你的前程。要么就让我去死好了。邵思义有些心冷，那你便饿着吧，真把自己饿死了也是你的本事。说着便转身走了。不想邵思敏倒真是极其能忍，到了第2日，饿的是头昏胃痛，就是不吃。邵夫人已经是忍不住了，看着女儿这个样子，头发都急白了好几根。明明，你当真为了一个男人不在乎娘，
不在乎自己了吗？娘，求您成全我吧，我愿意不要少氏嫡女的身份，只要您给我安排个哪怕平民百姓的身份，送我去蜀郡安王府。平民百姓？你当真以为你成了平民百姓，还能嫁给安王？他还会对你浓情蜜意？他会，他对我是真心的。既然你如此执着，那我就成全你。只是你要知道，一旦对外宣布病逝，你便再无法做回少氏女儿了。女儿无悔。娘，不可把妹妹送到安王手中。往后若是变成拿捏我的把柄，到时候我是忠于皇上，还是顾虑妹妹的性命？可是敏敏现在执意要嫁，不让她撞南墙，她只怕是不会死心的。安王也未必就……您糊涂，拿妹妹的命赌万一吗？那你说该怎么办？就让她饿着，饿极了自然会吃饭的。那丫头瞧着软和，其实倔着。她已经2天没吃饭了，寻常人哪里熬得住啊？只怕真的能把自己饿出好歹。既然她要赌，便随她吧。往后若是能帮的，你做哥哥的便帮一；若是不该帮的，就由他去吧。生死有命。又挨了半天，邵思义见妹妹仍旧不愿吃饭，甚至连水也不肯喝了，叹息一声，便依着邵思敏的意思去办了。谢谢你，哥哥。过了几日，京中便传出邵家小姐病逝的消息。邵思敏死了，怎么会这么突然？难道邵小姐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邵家为保名声，要了邵小姐的命。邵府可有什么异常？奴婢买通的不过是邵小姐外院的洒扫丫头，知道的事情也不多。直到邵小姐并不曾有病，被关在了自己院子里，还不怎么肯吃饭。邵小姐对外称病了有些日子了，所以外面的人虽然惊讶，但是也不至于诸多怀疑。舒玉婉实在是有一些不明白，去查查少府最近的动静，越详细越好。是，查了几天也没有查出什么异常，都是一些寻常且合乎常理的事情。妈妈，你为何对少府那么关注？邵小姐的死有问题？一来邵思义是禁军首领，十分要紧；二来邵小姐死得太突然了些，便关注了几分。确实，邵家确实重要，姑也留意几分。舒玉婉听了高兴，太子若是插手去查，自然是最好。邵思义颇费了一番周折，终于给邵思敏安排了一个蜀郡平民良家女子的身份，安排了几个功夫好的，一路尾随着，暗中保护，把人送去了蜀郡。做完这一切，邵思义只觉得也是对得起妹妹了，将来如何便如母亲所言，看天命了。不想这天邵思义跟皇上回禀完禁军的情况。为何要把妹妹送到蜀郡？皇上，你的忠诚朕自是不怀疑。卓妹倾慕安王殿下，家母不愿，卓妹自弃身份，也要陪伴安王殿下，便随他弃了身份去了。皇上听了点点头，跟他知道的倒是不差。朕虽信你，但你是禁军首领，守护皇城安全之人。你的妹妹投了安王，太子登基，你便不适合再坐这个位子了。皇上，臣忠于皇上，忠于太子殿下。臣如今已经没有妹妹了，臣的妹妹前几日已经出殡了。朕说了，朕相信你，但既然知道这件事，便不能再让你做禁军首领，转去做文官吧。以你的才能，亦能造福一方百姓。邵思义松了口气，甚至透着高兴。当初从武亦是不得已，邵家历代是文人，骨子里他还是邵家的清贵文人。便去越西郡做郡守吧。遵旨。邵思义回了府中，便让邵夫人和妻子收拾东西，调令一下去越西郡了。怎么突然要去越西这么偏远的地方？母亲放心，越西虽然偏远，但郡守是一方大员，此番是阴差阳错，反而得了机缘。将来做出一番政绩，或许可以将邵氏发展得更好，实现父亲生前的遗愿。如此一来，敏敏在安王那里也更加安全。邵夫人略一思索，便明白了这个道理。好，娘这就收拾收拾，把家中产业收拢一番，准备去越西。另一边，皇上把太子叫到东宫。景儿，朕打算让邵思义去越西郡任郡守，这禁卫首领之职，你可有合适的人选推荐？太子惊讶地看向皇上。父皇，朕打算退位，传位于你了。位首领，你自己看看吧。为何？您的身体明明好的差不多了。你这不孝子，难道非要朕劳累致死吗？朕就不能趁着还能动弹，好好歇歇？虽然知道父皇有意禅位，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景儿，朕这么多年来兢兢业业，勤于政务，没有一日敢懈怠，才将这大晋朝治理得富足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但现在朕精力不济，常常感到心力不足。朕不想这么多年的心血会在最后几年，不如早点交给你，还能避免你这位子遭人忌惮。邵思敏的事儿也叫皇上对安王留了心。你继位后，你弟弟们若是有不臣之心，不必手软。父皇，若是能留下性命，当然是最好的。父皇放心，只要不超了儿臣的底线，儿臣不会赶尽杀绝。你看着办吧。
父子二人又聊了一会儿正事，直到皇上累了，太子才告退。第二日，皇上便把新嫔和平宜公主宣到了承前殿，拜见皇上。皇上见到了平宜公主，还是很高兴的。来了，父皇，您身体好些了没？父皇没事，平宜是大姑娘了。朕今日叫你和你母妃来，是想定下你的终生大事。平宜听了皇上的话，一张脸羞得通红。女儿不嫁，女儿还要在宫中陪着父皇和母妃呢。可有中意的？妾身瞧着永昌侯府的世子很是不错，品性出众，年龄与怡儿也相当。永昌侯府的世子正是舒玉婉大姐舒玉婷的长子。平宜看呢？儿臣听父皇母妃的。既然如此，朕召永昌侯来问问他的意思。母女二人回了新嫔的宫殿。母妃，那永昌侯府世子，儿臣没有见过，当真好吗？母妃还能害你吗？这孩子你外祖母见过，说是一表人才，仪表堂堂，谦虚有礼。平宜公主听了仪表堂堂，心中便有几分满意了。况且你瞧，你父皇已经让太子协政了，以后必是你太子哥哥继位。你太子哥哥多宠着那个术士，这永昌侯府的世子便是术士长姐的儿子。那难怪仪表堂堂了，儿臣瞧着皇嫂就十分美丽。新嫔笑笑，平宜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她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皇上单独召见郑昌平，不知何事，着实有点紧张。听说你家长子品性出众，与平宜公主甚是相配，爱卿意下如何？郑昌平闻言一时不知所措，有一些懵。能得平宜公主相，实是犬子之幸。皇上听了，满意的点点头。好好好。东宫之中，舒玉婉听说了这件事后，父皇这是要在退位之前把皇子公主们都安排好。父皇都操心完了最好，不知道姐姐听了这个消息是什么反应。舒玉婷听了郑昌平回到家中说了此事，一时也有一些惊讶。哎呀，夫君，你如何能够应下？上了公主，严根往后在朝堂上便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了，就算是在家中也要对公主俯首称臣。如今我妹妹做了太子妃，严根将来的前途是不可限量啊。严格尔的才学也不算顶尖，性子平和，将来继承爵位，娶了公主，平淡富贵一生挺好。做什么要往朝堂争权夺利的？你以为都像你一样啊？像我也没什么不好呀。舒玉婷不想再与郑昌平争论，准备去东宫找舒玉婉。清代禀告说舒玉婷来了的时候，舒玉婉便觉得肯定是为了平宜公主的事儿，请进来吧。舒玉婷进了内殿，匆匆给舒玉婉见了个礼。妹妹啊，可不能让我们家严哥上平宜公主啊，会毁了严哥的前程的。可是这事儿皇上也没有逼着你们府里，不是问了大姐夫的意向，大姐夫自己说愿意的吗？他知道什么呀？他自己碌碌无为，非要儿子也跟他一样吗？上公主也不是完全不能入朝为官，只是不能任一些紧要的职而已。加上往后有爵位，严哥绝不会平庸的。哎呀，严哥是有大才学的，将来啊是必然会有出息的。玉婉啊，你是严哥的亲姨母，一定要帮帮严哥啊。严哥自己怎么说？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严哥呢，知道了消息便赶紧来找你了，防止晚了真的定下来了。严哥他自是听我的，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严哥自是知道我是为了他好。大姐，这事儿你还是回去问问严哥，和大姐夫好好商量商量，一家人定下个主意，商定了再去皇上面前回话。我在里面掺和不合适。玉婉，去吧，毕竟是严哥的婚事，严哥自己的想法也是很要紧的。舒玉婷又缠磨了一会儿，见舒玉婉耐心见失，只好出了宫门。等人走了，今儿的事情不要传出去了。太子妃放心。主仆二人说着话，以梅送了一张帖子过来。太子妃，宁王府的帖子，宁王妃身边的管事嬷嬷亲自送来的，人还在外面候着。舒玉婉接过打开，正是宁王世子2月初8成婚的请帖。给管嬷嬷回话，宁王妃大喜，本妃必定前去贺喜。是。以梅得了话，便去传话去了。宁王府中，宁王妃这些日子既忙碌又高兴，管嬷嬷也是从东宫回来了。王妃，太子妃回话说，世子大婚时一定过来祝贺。好。陈世高正陪着宁世子准备着婚礼事宜。你不在家中帮忙，跑我这儿来干什么？妹妹那边有母亲准备，我来你这儿看看。话说你最近怎么想着要去朝中做事啊？当时我去殿前司，你不是说你受不了约束吗？不上进肯定要遭嫌弃的。遭谁嫌弃了？快说！马上我就是你嫡亲的舅兄，你可得帮我。哎，到底是哪家的姑娘？魏国公府刚认回来的小姐。那不是当时踩了你一脚的那个小姑娘？那你确实要努力了。魏国公府的门第可不低啊，就算是刚认回来的，也不是那么好娶进门的。谁说不是呢？而且我之前经常去斗
逗他，他估计对我印象不佳。你说我该怎么办呀？你这道阻且长啊！你别说这些废话，有没有法子呀？你一边在朝中努力做事，争取改变大家对你的印象，一边还要去魏小姐那边为以前的事情认真的道个歉，能行吗？他会不会觉得我欺软怕硬啊？他是4成女儿的时候我就欺负他，他成了魏国公女儿我就去道歉。哎，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经验，总比你现在给人留个坏印象来的强吧？要不你回去问问世仪？这还没成婚呢，就世仪的，世仪也是你叫的？这不是马上要成婚了吗？这边舒玉婷从东宫出来，没有回永昌侯府，而是转身去了束府。娘，你一定要帮帮严哥啊！这事儿你跟昌平2个人想法不一致，这头他应了皇上，你转头让玉婉去皇上跟前否了，你让玉婉在皇上和昌平那里成了什么了？可是夫君不听我的，妹妹又是太子妃，你也知道她只是太子妃，不是太后，叫淑夫人训了一顿。舒玉婷不高兴的回了永昌侯府。严哥，你放心，娘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拒了的。母亲，平宜公主活泼可爱，气质出众，儿子愿意。你怎么跟你爹一样没出息啊？郑昌平在一旁不出声。郑夫人知道了事情经过，严厉的说了一句。不过几日，赐婚的圣旨便下到了永昌侯府。陈世高从宁王府回去之后，左思右想，还是敲响了妹妹的院子门。哥哥，到底是你要出嫁，还是我要出嫁呀？肯定是妹妹你出嫁，我现在跟阿生处的挺好的哈。哥哥，你胡说什么呢？哥哥，你今日到底想说什么？那个，要是我之前总爱逗一个姑娘，惹她生气，她很讨厌我，然后我有点想娶她，她门第又变高了，我该怎么办才能改变她对我的印象呀？陈世仪听完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难怪哥哥最近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魏国公府新找回来的小姐，妹妹你可真聪明啊！哥哥，你都说得这么明白了，我还能不知道？妹妹，你是姑娘家，给我出个主意吧。哥哥倒也不必太着急，国公夫人刚把魏小姐认回来，想来不会太早把魏小姐嫁出去。哥哥趁着这段时间，不妨买些礼物，贵重倒在其次，主要是诚心准备给魏小姐道个歉，争取求得魏小姐的原谅。妹妹，你将来跟阿生一定夫妻和睦。便一溜烟儿的出府去接上。一开始莲枝瞧见陈世高就避开，后来反应过来自己现在有魏国公府小姐的身份，便准备跟陈世高大干一场。没想到陈世高低声下气的道歉，给他都给整懵了。转眼到了宁世子大婚的日子，作为皇上唯一的嫡亲侄子，婚礼也十分隆重。舒玉婉和太子一同到了宁王府。见过姑姑，你和生儿2个拖了一把年纪，终于都成婚了。几人寒暄几句，各自坐定。一片欢呼声中，新郎牵着新娘进了门，小心脚下。待拜完天地，新郎送完新娘子入洞房，再回来时便被一群起哄的少年围住了。这会儿成婚，自然是没少被灌酒。申哥堂弟啊，今日只怕是不能清醒着去见新娘子了，不会进了新房开始说胡话吧？宁世子就是说胡话，也是夸新娘子呀。姑还是去替申哥堂弟挡一挡吧。去了女眷那边，和长公主等人坐一桌去了。有了太子挡酒，纨绔们果然是收敛了不少。一直留心太子动静的魏无双见此情形，便往太子这边走过来。那便斗胆跟殿下喝一杯了。太子点头欲饮，突然之间，上来倒酒的一个婢女从怀中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猛地朝着太子扎过去。正走到太子身边的魏无双身体快过脑子，太子表哥快让开！自己却是被那匕首刺中了心窝。众人大惊，那婢女再次向太子刺去，可惜是太子暗卫已经赶到，把人给制住了。魏无双身上的血便直往外流。快传太医！整个大厅里寂静无声。舒玉婉和宁王妃、长宁公主都往这边赶过来。魏无双看向太子，太子表哥。无双表妹，府医很快就来，你坚持住。罗夫人慌慌张张地赶过来。无双，怎么会这样？大夫呢？大夫呢？府医马上就到。太子表哥不在，我恐怕是活不了多久了。太子哥哥愿意在我死之前娶我吗？在场的人闻言都面色僵硬。无双，你不会有事的。舒姐姐，哎，他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太子也看向舒玉婉，殿下做主就好。在太子的沉默之中，府医也已经赶到。快，先让府医看看要紧。府医摸着花白的胡子，仔仔细细的探脉，探了一遍又探了一遍，伤口极深，差一点点便伤及心脉，又失血过多，好生调养。虽然不会伤及性命，只是往后这身体必须要弱上不少。听说不会伤及性命，众人都松了一口气。先把魏小姐挪进房中。魏无双这会儿也是因为失血过多昏迷过去，除了太子、舒玉婉、魏国公夫人以及长宁公主等人，其他宾客便识趣儿的起身告辞了。宁王妃的心中真是又气又急，想到魏无双替太子挡刀之后，便求太子娶她，这一刀又恰好不伤及要害，心中不禁怀疑，这是不是魏国公府自导自演的这一出呢？太子这会儿终于是来到了舒玉婉身边。有没有吓到？听说殿下与此
臣妾确实吓了一跳，殿下没事就好。莲枝听了急得不行，太子殿下不会真的要娶他的姐姐入东宫吧？但太子来了，他也不好再跟在舒玉婉身后，只好先告退了。在新房内的陈世仪也已经知道了外面的事情，不得不说是婆媳呀。陈世仪怀疑的对象也是魏国公府和魏无双，太子和舒玉婉去看过魏无双，也便跟罗夫人告辞。殿下，你与无双也算是青梅竹马，今日之事一出，无双除了嫁入东宫，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此事等无双表妹醒过来以后再说吧。哎呀，殿下！舒玉婉与太子拜别了罗夫人，便一道回了东宫。婉婉，殿下，太子见心中不是滋味。无双表妹被孤挡了匕首，往后只怕是体弱，又当众说出那种话，往后只怕是婚嫁艰难。她又是母后嫡亲的侄女，母后当年也很喜欢无双，哭一时不知道事情该如何解决才好。但你放心，姑不会拿无双表妹进东宫的。阿吉，怎么还哭上了？阿吉，你说今日会是谁派来的人？暂时还不知道，人交给军六了，看军六能不能审出点有用的东西。舒玉婉点点头。殿下，皇上召见。父皇必是担心了，阿锦快去吧，早些休息。太子交代了一声，便转身出去了。清代进来伺候舒玉婉梳洗。太子妃，奴婢刚才已经遣人去宁王府看这些了，魏小姐那边的消息会及时送过来。张贵妃还有贤妃和彭府那边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春秀送了消息过来，说是安定侯府已经准备把安小姐嫁到彭府了，两家已经悄悄定了下来。安侯夫人暂时没什么动静。承前殿中，那刺客招了吗？还没有，这次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魏家的姑娘，你打算怎么办呀？哎，无双表妹要是不挡那一下子，儿臣自己都躲开了，偏偏她冲了上来，叫人刺个正着，那进东宫自是不行。儿臣暂时也没什么好法子。魏氏与你是表兄妹，不管怎么说，当着满堂宾客的面替你挡了刀，又当着众人的面求娶，你若不娶，只怕要落个薄情寡义的名声。不若父皇给无双表妹册个公主。既然你决意不娶，那便册用吧。只是往后魏国公府就未必和你一条心了。儿臣知晓。见太子心中有数，皇上便没有再多说。等太子走后，皇上从书案最底下拿出一张画像，看了半天。朕当初要是有咱们儿子的决心，你现在是不是有可能还陪在朕的身边？第二日，魏无双的情况稳定了一些，罗夫人便把魏无双带回了魏国公府。直到洪公公带着圣旨过来，洪公公面色不变的把圣旨念完。魏国公和罗氏都有一些不敢相信，平康公主，他们魏国公府的小姐要个公主的虚名做什么呀？等到把洪公公客客气气的送走，我两个女儿的命怎么都这么苦？太子怎么能这么绝情？无双为了他连命都能不要，现在还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他都不愿意娶无双，娶术士都能娶，无双哪里比不上术士了？竟然要封个公主打发无双。莲枝正好来魏国公府看魏无双，一进来便是听见了这些话。好了，太子殿下有太子殿下的打算，不要说这些不该说的。出来见了莲枝，冲莲枝打了个招呼，便转身离开了。无忧来了，我们一起去看看你姐姐吧。莲枝点了点头，随罗夫人一道去了。无忧啊，你便搬到国公府来住吧。你今年14了，也该慢慢相看人家了。能留在我身边的时间本就不多，你在戚家待了14年，可在我身边也就这1、2年了。夫人，我在姬府住习惯了，我会经常来看您的。无忧，你到现在还叫我夫人，你是不是不愿意原谅我？当年是我不好，你那么小就把你弄丢了，这些年我心里时时刻刻惦记着你，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你，你却连一声娘都不肯叫我，是我的报应啊！我没怪你，真的没怪你。那你叫我一声娘。娘。好，我的无忧终于认我了。我们去看看姐姐吧。罗夫人点点头，洪公公回了承前殿。如何？魏大小姐还在昏迷着，没醒。魏国公瞧着没什么异样，但国公夫人似乎有些不太高兴。朕知道了，刺杀太子的幕后主使还没有查出来吗？回皇上，暂时还没有。宁王府中，宁王和宁王妃二人也是难得的凑在一起。你是怎么管理王府的？连刺客都混了进来，是不是哪一天有人想杀本王，本王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没了性命？你倒是给我出个好主意。坐在下手的陈世仪实在是有一些尴尬，不由得看向了一旁的宁世子。要是没正经事，我跟世仪就先走了啊！你们俩慢慢吵。刺杀太子的那个婢女是本王出宫立府的时候从宫中带出来的宫女所生的女儿。宫女前几年已经病死了，她的父亲是你母妃陪嫁带来的人，也已经不在了。这个女子在府中一直安安分分，并无什么异常啊。并不是没有异常，这2个人都死得这么早，就很异常。东宫这边当日刺杀太子的婢女还是没有吐露分毫消息，太子便把人送去了大理寺。左右
就不能够让人死在自己手里了。阿锦，你说这次的事会不会是五皇子和淑妃的人做的？太子听了，略微反应了一下，便立即明白了舒玉婉的意思。确实，二弟不在京中，便只有五弟了。五弟年纪小，但贤妃和彭府却可以在背后做推手。见太子也有这个意思，舒玉婉就放心了。彭府中，安定侯已经是把安少言送进了彭府，彭二爷已经是第3次娶妻了。两家的婚礼倒真的是如安定侯的意，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卫氏哭的眼泪都快流干了，他是真的伤心。春秀在自己的院子里看着怀中的女儿，心中是惊惧不已。往后便只能够指望着太子妃能给女儿一个好出路了。安少言坐在彭府2房的主院之中，看着满头珠翠，看到彭二爷进屋，您回来了。怎么不情愿呢？你爹竟然把你送给了我，可由不得你。看着跟他爹岁数差不多，一脸猥琐的彭二爷，妾身没有，妾身只是初来彭府，不太习惯。那就来吧。说着便抽出床头的马鞭，一把将安少言推倒在床上。过了几日，舒玉婉便再一次接到了安定侯夫人卫氏的求见。再次见面，安定侯夫人看起来比上一次更加的憔悴了。3日回门的时候，卫氏见到了安少言，见了安少言满身的伤。玉婉，太子妃，我知道本就是安定侯府对不住你，我这样一趟一趟的找你，确实是很没脸没皮。现在于哥儿也不在了，他也得了他应得的报应了，求你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帮帮眼角吧。你说眼角受了亏待，究竟是什么亏待？安定侯夫人听了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该不该说。若是连具体情况都不肯告诉我，让我怎么帮你？纠结一番，还是把安少言回门时的情况以及安少言说的话给舒玉婉说了。太子妃，你年纪小，可能没听说过洪家这个老二前面的嫡妻还有继室都死得有些不明不白，当年便有些风言风语传出来，但是彭尚书在朝中很有些分量，风评也很好，彭二爷在外面人也正派，所以没有多少人信。但彭二爷的2家姻亲确实不怎么和彭府来往了。明知这样的情况，你们安定侯府竟然也把银甲送过去，我也没有料到这个彭二竟然这么不做人，否则我死也不会让言儿去呀。既然如此，夫人便交代安小姐悄悄收集彭二虐待她以及其他幼女幼童的证据，还可以尝试探探彭二前面2位妻室娘家的口风，只要有确凿的证据，我便帮你扳倒彭家，让眼角重获自由。当真？自然，眼角和我当初在侯府也没什么龌龊，若是不损害我的利益，我自然愿意帮他一把。何况彭二这样的人，怎么配在这世上安享富贵？你说的对，这个彭二就是个畜生。又详细的聊了后面的细节，舒玉婉便把安定侯夫人送走了。太子妃，这可真是瞌睡就有人来送枕头了。彭尚书号称2朝元老，德高望重，朝中有不少人出自彭尚书门下。本来宁府刺客这个事儿安到彭府头上，只怕有不少人要跳出来说道。只是没想到这彭家2子，贤妃的哥哥会是这种德行。彭府严严实实的捂着这些事儿这么久，只怕整个府邸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货色。既然有消息，你也试着让外面的人朝着这个方向查查。清代领命而去。晚间太子回来，便告诉舒玉婉，大理寺的人已经安排好，这个婢女临死之前无论如何会指向彭府和贤妃。舒玉婉也把今日安定侯夫人送来的消息告诉了太子。婉婉，你可当真是个福星，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没有你哪有这个消息啊？彭府之中，一日日绝望忍耐的安少言，终于接到了安定侯夫人遣婢女送来的消息。不管冒着什么样的风险，他都不怕。彭家2爷大胆的把不堪的一面急不可耐的展示在他的面前。安少言仔细的回想着，把这几日收集到的消息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没有放过每一个细节。在安定侯夫人再次派人来看他的时候，传了出去。安定侯夫人接到女儿送过来的消息，看了以后才知道女儿上次回来跟他说的根本不是全部。彭二和彭家比他想的更加可怕，急忙把消息往东宫送去。太子宁王府遇刺一事查了1个多月了，也没有什么确切的消息。宁王府那边最后发现这婢女跟外面的人接触了，也有可能这个婢女被人换成了一个容貌相似的，所以她的父母才会接连过世。宁王把查探到的消息回禀给皇上，意料之中的又挨了一顿臭骂，但好歹宁王府的嫌疑是洗脱出去了呀。召大理寺卿觐见。说说吧。是太子将刺客移交过来时已经用过刑，刺客身体状况不佳，来了大理寺后又用了重刑，配合能使人意识不清的曼陀罗花，刺客便招供了，说他的主人姓彭，宁世子大婚前其主人传信给他，若是有机会便杀了太子，其他的他也不知道了。皇上眼神若见的看向大理寺卿，
此刻现在如何？最后一道重刑用完，没成多久便死了。皇上听完大理寺卿的话，沉默了一会儿。皇上，张御史在殿外求见，说是有本要奏。让他进来吧。张御史以耿直无所畏惧闻名朝堂。皇上，臣要奏彭尚书，身为两朝元老，学子楷模，却教子不严，不修私德，纵容儿子殴打虐待妻子，在府中豢养童男童女，满足自己的私欲。既然如此，命禁军即刻去彭尚书府搜查。张御史听完，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睁大眼睛看着皇上。安定侯夫人给他的信件和证据，他都还没有拿出来，怎么就直接要去搜查彭尚书府了呢？济宁侯府的嫡子邓志杰和束玉阳一样，也是太子的伴读。一听皇上的旨意，便立即点了人往彭府赶去。禁军包围彭府的时候，彭二爷正回到府中，要把安少言往床上拉。老爷，禁军来得突然，除了二爷收进府中的人，暂时没什么不稳妥的。现在打发出去是来不及了，去老二那边看看，地窖的入口藏好。是。管家急匆匆地去了。不知道老夫犯了什么事，邓首领这般横冲直撞，登堂入室。邓志杰根本不理睬，直接指挥手下禁军继续往里头搜查。彭大人，您犯了什么事，在下不知道，但没有皇上的命令，我也不可能撕掉禁军，搜查尚书府不是？老夫清者自清，便由着你搜，看你能搜出些什么东西。彭家其他人也陆续赶到，彭大爷不着痕迹的瞧了彭二爷一眼，彭二爷轻轻点头，彭大便是把心放下了。然而侍卫便是带着一群的幼男幼女出现在了前厅，彭尚书脸色灰白，一时间差点晕倒过去。彭大人别晕呀，您可是清者自清的高阶之人。说着便把人推给手下。彭府所有人全部带走。东宫这边，太子和束玉婉听到彭府下狱，夫妻二人相视一笑。阿锦，我答应了安定侯夫人，她只要站出来收集证据，找张御史去告御状，我就帮她保住安少言。好了，姑知道了，你放心。大理寺监牢之中，安少言刚刚进去就被人给领了出来，这下彭家人自然也就知道是谁透的风了。都是你领了这么个祸害进门，也不知道防着他点儿。要不是我要娶，这不是爹让我娶的。这安定侯府也是你们要结下的同盟，谁知道这人会反水啊？再说了，除了我，大哥不也好这一口？都闭嘴！刚有点事就互相攻坚，我这么多年就是这么教你们的吗？父亲，真的是这个老二的事情招来的禁军吗？不错，必然还有其他事情，只是咱们被抓得突然，一点准备都没有，现在只能指望着你妹妹了。宫中，贤妃得到消息的时候，整个彭府都已经是入了大理寺的监牢，一边急忙派人去打听情况，一边找到承乾宫。皇上听到贤妃在外面求见，皇上不肯见，贤妃便一直跪在承乾殿外。随他吧，愿意跪着就跪着。五皇子也很快就收到了消息，一时间有些绝望。贤妃整整跪了一日，也没有见到皇上，知道此路不通，便回了自己的宫殿。身边的人过来回禀，说是禁军在彭府搜出了许多幼男幼女时，贤妃只觉得眼前一黑，去把五皇子叫来。第二日，朝堂之上，众人都知道了彭府被抄家的消息。皇上，彭大人虽然教子不严，但彭大人毕竟是两朝元老，年事已高，恐怕受不了牢狱之苦，求皇上网开一面。太子看着这个站出来替彭尚书求情的年轻官员，便见张御史一步跨出。皇上，臣反对，两朝元老就可以任意妄为，残害平民百姓吗？两朝元老正说明彭尚书辜负了两任君王的信任，年事已高，说不定做这样的事情不知道多少年了。太子诧异地看着慷慨激昂的张御史，暗呼晚晚找的这位张御史还可真是十分的厉害。彭尚书犯的事可不止这一桩，此事暂且不议。等到散了朝，皇上把太子叫去承乾殿。父皇，叫儿臣来有什么事吗？景儿为何要对付彭尚书？父皇如何看出来的？根据朕查到的线索，刺杀你的幕后真凶并非指向彭府，但大理寺问出来的结果跟朕查到的并不一致。恰好这个时候彭家的丑事便被揭露了，朕想不怀疑都难。父皇查到的线索指向谁？父皇既然知道，又为何还要将彭府抄家下狱？朕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有一些不足以定罪的线索和猜测，便不跟你说了。至于彭家，朕已经准备传位于你，既然你觉得留不得，随你便是。何况彭家做出这种事情，也该罚。太子没有一点被抓包的不自在，只是觉得自己还要多向父皇学习。朕只希望朕辛辛苦苦一辈子才治理的海晏河清的大境，到了你手里会更加强大富足。记住，权谋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一部分是让百姓安定富足。儿臣谨遵父皇教诲。好，景儿，朕该交代你的都交代了。朕已经找青天剑算过，下个月18就是个好日子，便在那日禅位于你。
太子有些猝不及防。父皇，不必多言了，朕已经决定了，禅位之后，朕就搬到西山行宫去住。至于彭府，你看着办吧，朕也不想再管这个事儿。直到回了东宫，太子都略还有一些没有回过神儿。阿锦，你怎么了？太子收敛了一下心神，把事情给舒玉婉说了一遍。阿锦，这是好事啊，如此我们便不用再提心吊胆了。姑瞧着你比姑还高兴呢。殿下做了皇上，臣妾就是皇后了。皇后可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臣妾这个未来皇后还跟别的皇后不一样，连皇帝夫君都不用跟别的女人分享，臣妾能不高兴吗？太子很高兴，之前玉婉对他说一生一世一双人都是可有可无的态度，现在终于不再这样了。吾皇万岁！第二日早朝，皇上便正式颁布了圣旨，将在下月18正式禅位于太子。一时间满朝哗然，一下朝，太子便被大臣围住了。同样的，还有束缚的人。魏国公府看着势头隐隐要超过自家的束缚，面上维持着微笑，心中却不是滋味。贤妃和张贵妃接到这个消息，如遭雷击。难怪对付我们彭家，原来是要给他的宝贝儿子铺路，就为了给太子登基铺路，就毁了彭家。皇上对本宫当真是绝情至极。太子一登基，你又未到出宫立府的年纪，往后你便只能在你的太子哥哥手底下讨生活了。五皇子却是不接这茬儿，早在贤妃让他去彭府求情，他不肯去时，二人其实便已经是撕破了脸。是啊，都怪儿臣无用，不得父皇的喜爱。不能怪你，往后只能靠你自己了。筹谋这么多年，被皇上一个禅位打破了所有的计划。贤妃恨皇上的很，却无计可施。张贵妃也是一样，经过太子下毒一事，张贵妃被软禁至今。五皇子本以为自己会被留在宫中，没想到皇上要把他和其他的未成年皇子皇女一起带去西山行宫。母妃，若是儿臣也去了西山行宫，这上京便很难插上手了，将来一点也帮不上母妃了。如今彭家出了事，皇上也不肯见本宫，本宫自是无法为你做什么。但是这些年你一直跟在太子身边，或许琪儿你可以去求求太子。五皇子低下脑袋，有点沮丧。太子哥哥不知怎么回事，自从成婚之后便不怎么见我了，偶尔好不容易见到，态度也是冷冷淡淡的。上次我去东宫见了皇嫂，她的态度也是如此，甚至不让我在东宫多留。说不定你早就暴露在太子的眼皮底下了。可是儿臣一直很小心，甚至不敢有什么明显的动作。你搜罗的那个赵氏从彭府失踪以后，是不是一直没有找到？母妃，您是说？当时他便担心，若是赵青青落入了哪个皇子手中，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无妄之灾。难怪，那我留在宫中，只怕太子会让我死得不明不白。就算父皇知道太子杀了我，只怕连过问一声都不会。那琪儿又不想留在宫中了，不过跟你父皇去了西山行宫，可就很难回来了。待太子坐稳皇位，就更是我为鱼肉，人为刀俎了。母妃，我不能留在皇宫，留在宫中我随时会死。但是去了西山行宫，向太子表明无意相争，或许还能够让他放下杀心。至于机会，将来再等就是了。琪儿刚刚不是还担心去了西山行宫帮不上母妃了吗？母妃，情况有变，儿臣先要自保，才能够帮助得了母妃啊。琪儿说的对，琪儿现在是越来越成熟稳重了，都是母妃教的好。还有慎嫔的六皇子，月贵人的七公主也都跟着皇上一起去往西山行宫。平宜公主不仅即将出嫁，便不去西山行宫了，留在宫中等待出嫁的日子。本来还以为能看着你出嫁，如今却不能了。不过也没关系，有你太子哥哥在呢。往后要多亲近你太子哥哥，平日你就住在你的公主府里，尽量少去永昌侯府，但该尽的礼要尽到。记住，离得远了更好相处。平宜听了点点头，她相信母妃不会骗她的，只是也舍不得自己的母妃。儿臣知道了，母妃，你去了西山行宫，平宜往后再想见你，是不是就不容易了？傻孩子，只要你过得好，见不见的母妃都开心。你若是实在想母妃了，便给母妃去信，母妃去和你父皇说，让你父皇派人接你去西山行宫住几天。平宜，你记住，你是皇家公主，往后你父皇是太上皇，你哥哥是皇上，只要你做事有理有据，遵规守矩，便没人能奈你何。平宜重重点头，把自家母妃的话记在了心里。宫中忙忙碌碌了1个月，终于皇上以及后宫嫔妃终于收拾妥当，准备出发去西山行宫。皇上的车驾加上后宫嫔妃的整个队伍极其庞大，舒玉婉和太子带着成儿一起，身后跟着文武百官为皇上送行。父皇走了，回吧。父皇，皇上不曾犹豫，朝着文武百官和皇宫方向挥了挥手，便头也不回的进了马车。身后太子领着文武百官跪了一地。
皇上走后的第3天，便是5月18了，正是太子登基的日子。远在蜀郡的安王不过是刚接到消息，太子却已经马上就要登基了。安王望着天空，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心头压着的一股子绝望的感觉。邵思敏正好进来，陛下为什么是烦恼？思敏，本王想自己静静。好，那陛下先静静吧，我先出去了。安王轻轻地嗯了一声，便没有再管邵思敏。邵思敏出了安王的书房门，脸色便也淡了下来。他来了这么久，安王一直没有娶她，到现在他还无名无分地住在安王府里。回了自己的房间，身边贴身伺候的丫鬟杨桃跟着邵思敏去了安王那里。小姐，若是你现在后悔了，奴婢可以想办法送你回少府。你，邵思敏不是蠢货，心念电转之间便明白了过来。哥哥派你来的。杨桃肯定的点点头，没想到哥哥竟然费心费力把人送进了安王府中。我暂时不走，我想再等等看。那奴婢便在这里陪着小姐。哥哥安排了多少人进安王府中？奴婢不知。那你如何能带我离开？大人在府外安排了一处宅子，若是小姐想走，想要出府，奴婢只要带着小姐去那里，自然会有人送小姐回少府。大人远在千里之外，安排人进安王府并不容易，只有奴婢一个顺利来了小姐身边。邵思敏闻言点头，表示知晓。上京现在是真正的热闹不已，事莫大于正位，礼莫胜于改元。终于赶在5月18这一天，堪堪的将该准备的事宜准备妥当。皇后的朝服也提前送来了东宫，待上服局的嬷嬷协助清代以梅把朝服给舒玉婉穿戴好。舒玉婉心中暗暗庆幸，这衣服只有太子登基的那一天需要穿。终于到了5月18这一日，一大早舒玉婉便睁开了眼，一看太子已经是起床穿好衣服了。殿下怎么这么早？睡不着了便起来了。殿下实至名归，又有父皇提前交代，各处人马也安排妥当了，殿下不必担心。你倒是淡定。本来臣妾也紧张，看到殿下这样沉稳的人都紧张了，臣妾便觉得自己有些紧张也很正常了。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真的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哭在你面前便觉得很放松。舒玉婉听了若有所思，或许是因为臣妾和离之深，不敢对殿下有其他念头，反而放肆了些。殿下，咱们赶紧去吃点东西吧，只怕今日不知道忙到什么时候。太子自是赞同，宣了早膳，两人一起用了一些，太子也尽量多吃了一些。用完早膳，舒玉婉便是让人传了宫中最擅长梳头的嬷嬷过来梳头。这位于嬷嬷据闻是宫中最会梳头的嬷嬷，娘娘可真美。舒玉婉笑了笑，没说什么，只当是来自宫人的讨好。等舒玉婉换好衣服，太子也已经穿戴好了。进来看见穿戴好的舒玉婉，婉婉果真是母仪天下的面相。臣妾硬扛着呢，这满头首饰实在重得很。太子闻言好笑，其实姑也一样。舒玉婉看着一身冕服的太子，从前瞧着温润的气质也是变得气势凛然起来。殿下，时辰到了，走吧。夫妻二人便一道出了东宫，先是赶往天坛，太子和舒玉婉祭祀天地。整个祭祀过程复杂繁复，等祭祀活动结束，舒玉婉便已经感觉到体力不支了，但不敢露出疲态，陪着太子继续赶往太和殿。只不过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拜，舒玉婉是不能去的。太子只身走进太和殿，一步一步的往龙椅上走去。待太子落座，礼官便高声唱礼。由于太上皇并未离世，因此并不避讳喜庆，声乐与鞭炮声不断的响起。礼乐过后，群臣齐齐跪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平身。舒玉婉看得专注，文武百官行完礼，便由礼部尚书站出来，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诏书，对文武百官宣读，定下了年号为兴，同时册封舒玉婉为皇后。随后便起驾，与舒玉婉一道前去皇家宗庙祭拜先祖。在礼官的引导之下，祭祀完先祖，整个登基大典才算是落下帷幕。舒玉婉与太子一起回到了承前殿，太子握着舒玉婉的手，瞧着皇上气定神闲，沉稳有度，臣妾以为您真的一点不紧张。朕虽然当了多年太子，做皇上毕竟是第一日。阿锦一定会是一个好皇帝的。太子很高兴，做了皇上，婉婉还能够以阿锦相称。自今天开始，太子要搬到承前殿，舒玉婉也要从东宫搬到坤德殿去居住了。玉儿和程二也都搬进了坤德殿。舒侍郎和舒玉阳参加完皇上的登基大典，父子二人便回到了舒府，便被舒夫人和舒玉成等人围上来。如何呀？一切顺利。登基大典上，皇上便封了玉婉为后。听了这话，舒夫人高兴的不行。以后便是在家中，也不可直呼皇后娘娘名讳。是。
是儿子一时大意。舒夫人听了有点不大自在，她一直叫女儿婉婉，但想想女儿走到现在也不容易，只要女儿过得好，规矩多点也是无妨吧。直到回了自己的院子，周氏才忍不住激动起来。夫君，咱们家现在是皇后娘家了，往后我便是皇后的嫂子了。是，见过皇后的嫂。我到现在都跟做梦似的。你说妹妹这气运真是叫人羡慕啊。夫君，明年的会试你可一定要好好考。自家夫君只要能够考中进士，将来的仕途那自是不用愁的。想想周氏就美得很。娘子想什么这么高兴？白日做梦呢。夫君，说起来，你之前为什么不愿意科考？若是不方便说，便不说了。也没什么不能说的。当年我没娶你之前，认识了一个女子。说到这儿，见周氏脸色都变了。要不还是不说了吧，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不行，要说。后来呢？这个女子是个良家女子，我一次外出郊游，遇上她落水，周围恰好无人，不得已我只好跳入水中救下了她。因为有肌肤之亲，本是打算娶她的，但后来却发现她心有所属，便放弃了。因为与这个女子纠缠，无心读书，考了2年都没有考中，后来便意志消沉，不想再考了。周氏听完脸色难看。那夫君现在还惦记着这个女子吗？燕荣，娶你的时候，我便已经放下这个女子了。现在跟你提起，也是因为这事儿，这人在我心里都过去了。现在对我来说，你才是最重要的。听了这话，周氏的脸色好看多了。要让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着，绝技饶不了你。我的心中只有你。周氏闻言笑了。舒玉成见自家娘子不生气了，才松了口气。这段日子，我都心无旁骛的读书，下半年科举，说不定会榜上有名。有了娘子，过去都是过眼云烟了。夫妻二人又说了一会子话，便是一番云雨。舒玉婉搬进了坤德殿，净身的侍女仍旧是之前在东宫里的那一批人。清代，如今皇上登基，为了避免遭人口舌，外面的生意都挂到稳妥可靠的人名下吧。是，娘娘放心。清河学的怎么样了？清河生了孩子以后沉稳了很多，加上有他夫君赵成才协助，很多事情都处理得不错。以后外面的事情你把握大局就好，宫中还需要你帮衬着本宫。奴婢明白。皇上登基了没几天，朝中的大臣便开始提议选秀扩充后宫了。虽然皇上以节省后宫开支用于百姓为由拒绝，魏国公府之中，魏无双心中是难受不已。魏无双好些了，终究还是知道了皇上封了她做平康公主，现在太子哥哥登基做了皇上，便是选秀也不可能有她了。无双，事已至此，你别多想了，保重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消沉多日之后，魏无双找到了罗夫人。娘，我想去皇觉寺常住，为皇上为大晋祈福。无双，你如今的年纪不能耽搁了。母亲，我不想嫁人，往后便常伴佛祖吧。你这是要挖为娘的心吗？娘，您放心，我不会一辈子都待在皇觉寺的。罗夫人这会儿才听出来不对味儿来。娘，从小大家便告诉我，将来我是要嫁给太子哥哥的，为此我努力了10几年，我不会轻易放弃的。可是不说皇上现在已经立后，就你现在是公主的身份，也不可能入皇上后宫啊。事在人为。罗夫人张了张嘴，欲再劝，但是看着女儿的神色，终究没有说出口。好，你要去皇觉寺静一静，便去吧。若你想通了，便打发人回来，娘去接你回来。魏无双点了点头，将魏无双送走以后，皇上后宫空虚，现在朝臣都在提议皇上选秀，为皇家开枝散叶，只怕过不了多久便要选秀了。你把无忧接回府中，好生教一教规矩吧。老爷，无忧性子单纯，哪里适合送入后宫啊？有什么不合适的？无忧年岁正合适，与皇后关系也不错，入宫必能一帆风顺。哼，老爷说的什么话？无忧现在与皇后关系不错，那是没有利害关系，入了宫哪里还能如现在这般？那你说怎么办？无双已经被太上皇册封为公主，不送无忧，难道送旁支的女儿？旁支的女儿怎会与我们本家一条心呢？罗夫人原本是事事顺着夫君的，但这次却是不愿意了。大女儿无双又一心要进宫，若是知道家中送她妹妹入宫，只怕更加的伤心了。无论如何，我不同意送无忧入宫。旁支的女儿有何不可？入宫总是要依靠本家的，何况你是皇上的亲舅舅，越不过本家去。你再好好想一想吧。夫妻二人便不欢而散了。第二日，罗夫人便把莲枝叫到魏国公府，莲枝给罗夫人见过礼。无忧，你现在也出了孝期了，过几日娘办一场宴会，正是把你介绍给大家认识。娘，之前不是介绍过了吗？不用再特意办一场宴会了吧？你也到年岁了，正好这次宴会见见京中年岁相当的儿郎。莲枝听了有些不好意思，脑海中浮现出陈世高的脸来。那家伙最近不像以前，
总是捉弄他，反而总是给他送这送那的，说是为了之前的事情赔礼。无忧可是已经有中意的人啊？没有。跟娘有什么不能说的？娘，当真没有。那边宴会时好好看一看，娘也不指望你家高门大户，你心思单纯，从小自在惯了，只要人品贵重，合你心意，门第低些都无妨。莲枝听了点点头。娘，您之前不是说我年岁不大，要让我多陪您几年吗？为何现在突然这么着急？皇上登基，朝中大臣都在劝皇上选秀扩充后宫，你爹想让你去。娘，我不去。娘就知道，所以才让你早点定下来。陈家也是收到了魏国公府的请帖，陈世高一见便着急了。娘，您看我最近是不是上进了很多啊？是呀，多亏您世子改好了，把你也带好了。娘，那您说魏国公夫人能看上我吗？陈夫人惊讶了一会儿，便反应过来儿子的意思。你看上了魏国公府从外面认回来的二小姐。陈世高这会儿不敢含糊，用力的点头。你这阵子也不去外面惹事，还求了你爹给你安排差事，也是为了这姑娘。陈世高继续点头。陈夫人快要笑出声来了，能叫他这个混账儿子改邪归正，那他一定努力促成这门亲事呀。魏国公府门第高，咱们府上虽说是尚书府，但你爹年纪大了，你又不上进，魏国公府未必看得上你呀，还是得好好努力才行。娘，这会儿也来不及了呀。哼，现在娶不上媳妇儿，知道着急了。趁着魏国公府的宴会还没办，娘先抢先请媒人上门说亲去。谢谢娘。这边罗夫人把魏无双送去了黄觉寺，回了家中，便见管家递来了陈家的帖子。我们魏国公府与陈家素来没有交集，陈夫人上门见我做什么？莲枝这些日子跟着罗夫人，对上京贵族各家的情况也了解得比较清楚了，一听便知道是陈世高家中，朝中每日劝皇上选秀的折子跟雪花似的。舒玉婉自然也是听到了风声，但舒玉婉并不打算管，他若是管，只能是同意，否则便是善妒不贤，只能够由皇上出面来拒绝。还有其他正事要奏吗？渐渐的，朝臣也不再在朝会上提起。魏国公一时间很是失望。舒玉婉听了，嘴角不自觉地露出笑意。娘娘，皇上晚一点选秀，咱们就能多清静一段时间。舒玉婉点点头，她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皇上说要和她一生一世一双人的事儿。朝中也不时地传出流言，说皇后善妒，乃是红颜祸水。舒夫人听到这些流言，心中有些着急。舒玉婷回舒府的时候，便忍不住跟大女儿说道几句：这明明是皇上圣明，为百姓缩减皇宫开支，到了百官这里就成了你妹妹善妒。我看这些人呀，就是嫉妒你妹妹。娘，再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皇上终究是要充实后宫的，否则这文武百官就会揪住妹妹不放啊。那你的意思是？娘，您瞧瞧，既然皇上总是要纳妃的，与其让其他人去跟妹妹作对，不如找自己人去，既可以在宫中帮助妹妹，又可以堵住了朝臣的嘴。舒夫人听了这话，一时陷入了沉思。你想把谁送进宫？昌平有个族妹，年纪正合适，性子呀也是柔顺又听话。这是昌平提出来的？是我的主意。我看你是年纪越大，越反而把脑子长坏掉了。把夫家的族妹送进宫去，挖娘家妹妹的墙角。哎呀，娘，这怎么是挖妹妹的墙角呢？妹妹她是皇后呀，皇上他终究是要纳妃的。若是从庶士族中选，后宫都是庶士一家的，其他人呢必定会有意见。从郑家选人才不打眼，况且我挑的人必定是挑性子柔顺能控制得住的呀。当真得了皇上喜欢，你还哪里控制得住？好了，说是你妹妹想叫咱们找人进宫，自然会计划出来，既然没有就是不需要，我们就不要给她添乱了。舒玉婷发觉虽然妹妹做了皇后，但她除了一开始的得意，现在还是做什么都不顺心。舒玉婷有点堵心。婷婷，现在你妹妹是皇后，你安安稳稳的，没人能拿你怎么样。你要是去你妹妹面前说这些不该说的，寒了你妹妹的心，皇后可没人护着你。娘，妹妹现在也不帮我呀。这门婚事是永昌侯府自己在太上皇面前应下来的，严哥自己也愿意，你怎么能怪到你妹妹头上呢？舒玉婷不吱声。再说了，你妹妹也说了，平宜公主虽说受宠，性子活泼些，但也不是跋扈的主。你只要守着规矩，好好待公主，公主是晚辈，还能给你气受。凡事往好处想，日子才能过得平顺。你自己想
想想，现在上京多少人家羡慕你，往后严哥的孩子，你的孙子孙女那也是皇家血脉了。相比较于恕夫人的忧心，舒玉婉对这些流言则看得很淡。娘娘，这些流言传久了，终究不好。都有哪些人在传？倒是没有大臣在朝中说这样的话。上京城中不少茶楼酒肆的说书的，都在暗中传话。您王妃娘娘传话过来，说是一些宴会上也有人暗中议论，说是您手段了得。你的皇上还说，当初魏家小姐不得进宫，反而册封公主，也是因为娘娘您容不下，只怕不是一家在使力气。舒玉婉点点头。到了晚膳时间，皇上来坤德宫找舒玉婉一起用膳。皇上，臣妾想见见赵氏，您把她送进宫来可以吗？这段日子一直忙这忙那，快把这个赵氏给忘了。送进宫可以，不过婉婉你得答应我，这次见过之后，这个赵氏便不能再留着了。舒玉婉听了，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把人悄悄送到坤德宫来。阿青做事很利索，过了一日，便把人悄悄地送进了坤德宫。娘娘，人到了，辛苦亲公公了。不辛苦，娘娘有事再吩咐。本宫知道了。舒玉婉吩咐把赵青青头上的头套拿掉，缓了半天，这才看清楚面前的人是舒玉婉。你太子登基了，你现在是皇后了。舒玉婉轻轻一笑，是不是很失望？没有，到了这个地步，我早就没有再指望了。咱们都一样，命运差别却很大。舒玉婉会意，挥退了殿内的侍女，只留下了清代和彩玉。这种事情，你竟然放心让身边的人知道？无妨，他俩都是本宫信得过的。你还真是心大。你说都来自21世纪，为什么你成了皇后，我成了阶下囚？是因为你隐藏的好吗？还是因为你是这个世界的主角？那为什么让我传来这个世界呢？舒玉婉听不懂，所以她不接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我一直以为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穿越者，我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上天看我在21世纪过得太苦，让我死后来到这个世界。你以前过得很苦吗？对我妈来说，我就是家里赚钱的工具。我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打工的钱都给了我妈，但我服装厂打工的工资根本满足不了我妈。我妈总是逼着我给她钱，我便总想着再怎么多挣些钱给她。后来短视频很火，我听说有人拍短视频很挣钱，我便试着拍短视频。我长得漂亮，再加上美颜，很是上镜，有了点人气以后，经常有人打赏，我便越发拍得性感。后来经常有人后台约我，给的多了我也会出去。后来我碰到了一个富豪，包养了我，他给的实在是多，我便跟了他。但是不过就过了1年，他就厌倦我，给了我一笔分手费，又找别的女人。他对那个女人很上心，被他老婆发现了，为了保护那个女人，他把我推了出来，说我是他现在养的女人。他老婆根据他给的线索，带着人找上我家的门，把我打死了。虽然有很多词听不懂，但大概的意思舒玉婉是听明白了。你不是说21世纪一夫一妻吗？为什么你还会给别人做外事？你们那里不是人人平等，为什么可以随便杀人？赵青青听完这句，不可置信地看着舒玉婉。你不是来自21世纪的。我从来没说过我是啊。你骗我！难道本宫不能骗你吗？你当真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情我们还会是朋友？在你眼中本宫如此天真吗？再说本宫也没有骗你，不过是你自己要这样想。你要知道，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本宫还对你好奇，否则你早就死了。那你今日把我找来又要做什么？我知道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用紧张，给本宫讲讲你所在的那个世界吧，就从本宫刚刚问的那个问题说起吧。没错，在我们那里确实是一夫一妻制的，如果娶2个妻子是要坐牢，但我只是在外面，并没有跟他成婚，所以虽然被人知道会耻笑，但并不是犯法。听完这话，舒玉婉明白了，就是不准纳妾，但有权有势的男人仍然是不满足只有一个女人的。至于人人平等，哪有什么真正的人人平等？人从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说是男女平等，但实际上在父母的眼中，女儿将来也不过是外人，所以我母亲才会只肯让我读完国家规定的9年义务教育，就不肯让我读书了。她拼命的压榨我，来供养我的哥哥。明明哥哥比我大，却不用出去挣钱，只需要安心读书。我就要担心怎么才能多挣一点钱，才能让他少骂我一点。赵青青的眼神开始带着莫名的空洞。即使我死了，大概我母亲也不过是哭2声。说是我哥哥死了，那大概是要了他的命了。舒玉婉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赵青青，仿佛被遗弃的孩子。说到我的死，在我们那里没有卖身和奴才的说法，所以除了被判死刑的人，任何人杀了人都是要执行死刑或者坐牢的。但对有权势的人来说，自然有办法遮掩。舒玉婉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哦，对了，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惨的。曾经我有个同学，他母亲就很爱他，明明他家境跟我差不多，却可以一路读书。他后来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我死之前，听说他已经在世界500强的公司工作，每个月挣的钱比我给人家做情人还多。他妈妈逢人便说他有多优秀。也就是说，女子也可以出去做事？自然，女子可以做任何工作，从商、从政、从军。如此说来，即使父母不重视，女子也可自立门户。那你也大可不必做人外事。自立门户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再说，我一没
没有学历，二来年纪小，自然听父母的，很多事情都是后来才懂，但是已经晚了，所以来了这里，我坚决不做妾。虽然有些对不住你，但我只想做正妻。你们那里和这里还有什么不同的？不同的地方太多了。我们那个时代交通十分便捷，去蜀郡、陇郡这种地方只需要半日即可。舒玉婉有一些不可置信，而且我们有网络，有电话，互相联络不需要传信，即便是外邦的人，也不过是1刻钟的时间，便可以互相说话和看到对方。网络和电话是什么？跟你说你也了解不了的，但是只有那个时代的人才能理解的东西。那你会做吗？这是集很多科学家的智慧才发展出来的成果，我怎么可能会做？那你会什么？我不是已经说过了，我会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既然如此，清代，请清公公来领人吧。你要把我送去哪里？皇上要我见完你，便送去他那边。赵青青急忙低下头，以免叫舒玉婉看见他眼中来不及掩饰的亮光。过了没一会儿，阿青便来了。拜见舒玉婉之后，便把赵青青领了出去。到了晚间，阿青把赵青青处理完，便去向皇上禀告了。皇上，赵氏已死。好，确定赵青青已死，皇上才把这件事情放下。差不多的时间，清代也回了坤德殿。娘娘，赵氏死了。舒玉婉点点头。清代，你说我们这里有一天也会变成赵青青那个21世纪的样子吗？娘娘，或许会有那么一天，但我们得思虑当下。你说的对，不过本宫相信终有一天会实现的。对了，把外面跳得最狠的，说本宫狐媚惑主的几个人挑出来，本宫知道怎么办了。是，清代本就一直留意着此事，很快便把外头是哪些人领头搅风搅雨摸了个门清。娘娘，结合大公子传过来的消息，领头的是魏国公府。虽然魏国公府的人没有直接出面，但出来说话的大多是魏国公府的门生故旧。舒玉婉有点无奈，魏无双已经是册封公主了，去了寺庙，魏家还这样不依不饶的。晚间，皇上来坤德宫就寝。皇上，您瞧外面那些人，现在不说您了，改说臣妾惑主了。是朕的不对，叫婉婉受委屈了。那皇上打算怎么补偿臣妾？婉婉想要什么都成。臣妾想在上京办一所女学。上京不是有女学？是，但臣妾想办的女学和现在上京的女学有所不同。现在的女学收的多是世家贵族女子，教授的也大多是琴棋书画、德言容功。臣妾想办的女学教授的主要是生活中的一技之长，如刺绣、厨艺、医术、调香等等。为何要办一所这样的女学呢？是为那些因合离被休弃，亦或是无处可去的女子办的。这世上不是所有的女子都如臣妾一般有这么好的运气，能再遇到皇上这般好的夫君。听到这儿，皇上的心中有些心疼。不是什么大事，你想做就做。舒玉婉很高兴，靠近皇上的怀里。多谢皇上。皇上摸了摸舒玉婉柔软的发顶。婉婉，你可以多办一些这样的事情，积攒你在民间的声望。什么狐媚惑主这种不实之言，自然不攻而破。第二日，舒玉婉便是召了莲枝进宫，拜见皇后娘娘。快起来。娘娘，今日怎么突然叫我进宫？好些日子没见你了，最近宫外尽是骂本宫的流言，心中也有些烦闷，便想叫你来坐坐，说说话。娘娘不要当真，这些人就是嫉妒皇上对娘娘好。皇上确实很好，你呢？如今孝期也过了，你也到了年岁，可有心仪的人选？娘娘，我那个陈尚书家的嫡子陈世高来了魏国公府求亲，便是之前你说仗着家世欺负你，扬言要纳你为妾那个。莲枝低低的点点头。那你怎么想？我也不知道，那个陈世高近日也没有欺负我了，反而待我好了很多。这上京的世家子弟我也不熟悉，就认识一个陈世高，我现在觉得他好像也没有那么讨人厌了，与他相处倒也算轻松。他还跟我娘保证，娶了我以后不纳妾，不收通房，不养外室。但是我娘私下跟我说，当年宁王爷求娶宁王妃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莲枝，无论是嫁给什么人，都无法保证这个人将来会如何，你能做的便是想清楚自己要什么。莲枝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二人又闲话了好一会儿，莲枝才依依不舍的告别，回了魏国公府，便去找了罗夫人了。娘，我想好了，我同意陈尚书府的亲事。怎么突然就答应了？我想了想，嫁给陈世高，日后的生活应该不会无聊。就为这个？我不知道以后会如何，但是现在我觉得嫁给他挺好，起码不觉得拘束。何况他答应只娶我一个。罗夫人皱了皱眉，若是今后他忘了今日承诺，我便也忘了，不会像宁王妃娘娘一样陷入其中出不来的。既然如此，为何不在上京其他儿郎中寻个好的？娘，如何是好的呢？我对未来的夫君还是有所期待的。我无论寻谁，
还是也不会做出不纳妾、同房、不找外室的承诺的。瞧着再怎么君子如玉，成了亲也不过是跟夫君相敬如宾罢了。陈世高便是往后变了心，左右不过也就是这样。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挑个现在心中有我的呢？我如今还有您做我的靠山，只要我守住自己的东西和底线，陈府永远有我的立足之地。罗夫人仔细想想莲芝的话，竟觉得她说的十分有道理。既然如此，那我便去应下了。陈夫人虽然是继室，但为人还是不错的。另外，陈世高虽是嫡子，但前面还有几个嫡兄。当年陈大人的原配焦氏生不出孩子，偏偏陈大人十分爱重原配妻子，一直不肯纳妾。直到第5年，实在子嗣无望，在陈老夫人催促之下，纳了几房妾室，生了几个庶子庶女。庶出的孩子出生没几年，焦氏便病死了，后园一堆孩子没人管，陈大人便娶了现在的陈夫人闵氏。闵氏性子温柔宽厚，这也是当初陈大人看中陈夫人的原因。闵氏婚后生了1子1女，儿子便是陈世高，女儿陈世仪。前段时间嫁给了宁王世子。陈尚书年纪不小了，只怕这2年便要退下来。但陈世高娶了你，又有宁王世子的妹夫，只要肯上进，前途不会差。听完罗夫人的细细分析，莲芝才对陈家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陈世高接到消息，高兴的一蹦3尺高。陈夫人见儿子这个样子，觉得有点好笑。两家很快就交换了信物和生辰八字。魏国公气急了，莲芝定亲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连商量都不跟我商量，便定下来了？怎么当我死了吗？跟你商量你会同意吗？只怕除了庆宫，我挑哪家你都不会满意吧？皇上的态度摆得还不够明白吗？当初无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求娶都被拒绝了，你还没有看清吗？若是咱们府中再不消停，只怕孝贤皇太后留下的情分就要被消磨没了。皇上现在放在心尖上的人是皇后，你非要跟皇后对上，你当真以为皇上会帮你吗？魏国公竟是不由得眼神有些躲闪。胡说什么？我何时要与那术士对上？夫君，咱们夫妻这么多年，切身自问还是了解您几分的。就算是在家中称呼皇后术士也是不合适的。既然她做了皇后，便是一国之母，是君。就算咱们府上是孝贤皇太后娘家，也是臣。不用你来教我这些，妾身见识有限，您自己仔细想想吧。说着便不愿意再理会魏国公。坤德宫中，舒玉婉也是很快收到了莲芝与陈府定亲的消息。阿锦，莲芝是你表妹，又是我的好友，如今要定亲了，咱们是不是有得有所表示？既然如此，朕下旨为他们赐婚。如此最好。婉婉，你之前说办女学准备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需要朕的地方？臣妾已经在寻地方和老师了，需要一些时间。确实有一个想求阿锦的事情。你说何事？到时候地方找好了，还想请阿锦赐一副墨宝，为学院提名。皇上走了以后，舒玉婉便去看2个孩子了。清代回禀，清河说刺绣找的是南地绣楼里的一个小有名气的绣娘，厨艺请的是曾经在上十方做过的一位老师傅，医术请的是同心堂的一个老大夫。这些人都不大好请，清河暗示了是您的产业，这些人才愿意的。另外还高价请了稳婆、调香师傅、木匠、表匠、刻章师傅等人。清河做得很不错，若是这些女子有个一技之长，也就多个安身立命的本事。很快皇上便让阿青送了一幅字来，舒玉婉展开立身学院4个大字，好好装裱一下，挂在女学正大门上方。是。清河这边便开始为立身学院招生了。清河将招生的告示贴到了上京各处，尤其是普通百姓聚集的西街。消息一出，京中立即便沸腾了。大部分家中有和离或者是被休的女儿的，不禁都动起了心思来。小先生，当真收被休的女子啊？没错，告示上是这样写的，遭休弃的和离的女子均可来此，习一技之长。听说这立身学院是皇后办的，皇后当年也曾和离。很快便有不少女子壮着胆子来到了立身学院的门口。这个皇后不仅自己独占后宫，还开这个什么立身学院，简直就是……终究还是有所顾忌，陈御史后面的话便咽了回去。左右也不是多大的事，何况听说这立身学院是皇上取的，也是皇上提的字。庶府之中，庶侍郎夫妻以及唐氏、周氏等人也在谈论此事。娘娘做的是好事，只是恐怕叫人又要议论起娘娘当年和离过的事情了。是啊娘，娘娘何苦做这些？淑夫人没接话，看向庶侍郎。娘娘办这个学院也是为天下女子谋福祉，虽然会引来一时的争议，但终究是利民的好事。长远来看，有利于娘娘在民间的名声。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一家都要站在娘娘这一边。老爷说的对，我给娘娘去信，学院开学那天我也去瞧瞧。儿媳也去，我也去。总归跟着大嫂走，绝对没有错。庶侍郎见了，
点点头。宁王妃和长宁公主接到舒玉婉的帖子，均欣然赴约。舒玉婉这边收到3个人的回信，十分的高兴，又接到了舒夫人来信，知道母亲和2个嫂嫂都要去支持她，不由得笑得无奈。很快便是到了女学开学的日子了。舒玉婉早早起身，倒是少见，你起得比朕还早。唉，又不是什么大事，这么着急啊？臣妾睡不着了，一开始也会嬴政起身伺候皇上梳洗。你再睡会儿，这些事情有人做的。时日久了，舒玉婉便干脆不起来了。想到这里，舒玉婉感慨，幸好都是在坤德宫内，不会传出去，否则定然会被骂不贤惠。舒玉婉收拾收拾，准备出发了。娘娘，平宜公主求见。平宜，你怎么来了？见过皇嫂。皇嫂，听说今天女学开学，平宜也想去看看，皇嫂可以带我一起去吗？舒玉婉犹豫片刻，自然可以啊。平宜欢呼一声，高兴地谢过了舒玉婉。该我谢你才是。舒玉婉带着平宜到的时候，宁王妃等人以及舒夫人、唐氏、周氏都已经来了。平宜来了，见过姑姑。皇嫂办女学，乃是为了世上日子艰难的女子。平宜虽为公主，亦是女子。平宜长大了，公主不必多虑，来看看没什么大不了的。长辈们没有责怪，平宜很高兴。人到齐，几人坐在阁楼上，从这里往下看女学内院的情况，一览无余。舒玉婉原本以为不会有多少人的，没想到这下面的人还不少呢。陈阿婆也是拖着女儿过来了。娘，怎么这么多官兵啊？莫怕莫怕，听说这女学呀是皇后娘娘办的，想来这些官兵啊，那都是得了皇后娘娘吩咐，防止有人前来闹事儿的。阿香听了，觉得有点不信。经过1个上午，女学的学生便也招得差不多了，报过名的基本都到齐了。舒玉婉和宁王妃、长宁公主以及王夫人、淑夫人等人一起走到阁楼外的高台之上。皇后娘娘到，长公主到，宁王妃娘娘到。我竟然见到了皇后，还有公主、王妃。大家能摒弃心中顾虑来立身学院，本宫很高兴。立身学院乃是皇上亲笔赐名，便是希望在立身学院的学生能学得立身的本领。本宫知道大家都不容易，希望各位能好好跟着老师们学得一技之长。本宫相信，只要大家本事过硬，将来总有人能摒弃偏见，愿意重用你们。女学从顺利开学以后，一直没出什么问题。舒玉婉的心中很是熨帖，下个月便是平宜大婚的日子，舒玉婉很是上心。偏偏这个时候，永昌侯传来一个很是叫人头疼的消息。娘，您说大姐这到底是要做什么？这门婚事是先皇赐婚，这样做不是打皇家的脸吗？好在严哥儿自己脑子清楚，已经把那女子送回去了。娘，您尽量多劝劝姐姐吧。舒夫人无奈的点点头。好在这个消息叫永昌侯府摁下去了，没有传出来。只是面上不知道，宫里头该知道的估计都知道了。这婚事估计是不会影响的，就是叫皇上心里留下个不好的印象。往后有什么事啊，估计都要先觉得是姐姐这个做婆婆的不好。那也要怪她自己，怪不了旁人。新太平也收到了消息，舒玉婷刚把人接进府中，新太平就收到了消息，直到人又送了出去，才算是踏实下来。平宜公主过来，新太平赶紧扬起一个笑脸。宜儿来了，见过母妃。宜儿，待到成了婚，母妃就不在你身边了，你自己万事当心，跟驸马好好相处。平宜娇羞的点了点头。往后你就住在你的公主府，逢年过节的去永昌侯府给长辈们问个好，对你婆母要有规矩，该尽的孝心不可少。但若是你婆母想要拿捏你，尽管回宫找你皇兄给你做主。平宜听了这话，认真的点了点头。皇上也听阿青提了一嘴，本来这种小事儿不会禀到皇上的跟前，但平宜毕竟是太上皇唯一成年的公主，听到人已经是送走了，皇上便也没有再多说什么。永昌侯府之中就没有这么宁静了。你说说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做事就不用脑子想一想？严哥马上就要大婚了，你悄悄摸摸的把个漂亮女子送到严哥的屋内，往后严哥就跟你一条心了，公主就被你拿捏住了。你跟昌平成婚的时候，我这么做了吗？这么多年，你打压昌平的妾室姨娘，只要不过了分，我哪次不是偏帮着你的？你平日里总觉得我待你严厉了，怎么到你自己做婆婆了，反倒不如我了？舒玉婷叫婆婆说的抬不起头来，舒玉婷越发的委屈了。严儿成婚的事，昌平你也多费费心，不要只劳累你媳妇一个人。郑昌平明白母亲的意思，是
母亲放心，你去吧。妍儿娶的是皇家公主，皇家不可辱。希望你能明白这点，就算不为自己，也要为儿女着想。是，郑昌平和舒玉婷一起退出去了，有了永昌侯在一旁看着，后面的日子倒是没有再出什么事情。在宫中半生，一直沉稳得体的辛太平，脸上又是哭又是笑的，把平宜送出了殿门。太平，好在平宜家在上京，往后想见面了还是容易的。辛太平听了，哭着点点头。皇后娘娘，往后还望娘娘照看这些平宜，嫔妾感激不尽。哎，太平放心，本宫也很喜欢平宜。舒玉婉顺顺利利的把平宜送出了门，皇上也亲自过来了一趟。平宜也算是朕看着长大的，如今也嫁人了，婉婉笑什么？笑皇上年纪轻轻，倒是感叹颇多。这平宜也出嫁了，宫中更冷清了。婉婉再给朕生个小公主。舒玉婉红着脸微微点头，皇上见了很是高兴。永昌侯府这边，在永昌侯的协助之下，这婚事办得顺顺利利，热热闹闹，倒也没出任何的差错。舒玉婷这会儿也高兴，毕竟是他儿子的新婚，严哥儿的心情自然是不必说的。平宜端坐在喜床上，见了面如冠玉的严哥儿，心中一时欢喜。到了第二日敬茶，舒玉婷扬着笑脸祝贺了一番小夫妻二人。永昌侯和郑老夫人自是不必说的，对平宜的态度都是恭敬之中掺杂着对晚辈的疼爱之情。3日回门，平宜带着严哥儿进宫拜见的时候，舒玉婉见二人之间蜜里调油的样子，也终于放了心。也好，你跟严哥儿商量定了就好。都随平宜的心意。舒玉婉见了，不禁打趣了自家的侄子一通。刚操办完平宜的婚事，舒玉婉这会儿正准备好好歇歇，躺在坤德宫的院子之中，月儿和成儿两个在前头跑来跑去。姐姐，姐姐，月儿咯咯的笑，一边跑一边逗着成儿。娘娘，刚刚传来消息，宁王妃递了帖子到宗室，要与宁王和离。什么？前因后果暂时还不清楚，奴婢已经让人去打听了。舒玉婉点了点头，便带着清代去了承乾宫。到了承乾宫，皇上见了舒玉婉，里面有好几位皇室的宗亲。婉婉，你来了。臣妾拜见皇上。免礼，来坐吧。阿青赶紧搬了个凳子放在皇上的下手。舒玉婉与几位辈分高的宗亲打过了招呼，宗亲们闭了嘴，齐齐的看向皇上。皇后乃是一国之母，自然听的，继续说吧。皇上，这件事宗室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开国至今，老臣还没听说过哪个王妃要和离，这宁王妃也太过骄纵了。九叔公不必着急，想来皇婶也不会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皇婶有什么委屈的，好好安抚，想来这件事也就了了。宁王妃这些年的做派，皇上您也看在眼里，不过是宁王爱女色了些，男人多纳几个女子为皇家开枝散叶，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偏偏到宁王妃这里就成了天大的事儿。到现在宁王也只有一个儿子，都是因为宁王妃善妒。听到这里，舒玉婉轻轻地扯了一下唇角，但依旧没有出声。要老臣说，就不该这么依着宁王妃折腾。此番宁王妃不是要和离呀，就让宁王直接以善妒之名休了宁王妃。皇家哪有什么和离呀，只有休妻。九叔公也不必如此气愤，虽说皇婶态度强硬了些，终究是宁王叔求娶时承诺在先，何况也要顾及生哥的名声。无论如何，咱们皇室都不可能有什么和离。皇上您可千万不能犯糊涂，否则老祖宗在地下都要不安了。舒玉婉一直安安静静地坐着，直到宗室的人离开，也没有发表过什么看法。婉婉，你知道皇婶这是为何吗？臣妾是刚刚才听说这件事，臣妾请宁王妃进宫来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吧。这样最好。婉婉，你好好劝劝皇婶，合离不合离的只不过是个名头，总归也要为生哥着想。舒玉婉点点头。此时的宁王府中，好好的，这又是要做什么呀？不想跟你再有什么牵扯，哪怕是名义上的也不想。有这个必要吗？你不想看见本王这些年不都尽量不往你面前凑吗？你就住在王府中，和生儿一起不好吗？何况现在生儿都成亲了，往后生儿育女，你不想在旁边看着吗？这就不劳你操心了，你只需要跟我一起把和离书签了就行。皇上不会同意的，宗室也不会同意的，闹过就算了。说完便起身离开了。宁王妃也知道这事儿很难。王妃，宫中来人，皇后召见。那便更衣吧。是。管嬷嬷伺候着宁王妃更衣。王妃，您不再想想吗？
想什么？你还不知道我吗？舒玉婉在宫中等着，不一会儿，娘娘，宁王妃娘娘来了，快请。清代引着宁王妃进来。皇后娘娘。义母，究竟发生什么了？这么多年都忍过了，为什么突然要和离？没发生什么，就是我最近知道了一件事，觉得没必要再忍下去了。可是舒玉婉便察觉到宁王妃连本妃的自称都丢了，而是用的我来自称。皇后娘娘应该也知道，这么多年我与宁王之间感情早已破裂。按理说世家女不求情爱，但求家族繁荣昌盛，但对我来说，王家已经足够繁荣，过犹不及，无需我再为王家的繁盛添砖加瓦。我对宁王也曾经有过感情，后来痛苦过，崩溃过，绝望过，便也死了心。我便一直想要结束这段婚事，只是为了生儿一直忍了下来。现在生儿的地位牢不可破，我便不想再忍了。义母，虽然宁王年纪不算小，但若是再娶再有子女，也并非不可能。放心，他不会再有孩子了。义母，你是说？宁王妃极轻的点了点头。舒玉婉诧异极了，那宁王叔知道吗？宁王妃摇摇头，自然不知道。起先我还以为在我了断后患之前，他在外面有了个私生子，一直不敢提和离。最近跟他争吵时，偶然得知他千辛万苦藏着的这个私生子，竟然是这几年才有的，那就不可能是他的。您怎知宁王叔不是把自己治好了？绝不可能。既然如此，义母随心就好。只不过您是皇家儿媳，想要和离只怕不易。又把昨日宗室的来找皇上的情况与宁王妃说了一遍。往后我便去你办的那个立身学院教书。舒玉婉的眼睛一亮，我可以教他们读书识字，你也不必只招平民百姓家的女子。世家女子和离被逼无处可去，也不是没有，只不过大多数人都不得不忍罢了。这些人若有愿意来的，我便去帮你教。旁的教不了，管理产业、御下这些还是可以的。将来这些人若有得用的，你也可以收用。舒玉婉与宁王妃对视一眼，二人都笑了。宁王妃一走，皇上便马上派人来问情况，只得回复皇上说宁王妃和离之意坚定，他丝毫劝不动。另一边，宁王妃刚刚回到宁王府，宁世子和陈世仪便急匆匆的来了。母妃，究竟发生了什么？您为何？生儿、仪儿，你们放心，没什么要紧的事。我只是在这宁王府里待够了。母妃跟你们父王和离以后，绝不会影响生儿在府中的地位。生儿的世子之位牢不可破，你们往后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我都可以，随母妃心意。世子您先走吧，妾身想跟母妃说说话。那生儿你就先去吧。那好。仪儿还有什么事？母妃，儿媳恳请母妃能否为世子考虑，不要和离。母妃，无论您和父王有怎样的纠葛，只要您还是宁王妃，那都不过是家事。若您和父王和离，往后世子走到哪里都会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少不得也要被皇室中人另眼相待。便是将来儿媳生了孩子也是一样。何必在意他人眼光？母妃，人都是活在尘世中的，有几个人能完全不在意他人眼光？宁王妃认真地看向陈世仪，这个儿媳从来到宁王府便一直是进退有度。母妃，您再想想吧，儿媳先告退了。宁王妃点点头，陈世仪行了一礼，便转身离开了。王妃，王家夫人来了，请进来吧。是。王夫人一见到宁王妃，思存呐，你要跟宁王和离？和离书已经送去宗室了。是不是宁王又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呀？宁王妃摇摇头，那是为何呀？嫂子，这么多年纠缠，早累了。现在生儿地位牢固，我不想再忍下去了。听到这个回答，也在王夫人的意料之中。思存，一来生儿地位稳固也只是一时的，你若是与宁王和离，未来未必不会生出变数来；二来，若你当真和离，丙姐儿和龟姐儿正是谈婚论嫁之际，必会受此影响。宁王妃的脸色变了变，虽然明知道嫂子这个时候来，大约就是来劝说她的。嫂嫂，当初皇后和离，庶府都能承受，怎么我们王家竟然连庶府都比不上？思存呐，皇后和离那是迫于无奈，那安定侯三子自己贴了告示，不要嫡妻，要娶一个商女，侮辱了术士在先。术士上门来和谈，有意图致皇后小产，对嫡妻绝情在后，皇后是迫于无奈才和离的。是以他人尚且能够理解，但是你不一样啊。虽说宁王求娶之时立下过不纳妾之言，但是男子纳妾毕竟是人之常情嘛。这么多年我们也都支持你，不论过程如何，宁王府现在确实是一个同房妾室都没有，这样你还要和离，怎么都叫世人说嘴王家
姑娘呀。他没有说的是，因为宁王妃这些年的作为，现在王家姑娘已经是得了个善妒之名了。何况皇后先前只是侯府次子之妻，思存呐，你可是皇家的儿媳，是太上皇胞弟皇上嫡亲王叔的妻子，皇上的皇婶儿啊，这和离岂能儿戏？嫂嫂，是怪我连累了玲姐儿和龟姐儿。王夫人见小姑子落寞的样子，思存，你不仅是玲姐儿和龟姐儿的姑姑，还是生根的母亲呢。现在做人长辈了，也是要为孩子们想想呀。宁王妃没再言语，不知在想什么。思存，我知道当初爹娘从来没有要求过你什么，但求你一生顺遂快活。但这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顺遂，都是权衡之下选择一个最好的结果。你仔细想想，是现在和宁王和离闹得满城风雨，小辈惶恐，还是就当没有宁王这个人，就当自己已经和离了，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往后的生活更加的顺遂。陈世仪回了自己的院子，宁世子还没有出门。跟母妃聊什么了？问问母妃能否不和离，若是和离了，母妃便不会住在府中了。世子不在府中时，我岂不是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往后咱们有了孩子，也不能承欢母妃膝下。说着，陈世仪不禁摸了摸小腹，他的月事迟了几天，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了。随母妃吧，便是她不在府中，我也可以经常去看她。你想她了，也可以随时出府去看她。母妃不在府中，我总不踏实的，有个长辈在身边，心中安定。你跟母妃相处的倒是挺好。第二日，王家的两位姑娘又上门来拜访宁王妃。要不便说您身体不适，请两位小姐改日再来。请他们进来吧。是。管嬷嬷领着两位王家小姐进了内屋来。玲姐儿和龟姐儿来了。姑姑的事，姑儿都听说了，也知道母亲昨日来寻姑姑。姑儿今日来，便是想跟姑姑说，姑姑想做什么，自去做就可以。姑儿相信，以龟儿与妹妹的才学、品性、家世、容貌，不必姑姑为我们委曲求全。姐姐言之有理，灵儿也不愿姑姑委屈。宁王妃闻言，眼泪差点都掉下来，看着眼前两个侄女，仿佛是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姑姑知道了，玲姐儿和龟姐儿好不容易来一趟，用过午饭再走。姐妹二人陪了一上午，宁王妃的心情十分不错。待用过午饭，陈世仪和宁王妃一起把王家姐妹送走。母妃，皮儿，你放心吧。听了这话，陈世仪便知道宁王妃不会再死磕着和离了。母妃，莫怪仪儿僭越。我不怪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你站在你的立场考虑这件事，劝我也是为生儿和你们以后的孩子着想，我有什么可怪的？陈世仪略微有些羞窘，宁王这些日子反而日日回到宁王府。宗室不同意你和离的请求，让本王把这和离书拿回来，你看你如何才能同意不和离啊？只要本王能做到的，本王都答应你。现在就把王位传给生儿，另外我要去立身学院教书，宗室那边你去摆平，我便同意不和离。这你让我想想。刚才还信誓旦旦，现在又要想想了，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言出必悔诺。好，本王答应了。左右着王位，迟早是要传给生儿。见宁王点头，宁王妃心口的气才算是顺了一些。晚间，宁王妃便递了口信到坤德宫，接到递过来的消息，舒玉婉没说什么。只要宁王妃真的能来立身学院教书，合理也好，不合理也好，都随宁王妃的心意，她都支持。皇上和宗室这边接到宁王的消息，便也把这件事情放下，只当是他们夫妻之间的小矛盾。不过几日的功夫，便递交了将王位传给宁世子的折子。父皇说是身体不适，政务繁忙吃不消，所以早早传位与朕。王叔您这又是为何？这皇兄都传位给皇上了，本王这王位留着作何呀？这王位呢，早晚要传给生儿。生儿如今瞧着比本王强多了，不如早点传位给他，还能在朝中为皇上分忧，好过本王占着王位又不做什么事啊。王叔莫要妄自菲薄，当真想好了？宁王连连点头，那便依王叔所言。晚间，皇上把这件事儿讲给舒玉婉听的时候，舒玉婉一时便明白了为何宁王妃不和离了。自从宁王妃去了女学教书啊，立身学院一时间再次成为了京中众人热议的话题。你说这宁王妃身为堂堂王妃，为何要去教那些平民百姓家的和离女子啊？嘘，你别乱说话，莫要忘了皇后也曾和离过，说是叫人听到你瞧不起和离的女子，传到皇后的耳朵里便不好了。宁王妃说不得，就是被皇后教唆，和离便罢了，还不让皇上纳妃。到现在后宫啊，就一个皇后，一个大皇子，还有一个，
说着摇摇头，也不知道皇后怎么好意思。过几日便是孝贤皇太后忌日，也不知道皇上还去不去皇觉寺祭拜。几人对视一眼，都明白对方的意思。不得不说，这些人猜的没错，皇上确实是要去皇觉寺祭拜孝贤皇太后，只不过因为时间安排不过来，皇上提前了2天去皇觉寺祭拜。这些人的小算盘注定是要打空的。坤德殿中，现在晚膳后，便直接让清公公把折子送到了坤德宫来。皇上批折子，玉婉在一旁处理着公务。婉婉，明日去皇觉寺，你便不要与朕同去了。若是宫中有什么急事，你留下也能应对一二。也好。待舒玉婉处理好公务，起身去看望2个孩子。娘娘，那个平康公主还在皇觉寺。明白，让小德子跟着皇上一起。是。清代应下，陪着舒玉婉看过了月儿和成儿，便去找小德子交代去了。清代姑姑尽管放心，小的必定12个时辰盯紧平康公主。另一边，魏无双来了皇觉寺已经是快1年了，如今她已经不求嫁给皇帝哥哥做皇后，只求能够入宫为妃。小姐，寺中戒严了，皇帝哥哥终于要来了。低头整理了一下衣服，去把我那套梅花百褶裙拿来。是。姚琴赶紧小跑着去给魏无双拿衣服，又依着魏无双的吩咐重新换了个发髻。魏无双对着镜子照了又照，起身带着姚琴去了供奉孝贤皇太后的殿外。进入殿内，魏无双便是跪在孝贤皇太后的牌位前，规规矩矩虔诚祷告的样子。姚琴，你做得很好，待事成之后，本小姐重重有赏。谢小姐。等了好一会儿，皇上放心，今日临时闭寺，任何人都没放进来。平日平康公主会经常来祭拜孝贤皇太后。魏无双听着声音越来越近，心也越来越激动。平康公主有心了。方丈还算是有眼色，一边调整表情，只等着皇上推门而入。等着等着，忽然有刺客，护驾护驾！魏无双整个人都懵了一瞬。屋外的侍卫围成一团，将皇上围在中间，而那个守门的小和尚正被几个侍卫紧紧地按住。众人见到魏无双从里面出来，侍卫纷纷举刀相向，眸中有怀疑闪过。平康公主怎么在这里呀？我是来祭拜孝贤皇太后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门口这个小和尚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刺客，刺伤了皇上。魏无双看着这个小和尚被亲兵压着，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怎么会这样？快带几个身手好的飞马去传太医，快呀！是。禁卫急忙去了。阿青，皇上怎么样了？回平康公主，奴才不知，要等太医来了才知道。舒玉婉正坐在软榻上，轻轻地拨动着茶盏。娘娘，皇上在皇觉寺遇刺了。清代把清公公派人传回来的话仔仔细细地跟舒玉婉说了一遍。阿青说皇上人还清醒。是的，娘娘。娘娘您别太担心，太医已经赶过去了。舒玉婉的心中稍松了松。宫门落锁，任何人不许进出宫门。是。舒玉婉又去看了月儿和成儿。娘亲。成儿慢了一步，小短腿儿也跑不过月儿，跟在后面只能扯扯舒玉婉的袖子，扬起笑容哄了哄两小只。赵嬷嬷看出了不对，娘娘今日怎么这会儿过来了呀？皇上遇刺了，嬷嬷这几日务必看好月儿和成儿，莫要让不相干的人近身。本宫把彩玉留在这里。娘娘放心，老奴知晓了。舒玉婉点点头，分别抱了抱2个孩子，便回去了。娘娘，皇上回来了，现在在承前殿。舒玉婉脚步匆匆地赶了过去，阿青快步出来，将舒玉婉迎了进去。皇上如何？刺伤的倒是不深，只是匕首上有毒。陈院守正带着一众太医为皇上研制解药。刺客呢？带回来交给军六了，依皇上吩咐，将平康公主也带了回来。皇觉寺邓志杰邓首领已经带人封了。舒玉婉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皇上靠在榻上，看见舒玉婉进来。婉婉来了，朕没事。舒玉婉草草地行了一礼。皇上的身体现在究竟怎么样？回禀娘娘，皇上的刺伤伤口倒是不深，但匕首上有毒，乃毒箭木之。所幸皇上及时服下解毒丸，只是此毒性十分强烈，皇上身体受损，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慢慢清理余毒。今儿真是吓坏臣妾了，究竟为何会遇刺？这次去皇觉寺，并没有几个人知道啊。皇上挥手示意太医退下，几位太医退了出去。怕是跟平康公主脱不了干系。魏无双，皇上点点头，似是有一些支撑不住。婉婉，这段时间宫中便交给你，至于朝政，折子递进来，你先看一遍，简单能决断的便决断，决断不了便来告诉朕。舒玉婉听了，略微有些惊讶。别怕，朕相信你能做好。夫妻一体，你是这世上朕最相信的人。好，
臣妾知道了。之后的时间里，大臣们呈上来的奏折，阿青先报给舒玉婉，舒玉婉看上一遍，再挑出心有疑虑、不好下决断的奏折念给皇上听。只是皇上不能上朝，遇刺的消息很快朝臣们都知晓了。丞相傅居德急忙领着四部尚书以及魏国公、宁王、术士郎等人入宫拜见皇上。为了安定朝臣的心，皇上虽然起不来身，还是躺在榻上，隔着帘幕接见了众人。微臣参见皇上。皇上免礼。皇上，您朕无大碍，诸位不必担忧，休养几日便好。朝中诸事照常上奏。是。众位大臣齐声应了，这才真正放心。皇上，刺客抓住了没有？抓住了，幕后主使暂时还没有审出来。宁王闻言没有再多问，也不知道是谁。众人不敢再打扰皇上休息，确认了皇上无事，便都退下了。舒玉婉这几日都住在承前殿，一边照顾着皇上，一边协助皇上批阅奏折。婉婉，辛苦你了。阿吉，能帮到你，臣妾不觉得辛苦。查出来了没有？舒玉婉见阿青脚步匆匆地进来，回禀娘娘，皇觉寺的这个小和尚，如无意外，应当是贤太妃安排进去的人，一直在皇觉寺里做个普通小和尚，并不得看重。是从去岁平康公主去了皇觉寺以后，在平康公主的运作之下，逐渐崭露头角，得了方丈信众。这次皇上去祭拜孝贤皇太后，方丈本是准备派另一个小师傅守门，是平康公主使了些手段，叫这个小和尚顶上。舒玉婉听完，与皇上对视了一眼。婉婉，你觉得呢？皇上，臣妾觉得平康公主应当不会与贤太妃勾结，刺杀皇上。把平康公主请来。是。阿青急忙去领人，不一会儿，阿青便领着魏无双进了承乾宫。皇帝哥哥，你怎么样了？朕没事。平康，你还没有拜见皇后。魏无双这才将眼神落到了舒玉婉身上。无双见过皇后，说了几句话，皇上便觉得有一些累了，示意舒玉婉继续问。平康公主不必多礼，今日传你来是想问问你，为何要与贤太妃勾结，谋害皇上？我没有，皇后不要血口喷人。皇帝哥哥，无双没有，无双怎么可能会害你啊？平康，皇后问话便答皇后。皇后娘娘，我确实是没有与贤太妃勾结，更不可能谋害皇帝哥哥。我有什么理由害皇帝哥哥？本宫一直在皇觉寺为国祈福。那平康公主为何帮着无色小和尚得了方丈信任，谋那日去守孝贤皇太后殿门的伙计？无色可是贤太妃派去皇觉寺的。怎么可能？可思索一瞬，便也知道是真的了。我不知道这个小和尚是贤太妃的人，我真的不知道。我收拢这个小和尚，只是为了皇帝哥哥去皇觉寺的时候得到一个与皇帝哥哥单独相处的机会。皇帝哥哥，我不愿做公主，我只想在你身边，哪怕做个妃子、做嫔、做贵，我这一生只想做皇帝哥哥的女人。无双啊，你是朕的表妹，魏国公府嫡女，更是太上皇亲封的大靖平康公主，身份尊贵，朕会为你挑出一个出色的夫婿的。皇帝哥哥，皇上摆了摆手，魏无双失魂落魄的被阿青带了出去。舒玉婉心中感慨，很早之前魏无双来找他说的话确实是没错，魏家在皇上心中的地位斐然。无双表妹之前被朕挨了一刀，这次的事便当扯平了吧。此事皇上做主就好。那贤太妃，皇上打算怎么处理？按律刺杀皇上，当诛九族。不知道这件事武帝有没有参与其中？彭家已经没了，贤妃还能掀起风浪，武帝怎么可能没有助力？另一边，魏无双被带回临时安置的宫殿。阿青，本宫还不能够离开寒玉殿吗？是公主，皇上没说您可以自由出入。阿青，我跟皇帝哥哥自小一起长大，你也是知道的，皇帝哥哥也没说要一直关着我。平康公主恕罪，奴才也是听令行事。阿青说着便退出了寒玉殿。小姐，如今我们该怎么办？放心，我不会有事的。西山行宫之中，贤妃也已经收到了消息，眼中的恨意失望。哼，这是没用的东西，都已经刺中，怎么就不知道刺身意？刺中心脏还给他留活路，费尽心思寻来如此剧毒，居然没能要了宋景哥的性命。母妃息怒，下次再找机会就是了。下次，本宫可怜的且，你以为还会有下一次吗？母妃什么意思啊？你以为这次的刺杀当真做得天衣无缝吗？就算是彭家还在的时候，咱们也未必能做到。凭咱们现在手里这点人，还是借了魏家手才能进你那好皇兄的身。皇上要查，不过一时半刻的事情。很快咱们母子就要皇权相见了，本宫也要跟彭家满府100多口相见了。母妃，你不是说你有把握就算失败也不会查到我们的头上来的吗？是了，太上皇也已经接到了皇上遇刺的消息，直属太上皇的暗卫首领跪在太上皇面
面前，将这件事情前前后后的讲得清清楚楚。罢了，摆了摆手，示意暗卫首领退下。太上皇将洪公公叫了进来。贤妃赐死，五皇子赐死。洪公公一个机灵，抬头看向太上皇。是太上皇，五皇子到底还小，您要不要再考虑一番呢？景儿虽然答应善待兄弟，那也是在兄弟们安分守己的情况下。宋启哥年纪虽小，却心机深沉。当初在宫中得景儿庇护，却暗中和贤妃试图加害景儿，景儿也岂会留？既然如此，倒也不必叫景儿沾受兄弟的血了。刚出殿门，便见五皇子一身是血，独自一人跌跌撞撞的往这边来了。洪公公赶紧把人给拦住。殿下，您这是怎么了？洪公公，我不小心听见贤母妃说是他派人害了皇兄，被母妃发现，母妃要杀了我。我挣扎躲避之间，一不小心将匕首刺到了母妃。我试了一下，母妃好像没气了。这洪公公也一时没了主意，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殿下，这事情呢，还是要请太上皇做主。老奴进去通禀一声。好，洪公公赶紧进去，将事情给太上皇说了一遍。太上皇的眉头微微皱起，让他进来吧。皇宫之中，皇上刚派人去西山行宫，便收到了西山行宫的消息。你看看吧。是。武帝当真是一如既往的好演技啊！既然太上皇开了口，我们也不好执意要其性命。无妨，贤太妃已死，那个赵氏也死了。父皇既然下了令，将武帝圈禁在西山行宫的清主殿，一声不得出，武帝也蹦不出什么水花了。舒玉婉不语，暂时也只能这样了。回了坤德宫，舒玉婉便招来了清代，递个消息给阿宇，留在清主殿陪着五皇子。是。安排好了五皇子的事情，舒玉婉便去看两个孩子了。皇上的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好些日子没见月儿和成儿了，趁今日好些了，一会儿和你一起去坤德宫看看两个孩子吧。好，月儿已经5岁了，成儿也快2岁了，我想着该给两个孩子分别请个先生了。正想着册封月儿为文月公主，你以为如何？这舒玉婉看向皇上，多谢皇上好意，但臣妾还是觉得不必如此。月儿已经入了术士族谱，现在记在大哥名下，又无功绩，早好册封公主，只怕会招人话别。也好，知月儿的先生其实也不难，长宁姑姑府中便有一位才名远播的女先生，十分得姑姑看重。至于成儿嘛，万万不必担心，宋大学士德艺双馨，趁早就看好了。等成儿满了3岁便请宋大学士入宫，为成儿开蒙。阿锦，你现在好些了，这几日臣妾便不过来承前殿了。朕确实好些了，不过这些日子总觉得很容易累，晚晚还是再帮朕一段时间吧。那好，那臣妾等你身体好全了。皇上、皇后娘娘，丞相大人和魏国公求见。怎么这个时间过来了？难道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叫他们进来就知道了。二人进来后，丞相傅居德看到皇后当真在承前殿，所坐的案桌前还有一叠奏折。皇上，自古后宫不得干政，您不可开此先例呀！臣附议。舒玉婉脸色微变，看来是冲着他来的。丞相和国公多虑了，皇后不过是在朕身体不适这段时间帮朕整理折子，算不得干政。皇上，您糊涂呀！前朝便有武士篡夺夫家江山，害得前朝皇嗣险些断绝，需引以为戒呀！丞相大人只说前朝武士篡夺江山，但这武士总共也只有这么一个。历史上更多的是辅佐皇帝稳定局势，甚至在动乱中与皇帝共同打下江山的。圣惠皇太后一生辅佐3代帝王，帮助成康皇帝稳定朝堂，立下不世之功。张皇后与大玄开国皇上戎马一生，共同打下大玄偌大疆土，后又辅佐文昌皇帝登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丞相大人为何不提？只拿一个武士出来，便说的本宫好似马上便要谋夺大晋江山了一般。皇后娘娘，后宫不得干政，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规矩不可破。丞相大人，皇上都说了，本宫不曾干政，不过是帮着皇上整理一下奏折，何以便是干政了？难不成后宫女子看一眼奏折便要天塌地陷了？两位爱卿莫要捕风捉影，皇后乃是中宫典范，怎会做愚智之事？皇上圣明，只是前朝之事还是不要让后宫插手的好。便是整理奏折，也自是有内阁和奏事办，实在无需辛苦皇后娘娘。丞相是在教朕怎么做事吗？微臣不敢。丞相年纪也不小了，说是身体上佳，便再辛苦丞相几年，多为朕分忧；说是实在精力不济，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便及时回府颐养天年吧。谢皇上关心，老臣身体尚可。那便好，朕也希望丞相仍能为朕分忧，朕也宽心啊。
若无其他事，便退下吧。这次傅居德不再多言，和魏国公一起干脆的转身走了。魏国公一时间有一些迷茫，他们魏家当真还能再出一个皇后吗？想到现在还在宫中的魏无双，魏国公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婉婉不必理会他们，只要皇上相信臣妾，臣妾就不在乎他们说什么。只是皇上，这承乾宫中的事情何以便传出去了呢？趁着承乾宫是要好好清理一番了。阿青在一旁听得额头上冷汗直冒。宫中其他地方你也要梳理一遍。舒玉婉点头。走吧，咱们去看看月儿和成儿。皇上刚刚不是说没什么精神，不若还是臣妾把2个孩子带过来。也好，那朕便在这里等着，你也别去了，让清代带着月儿和成儿过来就是。那好吧。舒玉婉继续拿起折子看起来，平静的眼眸在看到一封来自蜀地的折子时，将折子递给了皇上。皇上看看。婉婉怎么看？南蒲国虽小，但这些年来风调雨顺，倒也算得上富足。战力如何倒是不得而知。如是当真和安王搅到了一起，虽不致命，足以造成一番动乱。皇上赞许的点点头，不待二人讨论完，皇上、皇后娘娘、月儿小姐和大皇子来了，快带进来。2个孩子一前一后。娘，母后。月儿、成儿，快来看看你父皇，多日不见，你父皇想你了。成儿见过父皇。成儿真乖。父皇好些了吗？父皇好多了。月儿，快来，让父皇看看。父皇，您叫月儿做什么？父皇好些日子没见到月儿与成儿了，想你们了。你们2个小没良心的，一进来只看到你们娘亲，一个个的眼里都没有朕这个父皇。月儿也想父皇的，父皇要早些好起来。幸好这孩子长得不像那安三。又与2个孩子说了些话，一家4口一起在承乾殿吃过晚膳，才让清代领着2个孩子回了坤德宫休息。陈晴拎着一个大药箱子过来了。陈太医，皇上前几日瞧着好些了，今日身体又不太舒坦，你快来看看是不是毒素没有清干净。陈太医俯身应是，上前来给皇上把了脉。皇后娘娘放心，皇上体内的毒确实清干净了，大体是中毒后身体虚弱。后面会有其他不适吗？目前来看不会。舒玉婉得了陈晴的肯定，便也放下心来。皇上，您哪里不舒服？朕头略有点晕，身上没什么力气。那臣给您开点补养元气的方子。皇上点点头。陈大人来了，正好给皇后也把个平安脉。皇后这几日辛苦，朕瞧着似有疲乏。是。便走到舒玉婉边上。皇后娘娘。舒玉婉伸出手，陈晴搭上了帕子，便开始仔细的诊脉。恭喜皇上，恭喜皇后娘娘，娘娘有喜了。邓真，这喜脉老夫还是诊得出来的，娘娘大约有1个多月的身孕了。舒玉婉嘴角上扬，1个多月，那就是皇上去黄觉寺遇刺之前了。好，赏陈太医有赏。谢皇上。6宫皆有赏赐，所有宫人赏赐半年俸禄。是。皇上，如今月份还小，不如等等再告知6宫。皇上闻言，婉婉说的也对，老臣知晓。皇后这一胎便交给你了。臣遵旨。陈晴又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便离开了。婉婉，既然你有了身孕，便不宜辛苦，这折子便不要看了。可是阿姐你的身体，可能是心中高兴吧，朕现在觉得好多了。再者，朕一时辛苦些也无妨，你腹中孩儿可开不得玩笑。舒玉婉看着皇上这突然又恢复的身体，有一些目瞪口呆。听皇上的。舒玉婉有孕，满宫还没有几个人知晓的时候，禁足在寒玉殿的魏无双却是得了消息。一个宫女满脸恭敬地走进来。小姐，硕士又有了身孕，国公说此路恐太难，问您是否出宫？从我为皇帝哥哥挡道，怕却是让太上皇册封我为平康公主的时候，我便知道皇帝哥哥对我无意。我怎么会不知道此事艰难？但我魏无双偏要迎难而上，告诉父亲，此一生我只有这一个目标，现在做不到，便蛰伏蓄势，等待良机。我不信皇帝哥哥跟那个术士会永远毫无嫌隙。宫女闻言恭敬应是。这几日阿青和清代几乎是不眠不休，实力排查宫人，终于找到消息是从坤德宫传出去的。看着清代调查的结果，舒玉婉的眉头蹙得老高。孝贤皇太后的旧人。是从魏家出来的人，当初随孝贤皇太后一起进宫的。孝贤皇太后去世后，便随着周嬷嬷守在坤德宫。后来等您入主坤德宫，周嬷嬷便离开了，但大部分人还是留在这里。因着是服侍过孝贤皇太后的老人，平日里十分优待，几个老嬷嬷倒是将咱们宫中的消息打探了去。这几个老嬷嬷，舒玉婉有一些印象，竟然将宫里的消息往魏家传。舒玉婉听完，沉默了片刻，把这消息递给阿青吧。
果然，皇上收到消息，也很是惊讶了一番。这些人想来消息也是传到魏国公府去了。将这几个嬷嬷抓起来，送去慎刑司。是，务必审问出是否还有同道。这些年究竟往外递了多少消息？遵旨。阿青赶紧小跑着走了。此时韩愈殿中，小姐，既然国公爷都说了让您出宫，为您安排后路，不如咱们便出宫吧。您现在有公主之尊，又是魏家嫡小姐，往后……住嘴！姚琪，你我从小一起长大，还不了解我吗？你看，我已经住进后宫里了，不是吗？若是我当初没有去皇觉寺，怎么可能如今会住在宫里啊？迈出了这一步，便会慢慢的迈出下一步。我现在虽然仍旧没有名分，被禁足，但这都只是暂时的。可是姚琪没有可是，魏无双神色冷厉，她魏无双生来便是这上京士族里最为尊贵的侍女。慎刑司中几个老嬷嬷年纪大的，阅历又多，言语威胁恐吓，对他们来说半点作用都没有。如此，继位便不要怪咱家心狠手辣了。说着便招呼人上大刑。这几人虽然是跟着孝贤皇太后来到了宫中的，家中儿孙小辈却是都在魏国公府内。直到阿青命人偷偷把其中一个嬷嬷的小孙子劫了过来，才终于叫人松了口。当阿青把几个人的供词给皇上的时候，皇上的脸色实在是不好看。拿到几个嬷嬷的证词以后，皇上便派人彻查魏国公府，没过几日便将魏国公查了个底儿朝天。请魏国公入宫觐见，再去韩豫宫把平康公主带来。魏无双接到皇上召见的消息，立即高兴起来。姚琴，梳妆。平康公主殿下恕罪，皇上令即刻前往。也好，魏国公也是放松的前来宫中。魏无双先到，见过礼后，皇上便神色冷漠的让他在一旁等着，直到魏国公也到了，皇上才将暗卫呈递的奏报以及几个嬷嬷的证词丢到了父女二人的面前来。皇上这是怎么了？舅舅，不先捡起来看看上面都写了什么吗？魏国公这才捡起地上的奏报，打开来看，父女二人同时脸色大变。舒玉婉得了皇上宣魏国公和魏无双的消息，走，咱们也去看看。说不得也去凑个热闹。舒玉婉进去的时候，里面气氛紧张。皇帝哥哥，我从小便是为了嫁给你做准备，是魏家的嫡小姐，姑姑的亲侄女。从我很小的时候，姑姑便是最疼我。若是姑姑还在，今日绝不会叫我被这么一个二家之女看笑话。无双实在是不明白，皇帝哥哥究竟看上她什么了？她到底有什么好？便是辽空大师拼了命又如何？一个妃位便是她好命的福报了。求皇上看在孝贤皇太后的情分上，不要怪罪无双胡言乱语。舅舅也要拿母后出来说事，母后对魏家来说十分好用吧？生前做皇后给魏家带来荣光，死后仍旧可以。可舅舅，你当真在意母后这个妹妹吗？魏国公脸色一白，孝贤皇太后是臣的嫡亲妹妹，臣怎会不在意啊？舅舅自然在意。身为世家嫡女，自然是要承担起家族世代繁荣的重任。皇帝哥哥，无论如何，魏家都是希望姑姑好的，不是吗？包括害死母后吗？怎么可能？舒玉婉都不由得侧目，惊讶地看向皇上。魏无双怔愣之后，也看向了父亲。皇上，您说的是什么话呀？我魏家怎么可能会害死孝贤皇太后啊？这对魏家有什么好处？您莫不是糊涂了吗？是啊，皇帝哥哥，您是不是搞错了？这怎么可能啊？这奏报中写着，母后入宫第5年的时候，母后因姚妃与父皇生了嫌隙，回了魏国公府。但1日后，母后便在魏国公府众人的开解下回了宫中。回宫后不久，母妃便开始身体不适，不到1年便因病去世了。母后宫中嬷嬷的供词中写着，孝贤皇太后回宫后，终日心情不佳。当时的国公夫人常常进宫探望，十分心疼母后，常常亲自喂药。孝贤皇太后乖乖吃了，国公夫人仍旧心疼的垂泪。舅舅可以告诉朕，那1日发生了什么吗？只是寻常安慰开解，劝孝贤皇太后多为皇上着想，多理解太上皇当时的不易罢了。皇上怎能因此便猜测魏家逼死了孝贤皇太后啊？那舅舅便解释解释，借助母妃安插暗探在宫中，多年来通过这些人打探宫中消息，是打算做什么？皇上恕罪，臣当时只是太过担心孝贤皇太后在宫中的处境，这才出此下策。魏国公府探查皇家机密，冒犯孝贤皇太后，朕觉得应当满门抄斩。舅舅，你觉得呢？魏无双瞬间仿佛被寒冰冻住，魏国公脸色惨白。或者舅舅再想想，那1日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日舒颜回了魏家，说是对宫中的生活已经心灰意冷，对皇上也已经没了期待。
他想要魏家助他，带着当时才4岁的皇上宁离开了宫中，去江南隐居。父亲和母亲苦劝舒颜良久，但舒颜却执意如此。父亲表示绝不会帮助舒颜，若是舒颜敢这样做，魏家不仅不会帮他，还会将他逐出族谱。但是舒颜不以为意，竟说出了不在乎将他逐出族谱的话。即便魏家不帮他，他自己也会做到。皇宫他是不会再待下去了。父亲说，即使他要走，也要把皇上您留下。舒颜说绝不可能，皇上您是他的孩子，一定要带上皇上您一起走。父亲无奈之下，只好让母亲私下假意答应舒颜，让舒颜先回宫，等他安排好外面的事情，便助他离开。听到这里，舒玉婉总算是明白了，在太上皇感情最浓的时候，在抑郁之中去世，却是能够叫太上皇永远都忘不了。而魏家当真是好狠的心，好毒的算计呀。后来母亲进宫探望舒颜多次，舒颜仍旧要坚持带着皇上您走，母亲只好。魏国公说不下去了，但是在场的众人自然是听懂了。魏无双不敢相信地看着父亲，魏国公不敢看女儿，不敢看任何人，只是无奈地低着头。太医难道便无所察觉吗？说，乃是一份传下来的秘药，毒性较低，长期使用方才有效。若不细究，舒颜当时惯用的太医已为魏家所用。舒玉婉走到皇上的身边，握住皇上的手。皇上，当年父亲母亲也是无奈之举，若是由着舒颜将您带出皇宫，您便与这皇位无缘呐。这么说来，朕还要感谢魏国公府了。可朕宁愿母后能活着。皇上沉默了片刻。魏家谋杀孝贤皇太后，已满门抄斩，念及元凶已逝，剥削魏国公爵位，贬为庶民。魏国公听完，跌坐在地上。皇帝哥哥，你不能这样做，魏家是姑姑的娘家啊！废除魏无双平康公主之位，同贬为庶人。魏无双不可思议地看着皇上。皇帝哥哥，你不能如此绝情啊！皇上，您不能这样啊！魏家到底是舒颜的娘家，您这样做只会叫世人议论舒颜，叫舒颜在地下不安呐。皇上却是目不斜视，让人将魏国公父女2人给带了出去。等到人都走后，舒玉婉看着神色不佳的皇上，阿琪，母后说不定是回去了，你别太难过。皇上笑了笑，将舒玉婉搂紧在怀中。妈妈说了，可能世人不信，若是可以换母后一生平安无忧，我愿意拿着皇位来换。阿琪，我信的。朕到底放了魏家一条生路，刽子手已死，剩下的无双他们到底是无辜的。孝贤皇太后在，也会支持皇上的决定的。圣旨下了以后，魏家一片惨淡，魏无双也被从宫中送回了魏府。莲枝听闻此事以后，便赶紧去了魏府。莲枝先去看了罗夫人，魏无双也在罗夫人这边。无忧，如今国公府没了，偏偏赶在你将要出嫁的时候，本来想着把你认回来了，必要把以前欠你的补偿给你，现在娘都担心是不是反而害了你。娘，您怎么能这么说呢？一家人本来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是魏国公府有荣的时候，无忧也并没有享受啊。没事的，娘，我不在乎。也不知道此番会不会影响你与陈家的婚事，但愿陈家是守信之人。本来我还担心那陈世高是不是看我做了国公府的女儿才要跟我成亲，这下我反而不必担心了，愿意便愿意，不愿意就算了。罗夫人微微笑了，见莲枝当真丝毫不受影响的样子，心中宽慰了不少。魏无双的心头烦乱不已。魏国公突然跑了过来。无忧，我听说你跟那树跟皇后娘娘关系很好，你去找皇后娘娘求个情吧。莲枝听完便犯起了难。老爷，皇上下的旨意，皇后娘娘也改不了啊。您这不是难为无忧吗？便是只有一点希望，也要尽力一试啊！皇上宠爱敬重皇后，甚于当年太上皇对舒颜，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身为府中的一份子，国公府好了，无忧以后才能好。听到父亲提起姑姑，魏无双有点脸色发烫。这件事皇上没有言明，现在府中除了他们父女2人，便连母亲也是不知晓。无忧与皇后说是有交情，也不过泛泛之交。便是皇后当真有这个本事，也不会为无忧使。老爷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究竟是什么事让皇上这样雷霆震怒，还是需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听罗夫人又问原因，魏国公恼怒不已，甩甩袖子就走了。无双，那日你在宫中，你一点消息也没有打听到吗？魏无双强自镇定的
摇摇头。此时陈尚书府中，也不知魏家是如何惹怒皇上的。咱们高儿与魏府的婚事，娘，婚期已尽，这个时候不好退婚的，否则不是叫旁人说咱们家见风使舵，无情无义。你这孩子，要不是你不上进，你爹本来去年便该致仕了，便是为了你的婚事，才一直使着老脸强拖着。老爷，你说呢？至今不清楚魏家究竟怎么得罪了皇上，我只怕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将来恐会连累到高儿啊。莲枝只是刚认回来，便是有什么事情也与莲枝无关啊。况且莲枝与皇后娘娘尚有私交，便是连累也连累不到莲枝。既然如此，那这桩婚事便照旧往下走吧。陈世高大大的舒了口气，我便知道父亲母亲都是十分讲道理的。舒玉婉关注着莲枝的婚事，叫人送了天庄去莲枝的养父母姬嗣成家。罗夫人得了消息，心中踏实了不少。陈府得了消息，陈大人夫妇两个也是把心放到了肚子里。皇宫这边处理完了魏家之后，皇上很是心情略低落了几日。婉婉，你不用每日过来，朕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好，那臣妾明日便不过来了。明日朕处理完政务，便去坤德宫看你。舒玉婉见此，便早早的回了坤德宫。陈太医便按时过来给舒玉婉把平安脉。娘娘大约是这段时间劳心费力，身体疲乏，故而反应大了些。孩子可好？娘娘放心，胎相平稳，娘娘少思少虑，保持心情愉悦，莫要劳累便好。本宫知晓了。陈情又细细叮嘱了一些要注意的地方，便退下来。娘娘，要不要把秦嬷嬷请进宫来照顾你？派个人去府中问一声，秦嬷嬷年纪大了，若是愿意便请进宫，若是不想来便算了，莫要逼迫。清白应声去了。不出意料，秦嬷嬷满口答应了。舒家由此也是知晓了舒玉婉再次有孕的消息。太好了，太好了！夫人，娘娘说如今月份还浅，不宜往外透露。宫中如今除了娘娘，宫中的人和太医也都还不知道。我知道，该要等坐稳了胎的，让娘娘放心。舒夫人又拉着以梅细细地问了一些舒玉婉在宫中的情况，以梅便告退回宫了。秦嬷嬷自收拾了一番，和舒夫人一道入宫，以梅便赶紧进去将情况细细地回禀了。既是如此，便辛苦秦嬷嬷了。夫人当场便让秦嬷嬷的小孙子去府上的铺子做管事，秦嬷嬷很是愿意的。舒玉婉微微一笑，母亲做事总是稳妥的。第二日，舒夫人入宫探望，舒夫人进了坤德宫，见过皇后娘娘。快起，娘，在我自己宫中不必多礼，礼不可废。参见皇后娘娘。又要辛苦秦嬷嬷了，能为娘娘效劳是老奴的福气。两胎都是秦嬷嬷伺候的，主仆两人寒暄几句，便让以梅领着秦嬷嬷先去偏殿安置。听以梅说，娘娘这一胎不大安生，倒也不至于。太医说只是最近累着了，多休养便好些了。外面说皇上受伤这段时间是你在处理政事，倒也没有，不过是帮皇上整理整理折子，陪在陈前殿帮皇上搭把手。若是插手太多，如今你与皇上夫妻恩爱，自然无事。说是往后有了变故，容易引起皇上忌惮，好好教养皇长子才是正理。舒玉婉闻言浅浅笑笑，可是她觉得手中掌握更多权力，才能够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娘，我知道了。不过是皇上身体不适才会去陈前殿，往后的事情自有皇上做主。娘，二哥下个月便要参加春闱了吧？是呀，你二哥呀，自从去了书院，府中无大事不回来，苦读了这么久，很是有些进步。竹英书院的蒋先生说，你二哥这次春闱有些把握。说起来呀，玉成当时还是想着往后要给你撑腰，这才支棱起来的。回去让二哥继续努力，往后二哥在朝中举重若轻，还给我撑腰。娘一定给你二哥带话。魏家究竟是怎么回事？魏家饮水断源，一点不冤，皇上已经手下留情了。舒夫人是个聪明人，又是魏家女，仔细品味了一番，便明白了一些。魏氏族人也有不少人找你舅舅，想听说族中已有人表示想要让他来担任下一任族长。舒玉婉听完，想起舅舅魏香天，但舒玉婉记得当初束府遭难，舅舅并未施以援手。娘，魏家那边如何决定，咱们也掺和不了。舒夫人见舒玉婉对魏家态度冷淡，心中有些奇怪。母女二人又聊了一会儿，舒玉婉突然泛起了恶心，以兰赶紧拿出了痰盂。舒夫人在一旁心疼不已。第二个月反应大些，后面月末就好些了，要多休息。娘陪家的古妈妈擅长做药膳，不若娘把古妈妈送进宫给你用。可以，不过娘先好好查一查，确定古妈妈没有一点问题，再送进宫来。古妈妈是我的陪嫁，一家子的神器都在我手上，应当不会有问题。还是仔细查查的好。娘娘，你睡会儿吧，我去看看月儿和成啊。
好，那我就不陪娘过去了。以兰领着舒夫人去看看孩子们，待舒玉婉一觉睡醒，舒夫人看过孩子，和舒玉婉2个孩子一起用了午膳。娘娘，我该回去了，过些日子我在进宫看娘娘。好，让清代把备好的礼物拿上，送舒夫人出宫。到了晚上，皇上处理完政事，回坤德宫睡觉，两人躺在床上。今天岳母大人带了人进宫伺候，母亲送来的人是秦嬷嬷。舒府家生子之前生辰2的时候便来伺候过了，因不愿在宫中生活，臣妾做完月子便回了束府。这一次臣妾生产完也还是要回去的。朕不是反对从束府送人进宫来伺候，只是需要查明底细。臣妾知晓的。近日陈尚书说，再过2个月儿子大婚以后便要回家养老，朕准备让岳父大人担任户部尚书。那臣妾先替父亲谢过皇上了。岳父大人能力足够，之前父皇在位时便有这个意思了，一直拖到现在。皇上突然搂住了舒玉婉，朕好不容易伤好了，憋了1个多月，本以为可以，结果一边说一边十分哀怨地看着舒玉婉的肚子。皇上再忍忍吧。皇上叹了口气，突然理解为何自古以来的皇帝都要3宫6院了，这禁欲的滋味着实是不好受。皇上也闭上眼睛，两人不一会儿便睡着了。自从身边有了秦嬷嬷照顾，舒玉婉感觉好了不少，脸色也肉眼可见的红润了一些。舒玉婉在听清代说宫中杂事，以兰脚步匆匆的进来。娘娘，宁王妃求见。宁王妃是，请进来吧。是。不过一会儿，宁王妃便脚步匆匆的进来了。皇后娘娘，今日立身学院收了个学生，我见了她，是邵家的小姐，她说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皇上。邵思敏。宁王妃点点头，她现在还在立身学院，我已经着人看管起来了。邵思敏说她的消息与安王有关，其余的便不肯再与我说了。只是不知道这邵家的小姐怎么会与远在蜀郡的安王扯上关系。既然如此，义母便将她带进宫来吧。宁王妃点头应下，便火急火燎地走了。舒玉婉有点期待起来，不知道接下来邵思敏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息。不过1个多时辰，宁王妃便带着邵思敏入了宫门。宁王妃娘娘，我要见的是皇上。立身学院是皇后办的，邵姑娘既然入的是立身学院的门，自然是要先见皇后，得了皇后允许才能见皇上。本妃不过是立身学院的一个普通老师，可做不了这个主。咱们还是赶紧走吧。邵思敏犹豫一瞬，还是跟上了。皇后娘娘。邵思敏也是规规矩矩的行礼。民女见过皇后娘娘。舒玉婉抬头望去，便见眼前女子即便脸色略黄，衣裙半旧不新，也是难掩容貌清丽。邵姑娘请起。邵思敏抬头快速地看了一眼舒玉婉，若是她回来的早一点，原本这一切应该都是她的，只要宋明哥付出代价，他2世为他倾尽所有，他却负了他2世。邵思敏心中的恨意滔天。不知道邵姑娘有关于安王的什么重要消息？还请皇后恕罪，民女要见到皇上才能说出来。姑娘为什么不去越西郡寻邵郡守，反而要千里迢迢来上京？原本民女是打算去越西郡的，只是越西与蜀郡相隔甚远，我手中有安王的重要把柄，安王料到我要去越西，派人一路截杀，我只好与保护我的侍从兵分2路，侍从去越西引开安王的人，我转道来上京。原来如此，不过姑娘应该知道，邵家姑娘已经病逝了，一个民女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明，是没有资格见皇上的。按理也没有资格见皇后的，不是吗？你入了立身学院，一个民女如此优秀，本宫见见也没什么不可。安王意欲陷蜀郡3县，与南仆结盟。闻言，舒玉婉脸色一变，与宁王妃对视一眼，去承前殿把这里的事情告诉皇上。派人去了承前殿，没想到不一会儿，皇上便亲自过来了。皇上驾到！众人纷纷行礼，参见皇上。皇上叫起，走到舒玉婉身边，将她扶起来，又与宁王妃打过招呼。看到邵思敏的一瞬间，便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邵思敏微微抬头，也看向皇上。上一世，她听信宋明哥的话，接受了赐婚太子，并在嫁给太子以后，利用太子对她的信任，帮助宋明哥害死了太子。邵姑娘，皇上来了，你可以仔细说说了吧？是，皇后娘娘。皇上察觉到自己的失态，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急忙握住舒玉婉的手。舒玉婉却突然干呕起来，急忙抽出手来转身。舒玉婉吐了半天，也只吐了几口黄水。宁王妃见状，便明白是怎么回事，眼睛都亮了。邵姑娘继续说吧。是
事，我在安王府中偶然发现有男仆人出入，便趁安王不备，悄悄潜入安王的书房，多番探寻之下，找到了安王与男仆的来往书信。邵思敏说着，抽出了藏在袖子之中的信件。阿青接过去，递给了皇上。皇上打开信件，当即脸色难看起来。看完以后，脸色铁青的将那信件递给了舒玉婉。看看吧，借吾3万精兵，将来登上皇位，必与南浦修好，另献蜀郡与南浦相邻3县。这是安王没来得及送出去的信件，应当是信件千真万确，是从安王的书房中找到的。既然你不惜舍弃邵氏嫡女的身份，也要去蜀郡找二皇帝，为何现在又要揭发他呢？身为大晋子民，我可以为安王舍弃身份，但却不能看着他出卖大晋。邵姑娘大义，本宫佩服。作为重要的证人，邵姑娘，你暂时不能离开皇宫。宁王妃闻言看向皇上，又看向舒玉婉。舒玉婉不置可否，邵氏这一事并没有背叛皇上。妈妈，你费心安置一下，待事落再送邵小姐去月溪。臣妾领旨。舒玉婉让清代领着邵思敏去了瑶华宫暂住。宁王妃见状也准备离开。有劳皇婶，此事事关重大，还望皇婶暂勿透露给任何人。皇上放心。皇上满意的点点头。宁王妃便先出宫了。妈妈，朕安排到蜀郡和二弟府中的人，并没有传回二弟与南浦来往的消息。这邵思敏竟能拿到如此机密的信件。邵思敏虽然没有名分，毕竟是安王枕边人，比咱们安排进安王府的人更容易获得情报，也不奇怪。皇上点点头。皇上想如何处理安王？朕虽然答应父皇尽量保全兄弟，但二弟图谋皇位，出卖大晋，便只能以死谢罪了。舒玉婉赞同的点点头。太上皇那里，父皇会理解的。妈妈，你好生休息，朕便先回承前殿了。舒玉婉点点头。皇上回了承前殿，便令军六将这封信送到西山行宫，给太上皇过目，又紧急下了一道圣旨到蜀郡，召安王进京朝见。处理完这些事儿，皇上脑子里再次浮现出邵思敏的样子来。究竟是怎么回事？皇上您有什么吩咐？皇上挥了挥手，不理他。皇后将邵思敏安排在了何处？瑶华宫。到了晚膳时分，皇上起身准备去坤德宫用膳，出了承前殿没几步，朕想起还有些疑惑的地方，要再问一问那邵思敏。去瑶华宫。阿青呆滞了一下，是皇上驾到。邵思敏刚刚安置下来，听到这声喊也是十分意外。参见皇上。皇上看着邵思敏，起来吧。坤德宫中，舒玉婉见皇上迟迟没有过来，皇上一向准时，今日怎么迟了？可能今日事忙，奴婢去看看。不一会儿，清代便回来了。娘娘，皇上出了承前殿后，去了瑶华宫。闻言，舒玉婉的心中一沉，不等了，先用膳吧。娘娘，您现在可不能饿着自己，您不吃，小主子还要吃呢。放心，我知道秦重的。吃着吃着，突然一滴眼泪快速滑落，直到舒玉婉晚膳用完，皇上才到了坤德宫。皇上来晚了，臣妾不扛饿，先用过膳了。无妨。上前扶住舒玉婉，给皇上重新上菜。皇上的脸色微微一变，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刚刚去见了邵氏，这种感觉越发的强烈了，他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妈妈，你今日觉得身体如何？孩子有没有在闹你？还好，秦嬷嬷来了之后，臣妾便好多了。待膳食重新端上来，皇上便开始用膳。舒玉婉自去一旁休息，一直到就寝，两人都没有再提及此事。到了第二日午膳时分，皇上又没有按时过来。舒玉婉抬头看向清代，皇上又去了瑶华宫，先用膳吧。是。清代的神色也不好看，要纳妃什么时候不好？为什么偏偏要在主子刚怀上，怀相还不好的时候？没过一会儿，皇上便过来了，给皇上重新上菜。不用。皇上阻止，直接坐了下来。朕跟你一起用一点便好。待二人吃完了饭，皇上挥退了众人。妈妈，朕刚刚去看了邵氏，朕觉得这邵氏有些奇怪。哪里奇怪？朕也说不明白，给朕的感觉很奇怪，就好像似曾相识。是真的似曾相识，并不是朕对邵氏有什么想法。朕在想，这是不是什么塞外妖术？舒玉婉听了，心中微微的叹了口气。皇上想来是没有上一世的记忆，但竟然还是会对邵思敏有不一样的感觉。皇上，或许你们是前世的夫妻呢？婉婉，你相信朕？朕说过要和你一生一世，便绝不会悔诺。皇上您知道的，臣妾当初嫁给安三的时候，安三尚且有妾室通房；嫁给您的时候，您是一国储君，现在更是大晋皇帝，您有3宫6院，本是很正常的事情。说是一开始嫁给您的时候，您便纳妾娶通房，臣妾也不会那么伤心，但现在臣妾已经相信，真的能与您一生一世一双人了。您再有别人，臣妾会很难过。皇上顿时只觉得心仿佛被一只手给抓住，激动不已，一把将舒玉婉抱在怀中。妈妈，
朕不会叫你失望伤心的。这还是舒玉婉第一次如此直白地诉说对自己的感情。这一刻，对邵氏的好奇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舒玉婉靠在皇上的怀里，她承认她也开始对皇上使上心计了。埋头靠在皇上怀里，舒玉婉的眼底不禁闪过一分唏嘘。缓了一会儿，臣妾相信皇上，即便邵小姐当真与皇上是前世的夫妻，那也是前世了。皇上您得记着，这一世臣妾与您才是夫妻。好，朕记着，记得牢牢的。皇上在坤德宫陪着舒玉婉用完午膳，又回了承乾宫批折子。之后的几日，皇上再也没有单独去过瑶华宫了。舒玉婉见状，心中安定许多。这一边，自从皇上来了2日，邵思敏便开始期待起来。但皇上自那之后便没有再来了。邵思敏自嘲地笑了笑，他做太子妃的时候给太子下毒，如今皇上已有皇后，他又是在期待些什么呀？几日之后，承乾宫收到了太上皇的回信，自处之。于是皇上便开始着手准备。又过了几日，恕夫人又递了入宫的帖子。舒玉婉估计是为了谷妈妈的事情来的。恕夫人见过舒玉婉，娘娘，谷妈妈确实不适合送进宫来给你用。怎么回事？我万万没想到，谷妈妈一家子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一家子，她现在的儿孙都是些不相干的人，实实在在为魏家效力的人。她真正的儿孙其实还留在魏家。幸好婉婉你提醒了我，我把身边的人全部都排查了一遍，除了谷妈妈这个重要人物，竟然还有2个陪嫁小丫头，也是为魏家效力的人，根本不是忠诚于我。我全心全意信任他们，他们都是我的亲人，为何要做这样的事情啊？舒玉婉也着实没想到，原来不仅仅是孝贤皇后被这样控制着。娘，往后就当没有这些亲人就是。往后我不会再管魏家的事。这些日子，哥哥一直派人来，想叫他出面支持他做新任的魏家族长。不同于恕夫人的伤心难过，舒玉婉反而很是庆幸，因为这次谷妈妈的事儿阴差阳错，救母亲认识到了魏家的真面目。又与舒玉婉聊了一会儿家中的事情，舒夫人便告辞出宫了。母亲，不若用过午膳再走。不了，娘娘如今怀有身孕，切记保重凤体，万事都以身体为重啊。娘，您放心，我知晓的。如此，又过了些日子，陈尚书也已经辞去了户部尚书的职务，新的户部尚书则由舒玉婉的父亲舒锦衣来出任。派人把给莲芝大婚的贺礼送过去。是，娘娘。这边姬嗣成府上以及罗夫人也在给莲芝清点嫁妆。如今魏国公被贬为庶人了，也不知道莲芝去了尚书府会不会被欺负。莲芝说那个陈公子以前就爱欺负她，现在莲芝又没了魏国公府嫡小姐的身份。哎呀，不会的，前几日陈大人也已经致仕了。陈世高现在也不过是个户部仓部司掌顾，还没老夫这个大理寺丞的官职高，哪来的势头欺负我女儿？你也好意思跟人年轻人比呀？世高才多大年纪呀？你多大了？世高有宁王这个妹夫，还有陈尚书留下来的人脉，只要一直这样上进，升上去只是早晚的事情。你看你，我说你又护上了。要说人脉，咱们莲芝运道也不差，咱莲芝还跟皇后有几分交情呢。前些日皇后还往自家送天妆来了。姬夫人闻言点点头，罗夫人这边也在清点着莲芝的嫁妆。虽然府中的花销暂时还能维持住，但后面还需要银钱走动，若是一直复不了爵位，总要给后世子孙留下些后，将来好生读书习武，兴许还能挣回爵位呀。我知道老爷说的有理，但现在给无忧的嫁妆大部分是我的陪嫁，我并不曾多动用宫中的钱。若后世子孙出席，魏家累世积累的财富供后世子孙也足够了，若不上进，再多也不够拜的。魏老爷听了这话，便知道罗夫人不肯减小女儿的嫁妆，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去找儿子，希望将来儿子能够撑得起门户。陈家这边，陈世高整个人兴奋的有点变形了。娘，请帖都发出去了吧？爹，你看我这身喜服合不合身？要不要再改改？搞得陈家夫妻2人这几天都懒得搭理陈世高了。婚礼当天，舒玉婉派了清代亲自前往道贺。舒府这边，舒夫人也是带着2个儿媳妇儿出席了，再加上宁世子和陈世仪夫妻2人，婚礼也是相当的隆重。舒玉婉听清代回来描述的情形，很是欣慰。莲芝成婚之后不久，安王也即将抵达上京了。舒玉婉这会儿正在月儿这里看月儿跟先生读书，月儿的先生便是当初皇上推荐的那位即墨恒。月儿先走出来，看见舒玉婉，
规规矩矩的先行了礼。娘亲，月儿长大了，都知道要见礼了。即墨先生随后走出来，见过皇后娘娘。即墨先生快免礼，先生把月儿教得很好，辛苦先生了。皇后娘娘客气了，月儿姑娘虽小，但聪明，肯吃苦。听了这话，舒玉婉很是高兴，聊了几句，即墨先生就回自己的住处休息了。跟即墨先生学得如何了？回娘亲，有点累。那月儿还想继续学吗？月儿干脆的点了点头。娘，你不是说要多学本事，以后才能保护娘亲，保护自己吗？虽然累，但月儿不怕。月儿对娘亲真是太好了，娘亲好开心啊！就当母女二人其乐融融的时候，清代进来小声的禀告：娘娘，安王进京了。舒玉婉神色一变，月儿，娘亲想让彩玉往后每日辰时出教你习武，以求强身健体，你愿意学吗？习武也能保护娘亲吗？舒玉婉重重的点点头。月儿愿意。习武会很苦，一旦开始学了，就不能轻言放弃，知道吗？母女二人又聊了一会儿，舒玉婉才回到了坤德宫中。具体什么情况？安王收到皇上的诏书，声称身体不适，皇上派了太医前去，安王不得不启程往上京而来。进了京中，便被禁军拿下了。亲公公刚刚来过坤德宫，说是安王可能没这么安分，让您这几日辛苦些，多留意宫中有没有异常。月儿和辰儿那里加派人手保护。是，让彩玉去月儿那里，往后贴身保护月儿。彩蝶调到我这里。那大皇子那里，辰儿那里不用担心。清代便不再多言。彩玉知道往后要去给月儿做武师傅，心中十分高兴。娘娘没让别人给月儿小姐做武师傅，而是让她来，一定也是觉得她的进步很大。安王一进上京，便被早早等着的禁军给抓了起来，这会儿被押到承前殿。皇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皇上也不多说，把邵思明给的信件砸在地上。安王疑惑地捡起来，看到信上的内容，怒目圆睁。皇兄想要杀我就直说，弄这么一出有什么意思？臣弟就算再不济，也不可能与南浦那等弹丸小国结盟，赠土地给他们。证据确凿，安王还想抵赖吗？你算什么东西啊？本王和皇兄说话，你凭什么插嘴啊？凭本官是大晋子民。不错，安王殿下，这信件上盖有王爷私印，借兵数量，赠送的土地都清清楚楚，字迹也是殿下的字迹。哼，除此之外，朕还查到皇帝你阴阳死士2万余人，散在蜀郡各处，这次来上京也带了不少吧？皇兄在说什么？臣弟一点也听不懂。臣弟已经被父皇贬到偏远之地，皇兄还是不肯放过皇帝吗？不知道让父皇知道他传位于你不过3年的功夫，你便想将兄弟赶尽杀绝，会是何感想？皇上招了招手，在安王府中搜出来的各种账册、死士名单等等证据全部都搬了出来。看着眼前这些东西，安王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不知道皇帝还有什么话说？皇兄，必是有人诬陷臣弟，若是臣弟有不臣之心，怎会带着少许护卫轻易的进京的？皇兄，您一定不要被奸人蒙蔽，令臣弟蒙冤呐！臣弟是您的亲弟弟呀！皇上，此事是不是需要再查查？安王殿下一直安分守己，不曾有逾矩，且如今只有物证，没有人证，物证齐全，也可能是有些人栽赃陷害。是啊，皇兄，这些臣弟真的见都没有见过，臣弟什么都不知道啊！要人证是吧？好，将人证带过来。是。阿青疾步往殿外而去，众人见还真有人证，一时间都好奇起来。没等一会儿，阿福便领着人过来了。见到款款走进来的邵思敏，安王一瞬间睁大了眼睛。邵思敏，皇兄，你不要相信这个女人的话，她想要做我的王妃，但臣弟顾及其兄曾经是禁军的首领，恐招人画饼，不愿娶她，她必是怀恨在心，故意冤枉臣弟啊！此刻，邵思敏还是情不自禁的看向了安王，他到底眼睛有多瞎，才会爱上这么个东西啊？安王殿下是想混淆视听，将安王殿下卖国谋逆的事扯到儿女情长上来吗？没错，安王承诺娶小女，不想女抛弃身份前往蜀郡，不想却在安王殿下府中亲眼见到南仆人进出，亲耳听到安王殿下答应南仆人割让大晋土地，与南仆勇士交好，只要南仆借兵助其夺皇位。先生，你胡说八道，本王何曾与南仆人有何联系啊？小女所言句句属实。说完便静立一旁，不再多言。皇兄，你不要相信这奸人，臣弟真的没有。人证物证俱在，皇上看了邵思敏一眼，将安王打入天牢，择日问斩。安王颓然地跌坐在地，邵思敏在一旁低垂的眼眸之中闪过一抹快意。皇上挥了挥手，侍卫将死鱼一般的安王拖了下去，众位大臣也都识趣的各自退去了。殿中一时间只剩下了邵思敏。邵小姐也退下吧。是，便转身出去了。前世的事情便是皇上知道又能如何？难道要原谅他？邵思敏想着自己如今的境况，转道去了坤德宫。你想继续去女学任教？是。
是，民女如今已经不是邵家女，乃是蜀郡富商之女。孟福哥曾伪善安我，奈何其是个逆贼，如今无处容身。若娘娘垂怜，民女愿入女学教书，也算不负民女家中多年教导。舒玉婉沉默了一会儿，她是愿意女学多一个有才学的先生。舒玉婉想着想着，竟是有点欣赏起了邵思敏。邵姑娘不必如此，想来你家中娘亲兄长都是盼着你的。荆州有宁王妃，加上其他先生，人手倒也足够。本宫只遗憾，女学仅有上京一处，其他地方的女子若想求学十分艰难。不知邵姑娘可愿意入粤西，为粤西女子再办一所女学？民女愿意。姑娘大意。邵思敏笑了笑，她如今也不可能再嫁人了。邵思敏应下此事之后，便请求出宫，去女学找宁王妃，请教女学的办学经验，了解女学的情况。皇上听说以后，很是纠结了一番。这几日他总是做梦，模模糊糊的片段里，邵思敏经常给他做甜点补品，还做过一碗剧毒的甜品，要了他的性命。安排几个人把邵氏送到邵思义手上吧。到了晚间，皇上回坤德殿就寝。婉婉，朕与你说件事。何事？朕这几日总是梦见邵氏毒死了朕。皇上还梦见别的了吗？皇上困惑地摇了摇头。朕当真对邵氏没有任何心思。阿锦，如果邵思敏前世真的是你的正妻，并且害了你，你会杀了她吗？若是朕有前世的记忆，必是要杀了她，但朕没有，便没有那份恨意。阿锦还记得臣妾第一次见您的时候也说过，臣妾做梦梦见五皇子登基，您暴毙而亡。臣妾梦中您的太子妃便是邵思敏，所以邵思敏来了宫中，臣妾才会如此惶恐不安。偏生您又好似待他十分不同的样子。他不敢说出所以，更不敢说他是重生而来。皇上闻言眉头紧皱，婉婉的梦境竟然和他的梦境有所重合。若是没有婉婉出现，或许他当真会娶了那个邵氏。邵夫人远在粤西，消息不通，直到见到女儿完完整整的出现在面前，邵夫人一把将女儿搂进怀中，一时间泪如雨下。娘，对不起，你这个孽障。西山行宫那边，张贵太妃得知安王被收入了天牢，听凭娘娘差遣，务必要把人救出来。娘娘，天牢守卫森严，凭咱们这些人未必能救出殿下。那依先生之言，该如何是好呢？草民以为，是不是再联络一些京中的势力，或者疏通一番，想办法减弱天牢守卫，再去劫天牢？张贵太妃脸色不太自然，摇了摇头。本宫在上京已无任何可用之人。娘娘放心，我等必拼死救出殿下。务必。太上皇殿中，洪公公正把张贵太妃这里的情况如实转报。太上皇要处理吗？随他们去吧。是。天牢之中，安王被关在最里面的一间。安王坐立难安，神经紧绷，一会儿大声的喊冤，喊着牢头要见皇上，要见太上皇；一会儿大声的咒骂着邵思敏。又过了几日，终于牢房外响起了刀剑相碰和惨叫声。安王窝在牢房一角，一定是他的人来救他了。外面的黑衣人便杀了进来，直直的冲着安王这边过来。殿下，好，等本王出去了，重重有赏。现在快走吧。是。10几个人拥着安王往外走去，是不是太顺利了一点？不管如何，救出殿下便好。殿下，贵太妃娘娘已出了西山行宫，在外面等着和您会合，一起前往蜀郡。咱们快走吧。啊，好。安王加快脚步往天牢外走去。等这些人走远了，刚才的牢头才走出来，后面跟上好些狱卒打扮的人，悄悄地跟了上去。束缚之中，夫君，青哥儿不见了，青哥儿不见了。怎么回事？青哥儿屋里一个丫鬟，屋外一个婆子都晕倒在地，床上更是不见青哥儿的人影，一定是出事了。莫急，先在府内寻一寻，若是寻不到，马上去顺天府报案。我已经使人在府中寻了。院子里的丫鬟婆子都齐了，一时间府中灯火通明起来。恕尚书与恕夫人夫妻两人，恕玉成夫妻两人纷纷往恕玉阳这边赶了过来。怎么回事？青哥不见了。唐氏简单把情况又说了一遍。赶紧的，派人把府中各个门都守住。现在马上就派人去顺天府报案，去青哥儿屋子里看看，必是有人作祟。果然，不一会儿，唐氏身边的丫鬟婆子们一个一个的回来了。夫人，秦少爷常去的地方都寻遍了，没有找到秦少爷。你们是怎么晕倒的？秦少爷睡着以后，奴婢便也在秦少爷床前的小榻上睡下了，一直到现在，中间没有醒过，也没听见秦少爷起身的动静。老奴在门口的小隔间里守着夜，突然感觉背后有人，还没反应过来，便头上一痛，晕了过去。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突然对青哥下手呢？咱们派人进宫，请皇后娘娘帮忙找找吧。派人进宫去吧。这大半夜的，玉婉怀着身孕，她其实不想去叫玉婉担心。这边安王随着死士一起急速往城外奔去，快到城外的一个破庙之中，其余几个死士护着张贵太妃在这边等着呢。破庙里面还躺着一个小孩子。母妃，臣终于又见到您了。我儿疏忽了。
正母慈子孝之际，破庙周围突然涌出了大批的禁军，将安王母子几人重重包围。安王殿下大晚上的不好好在天牢里待着，跑到这破庙来跟谁私会啊？安王见此，惊得一张脸煞白。母妃，看来我们今日要折在这里了。明儿别担心，母妃早料到了。把屋内的小孩拎了出来。这是术士那贱人的亲侄子，您敢让他跟着我们一起死在这儿吗？邓志杰见了，神色一变。邓志杰略微转头，吩咐了身边的禁卫一句，那禁卫悄悄退下，然后迅速往皇宫的方向奔去。安王将刀抵在青哥的脖子上，青哥吓得哇哇大哭。立刻放本王离开，否则本王现在就将这小儿杀，看你如何跟皇后交代。本官又不认识皇后娘娘的侄子，谁知道你是不是随手抓了个孩子，冒充皇后娘娘的侄子？哦，那本王先割下这小儿一个耳朵，看你认不认识。住手！本官放你走。好，大人，放他们走。张贵太妃与安王对视一眼，紧紧地提着青哥继续往城门口赶去。不许追过来！邓志杰当真停下，快发信号弹。是。待安王走远，邓志杰等人才策马远远地跟上。越接近城门，安王的心中越是急促。快！安王喊道。张贵太妃颠的是头晕脑胀，终于到了城门口。赶紧开门，否则我马上杀了他！安王话音刚落，几支利箭便从背后破空而来。安王尚且来不及反应呢，便和围在他身边的几个死士一起倒下。张贵太妃晕乎乎的从马车之中探出头来，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外面的情况，便被一箭射中，没了声息。邓志杰舒了口气，直奔青哥，一把将青哥捞起来，带出了包围圈。舒玉婉本来是踏实的睡着，但现在听见青哥不见了的消息，又接到青哥被安王的人抓去做了人质的消息。皇上，娘娘，邓大人把舒少爷救回来了，人在殿外等着。快，我们去看看。婉婉，你慢点，别太激动，别忘了肚子里还有孩子。皇上，咱们快去看看吧。皇上点点头。外殿之中，邓志杰恭敬地站在一旁等着。青哥明显是被吓着了，坐在椅子上。以兰等人在一旁轻声哄着青哥。舒玉婉见了青哥，哥哥，我好害怕呀！青哥不怕啊，青哥安全了，现在安全了，没人能伤害你了。皇上在一旁默默地叹了口气，问起了邓志杰晚上的情况。得知安王和张贵太妃都已经死了，皇上一时间心中有点怅然，想来父皇的心中也必然是不好受。身在皇家，有时也未必是那么得意的事儿。回去休息吧，今晚辛苦了。邓志杰拱拱手便离开了。邓志杰出宫门的时候，恰好迎面碰见了舒夫人和舒玉阳夫妻俩，急急忙忙地往宫内而来。放心，你家青哥没事。舒玉阳拱手认真地行了一礼。邓兄，今日这个情我记下了。兄弟之间说这些干什么？快进去吧。舒玉阳几人到了坤德宫，青哥已经是被舒玉婉哄好了，给皇上和舒玉婉见了礼，便急忙跑到青哥的身边来。见唐氏哭得厉害，反倒是用小手给他抹了抹眼泪。娘，别哭了，我没事儿。舒夫人见状，好了，咱们带着青哥回府中去吧，让皇上和娘娘休息了。唐氏不好意思的点点头，叫岳母大人受惊了。舒夫人赶紧道不敢。几人领着青哥出了宫去，这般闹了一场，舒玉婉一时间也失了睡意。只是皇上明日还要早起上早朝，舒玉婉闭上眼假装睡着了，却感觉到皇上在一旁翻着身。皇上，你也睡不着？婉婉，你觉不觉得二弟的事情有点奇怪之处？哪里奇怪？邵氏说在安王府中亲眼见到男仆人与二弟往来，也有信件为证，看着是证据确凿的。可南浦向来以稳定为主，这一任南浦王南阳初也是个守城之君，怎会与二弟联合呢？即便二弟许下蜀郡3县，又成功篡位，又能有多大的可能兑现这诺言？一旦借了兵，二弟又没成功，便是与我大靖结仇。不管此事是真是假，安王在蜀郡阴阳死事，意图谋反总是真的。况且安王已经死了。皇上，臣妾知道安王是您的弟弟，可是他想谋反，便是我们的敌人，对敌人手软，便是对自己的安危不负责任。咱们还有臣儿，还有臣妾肚子里的孩子，留下安王就是给孩子们留下麻烦。皇上闻言微微一笑，看来婉婉也觉得安王与南仆勾结出卖大靖一事是那邵氏的手笔。朕知道，朕虽然对二弟有那么2分兄弟之情，但与你和臣儿的安危相比，实是微不足道。皇上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舒玉婉的肚子，只希望将来他的孩子们一母同胞，能够不要自相残杀。婉婉，生完这一个，咱们便不生了吧？皇上可是只有臣妾一个人给您生孩子，臣妾不生了，皇上岂不是子嗣单薄，多子多福？况且您的江山得有人继承。江山已经有臣儿了呀，还有你肚子里这个孩子，又不是后继无人。一个男人是不是真心为你着想，其实很容易看得明白。好，
听皇上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很快舒玉婉的肚子满了3个月。众人知晓皇后又怀孕了，一时间又开始蠢蠢欲动。到了早朝，又开始有大臣站出来劝说皇帝选秀。皇上听的是不胜其烦。既然如此，众位爱卿把家中适婚的闺秀名单报上来吧。没想到皇上竟然是松了口。是。舒尚书和舒玉阳的脸色不佳，但皇上选秀天经地义，二人也不好多说什么。回了府中，便让舒夫人进宫开导舒玉婉。舒玉婉也很快就得了消息。放心吧，皇上不会选秀的。这段时间夫妻二人的感情是极好的。还是婉婉了解朕呐，这些人成天不干正经事，总盯着朕选不选秀。朕这次要一次性把他们这毛病治好。万一家中姑娘叫您看上，生下皇子，将来可是有机会登上皇位的，岂不是比埋头干活更划算？皇上打算怎么做？瞧他们是家中有女儿待嫁，所以一天到晚盯着朕，朕帮他们给女儿找好姻缘，他们就不成天这么着急了。舒玉婉闻言失笑，这法子还可真是。两人又聊了一会儿，陈太医便过来给舒玉婉把了平安脉了。如何？回皇上，娘娘一切安好。依臣所见，娘娘怀的应当是双胎。皇上惊喜地看向陈情，邓真，老臣确定。有赏。谢皇上。坤德宫所有人赏半年份例。谢皇上，谢娘娘，恭喜皇上，恭喜娘娘。舒玉婉也很惊喜，轻轻地摸了摸肚子，难怪刚刚怀上时反应那么大。第二日，舒夫人便是递了帖子进宫看望舒玉婉。清代皇上要选秀，为何你们都如此高兴？夫人，您进去自己问娘娘吧。等知道情况，舒夫人也跟着高兴。另一边，想要送女儿进宫的大臣们，不过3、4日的功夫，便把秀女的册子递进了宫中。拿到册子的当日，便让阿青把京中适龄的未婚男子名册也拿了过来，然后颇费了一番心思，花了好几日的功夫，给他们一一配了对。朕看诸位如此关心朕，来而不往非礼也，故而朕也为诸位爱卿操心了一番儿女婚事。诸位爱卿不用太感激朕。想要送女儿进宫的大臣一时间都是傻了眼呐，除了谢恩，还是只能谢恩了。很快，3年一次的春闱开始了。3天考1场，一共3场，进去了就要等9天后考完才能出来了。晚上宫院里边冷，保暖的衣服少不得。当年你公爹去科考，我棉衣没给他备足，晚上冷得厉害，还没考完，在里面第3天便有些发烧了。后来你公爹说，要不是发烧，脑子有些糊，说不定呀能考个更好的名次呢。娘，您当年年轻也没经验，又不像儿媳现在有长辈教，也不能怪你。舒夫人笑笑，又继续说起要准备的吃食。舒玉阳则是把会试过程之中的种种细节以及需要注意的事情给舒玉成细细的讲了一遍。月儿小姐过来了。话音刚落，月儿便带着赵妈妈进来了。月儿行了个礼，便急忙把手上的画递给玉婉看。娘，宋先生今日夸我画的好了，娘你快看我这猫儿画的好不好？像，真像。月儿，你可真是太聪慧了。月儿也觉得我可实在太厉害了。月儿高兴起来，想扑进舒玉婉的怀中。哎呀，小姐，娘娘的肚子里头还有弟弟妹妹，可不能抱您呐。我和成儿都是从娘肚子里出来的吗？是啊。可是怎么出来的呢？生出来的。至于怎么生，等你再长大一点，娘再告诉你好不好？月儿点点头，勉强接受了这个说法。店门口又响起了一声母后，姐姐。成哥儿迈着小短腿，急忙往2人的身边来。姐姐说什么？舒玉婉便让2个孩子自己玩，2个人在屋子里头玩得无聊，要去院子里。老奴带2位小主子过去吧。玉婉点点头，正好她要歇一歇了。坤德宫的院子里种了一棵杏子树。弟弟，等这个杏树结杏子啦，咱们过来摘杏子吃吧。好。2人说着，便在这棵杏树下转起了圈圈。到了晚膳时分，皇上过来用膳，今晚一起用晚膳吧。等用完了膳，2个孩子都回去了。婉婉，成儿也还小，这次便算了，往后吃饭还是要守规矩的。往后要守的规矩多了去了，如今3岁还不到，便让孩子随性点吧。皇上闻言觉得也有道理，没有再多说什么。对了，婉婉，之前你说的那种可以在干旱的土地里种植、产量很大的农作物，朕登基以后不久便派人去找了，如今人终于回来了。除了你说的那些土豆、红薯，还带回了很多其他的农作物。当真？那明日送一些去黄庄试种。都放在黄庄试种1年，看看适不适合在大境种植。这边舒玉成在贡院之中每日写文章，果然到了第9日，贡院门打开之时，好些考生都是被抬出来的，走出来的学子里也有好些走路都踉跄。舒夫人和周氏早在外面等着了。二公子，舒玉成见是贴身小厮，便靠了上去。没等舒玉成的会试结果出来，舒玉阳的调令就先下来了。皇上要将舒玉阳调到蜀郡出任蜀郡太守。这会不会升得太快了？
朕还以为婉婉你是要担心玉阳的安危。蜀郡将安王把守几年，安王为了将蜀郡拢在手中，将蜀郡搞得乌烟瘴气。现在还有一部分安王的残留势力留在那里，朕必须要派信得过又有摆平此事的能力之人过去，才能放心。玉阳是不二之选。闻言，舒玉婉也不再多言。二皇帝在蜀郡大肆敛财，用以养活他手下那些散在民间的死士，信使回报蜀郡百姓食不果腹。不如让大哥带一些番薯和土豆的种子过去，试试在蜀郡种植，看看效果如何。可据说此物产量极大，舒玉阳接了调令之后，便收拾包裹，准备远赴蜀郡。唐氏既高兴夫君升迁，又难过要夫妻分离。现在蜀郡不那么安生，等我到蜀郡安定下来之后，就派人回来接你和孩子过去。可是我是长嫂，你不在家中，按理我该留在家中照顾公婆。无妨，家中还有玉成呢，如今玉成沉稳了不少。那我再问问婆婆的意思。好。舒玉阳出发的那日，束府是倾巢而出，都站在城门口送别呢。等过段时间，爹就派人回来接你和妹妹。还有娘亲，还用你说？众人也不由得跟着笑起来。舒玉婉也是派了月儿过来，赵嬷嬷和张毅两个人陪在月儿身边。亲哥哥和姨妹妹也要走吗？走了以后，月儿就见不到了。月儿妹妹，我去了蜀郡，还会回来看你的。见两个小的，竟然依依惜别起来。好了好了，亲哥要走还有好些日子呢。你们两个呀，今天可是来送你们爹爹舅舅的。大人们都忍不住笑起来，月儿也不好意思起来。大舅舅一路平安。好，等大舅舅到了蜀郡，一定把那边好玩的好吃的给月儿送过来。与家人一一告别，舒玉阳便上了马车，扬长而去。都回吧。即墨先生给月儿批了1天的假期，月儿跟束府众人去了束府，好生跟亲哥儿元姐儿玩了1天。月儿回宫之后，舒玉婉听赵嬷嬷说了今日之事，心中一动，亲哥儿确实是个好孩子，随即便想到了魏无双。罢了，这种事情还是要看孩子们自己的缘分。娘娘中了，二公子中了，第18名。本宫知晓了。又5个月之后，舒玉婉生下了龙凤胎。这一次，皇上终于可以自己给孩子取名了，给女儿取名为宋明珠，后人称其为明珠公主。次子则是由舒玉婉取的名字，名为宋明玄。8年之后，太上皇病重，皇上协同皇后和3个子女前往西山行宫探望。太上皇已然是弥留之际，看到皇上和舒玉婉一家5口，静儿来了。父皇。静儿莫哭，父皇要去找你母后了。如今你将大境治理得很好，与皇后情色和谐，父皇便也放心了。说完，太上皇的眼光看向外围一群的太妃和子孙。五皇子在被软禁的第3年病死，是舒玉婉动的手。五皇子成年要娶亲，又开始不安分，谋划着要娶上一位武将家的独女。舒玉婉索性命五皇子身边的侍女一副烈药，结束了五皇子的性命。平宜公主也是带着驸马和孩子们来了。如今见太上皇如此，哭得稀里哗啦，心太平，头发花白。太上皇嘴角含笑，转回头来，嘴里轻轻地说了句什么，便闭上了眼。一时间，西山行宫之中哭声震耳，一片缟素。又2年过去了，舒玉成完成了当初玉婉和离时对周氏的承诺，以官至大理寺卿，给周氏请封了诰命。舒玉阳去了蜀郡1年之后，便将唐氏和文清、文一2个孩子都接到了蜀郡。此后多年一直扎根蜀郡，月儿也已经长成了15、16岁的大姑娘，龙凤胎也已经是10岁的大孩子了。成儿在去年被册立为太子，如今舒玉婉成天操心的便是在京中给月儿寻上一个合心意的夫婿了。至于合心意的夫婿，他当真是不想要。受娘亲和即墨先生的影响，他的志愿是将娘亲的女学继续发扬光大。